缥缈峰，山间云雾环绕，灵气充盈。后山缥缈宗宗门秘境外，一名身穿白衣长裙的美妇人给其身前两人叮嘱：灵儿、徐骁，为师这一次闭关，短则10年，长则100年。美妇人身姿轻盈苗条，白裙紧贴腰腹，勾勒出她完美曲线，肌肤白皙胜雪，如金雕细琢的美玉，温润光滑，面容温婉绝美，风姿万千，如水蛇般的腰肢无一丝赘肉，盈盈一握，乌黑长发用玉簪束在头顶，几缕发丝飘动，仙子下凡，吐气如兰，仿佛带着淡淡花香，整个人散发成熟女性独有魅力，风情万种。她是缥缈宗太上长老姬雪，在她身前是一名身穿青裙的年轻女子和一名身穿灰袍的白发老者。姬雪看着青裙女子道：灵儿，你现在身为缥缈宗宗主，为师不在时要将宗内事务打理好，如若遇到困难就去请教其他太上长老，为师已打过招呼。青裙女子眼中带着一丝不舍，点头道：是，师父。徐骁。姬雪看向旁边那满脸皱纹老的快要入土的白发老者。徐骁打了个机灵，忙是拄着木杖上前，点头道：弟子在。姬雪摇头叹道：你上个月度化神雷劫失败，修为跌落到了筑基期，今生再无希望修炼，寿元也只剩1年不到。我这里有一枚寿元丹，能让你最后再活50年。这50年你找个道侣好好生活，最好能留下子嗣，也不枉来这世间走一遭。说完，他单手微动，一个瓷白小瓶出现在他葱白细致的手中。弟子多谢师父。徐骁伸出手，老脸激动接过这一枚寿元丹，他现在心里都想哭了。太好了，终于有值钱东西可以送人了。1个月前，他杜雷劫晋升化神失败，修为直接从元婴9重掉到筑基1重，这一失败，他的心都死了。他已没有再次修行的机会，只能坐等老死。穿越到这修真世界1000年，系统打死不出来，害得他只能硬修。但即便败在缥缈宗太上长老姬雪的门下，他那普通的天资最终还是止步元婴境。不过还好，就在昨天，万倍返还系统出现，只要赠送气运之女物品，就能得到巨额返还。本来为了应付雷劫，他已掏空家底，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送人。现在好了，有了这一枚寿元丹，总算有系统的启动资金了。狗系统都1000年了才出来，老子都要老死了。暗骂一句，徐骁再次诚恳拜谢姬雪。检测到气运之女姬雪，气运等级 SSS， 返还倍数100倍，羁绊度1。提示 SSS 级气运之女首次赠送必定10000倍暴击。提示羁绊度提升，返还倍数逐渐增加。SSS 级气运之女。徐骁老眼一亮，拿寿元丹的手都有些颤抖。师父竟是 SSS 级气运之女，一开始直接就100倍返还徐骁金了，这应该是目前出现过等级最高的气运之女。就连掌门师妹独孤灵也就才 SS 级而已。姬雪再次叮嘱独孤灵，让他帮徐骁找个伴侣度过余生后，就欲进入秘境闭关。徐骁连忙道：师父等一下。姬雪回头，温婉绝美的面容微微一愣，徐骁还有什么事吗？徐骁眼珠一转，忙将手中唯一的下品法器细木杖双手举起。这细木杖内是一柄下品法剑，也是他最后留作防身之物的法器，本来就只当个拐杖用，但现在得抓紧时机送一波，毕竟师父若闭关，那可就没什么机会再送了。他略带悲伤道：师父，您这一去恐怕再也见不到徒儿，这是徒儿最后能送给师父的东西，虽然只是个下品法剑，但也算徒儿临终尽孝了，希望师父收下，就当留个念想。徐骁说的诚恳，但心里担心姬雪不要，这送东西也不是那么好送的，而且系统有规定，送东西必须自然符合情理，不然判定无效。现在他都要老死了，送个东西给师父留作纪念，很符合情理吧。唉，姬雪摇头一叹，看着这个白发苍苍的徒儿，眼神尽是唏嘘。修炼一途，与天抗争，徐骁还是天资不足，难以为继。他伸出雪白细嫩的手，接过徐骁手中木杖。好，徐骁，这50年你就在缥缈宗好好做个凡人，享受生活吧，有你师妹在，不会有人欺负你。说完，他摇了摇头，一步踏入秘境。秘境两旁厚重的青石大门缓缓关闭，门外就只剩徐骁和独孤灵。恭喜宿主赠送下品法剑成功，第一次赠送姬雪，触发10000倍暴击，返还法宝南冥离火剑。南冥离火剑已存入系统空间库，宿主可以随时拿取。南冥离火剑法宝。徐骁眼神大喜，没想到送个下品法剑竟然获得了一件法宝，不愧是10000倍暴击，都已经修炼了1000年，他自然知道法宝在这修真世界的稀缺性。
一般的法器分为下品、中品、上品、绝品，他送的那木掌就只是个下品法器，但在绝品法器之上，还有一种应运天地而生的宝物，那就是法宝。这南冥离火剑就是所有修士梦寐以求的法宝。整个缥缈宗真正能算的上法宝的宝物，也就仅仅只有3件而已。没想到现在他自己就有了一件，不愧是 SSS 级气运之女触发的万倍暴击。看着空间库内那一柄通体闪耀红芒的绝世宝剑，徐骁心里很满意。幸好刚才把自己的拐杖送了出去。系统空间库是一个巨型的储物空间，它能随意运用，比那些储物袋要好用得多。现在的他已经可以不用储物袋了。师兄，你放心吧，最后这50年，师妹我会给你找个漂亮道侣的。独孤灵笑着看了过来，保证让师兄你满意。她美丽凤眼熠熠生辉，透露出灵动聪慧，皮肤白嫩如雪，宛如细腻美玉，身形高挑修长，亭亭玉立，如盛开花朵，长发如瀑，垂落腰间，带着诱人芬芳，锁骨线条优美，将她的魅力展示得淋漓尽致。雪白脖颈修长纤细，高贵优雅，青裙贴身，让她完美身材一览无余。徐骁回看这位容貌绝美的师妹，眼里生出一抹唏嘘之色。独孤灵是他村里的青梅竹马，当年积雪就是看中了对方，才索性将他一起收入缥缈宗。但两人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1000年过去，也仅仅就是师兄妹而已。毕竟对方天资超绝，已是缥缈宗掌门，而他现在只是个即将老死的内门长老。师妹，不用这么麻烦，我都要老死了，也不想再多活这50年，这枚寿元丹就赠与师妹吧。后山宗门秘境外露台，徐骁笑容慈祥地递上瓷白小瓶。独孤灵见状，俏眉微皱道：“师兄，这可是师父专门留给你续命的。师兄啊，咱们就不要自暴自弃了，吃了寿元丹，你可还有50年寿命。过段时间，师妹我给你找个漂亮媳妇，你就安心在宗里养老吧。”独孤灵看着眼前白发苍苍、老迈不堪的徐骁，心里也叹了口气。回想当年师兄年轻时帅的惊天动地，自己差点都道心不稳沦陷进去。没想到1000年时间一过，师兄都变得这么老了。哎，想到这里，独孤灵心里还是有一点小悲伤。师兄这么个大帅哥，也走到了人生尽头。徐骁见状，还是将寿元丹收回了空间库。果然，随便乱送是不合理的，系统也不会认。他看着独孤灵娇俏绝美的容貌，叹笑道：“师妹啊，我都这么老了，还找什么媳妇？这不是祸害别人小姑娘吗？”独孤灵安慰笑道：“老又怎么了？师兄以前那么帅，现在即便老了，也有当年几分风姿。而且，你可是我这个缥缈宗掌门的师兄，又是太上长老的徒弟，那些大家族的小姐还巴不得嫁给你，与我缥缈宗结缘呢。师兄你放心吧，当年在村里你父母收留了我，我不会让他们绝后的。”徐骁笑着点了点头。虽然独孤灵天资超绝，还做了掌门，但一直没有忘记当年他家的恩惠，是个懂得感恩的好姑娘。走，师兄，我送你回外山。独孤灵笑道。缥缈峰有2座山峰，分为外山和内山。内山比较小，是宗门重地，一众内门长老和内门弟子所处的地方，而外山较大，是外门长老和外门弟子所在的地方。1个月前，徐骁渡劫失败，修为回落，筑基一众，失去了御剑飞行的能力，故内山这种险峻之地不再适合他居住，索性就搬去了外山一处僻静之地养老。独孤灵这时已召唤出飞剑漂浮在前方，他率先跳了上去道：“师兄，快上来吧。”徐骁眨了眨眼睛，老迈的身躯小碎步上前，失去了木掌，现在他走路都有些打摆子。这个师妹啊，我太老了，跳不上来了。来到飞剑旁，这漂浮在他腰身高度的飞剑，他现在丝毫没有办法跳上去。虽然他是筑基一众，体内还有法力，但身子太老，使不上力气了。唉，师兄，还是我来帮你吧。独孤灵见状，心里出现一抹伤感。师兄老了真是太可怜了。他下来抱住徐骁，随后2人一同落在飞剑上。飞剑上，徐骁由于站不稳，动了动手臂。师兄，不要乱动。独孤灵一把将徐骁的手拉下到腰间，抓住我的腰就是了。徐骁尴尬一笑道：“是，师妹啊，人老了，手脚都有些不受控制了，对不住了。”他心里感慨，当年2人年轻时，虽然没有完成最后一步，但其他该做的那都是做了的，就像甜蜜小情侣一般。谁知正当2人新婚之夜，好巧不巧积雪赶了过来，提前救下了独孤灵。徐骁那个气啊！一想到此事，徐骁就胸口闷塞，感叹人生不公。好好的漂亮媳妇，就这么没了。2人御剑飞行，下方缥缈峰内外山的美景尽收眼底，云雾环绕，崇山峻岭。缥缈峰所处盘龙大陆东部，靠近10万大山，是当地最古老的修炼宗门。师兄，
你不要靠得这么近吗？独孤灵虽然有些不舒服，但并没有反抗。他这辈子也就与师兄好过，其他男子甚至连手都没抓过。他心里其实还是喜欢师兄的，当然是年轻的那个师兄。现在师兄老了，他已经没有当年那般冲动了。徐骁站在后面，将独孤灵抱得死死的，整个人胆战心惊。师妹啊，你慢点，师兄我老了，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独孤灵飞剑虽然飞得稳，但奈何这里太高了，年迈的徐骁都有些恐高了。自从雷劫失败，跌落筑基一重，他的外貌就衰老不堪，现在甚至连一些老年病都出来了。不过幸好没有老年痴呆，不然系统来也白来了。飞剑落到外山某处山腰，一处僻静的房屋小院，这是徐骁现在的住处。这里有连接外门大殿的道路，对年迈的他来说还算方便。独孤灵将徐骁抱了下来，看着还有些惊魂未定的徐骁，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师兄，你放心吧，最后这50年我会找个好姑娘来照顾你的。独孤灵上前抱住了曾经爱过的师兄，对方周身皮肤已经老得干瘪，但他不在乎，这是他的亲人。徐骁叹道：师妹啊，你去吧，好好管理宗门，我一个人可以的。现在你已是一宗之主，道心要坚强，生老病死平常之事而已。独孤灵松开徐骁，深呼一口气，点了点头。师兄，这是100上品灵石，你留着，应该够你这50年用度。独孤灵从怀里取出一个小袋子，递给了徐骁。等我找到一名好姑娘，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师兄，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徐骁接过对方这鼓鼓的袋子，神色顿时一亮。好，这又是返还系统的启动资金。师妹，师兄多谢你了。没有拒绝，这本就是他现在需要的东西。以后发达了，他自然要千倍万倍报答给对方。师兄，宗门还有许多要事等我处理，就不多留了。师兄，保重。说完，独孤灵眼里带着一丝复杂，御剑飞离了这处外山山腰。附近上山的那些外门弟子看着独孤灵腾空而起，一个个眼里满是敬畏之色。是独孤掌门，我知道了，掌门肯定是来看望徐长老了。哎，徐长老德高望重，为人善良正直，怎么就杜雷劫失败了？上天不公啊！听说徐长老只剩1年寿命，杜雷劫失败修为跌落到了筑基一重，太可怜了。徐长老，你死得好惨了！几个外门弟子差点哭出来。徐骁这1000年来在缥缈宗人缘甚好，深受一众门人敬仰。不夸张地说，徐骁在德高望重这一块，甚至远远超过师妹独孤灵。毕竟仙风道骨的外貌在这里摆着，看上去就有分量。你们瞎说啥呢？咱们徐长老还没死呢，1年寿命也是寿命。这徐长老最后时刻，我决定了，我要突破到筑基期，让徐长老看看我的决心。切，别人徐长老内门长老会鸟你这个练气外门弟子，简直想多了。在山上大道走路上山的那些外门弟子看向远处徐骁那片优美的屋舍小院，一个个流露出敬仰之情。徐长老真乃是他缥缈宗的楷模。徐骁回到了小院房间，在床上盘腿坐好。这处小院是当初独孤灵派人选址为他打造的，建在外山灵气浓郁处，四周落叶绿树，风景宜人。甚至为了他出行方便，距离山路大道也不远，只走过一条小路就能顺利上山到达外门大殿。南冥离火剑。徐骁坐在床前，取出了空间库那一名闪耀火红微光的法宝神剑。手中宝剑长3尺半，剑柄由莫名红玉打造，晶莹剔透。剑身是暗红神铁，其上自带灵气，光滑内敛。这一看就比之前那些法器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徐骁心里欣喜，现在他能感觉到自己与这南冥离火剑特殊的联系。不用说，系统返还这南冥离火剑时，已经让他完美炼化了这南冥离火剑。现在这柄宝剑就如同他的左膀右臂一般，能灵活控制。意念微动，南冥离火剑突然漂浮在半空，紧接着在徐骁的控制下，其直冲窗外，如一道火红流星般冲上云霄，之后以超绝的速度垂直而下。在轻松斩断几棵巨大古木后，南冥离火剑才缓缓从窗户回来，重新漂浮到他身前。太强了！徐骁心中十分激动，他之前拥有最强的法器是上品法器，境界是元婴9重。刚才他操纵南冥离火剑，不说比自己最强状态强，但至少也有元婴境界的攻击力。一个筑基期1重的修士，凭借天地法宝，竟然能达到元婴境界的攻击力，不可思议。不过也不是随便哪个筑基期修士都能完美炼化法宝的。徐骁微微一笑，收回了南冥离火剑。能完美操控宝剑，还是系统出力帮他炼化。至于将南冥离火剑送人再返还，应该是不行。他现在没有理由送一个法宝出去，甚至他都不想让人知道他有法宝这种超级神器，还是先留着护身为好。之后
他取出积雪给他的寿元丹，略微思索后一口服了下去。既然现在有了100上品灵石，那就直接吃了，先增加50年寿命再说。恭喜宿主寿命增加50年，激活人物面板。姓名：徐骁，年龄1008岁，境界筑基一重，特殊体质暂无，剩余寿命51年。哦，还有人物面板。服下寿元丹的徐骁看了眼视线中的面板，没什么有用消息，不过寿命确实增加到51年了。这时他的身躯开始发生变化，本是气血流失、衰老不堪的脏腑在这一刻重获生机，五感变得清明，身躯也没了之前老迈的僵硬，开始变得灵活起来。下床，徐骁来回行走，即便外貌没怎么变，但气质这一块明显与之前不同了，变得挺拔，行走带风。现在他之前那些老年病通通消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老头。抹了一把自己的山羊胡，徐骁满意点头，寿元丹的效果很好。虽然他现在仍是满脸皱纹，须发皆白，但至少内在有了生机，不比一般的年轻人差。好歹他现在也是个筑基期修士。接下来就是规划这100个上品灵石的用途了。身体的事情解决，现在最重要的是并不是到处去找气运之女送东西，而是先买一批修炼资源回来，不然总不能莫名其妙给别人送灵石吧，这太不符合情理了。搞不好别人小姑娘家家的还以为自己要包养对方，做好决定。徐骁取出一张黄色的传讯符，掐了个法诀，对着符说道：那个陆大年啊，是我，你徐师伯，有空过来我家一趟，我想下山买点东西，你陪我去一趟吧。很快传讯符那边传来恭敬又急切的回答：是，徐师伯，你等着，弟子马上过来，马上过来。收回传讯符不久，一名身材健硕、人高马大的魁梧中年御剑来到小院内，对着前方房屋拜道：弟子陆大年拜见徐师伯。徐骁走出门，看着这位模样憨厚的魁梧中年，笑着点头。对方是自己师妹独孤灵的徒弟，现任外门执法长老一职。虽然是独孤灵的徒弟，但从对方入门开始，就是徐骁自己在带对方能有现在元婴6中的修为，可以说全是他的功劳。至于他没有徒弟，都帮师妹带徒弟去了。大年啊，你师伯我现在只有筑基境界了，无法御剑飞行，就靠你带我飞了。徐骁笑道。陆大年一听，牛大的双眼一红，泪水噗的一下就喷了出来。师伯，你放心，有我在，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弟子一辈子都带师伯飞。说着，他忍不住来到徐骁面前跪了下来，哭得像个小孩子一般，抱着徐骁大腿紧紧不放。师伯对他一辈子这么好，现在太惨了，只剩1年寿命，他不想师伯作画干什么呢？我还没死呢，你哭这么伤心干啥？离缥缈宗最近的一处人族大城是虎啸城。虎啸城位于盘龙大陆东部，隶属于东来国，确切的说，缥缈宗也在东来国境内。但缥缈宗作为盘龙大陆最古老的宗门之一，地位超然于东来国，不受东来国约束。由于临近缥缈宗，虎啸城比附近数个城池繁华得多，城内四处可见修真者，是修真者交换物资的重要地点。师伯，到了，我扶你下来。陆大年殷勤地搀扶他身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下飞剑。他们停在了城门口，人族城池有规定，城内不许御剑，这是所有修真者遵守的规则。师伯，咱们去哪买东西啊？陆大年收了飞剑，看着城口密密麻麻排队的各类人群，问向徐骁。后者摸了摸胡子，若有所思道：就去虎啸城最大的商行，紫来商行吧，那里我熟，买得快。是，师伯您稍等。陆大年朝胸口一摸，顿时一辆小型马车出现在二人身前。马车十分精致，前面有一匹机关马，后面是车厢。这是奇门法器，就和之前的通讯符一样，没有品级，只方便生活。将徐骁请上车厢，陆大年在前面操控马车。虎啸城很繁华，城内人流众多。陆大年漂亮精致的机关马车行在街道，吸引来不少人的目光。哦，是缥缈宗长老，看其衣着应该是外门长老。好漂亮的马车啊，真想拥有一辆。缥缈宗的派头就是足啊。唉，要是我这辈子能加入缥缈宗就好了。机关马车穿越人群，很快来到一座气派恢宏的3层阁楼前。阁楼金雕玉琢，在这东大街鹤立鸡群，出入的修士皆神光内敛，基本都是高阶修士。哎呀，竟是缥缈宗的贵客。两位前辈，里边请，里边请。收了马车入内，大堂那老管事立即就看见了徐骁、陆大年两人。而当老管事看见徐骁的面容后，顿时惊诧在原地，面色变得红润。竟然是徐长老！小人拜见徐长老。老管事激动地给徐骁行了个礼。
这位徐长老身份在缥缈宗可不一般，那可是内门长老，就是他这紫来商行掌柜的，在其面前都礼让有加。徐骁和煦笑道：哈哈，陈管事啊，我来这里是给小辈们买些东西，数量有些多，我看还是上3楼说话吧。当然当然，老管事陪笑道：两位请，小人这就带2位上3楼雅间，掌柜的随后会亲自前来招待。3楼精美幽香的雅间，一名身穿紫裙的娇媚女子悠然入内。哼，没想到竟是缥缈宗徐长老，长老亲自前来我紫来商会，真乃是我商会的荣幸。紫裙女子看着桌前2人，上前与2人打了个招呼，伸出葱白玉嫩的小手给2人添茶。徐骁抬眼看去，女子一身紫纱长裙，其面庞如同盛开的花朵般娇艳欲滴，妩媚动人，肌肤白皙如雪，细腻光滑。她身形高挑修长，曲线优美，洁白匀称的玉腿在裙摆下若隐若现，散发迷人魅力。其领口微微下放，傲人的身材展露无遗。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眼角那颗泪痣，使得她整个人更妩媚撩人，让人不禁为之倾倒。这是紫来商行虎啸城的掌柜紫韵。紫掌柜，许久不见，掌柜越发不凡了。徐骁呵呵一笑道：哪里比得上徐长老，呵呵，长老啊，这次来我紫来商行想要什么？紫韵坐在一旁，笑颜如花道：只要徐长老开口，我这商行啊，定会给长老一个满意的价格。他看着徐骁，眼里隐隐闪过一分微光。传言缥缈宗内门长老徐骁1个月前渡雷劫失败，修为掉落筑基期，即将寿终正寝。现在看对方这精神头，似乎并没有传言的那般严重啊。就在徐骁准备开口之际，系统声音在其耳边响起：检测到气运之女紫韵，气运等级 A， 返还倍数10倍，羁绊度1，A 级气运之女。徐骁眼眸微动，其内闪过一丝微光。没想到这紫来商行老板紫韵竟然是个 A 级气运之女。这2天他也遇到了不少女修，发现了一件事：气运之女并不是满大街都是，而是比较稀有，即便是 C 级气运之女也不常见。稳下心绪，徐骁笑道：哈哈，我这次想要的东西有点多，就劳烦紫掌柜了。紫韵眼神一亮，笑道：徐长老只管说就是，价钱好商量。徐骁来时已准备好想买什么，徐絮道：下品法器20件，筑基丹200颗，运金丹20颗，大概就这些吧。这话说完，紫韵有些惊讶地眨了眨眼睛。旁边陆大年也睁大牛眼睛看了过来：师伯，买这多东西干嘛？师伯有这么多零食吗？他有些懵，本来他是打算自己给师伯付了，尽尽孝心，现在他准备闭嘴了。怎么样，紫掌柜，东西齐全吗？徐骁笑问道。既然是自然合理的送人，那这些东西算是比较好送的。筑基丹是筑基期修士修炼使用的丹药，运金丹是结丹期修士使用的丹药，还有下品法器都是修真必需品，硬通货。而且他自己现在也要用筑基丹修炼。有，当然有。紫韵神色大喜，这可是善大买卖。徐长老请跟我来2楼，那里摆放着上百下品法器，徐长老只管挑选就是。1刻钟后，紫来商行大门口，徐骁成功花费了50枚上品灵石，买到了自己所需，其中20件下品法器共计20上品灵石，200枚筑基丹共计20上品灵石，20枚运金丹共计20上品灵石，一共本是60枚上品灵石，但因为徐骁缥缈宗内门长老的身份，又是老顾客，打了个折，只收50上品灵石。妩媚勾人的紫韵和陈管事在门口相送，2人眼里满是欣喜。50上品灵石，这可是一笔巨款。陆大年邀徐骁上车，后者看向那身姿动人的紫韵，让陆大年稍等。之后，他取出1枚自己刚才专门挑选的下品金钗法器，拿到紫韵身前，抹了一把白花花的胡须。徐骁崩开脸上皱纹，笑道：紫掌柜，这金钗如此漂亮，我看正适合紫掌柜这般佳人。贵商行便宜了我10枚上品灵石，这1枚金钗就赠送给紫掌柜，以表我的谢意。徐骁的话说完，紫韵和陈管事面上的笑容瞬间尬住，就连身后陆大年都猛地眨他的牛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这一幕。师伯这是干嘛？泡妞。陈管事和陆大年尬在原地，妩媚动人的紫韵也有些愣神。一个德高望重、白发苍苍的年迈老朽，竟给紫韵送礼物，还是发钗这种贴身之物，不敢说话。陈管事和陆大年一句话都不敢说，凭徐长老在缥缈宗的地位，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紫韵回过神。看着对方那干瘪老脸上和煦自然的笑容，美眸眨了好几次，其中有惊讶，有疑惑，随之而来的是一抹暗藏的喜色。老东西，都快老死了，还惦记着漂亮姑娘紫韵，心里哼笑一声，他是见过世面的。这样德高望重的一位前辈送发钗给他，还能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有那方面的想法吗？但
对方实在太老了，他无法接受。当然，就算不老，他也不会莫名其妙接受一个男子。多谢徐长老，徐长老啊，以后若是要买东西，可得多多照顾我紫爱商行的生意哦。紫韵还是当面将这金钗收入了怀中。就算不接受，那也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让缥缈宗这位德高望重的内门长老下不来台。徐骁见状，抹了一把胡子，笑道：“呵呵，当然，有子掌柜在，日后若有需求，我自然是来贵商行照顾生意。恭喜宿主赠送下品法钗成功，第一次赠送紫韵，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绝品法器9天神凤钗。9天神凤钗，绝品法器，灵力注入后释放火凤攻击，威力随使用者境界提升而提升。绝品法器9天神凤钗。”看着空间库内光华闪动的9天神凤钗，徐骁心里暗自一喜，这返还可来得太刺激了。绝品法器虽说比法宝差一筹，但那也是这修真界可遇不可求的至高法器。他之前元婴9重，可都没有一件绝品法器傍身，就是掌门师妹独孤灵身上也仅仅只有2件绝品法器而已。若是卖灵石，这是一个天价。紫韵看着对方那仙风道骨、正气凛然的模样，心里闪过一抹戏谑。老家伙还装得挺像那么回事。双方别过后，徐骁在陆大年的搀扶下上了马车。马车悠悠沿东大街朝城门行去。紫来商行门口，陈管事看着悠悠行离的马车，面色古怪道：“掌柜的，听说徐长老寿命只剩1年了，没想到他老人家还有这份心思，真是老当益壮啊。”紫韵挺了挺傲人的身材，略微自得道：“哼，这不就证明我这掌柜魅力不凡吗？好了，老陈，干活去吧。徐长老寿命不多，我估计还会来咱们这花灵石，咱们可要好好接待，这可是只大肥羊。”东大街热闹繁华，四处都是人流不息的各类商铺。马车上，陆大年扭眼睛瞥了眼盘膝打坐的徐骁，憨厚的面庞有些心疼道：“师伯，你再撑着点，师傅已经在帮你寻找道侣了，到时候肯定不比那个紫云差。他同样是男人，明白现在师伯心里无奈的孤独。现在师伯弥留之际，想体验体验女人，太正常不过了。他打心里能理解。”徐骁睁开眼，像看傻子般看向陆大年，后者继续道：“师伯，实在不行，明天我让几名漂亮的外门女弟子去服侍您老人家，我是外门执法长老，他们不敢拒绝的。”徐骁面色一黑，沉沉出了口气，之后照着陆大年那颗大脑袋就是一巴掌：“混小子，说什么呢？还想潜规则咱们宗的女弟子？”徐骁嫌弃道：“你师伯是那种人吗？我给那个紫韵送东西只是客气客气而已，给你说多了你也不明白。大年啊，你师伯不是那样的人，给紫韵送东西，师伯有其他的理由，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相信师伯就是了。”陆大年看着对方真诚的老脸，重重点了点头。他就说嘛，师伯这么德高望重的人，怎么会对那些漂亮皮囊感兴趣？原来是他想歪了。不过他没问具体是什么理由，因为他选择无条件相信师伯。马车行到一处路口，前面道路围着一群人，其内似乎传来争吵之声。“老板，你这3颗筑基丹掺杂了这般多杂质，品质差成这样，你也好意思卖给我师妹？”一处商铺外，一名身穿浅蓝长衫的年轻男子对着前面4、5个伙计大喊，面容愤怒道：“你们这是欺诈顾客！”这名男子身旁还站着1男3女，他们同样穿着浅蓝长衫，这是缥缈宗外门弟子统一服饰。这5个人都是缥缈宗外门弟子，其中一个身形纤细、模样俏美的女弟子手里拿着3颗白色丹丸，正一脸委屈看着那些商铺伙计，眼眶似乎有些红润。商铺门口，领头的中年掌柜还算客气地笑道：“诸位客官，小店买定离手，刚才在店里已经交易完成了，现在你们走了这么久才回来说要换丹药，谁能知道你们是不是自己换了这3颗筑基丹来讹诈我们？”出头的那男弟子眉宇一皱，沉默了。那买丹药的俏美女弟子立即解释道：“没换，我没有换，这3颗筑基丹就是在你们药铺买的，你们骗我！”女弟子委屈巴巴，白皙漂亮的面庞带着丝丝红润，她很难过。好不容易凑齐了3个中品灵石，准备买3颗筑基丹回去筑基，结果竟然遇到了无良商家，这可是他全部的积蓄。四周那些围观男群众见这女弟子长得漂亮，一个个上前帮腔。这群狗日的奸商连美女都骗，简直无耻至极。没看见别人是缥缈宗的弟子吗？就不怕缥缈宗的人找他们麻烦？在一众围观群众的指责下，中年掌柜平和笑道：“诸位不急，小店从来都是良心买卖，绝不会卖有问题的丹药。我想一定是有人给这位姑娘的丹药调包了。这位姑娘，我看你还是赶紧找那调包丹药的贼人吧，估计他还没跑远，能抓住要回来。”这话一出，不光是5名缥缈宗外门弟子，就是四周那些围观群众都怒了。
这药铺明显就是敲诈人啊！那中年管事见这些人还不走，略微露出一丝结丹修士威压，顿时围观群众还有5名缥缈宗弟子面色一变。这管事竟是结丹期修士，城内不许打斗，但修为高的人自然有更多辩解权。俏美女子面色一白，她明白自己这3个中品灵石恐怕很难再要回来了，怎么回事？马车上，徐骁看着前方拥堵的人群问道。陆大年道：师伯，有几个咱们宗的外门弟子与商铺产生了交易纠纷，咱们不用理会，应该很快就散了。虎啸城缥缈宗外门弟子众多，这些纠纷每天都在发生，一般像这些灵石丹药方面的小事，宗门不管，自己解决就是，不然忙都忙不过来。徐骁点了点头。检测到气运之女林烟儿，气运等级 C， 返还倍数10倍，羁绊度1。提示：气运等级会随着特殊机缘获取而提升。哦，系统声音在耳边响起，徐骁神色微微一动。C 级气运之女也是起始10倍返还。徐骁眼神一亮，连忙挥手道：大年啊，停车，都是咱们宗的弟子，既然碰上了，那就去看看。陆大年立即点头道：是，师伯。师伯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天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人群那边，中年管事气定神闲看着前方一群维权顾客，眼里闪过微微阴笑。这缥缈宗的弟子真是一群温室里的花朵，又傻又好骗。现在他站这里，就是缥缈宗的长辈来了也拿他没办法，更别说缥缈宗一般也不会管这几个中品灵石的小事。师妹，算了吧，这3颗筑基丹虽然品质差，但也有些效果，运气好还是能筑基的。旁边2名相貌普通的女弟子出言安慰。这个老板明显不准备退钱了，他们也没有办法。那2个同行而来的男弟子有些挂不住脸，林师妹是他们的白月光，他们也想为林师妹出头，但现在对方不仅站这里，还是结丹期高阶修士，实在是不敢再闹了。一群围观群众也恨得牙痒痒，无良奸商真是丢虎啸城的脸。嗨嗨，前面怎么回事？是有人欺负我缥缈宗的弟子吗？就在众人准备散去之际，一道苍老的声音从人群后传来，紧接着身穿灰袍的徐骁带着蓝袍陆大年走了过来。当四周人群看清陆大年身上的八卦蓝袍，一个个顿时惊愣在原地。缥缈宗外门长老。一瞬间，四周围观群众惊喜丛生。狗日的奸商，现在缥缈宗前辈到了，看你们还怎么嚣张！他们就像被打了鸡血一般，面庞都有些涨红，准备看那中年掌柜的笑话。而这5名弟子看清陆大年外貌，顿时满脸惊喜。弟子参见陆长老。陆大年作为外门执法长老，露面最多，基本上所有外门弟子都认识。嗨，陆大年没回答，而是用眼神瞥了瞥旁边的徐骁。5名弟子再次看去，认真观察徐骁的面容后，一个个仿佛五雷轰顶，连连跪身拜在了徐骁身前。那模样俏美、身形纤细苗条的女弟子激动得快哭了，一边磕头一边抹泪道：弟子灵烟儿，请徐长老为弟子主持公道。缥缈宗5人的动静直接震惊了四周所有人。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份明显非同一般，地位绝对比旁边的缥缈宗外门长老还要高。而商铺门前那中年掌柜一众店员这时看着突然出现的缥缈宗前辈，面色唰的一下白了。中年掌柜眼神出现些许惊慌，这不会这么倒霉吧？刚巧撞上了缥缈宗高层人物，快起来吧，有什么委屈给我说就是。徐骁上前和蔼地将灵烟儿5人扶起，看着面前女子微微笑着点头。灵烟儿一身浅蓝长衫，身姿苗条纤细，仿佛柳枝般轻盈，其容貌白皙如雪，俏美如画，像一朵盛开的青莲，散发迷人的青春气息。眼眸清澈如水，带着几分亲切与天真，头发乌黑亮丽，如同瀑布般垂落在腰后，整个人宛如邻家姑娘一般清纯动人。系统认证的气运之女，至少外貌这一块是拿捏到位了。灵烟儿5人看着徐骁，带着激动与惊喜，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候遇到了文明宗门的徐长老，对方德高望重和善有爱，那可是在门内出了名的。一名男弟子连忙上前，指着对面商铺那些无良奸商，将之前发生的事添油加醋说了一遍。有徐长老给他们撑腰，现在他们5个自信心爆棚，就是虎啸城城主来了，今天也得把林师妹的灵石退了。四周围观群众这时越加期待，甚至有人还认出了这位德高望重的缥缈宗前辈。那好像是缥缈宗内门长老徐骁。什么？这位前辈就是徐骁，缥缈宗掌门的师兄？完了，这家商铺完了，欺负缥缈宗的人被内门长老徐前辈抓了个正着。这边徐骁听完了男弟子的控诉，笑着看向前方那中年掌柜一行人。
陆大年在旁边很是配合的散发出一丝恐怖至极的元婴威压，直接将掌柜几人笼罩。感受这突如其来超绝威压，扑通一声，包括中年掌柜的在内，4、5个店员腿脚一软，纷纷跪了下来。那中年掌柜现在面色惨白，再没有丝毫之前的嚣张。他刚才已经听到了，这位白发前辈竟然是缥缈宗内门长老，掌门的师兄徐骁长老。徐前辈，都是误会，误会啊！中年掌柜勉强站起身躯后，连忙跑到徐骁陆大年面前赔礼道：“徐前辈，这其中肯定有误会，这位姑娘的丹药肯定是被人调了包，和小店真的无关啊。”他不敢承认，这要是承认了，去城主府告他商铺一状，那就真的完了，倒霉。现在他只想花钱息事。徐骁笑道：“放心，我缥缈宗是讲理的，若真是被调包，我就带几位小辈给掌柜的赔个不是。大年啊，你把那3颗筑基丹拿来查查，看是不是出自这商铺的。”陆大年点头道：“是伯，不用了。”中年掌柜面色一白，连忙道：“不用查了，我们补偿，我们3倍补偿。元婴修士有无数种方法能查到这丹药的出处。”徐骁笑道：“真的不用查了，我缥缈宗可不会随便占你们的便宜，真的不用了。”中年掌柜抹了把汗，陪笑道：“徐前辈，您老亲临小店，那是小店的荣幸啊，怎敢劳烦徐前辈查这些小事？徐前辈放心，9颗中品灵石，小店直接代纳贼人补偿。”说完，他从储物袋取出9枚闪着微光的玉白灵石，这是中品灵石，每一个能换10枚下品灵石，而1枚上品灵石则能换10枚中品灵石。9枚中品灵石直接交到了林嫣儿手中，后者面容微微发愣，还有些失神。之后，他看着徐骁，漂亮的双眸充满仰慕与感激。徐长老真是太好了。徐骁见此也不拒绝，笑着对中年掌柜的道：“既然如此，那就多谢掌柜的了。”不用，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中年掌柜的擦了擦额头弥补的汗珠，心里终是松了口气。幸好对方没有深究啊。而四周那些围观群众看着掌柜一干人在徐骁面前吃瘪，心里别提多爽了。甚至一些人面色涨得通红，心里开始渴望自己能有这样一位前辈撑腰，该多好啊！再次被掌柜恭维了几句后，徐骁走到了林嫣身前，笑道：“你叫林嫣？”林嫣神色一惊，连忙恭敬拜道：“外门弟子林嫣，多谢徐长老。看你炼气9重，应该正是需要筑基丹筑基的时候。”徐骁缓缓从空间库取出10枚净白无痕的丹丸，递给对方道：“我这里有几个筑基丹，没什么用处，你也不用去买了，正巧就送你吧。”此话一出，四周所有人又傻眼了，旁边4名同伴露出极度羡慕的眼神。不光他们，就连那些围观群众都傻愣愣地看着徐骁。这就是缥缈宗内门长老徐骁，10颗筑基丹说送就送，这姑娘运气也太好了吧！林嫣被旁边4名同伴用羡慕的神色看着，她伸出白嫩的小手，略微颤抖地接过徐骁手里的10颗筑基丹，俏丽的面庞红到了脖颈。她心里太激动了，甚至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奇遇。弟子，多谢徐长老。林嫣看着手中10枚筑基丹，与之前的3枚相比，明显晶莹剔透了许多，这肯定是极高品质的丹药。看着面前须发皆白、模样老迈的徐骁，他想起之前在缥缈峰外山听到的传言，这位徐长老听说只剩1年寿命了。他现在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想这么好的前辈就此作画。恭喜宿主赠送10枚筑基丹成功，第一次赠送林嫣，触发100倍暴击，返还绝品驻颜丹。绝品驻颜丹，服用后青春永驻，容貌不衰。绝品驻颜丹。徐骁听言耳边系统的声音，眼神微微一亮。驻颜丹属于特殊丹药，是女修最钟爱的丹药之一。绝品品质的驻颜丹市面上从未出现过，而1颗上品驻颜丹轻松就能卖到数百枚上品灵石，还买不到，这返还真是太 TM 爽了。稳下心绪，徐骁看着面前恭敬不已的林嫣，缓缓道：“林小友，有这10枚筑基丹，你晋升筑基境应是没有问题。若是修炼上遇到困难，就来找我，我会帮助你的。”徐骁说完，在众人渴望而羡慕的眼神中，带着陆大年上了马车，缓缓离去。气运之女比较少见，遇到的每一个她都要好好相识，方便日后赠送返还。这林嫣就是不错的薅羊毛对象。不对，不是薅，而是双赢。弟子恭送长老。林嫣几人看着马车远去，还有些沉浸在刚才的奇遇中。师妹，你发达了呀！9枚中品灵石，10颗筑基丹，这可是大机缘。旁边2名女伴羡慕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他们暗自悔恨，怎么自己刚才不买一些筑基丹？若是被骗，徐长老肯定也会送他们东西的。林师妹，刚才徐长老说你修炼有困难可以去找他，这才是天大的机缘啊！
旁边2名男弟子面色通红，面庞激动的有些扭曲。这也就是说，他们的白月光师妹得到了徐长老的关照。与这个比起来，10枚筑基丹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没看到陆长老在徐长老面前就像跟班小弟一般吗？就是徐长老只剩1年寿命，那也是天大机缘。林烟儿还有些手足无措，被同伴们说的受宠若惊。他看向徐长老离开的方向，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跳。没想到这种传说中的机缘竟会落在他自己身上，开心喜悦。林烟儿俏美的面庞红红的，就连呼吸都有些急促。徐长老对我真是太好了。4名同伴激动过后，看着林烟儿，纷纷都有些失落。这么大的机缘，怎么就没落到自己身上？苍天不公，四周人群还没有散去，他们看着林烟儿，一个个露出羡慕的眼神。啧，这就是大宗弟子，机缘真是好的吓人啊！好想成为缥缈宗的弟子，太帅了！徐长老就是老了都这么帅，好想给徐长老生猴子。依老夫看，这位姑娘得到徐长老关照，日后说不定能一飞冲天。果然机缘这个东西，说不定哪一天就落到自己身上。人群又是羡慕又是感慨，天降机缘，每个人都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城门外，陆大年收回了马车，然后神色古怪地盯着徐骁。后者白眉一皱，似乎明白什么，抬腿就是一脚踢中陆大年屁股，怒道：给你说了，师伯送东西是有理由的，你这是什么眼神？是，师伯有理由。师伯放心，我都明白的。陆大年躲过徐骁另外一脚，傻呵呵地笑道。经过这2次送东西，陆大年心里隐隐察觉到师伯的心思，傻笑之余，心里也默默哀伤。师伯真的是太寂寞了，太孤独了。这次回去，他要尽快通知掌门师尊，让师尊赶紧给师伯找个漂亮道侣过来。虽然只剩1年寿命，但也要让师伯体会到做男人的快乐。师伯不好意思说，他这个做弟子的一定要尽到这份孝心。祭出飞剑，陆大年恭敬地将徐骁扶了上去，之后飞剑冲天而起，载着2人直奔缥缈峰而去。缥缈宗外山腰僻静小院，徐骁别过陆大年，坐在房内马草蒲团之上。看来每个气运之女的第一次赠送都会稳定触发暴击。他拿出精美漂亮呈散发微微红光的9天神凤钗，感受其中蕴含的绝强威能，满意点头。绝品法器基本是修士所拥有的最强杀手锏，甚至这样的法器多上几件，越级杀人都轻而易举。先留着，日后自己用或是继续送人皆可。徐骁将其收回空间库，又拿出那1枚晶莹剔透的绝品驻颜丹，这同样是修真界可遇不可求的宝物。不过他现在应该是用不上。对于驻颜丹，他了解的不多，万一服了，给自己铸成这副苍老的面孔，那才是约了狗了。预防万一，这东西还是等有机会送人最为靠谱。没有任何女修能抵挡住绝品驻颜丹的诱惑，可以找个机会送给师妹。师妹 SS 级气运之女，第一次送再来个暴击，完美。有了打算，他收好驻颜丹，准备渡劫失败后的第一次修炼。现在他是筑基1重境界，这处修真界的境界划分是炼气境、筑基境、结丹境、元婴境、化神境、炼虚境等。每个大境界分9重，不同境界服用不同丹药帮助修炼。就比如他现在是筑基境，那么就要服用筑基丹加速修炼。当然一般修士买不起筑基丹，就只有硬修，那就纯看天资了。但现在他还剩190颗筑基丹，常用。修炼资源对他来说，有系统在不算什么。缥缈长生诀，徐骁服下1枚筑基丹，运转缥缈宗内门功法缥缈长生诀。这是一门至强功法，只有内门弟子可修炼，寻常外门弟子只能先修阉割版的缥缈诀。筑基丹刚下肚，缥缈长生诀才运转1个周天，体内瓶颈砰的一声就破了。恭喜宿主境界提升至筑基2重。这么快？徐骁感受筑基2重的境界，眼神微微一动。他猜想应该是服下寿元丹之后，之前杜雷劫流失的一部分灵力重新回归，所以境界提升的这般快。再接再厉，徐骁在蒲团上持续修炼，体内筑基丹的药力快速化开。本来1颗筑基丹能让修士修炼3天之久，但只1个晚上，徐骁就消耗了5枚筑基丹，境界直接提升到了筑基4重。突破到筑基4重之后，他的修炼速度才略微放缓。有之前修到元婴9重的经验，现在他的修炼速度在筑基丹加持下，快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第2天天亮，徐骁才神清气爽地离开蒲团。这么快的修炼速度，一直修炼有些损耗心神，他打算先稳固一番境界，再慢慢修。还有51年寿命，不着急，慢慢来就是。空间库筑基丹还有184颗，用不完。外山大殿，宗门广场。此刻一众身穿蓝衣长衫的外门弟子已经开始在玉石广场上吐纳修炼。这里是整个外山
灵气最为浓郁的几个地方之一，是一众外门弟子最喜欢的免费修炼场所。这些外门弟子的境界普遍在炼气期和筑基期都不能御剑飞行，只有到了结丹期，修炼过御剑术后，才能挣脱大地的束缚，凌空飞行。而结丹期修士是宗门的中坚力量，一旦外门弟子达到了结丹期，那么宗门都会开始委任职务，甚至一些天资上佳的弟子还有可能被内门长老看中，收入内山，成为所有外门弟子梦寐以求的内门弟子广场打坐的人群中身姿玲珑、青春娇俏的灵烟也在其中。他闭眼盘坐，正在运转外门功法缥缈诀。他已经达到炼气9重，即将闭关使用筑基丹，一举突破至筑基境界。就是现在，他仍然兴奋于昨日的奇遇，修炼中时不时睁开漂亮的双眸，暗自感叹他们那位徐长老真是太好了，有这样的宗门前辈在，他对缥缈宗弟子的身份更加认同，更觉未来可期。师兄，听说了吗？昨天林师妹在虎啸城被无良商家欺骗，遇到了咱们那位徐长老。林烟打坐间，四周弟子有意无意看了过来，一个个眼中充满了羡慕。奇遇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但竟被林烟得到了。当然，哎呀呀，师弟啊，这件事昨晚可在咱们外门传疯了，我能不知道吗？咱们那位徐长老可真是万年难遇的大善人啊，竟愿意为咱们这些外门弟子出头。议论声慢慢扩散开来，广场上几乎所有弟子都三五成群地讨论这件事。听说那个无良商家见徐长老出面，尿都吓出来了，还跪着给林师妹送去了9枚中品灵石赔罪，真是痛快啊！哈哈，咱们那位林师妹可只花了3枚中品灵石，这一下就赚了6枚，发了呀！你把关键的东西漏了。林师妹不仅仅赚了6枚中品灵石，听说咱们那位徐长老事后还亲自送了10枚品质上佳的筑基丹给林师妹，这才是关键啊！哦，对对，9枚中品灵石，10枚筑基丹。唉，这么好的事我怎么遇不上啊？啊，有10枚筑基丹，凭林师妹的资质，说不定都能直接修到筑基2重啊！太羡慕了。这时又有几个女弟子补充，这都不算什么，你们不知道，徐长老临走时可是说了，灵烟只要遇到修行上的困难，随时可以去找他，这才是灵烟真正的机缘啊！天啊，太羡慕了，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长老？我要去找徐长老，我要给他当侍女。得了吧，这是机缘，你要是现在去徐长老院子，长老说不定直接把你赶出去。唉，灵烟真是命太好了。四周这些议论之声有大有小，一些自然传到了灵烟和他旁边2位师姐耳边。其中一位师姐对灵烟笑道：师妹，这下你可出名了，大家都在羡慕你呢。另一位师姐怂恿道：师妹，既然徐长老都这么说了，要不你去找找徐长老，有徐长老的指点，师妹你筑基就是铁板钉钉的事了。灵烟面色有些红润，已经完全无法坐定。她看着旁边2位师姐，有些不好意思道：师姐，这样不好吧？徐长老估计只是随口一说而已，再说有徐长老的筑基丹，我应该能筑基的。那名怂恿的微胖师姐道：师妹啊，这种大机缘怎能轻易放过？唉，太笨了。另一位有些消瘦的师姐眼眸一亮道：师妹，怎么说徐长老也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他就住在咱们外山，还是要去感谢一番的，不然太不懂规矩了。灵烟听言，眼里闪过一分思索。师姐说的对，徐长老如此帮他，而且刚好徐长老就在外门，对方已寿元无多，又孤身一人，都老迈成这样了，肯定很孤单的。不管怎样，他都应该亲自去拜谢一番。有了决定，他给2位师姐说了声后，便返回了自己住所。缥缈宗弟子房间有统一规划，男弟子一边，女弟子一边，且基本都是单间。灵烟回到自己整洁飘香的房屋，想了想，带上了一盒老家娘亲给他准备的酥饼。空手去拜谢太没诚意，这酥饼虽然不贵重，但能表达他的心意。有些紧张，俏美的面庞微红。灵烟拿着有精美包装的盒子，下到山腰，局促地走向徐骁的别院。弟子灵烟特来拜谢徐长老。小院外，灵烟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他是鼓起勇气，勉强走了过来。躺在摇摇椅上喝茶的徐骁早就察觉对方过来，眼眸微微一亮，看着前方那19、20岁的俏美姑娘，笑着点了点头。对方一身浅蓝长衫，身姿轻盈动人，白皙娇俏的容貌青春靓丽，含苞待放的娇躯亭亭玉立，整个人就如水中青莲般清纯娇美。原来是你，灵烟，我记得你。徐骁招了招手道：院门没锁，你进来吧。和他预料的差不多，这气运之女自己就送上门来了。听到徐骁苍老的声音，灵烟娇躯一震，随后颤颤巍巍打开不高的院门，小心翼翼走了进去。院内有3处房屋，身穿灰色长袍的徐长老就坐在院中木桌旁的老爷椅上。
正笑眯眯地看向他，慈和又亲近。灵儿赶忙上前，双手举着那盒精美的酥饼，单腿跪地，结结巴巴道：“长老，弟子这次来，是来感谢长老昨日的恩情。这是我老家有名的酥饼，是带来谢谢长老的。”他的身躯紧张的僵硬，埋着头，有些不敢正视徐骁的眼神。双方在缥缈宗的地位差距太大，对方是德高望重的内门长老，又是掌门的师兄，而他只是个无人问津的外门小弟子。他很害怕这次来唐突到徐长老，也害怕长老嫌弃他的这盒酥饼。呵呵，起来吧，放在桌子上。徐骁停下摇摆，坐正衰老的身躯，指了指旁边的木桌。灵儿听言连忙上前，恭敬地将酥饼放在了桌子上。酥饼用红木盒子包装，上面烙着经文，一看就知不是寻常人家吃得起的东西。坐吧，林小友，不用太拘谨。徐骁见对方太紧张了，安抚笑道：“你就当我是个普普通通、行将就木的老头子就好。”灵儿听言受宠若惊，慌忙道：“不，徐长老，你一定还能再活很久的。”说完他就有些后悔，这似乎提到了徐长老的伤心事。在徐长老旁边坐下，他不敢。徐长老气场太强大了，他现在心里十分惶恐，都想赶紧走了。徐长老，我就不打扰徐长老休息了。徐长老，弟子这就告辞了。紧张的语无伦次，灵儿就像个受惊的小猫咪般站在徐骁旁边。徐骁闻言，白眉微微一动：“走，可不能这么让对方走了，得找个理由继续给对方送东西。”老眼微转，他轻笑道：“不急，林小友，你如今在外门可有师傅？”灵儿眨了眨水灵的眼睛，摇头道：“没有，长老，弟子只是炼气9重，还未到筑基期。”徐骁点了点头。外门弟子筑基期以下都是统一管理，由外门长老轮流在大殿传法，只有到了筑基期，才有可能被外门长老收为弟子，着重培养。徐骁笑道：“林小友，我看你天资不错，有10枚筑基丹，应该能到筑基期的。昨日与林小友相见，算是有缘，以后在门内若是有什么困难，不用客气，来找我就是了。”灵儿激动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徐长老竟又这样说，第一次可能是随口之言，但第二次徐长老应该真的有帮他的意思，内心欣喜不已。灵儿连忙跪在徐骁面前，磕了个头，真诚道：“弟子多谢长老，多谢长老。”徐骁摆手：“无妨，都说了，你我有缘。林小友，能不能帮我一个忙？”灵儿起身，面色红润道：“长老但说无妨，只要我能做到，什么事我都会帮长老做的。”他眼神坚定，带着一股决心。他现在也有所明白，与徐长老结缘是他修炼生涯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机缘。徐骁笑叹道：“人老了，肩膀一直有些酸痛，林小友啊，你帮我按按肩膀吧，我这老骨头都快活动不开了。”灵儿听言一愣：“这也太简单了吧，只是按按肩膀。”“没问题。”灵儿连忙答道。他深呼一口气，将袖子挽上3寸，露出白皙修长的小手，之后带着香风走到了徐骁摇摇椅后面，开始轻柔地给徐骁按摩肩膀。“徐长老，轻重您说一声就好。”灵儿很认真，也很温柔，他害怕自己用力太大，让长老不舒服。徐骁感受肩膀传来的轻柔动作，满意的点头：“差不多就这样，对，继续。”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徐骁轻出一口气，这丫头还是有几分按摩天赋的。灵儿看着对方老迈的脸庞略有放松，心里别提多开心了。徐长老这样帮他想要为对方做事，而且徐长老一个老人孤独了，他也想能多陪陪对方。徐骁一边接受着按摩，一边打开桌上的盒子，取出一块酥饼，咬了2口：“好吃，林小友啊，这饼真不错，比食堂那些糕点好吃多了。”灵儿一听更高兴了，满脸笑容道：“徐长老喜欢的话，我让我娘亲多送些过来，让徐长老常常能吃到。”徐骁笑着点头，喝茶，吃酥饼，享受按摩，这样养老的话似乎也不错。时间1分1秒过去，灵儿似乎不知疲倦的一直给徐骁按摩。临到中午，徐骁才叫停道：“林小友，差不多了，谢谢你了。”灵儿连忙走到一旁道：“不，徐长老对我有大恩，这不算什么。若是徐长老喜欢，我天天来给长老按摩。”“呵呵，天天来就不必了，等你到了筑基期再说吧。”徐骁起身，老迈的身躯还算挺拔，看着前面靓丽青春的灵儿，笑道：“你现在可有法器护身？”灵儿一愣：“没有，我的灵石不够。”徐骁闻言一笑，从空间库取出了3件下品法器，1枚玉钗，1枚戒指，1柄法剑。这是之前在紫来商行挑选的法器，选这样的款式也是方便赠送气运之女。林小友，你帮我按了这么久，我要答谢你。这枚玉钗是下品攻击法器，这戒指是下品防御法器，还有这下品法剑。徐骁看着已经傻眼的灵儿，
笑道：“我已经用不上这些法器了，你与我有缘，又帮了我的忙，就送给你防身吧。”灵儿听言，眼睛顿时一睁，惊吓的都快石化了。3件下品法器，那可是3个上品灵石，这太珍贵了。徐长老要送给他。徐骁拉来对方的手，放在对方手里，笑道：“不用客气，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林小友，有了这3件法器，你在外门也不会有人能欺负你。”灵儿看着手中法器，又看了看徐骁那苍老、满是皱纹的面庞，眼眶开始红润，泪水一颗颗掉了下来。跪身，他哭着拜谢道：“弟子多谢长老厚爱。长老，日后你有什么事吩咐，弟子万死不辞。”惊吓逐渐变成了惊喜。灵儿知道他遇到了大贵人，恭喜宿主赠送3件下品法器成功，返还中品法器碧玉金钗、中品法器玄光剑、中品法器流星剑，3件中品法器已存入空间库。徐骁听到耳旁系统声音，心里笑着点头，这应该是普通的10倍返还，没有触发暴击。1件中品法器差不多就是10件下品法器的价值，虽然没暴击，但还是稳稳的赚了。不错，感动的哭了。灵儿再次真诚的拜别徐骁后，恭敬的退出了别院。他看着双手那3件蕴含微光的法器，心里五味杂陈。徐长老对他真是太好了，以后他一定要报答徐长老的恩情，无论给对方做什么事，他都愿意走过别院小路，来到上山大道。他那2位师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道口等待。师姐，你们怎么在这里？灵儿看着2人，眼里有些惊讶。微胖师姐笑道：“师妹啊，我们看你去徐长老的别院，过来看看而已。怎么样了？徐长老应该很慈和吧？有没有指点你什么？”销售师姐也一脸期待的看向灵儿。没指点什么东西。灵儿动了动漂亮的眼眸。啊，没指点啊？不可能啊！师妹，你可在徐长老那里待了一上午，就没指点你什么？微胖师姐还有些不相信。灵儿道：“真的没有。徐长老肩膀酸，我是在帮他按摩肩膀而已。”什么？按摩肩膀？2个师姐震惊了，随后眼里带着光亮，这可是好事啊，说明徐长老与你关系不错，看你很有眼缘。微胖女子笑道：“没关系，这次没指点，下次再来肯定会给你指点修炼的。”2个师姐很激动，若是灵儿与徐长老打好关系，那么他们2个关系亲近之人，日后肯定会一同被照顾，吃不到肉也能喝汤。哎，师妹，你手上怎么拿着这么多法器？销售师姐发现了什么，惊呼道：“这是3件下品法器。师妹，你这是哪里来的？”灵儿眨了眨眼睛，想到徐长老温暖的笑容，内心欣喜道：“这是徐长老给我的，他说是我帮他按摩的报酬。”轰隆，2位师姐听到这个消息，只觉整个人被雷击中一般，久久回不过神。按摩一上午肩膀就送3件下品法器，这样的事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不，2个师姐内心在咆哮，为什么不是他们啊？法器就是他们2个人加起来手里也1件法器都没有啊。小院内，徐骁重新回到了老爷摇摇椅上，旁边桌上的酥饼1盒8个，刚才按摩间吃的只剩3个了。林小友带的酥饼还挺好吃的。徐骁又拿起一个，边吃边喝着茶水。酥饼里加的应该是百花馅，吃完后满口留香。呼，3件中品法器不着急，有机会再送。他心里已有规划，这些炼气筑基的弟子，下品法器就足够用了。中品法器最好是送给结丹期以上的修士，这样返还的应该比较多。按系统的尿性，送东西要合理，不能乱送。他检查了一遍空间库，下品法器还剩16件，筑基丹还剩184颗，上品灵石50个，结丹修士用的运金丹还有20个。东西多，慢慢送，不着急。那个灵儿资质不错，等对方到了筑基期，就又可以送一波了。第2天一早，宗门广场炸了。灵儿没有来，他在自己房间中已经在闭关突破筑基境。广场上千外门弟子已经没了心思打坐吐纳，3、5成群聚在一堆，讨论昨天灵儿的事。我的个亲娘呢！你们都听说了吧？疯了，简直是疯了！我的那个9天仙帝啊！3件法器，徐长老昨天又送了灵师妹3件下品法器啊！广场上一些弟子已经抓狂了。虽然是下品法器，但那也是一枚上品灵石才能买到的法器啊！说送就送，这让他们无法接受。你们知道徐长老为什么要送灵师妹法器吗？就因为灵师妹给徐长老按了按肩膀，徐长老就送了啊！疯了，简直是疯了！按个半天肩膀就能得到3件下品法器的报酬，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老子千辛万苦完成宗门任务，这几年才购买1件下品法器，那个灵儿就按个肩膀
就拿了3件。我不服，我要去自杀！啊！一些比较冷静的弟子已经开始分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不要慌，还有机会，有机会！听我分析，徐长老现在大限将至，凭徐长老这1000年来的积累，兜里肯定还有许多好东西。徐长老没有道侣，没有后人，也没有弟子，这就说明徐长老现在的遗物没有人继承，这就是他出手这么大方的原因。这一顿分析下来，四周所有弟子都好奇围了过来。那人继续道：林师妹只是运气好，刚好入了徐长老的法眼而已，不是他有什么特殊之处。现在我们马上行动，去徐长老那里碰运气，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随手就甩出一堆法器丹药，我们不就都发了吗？分析完，所有人都眼神兴奋了起来。有道理，十分有道理。徐长老的遗物不给自己门人，又给谁呢？难不成要带进棺材？徐长老，我来了，我要做你的干儿子，不，干孙子，我也去。就是给徐长老端茶倒水、洗脚铺床，我也愿意啊！只求他老人家高兴赏赐一颗丹药，我就心满意足了。还有我，徐长老若是愿意送我一件法器，就是给徐长老暖被窝，我也愿意。这位师妹，你也不看看你那张倭瓜脸，就是我也不愿意啊！你给老娘滚！众人闹得很欢，但真正敢下山去徐骁别院的也只有少数人，这些人都是豁出脸去了。盘龙大陆修炼资源稀缺贵重，对修士来说，这是修行之路的必需品，甚至比单纯的钱还重要。只要有途径，就是九死一生也愿意，更别说丢脸了。一些有几分姿色的女修，出卖身体换取资源也不在少数。弟子拜见徐长老。外面传来一众弟子的叩拜之声，院子里的徐骁有些懵，这又是在搞什么？这么多外门弟子来他这搞毛啊？徐骁起身走到了院子外，看着前方黑压压跪的一片人，白眉微微一皱。一名胆子大的外门男弟子道：徐长老，您一个人住在外山，打扫院子肯定不太方便。没关系，徐长老既然来了外山，我们这些弟子怎么袖手旁观？这打扫的事就要给我吧。说完，还没等徐骁说话，便从储物袋取出一把扫帚，风风火火冲进别院，开始疯狂打扫。那卖力的程度，虔诚的模样，都把徐骁看愣了。四周弟子一见打扫院子的差事竟然被抢，一个个瞬间不淡定了。徐长老，周师兄一个人打扫太累了，我也去帮他。哎呀，徐长老，您院子旁边那里结了个马蜂窝，哎呀，那可是毒蜂啊！交给我便是。徐长老，您院子后面大树倒了好几棵，稍微有点不雅观，没关系，弟子这就去给长老接上，保证和砍之前一模一样。眼看着头脑灵活的弟子都找到了差事，留在此处干活，剩下的人开始头脑风暴。徐长老，您这几间房下雨可能会漏水，弟子这就给您检修一番。这篱笆没打牢，交给弟子就是。徐长老，我给您扫屋子，我去给底板抛光，我去通马桶。眼看着一个个外门弟子找到千奇百怪的事做，徐骁眨了眨眼睛，仍然有些懵逼。啥情况？这是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也没有呵斥这些外门弟子。在略微思索过后，他瞬间明悟了，得了，肯定是送灵烟东西的事传开了。徐骁笑着摇头，这帮弟子不用猜，肯定是眼红灵烟，想在他这里捞点好处。呵呵，一个个的正事不做，净想这些捷径。他回到摇摇椅上，也不说话，就笑看着四周几十个外门弟子给他干活。送东西自然是不可能送的，没好处的事他会干吗？一会等这些弟子激情过去，自己就会走了。无妨。就在他一边摇一边品茶之际，系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检测到气运之女金柳香，气运等级 C， 返还倍数10倍，羁绊度1。哦，这里面还有个气运之女。徐骁老眼一睁，朝不远处系统指引的方向看去，顿时一名身穿浅蓝长衫的女子映入眼帘。对方是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子，正在小院角落帮她那些栽种的绿植浇水。女子的眼睛时不时往徐骁这边看，显然也是来碰运气的。徐骁眼神微亮，也不说话，闭上眼睛，以神识默默关注着这女子。现在人太多不好出手，等一会人少了，再慢慢找机会送。徐长老刚才好像在看我。金柳香浇着水，心里开始激动起来。她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闪过阵阵金光，她感觉到了自己的猜测可能是对的。自从徐长老送灵烟东西的事在外门传开，她就开始暗自分析为什么徐长老会这样。就凭刚才徐长老那特别的眼神，他感觉到了，徐长老很有可能是年老寂寞，对漂亮女修有心思了。金柳香可不是那些天真单纯的女弟子，她一步步修到现在筑基2重的境界，全靠她灵活的头脑和对男人本性的了解。
虽然他并没有与男的有过肌肤之亲，但他却能将周围那些师兄弟玩弄于股掌之间，以此获取修炼资源。能到筑基2重，一靠他出色的外貌，二靠他对男人的把握。果然是这样，金柳香暗自振奋，老男人也是男人，只要是男人就不可能不喜欢我们这些漂亮女修。心里有底了，他看了眼四周那些殷勤的弟子，心里默默嘲笑，一群蠢货，徐长老到底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就在那白费力气，连倭瓜脸的女人都来，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哼，时间慢慢流逝，金柳香就这么一点点的浇水，他不着急，只要徐长老不赶他走，他自有办法对付徐长老这种男人。这时打扫院子的人已经将院子扫了3遍，实在是没什么可扫的了。见徐骁坐在摇椅上无动于衷，他们这些人长叹一声，只得恭敬告退。能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在徐长老别院干活吧？哎，看来这机缘也不是那么好的啊。扫院子的人先走，剩下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一个个的来徐骁面前告辞。后者也笑着道别，毕竟干了活，他还是笑脸相送。到了下午，院子里就剩一个人了，金柳香。徐长老，弟子浇完花，这就告辞了。金柳香连步款款走到徐骁面前，温柔道别。他眼里带着一丝期盼，偷偷看着前方老者。徐骁这时起身，看着面前女子，门派长衫贴身，将其玲珑的曲线完美勾勒，容貌娇媚动人，皮肤雪白无痕，身材傲人，胸前长衫快裹不住，小腹平坦无一丝赘肉，杨柳细腰，媚眼闪动光泽，其中情意绵绵，深情款款，好一个勾人的小妖精。徐骁轻出一口气，看着女子笑道：小友，你叫什么名字？金柳香听言，神色大亮，问名字，他是第一个。金柳香目光灼灼看着徐骁，似乎有些害羞道：弟子金柳香。徐骁点了点头，问道：现在什么境界了？筑基2重，可有师傅？有，我师傅是执法队执事周啸。徐骁嗯了一声，执法队的那就是陆大年的手下 C 级气运之女，看对方模样也才20左右，就有筑基境界，也是个有天赋的弟子。系统认证的人果然不会有错，还个个都是美女。哈哈，徐骁笑道：今天劳烦金小友了，小友为我这小院花草浇水，我看与小友有缘，这里有10颗筑基丹，我倚老卖，用不上了就送与小友，当做答谢吧。说完，他从空间库取出10枚净白的筑基丹，递给了金柳香。后者看着手里10颗筑基丹，一双眼眸顿时大睁，其中满是惊喜。之后他立即下跪拜谢道：弟子多谢徐长老。同一时刻，一些还没走，躲在别院远处偷看的那些外门弟子全都傻眼了，送了。徐长老真的送东西了。这些躲在远处的弟子都是一些不甘心的人，他们只是想看看徐长老到底会不会送东西，没想到真送了，而且还是送给最后一名留下的弟子。现在他们心里开始极度后悔，难不成是自己干活的时间不够？可恶啊，早知道就不走了。别院这边，徐骁看着前方跪拜感谢的金柳香，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赠送10枚筑基丹成功，第一次送金柳香触发100倍暴击，返还绝品寿元丹。绝品寿元丹服用后寿命增加300年，300年寿命。徐骁心中一喜，这不正好就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吗？他现在的寿命只剩51年，一直到他晋升到元婴9重都不会变。只有再次渡雷劫，突破到化神境界，他的寿命上限才会从1000年增加到3000年。这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满血复活，重回巅峰。到时容貌回春，就又能变成以前那般惊天动地的帅容了。不错，300年寿命，有系统在，随随便便就能修到化神，轻松简单。看着前方金柳香，徐骁心情不错，上前将其搀扶而起。哼哼，金小友不必多礼，你我有缘，日后修炼上若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就是了，我会帮助你的。金柳香漂亮的眼眸闪过阵阵微光，看着前方和徐生笑的老头，心里哼笑了一声。徐长老果然就是人到暮年想女人了。在徐骁扶他的时候，他眼眸一转，突然往前一扑，啊，似乎是没站稳，金柳香倒在徐骁怀中。徐骁顿时一惊，哎呀，徐长老，不好意思，我刚才崴了下脚。金柳香靠着徐骁的身体缓缓站稳，之后才感激地离开。但他现在心里已经无比确定，徐长老100%就是如此。哈哈，无妨。徐骁淡然地轻笑道：金小友可要小心啊，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金柳香这时才恭敬地拜谢道：弟子多谢长老恩德。徐长老厚恩，日后长老吩咐，弟子绝不推辞。再次拜谢了几句，金柳香才胸有成竹地离开。他心里激动万分，那些师兄师弟还有自己的师父周啸，与徐长老比起来不值一提。
只要日后巴结好徐长老，那他的修行之路就彻底稳固。欣喜，高兴。金柳香回去的路上已经开始琢磨日后的计划，而小院发生的这一幕，又将那些偷看的人惊呆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绿茶婊金柳香竟然扑在了徐长老怀里，而且徐长老还没有反抗。天啊！他们看到了什么？这一刻，这10几名在远处没走的弟子心灵仿佛受到了巨大冲击。金柳香该不会是准备用美色谋取徐长老资源吧？徐长老，您老可千万不能被那绿茶迷惑啊！别院中，徐潇回到房间蒲团上，嘴角微微一笑。金柳香倒是个有点心机的女人，不过没关系，只要是气运之女，那她就来者不拒，这都是她好。双赢的对象有一个是一个，日后成就长生大道，还得靠这些气运之女的返还。取出空间库那一枚闪烁晶莹光泽的绝品寿元丹，徐潇略微观察，这东西品质一旦达到绝品，那就是一个天价。积雪送他的寿元丹估计最多中品只能增加50年寿命，而这一枚绝品却是300年。不多想，徐潇一口就将寿元丹服下，不打算再送。顷刻间，他体内出现一股庞大的生机，这生机从五脏六腑开始，一步步在全身蔓延，最终他周身仿佛充满了活力，就如年轻时一般。不仅干瘪的皮肤和苍老的容貌略有改善，皱纹变浅，且脏腑肌腱已被这一枚绝品寿元丹深度修复，不比一般年轻人弱，甚至有些方面还远远超出，让他心中满意。效果可以啊。徐潇微笑点头。姓名徐潇，年龄1008岁，境界筑基4重，特殊体质暂无，剩余寿命301年。看来寿元丹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徐潇看着剩余寿命，应该是绝品寿元丹将之前那枚寿元丹的效果覆盖了。之后他坐在蒲团上开始修炼缥缈长生诀，修炼张弛有度，才能绵远悠长。第二天，不光是宗门广场，这下连男女两边住宿区全都炸了。不知哪些人将徐潇赠送金柳香10颗筑基丹的事传了出去，现在整个外门都开始议论这件奇事。徐长老昨天又送东西了，10颗筑基丹，10颗筑基丹啊！那个金柳香就只是去徐长老的院子浇了浇花草，临走时徐长老就送了他10枚筑基丹。疯了，徐长老真是疯了。住宿区这边众弟子围成一团，先前是送的灵烟，现在又送金柳香。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徐长老送的都是咱们外山公认的美女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徐长老。不，别误会，徐长老德高望重，高风亮节，自然不可能是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美女说不定更能引起徐长老注意，毕竟徐长老也是男人。你小子找死是吧？徐长老都老成那样了，还有这份心思？我不信，肯定是有其他原因。对了，金柳香是最后一个离开别院的，徐长老肯定是看到了他的毅力。对，就是这样。徐长老这么好的人，当时肯定是给我们的考验，而这考验只有金柳香完成了。瞬间，徐潇高大肃重的形象再次稳固。住宿区的人群议论声不断，但基本都是在斥责金柳香，说这个女人拿了好处还不罢休，最后还准备勾引徐长老获得更多好处。不过徐长老深明大义，高风亮节，直接就将他拒绝了。至于徐长老那边的机缘，经过这一次事件后，众弟子都知道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也就只好从长计议。女修住宿区一间幽香精美的房间内，金柳香看着手中10颗筑基丹，心里越发觉得不满足。哼，灵烟在徐长老别院待了半日，就得到了3件下品法器，我待了半日，却只有10颗筑基丹，难道是哪里不对劲？金柳香慢慢就开始往那方面联想。按摩肩膀，灵烟，我看你也看出徐长老的需求，这半日直接现身了吧？她漂亮的双目闪过阵阵金光，大概猜到了怎么回事。3件下品法器对这些外门弟子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徐长老绝不可能这般轻易送出。灵烟在那半日肯定做了什么，就算没直接现身，也给了徐长老足够的好处。想明白，金柳香心里越发不是滋味。论外貌，他自觉丝毫不逊色灵烟；论修为，更是比灵烟高几重。对方能得到的，他凭什么不能得到？想明白后，他眼中有了决然之色。他能在筑基2重拜在周啸门下为徒，还不是因为那个周啸也是各色胚，看中了他的外貌而已。只不过他心思缜密，就没有让周啸得逞。不过现身也就是早晚的事，这些宗门内的潜规则他现在门清。现在他算是结识了徐长老，与徐长老相比，周啸就是个屁。徐长老若是在对方晚年好好服侍，说不定徐长老日后的遗产都是我的。金柳香双眼迸发金光，皮囊算什么？
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他才是最重要的。他也想在修炼一途走得更远，成为人上人。徐长老老点就老点，他可以接受。想明白，他坐在了妆帘旁，开始梳妆打扮。就在今晚，他定要彻底拿下徐长老，让对方给他倾斜更多资源。灵儿现在正在闭关，这是一个上位的大好时机。午后，徐骁已在蒲团上修炼了一整天，筑基丹消化的速度变慢，现在只消化了2枚。境界来到了筑基5重，这样的速度虽然比前几天慢，但与其他人比，那就是在坐火箭。呼，轻出一口气，徐骁停下功法修炼，准备休养，精神再干。他心里喜悦，以这样的速度修炼下去，回归巅峰早晚的事。现在空间库里又是法宝，又是绝品法器，实力这一块也不用担心，就是元婴期修士杀来，他都能全身而退，甚至反杀对方。可以说，一柄南明离火箭就让他的实力比巅峰时候差不了多少。弟子特来拜见徐长老。这时门外传来几道女声，徐骁神色一动，起身在屋内将门打开。门外站着5、6名女弟子，皆身穿浅蓝长衫，是外门弟子。你们来这里作甚？系统没有检测到气运之女，这些人只是普通女弟子。其中一名倭瓜脸、相貌普通的女弟子咽了口唾沫，她鼓起勇气，跪下大胆道：徐长老，您一个人住在这里，肯定很不方便吧？弟子想来服侍您老人家，想为徐长老端茶倒水，我还会做饭，请徐长老不要嫌弃。见有人先说，旁边有一个大饼脸女弟子下跪道：我也是。徐长老，让我来做您的侍女吧，我会好好侍奉徐长老的。剩下几人通通跪身在地，一个个争当徐骁的丫鬟侍女，甚至还有人说无论做什么都愿意。他们都是听说了灵烟和金柳香的传言过来的，几个人一商量，就来徐骁这里碰运气。万一长老看中了他们，那可就一步登天了。徐骁咽了咽口水，看着这5、6个女子，心里默默摇头。这都什么啊？倭瓜脸、大饼脸都来了，倒是有1、2个看得过去的，但也不是气运之女。这些人的心思他自然明白，但现在他是德高望重的内门长老，怎可收门内弟子做侍女丫鬟？传了出去，名声不好。诸位小友，我一个人挺好的，就不劳烦你们了。徐骁推辞道：快回去吧，不然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仗着辈分欺负你们。嗨，说话慈祥温和，带着一股浓浓长辈口吻，没有送礼返还，那这些人和他没有丝毫关系啊！5、6个女修听言面面相觑，一双双眼睛带着浓浓失望。果然，像徐长老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怎会莫名其妙送资源？那帮狗日的臭小子，竟敢乱传徐长老的谣言，真是该死！害得他们白跑一趟，太可恶了！不敢再冒犯徐骁。5、6名女子拜身之后，尴尬地离开别院，往外行去。就当他们走到山路大道口，一身浅蓝长衫的金柳香走了过来。这些女子一见金柳香，眼中瞬间闪过嘲笑之色。这女的也来了，不用猜，肯定是和他们一个想法，看徐长老一会怎么将他赶出来。而金柳香看见几人模样，心里也猜了个8、9不离10。呵呵，她自信大方往小路别院走去。嘿，这女人神气个什么劲？别人徐长老不吃这一套，老娘倒是要看看一会她怎么灰头土脸的出来。倭瓜脸瞬间不高兴了，要不是旁边几人拉着，他都要上去臭骂对方一顿。等，咱们就在这等着，老娘要看他一会被赶出来是什么表情。别院小屋内，金柳香在徐骁的邀请下进了房屋，看着面前特意打扮了番、妖娆俏美的金柳香，徐骁和蔼一笑，正在想找个什么理由给对方送东西。金柳香是以拜谢10枚筑基丹的名义过来的，深呼一口气，他面庞微红，鼓起勇气道：徐长老，弟子冒昧，想与徐长老谈一桩事。哦，徐骁看了眼对方，他都还没说话，对方就先开口了：谈事。金小友啊，你想说什么？徐骁坐在床前，微微笑道。看对方神情，他大概猜到了什么。金柳香见徐骁似乎有些兴趣，心里逐渐有了底气。徐长老不要见怪，您已到暮年，雷劫又失败，修炼一途应该是无力回天。金柳香大胆道：听说您还有1年寿命，弟子愿意做长老侍女，侍奉长老，直到徐长老驾鹤西去。这……徐骁眉宇微微一皱，他开始思索，做侍女也不是不行，也就是说不用什么理由也可以给对方送东西返还了，而且对方也确实很漂亮。眼神顿时一亮，基于这一点，徐骁轻笑一声道：你真的愿意？他轻笑一声道：弟子愿意。金柳香有着自己的盘算，对方就剩1年寿命，也侍奉不了多久，到时候不仅能得到一大笔修炼资源，甚至还有可能拜在徐长老门下，
直接成为内门弟子。既然如此，也好。徐骁微笑道：“金小友，放心吧，做我的侍女，修炼资源这方面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多谢长老。金柳香大喜，美眸含光，以后的修炼资源就不用再让他发愁了。看着徐骁，他眼里露出得逞的喜悦。不过对方活了1000岁，肯定是人精，他得先拿出诚意。且对方已经给了他10颗珍贵的筑基丹。他娇媚的俏脸泛红，挺着傲人身材，大胆上前。恭喜宿主与气运之女金柳香羁绊度提升至2。气运之女金柳香，气运等级 C， 返还倍数20倍，羁绊度2。第二天早上，两人穿好衣服，原来要这样才能升2级。房间内动人幽香四溢，徐骁走到桌前坐下，笑道：“金小友，你身上可有法器？”脸蛋红晕不散的金柳香眼眸一亮，有一柄下品法剑，是我师父送我的。他有些害羞，不自然坐在床前。徐骁听言微微一笑，从空间库取出中品法器碧玉金钗和一枚下品防御法剑，又取出了10枚上品灵石，放在旁边桌子上后道：“一件中品法器，一件下品法器，10枚上品灵石。金小友，我想这些应该是你现在能用的极限了，先留着防身吧。”中品法器，10枚上品灵石，金柳香震撼了。他看着桌上那散发微微光滑的碧玉金钗，他心里满是激动，呼吸都有些加快。还有10枚上品灵石，这可是100枚中品灵石啊！金柳香面容满是红晕，心中十分喜悦，将桌上的东西一股脑收到了储物袋。徐长老，多谢您，日后我每隔几天就会过来一次，侍奉徐长老。金柳香太高兴了，激动抱住徐骁，香风浮动。他心里更鄙视自己那个师傅周啸，自己败在对方门下，也就只给了他一柄下品法剑，而徐长老多么的大方，多么的豪气。徐骁笑道：“小意思而已，我说过，金小友与我有缘，就算不服侍我这个老人，我也会赠送东西给你的。”对方这么有诚意，他自然不能亏待对方。早就说过，这是双赢。恭喜宿主赠送中品法器碧玉金钗成功，首次提升羁绊度，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绝品法器四海升平坠。四海升平坠，绝品法器，使用后取释放四海弱水腐蚀敌人，可攻可守。恭喜宿主赠送下品法戒成功，返还2枚中品法戒。恭喜宿主赠送10枚上品灵石成功，返还上品灵石200枚。返还成功，还触发1000倍暴击。徐骁心里满意点头。温存了一番后，金柳香红着脸恭敬离开房屋。胆子挺大的，呵呵。不再想，徐骁开始整理空间库。经过这一次返还后，他空间库的东西已经翻了很多倍了。法宝有南冥离火剑，绝品法器有9天神凤钗、四海升平坠，绝品丹药有绝品驻颜丹，上品灵石240枚，筑基丹172个，下品法器16件，中品法戒3枚，中品法剑1柄。这笔物资甚至创办一个小型宗门都够用。万倍返还系统真 TM 爽啊！心情不错，徐骁坐在蒲团上运转缥缈长生诀，开始愉悦的修炼。金柳香面庞酒红不散，不仅仅是他刚刚得到了一大笔修炼资源，还因为他出京人事，略感不适。徐长老肯定还有很多好东西，以后一定要好好与徐长老处好关系，在他最后这段生命时光侍奉好徐长老。道侣自然是不可能，徐长老在门内德高望重，他们的这些事若是传了出去，对双方都不好，一定要保密。他肯定不会乱说，徐长老就更不会外传了。金柳香十分高兴，现在他已经完全不需要看自己那个丑陋师傅的脸色。周啸，一个丑陋中年，就是现在年迈的徐长老都比对方帅100倍，而且徐长老还很和蔼，一看就知道是个善人。与他达成交易，只是徐长老年迈，独孤寂寞罢了。无论是人品、财力、地位、阔绰程度，徐长老都远远胜过那个丑陋的周啸。金柳香现在看徐骁任何方面都很顺眼，与周啸一比，简直把对方秒成渣渣。徐长老还是很不错的，金柳香心里欣喜异常。山路大道口，师姐，师姐，金柳香出来了。大饼脸拉了拉倭瓜脸，几个女修顿时精神了。他们几个为了赌这口气，在附近躲藏了一整晚。终于，金柳香出来了。当他们看见此刻金柳香的面容，一个个顿时惊得五雷轰顶。金柳香虽然仍然漂亮，但脸上的妆容有些花了。轰隆隆，倭瓜脸几个女修整个人都傻了。她们可不是姑娘，最大的都快40岁了。一看金柳香这样子，路都走不稳了，就知道昨晚肯定和哪个厉害男人折腾了一整夜。但昨晚对方可一直都在徐长老的别院里啊。再看金柳香鬼鬼祟祟的快速离去，唯恐有人注意到他。
这一幕更让这5、6个女人确定了心中想法。啊，徐长老，你不能被这个贱人迷惑了啊！他们几个人倒在了树林中，无法接受今天看见的现实。金柳香一回到住宿区房间，就关好门，开始闭关修炼。10枚筑基丹够他用很长一段时间了。等没了，他准备再去找徐长老要。对土豪的徐长老来说，他用的这些东西都是小意思而已。开心。到了午后，整个外山都炸开了，关于徐长老的流言蜚语越传越广。现在几乎每个外门弟子都在讨论这件事。宗门外山广场，不可能，我不信，我不相信徐长老是这样的人，我也不信。徐长老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如此和蔼的一个老前辈，你说和外门弟子有一腿，打死我也不信。诸位师弟啊，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了，是有人撞见金柳香从徐长老别院出来了，还待了一晚上。你们想想啊，徐长老到现在只送过2个人东西，一个就是灵烟，一个就是金柳香，都是咱们外门的大美人。灵烟拿到3件下品法器钱，可是在徐长老的院子里待了一上午，而金柳香更夸张了，足足待了一晚上。我一开始也不信，但现在听说金柳香已经闭关了，他肯定是在徐长老那里捞到了10足好处。那这也不能说明徐长老和他们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师弟啊，认清现实，徐长老是好，但他也是男人。现在说不定灵烟和金柳香2个人都和徐长老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不，我不能接受。徐长老，你快出来说句话啊！徐长老，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一众弟子捶胸顿足，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更希望徐长老是个完美的宗门前辈，庇护他们成长。但无论他们怎么想，关于徐骁的传言这一次是彻底传开了，甚至传到了一众外门长老所在的大殿后堂。金碧辉煌的后堂，身穿八卦道袍的陆大年坐在一旁，他憨厚的面容一会尴尬，一会偷笑，一会又紧张，最终变得释然。师伯啊，您有这份心思，早点给弟子说就是了，干嘛要破费？大堂内还坐着10几个同样服饰的外门长老，其中有男有女，皆是主持缥缈宗外门事务的高层。他们面色和陆大年差不多，但更多的却是古怪、尴尬。现在整个外山都传疯了，他们手下那些弟子早就给他们汇报了此事。一名年迈老者忍不住先道：“那个，陆长老啊，你与徐长老亲近，要不还是你去向徐长老请示请示，问问清楚。若是谣言，咱们也好赶紧动手，叮嘱下面不要乱传。毕竟徐长老在我宗德高望重，这样的谣言若不加以制止，恐怕会对我缥缈宗还有徐长老造成不小的影响。”一众外门长老都打心底不信。徐骁资格老，地位高，1000年来在宗门基本没有任何污迹。现在说即将寿终的徐长老和外门那些年轻女弟子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还疑似用修炼资源包养女弟子，这种事打死他们都不信会发生在德高望重的徐长老身上。徐长老都快老死了，就算有这份心，能有这份力吗？不信，说破天老子都不信。陆大年看着周围一众高层外门长老，表情又变得有些尴尬。师伯的事他可是看在眼里，那是确确实实在莫名其妙给漂亮女修送东西啊，包养女弟子，这事应该跑不了了。诸位长老，陆大年肃重道，我想这件事就不用去问徐师伯了，师伯他老人家寿元无多，一个人在咱们外山孤苦伶仃，难道你们还想让这些愚蠢的事去打搅我们德高望重的徐师伯？太荒唐了。外门10几个长老眉宇一皱，默默点头，的确这是太荒唐了，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去问徐长老。陆大年继续义正言辞道，而且徐师伯现在年迈，行动不便，教好几个有眼缘的女弟子，送他们点东西又怎么了？师伯辛苦了一辈子，现在雷劫又失败，难道在晚年招几个女弟子照顾照顾生活都不行吗？诸位长老，外门这些满天飞的谣言务必立即打住，就请诸位长老回去后告诫门下弟子勿再多言。陆大年这番话说完，4周长老先开始还认同的点头，但一细想，个个都满脸震惊地看向陆大年。陆长老这是什么话？听对方的口气，难不成徐长老还真的和门下女弟子有接触？众长老的表情逐渐变得奇怪，眼里充满难以置信，他们不敢相信徐长老竟会做这样的事，不可能。陆大年感受到4周长老的异样，略显尴尬道，掌门师尊之前已经向我透露，过段时间会给徐师伯寻一个道侣，让徐师伯安心在门内养老，留下子嗣。诸位，在徐长老的道侣入门之前，我们外门这些谣言务必止住，不能让这些流言蜚语影响到徐师伯结缘，就劳烦诸位了。这一个重磅炸弹抛出，4周长老又是惊得外焦里嫩。道侣？徐长老这都快入土的人了，还要找道侣留子嗣？震惊甚至惊恐，这一个个外门长老表情精彩至极，
但却又没人出面反驳。陆长老的意思就是掌门的意思，他们又能说些什么？现在他们即便再不相信，心里也开始有些疑惑了。难不成徐长老人到暮年突然就对女人有兴趣了？太魔幻了，太奇葩了。但表面上一众长老未多说什么，皆是表达赞同。不管徐长老是不是真的包养女弟子，至少这传言不能传开，包养风波得赶紧压下去。接下来1个月，外门开始着重整顿众弟子口风，严禁在公众场合讨论徐骁的谣言。至少在明面上，外门这些弟子有所畏惧，通通都闭嘴了。徐骁在这段时间开始用上品灵石和筑基丹同时修炼，双管齐下，修为达到了筑基7重。上品灵石用了3枚，筑基丹用了10克，1个月提升2重境界，修炼速度趋于平稳。但就算是平稳，那也是修真者望尘莫及的速度，不是谁都能在筑基境界有几乎用不完的上品灵石和筑基丹。期间金柳香来找过他2次，徐骁在合理的范围赠送了对方20颗筑基丹，返还了40颗结丹修士用的运金丹，又是双赢。金柳香也在徐骁的包养下达到了筑基3重境界。至于灵一儿，1个月没见到人，应该还在闭关突破筑基7。大境界的突破比较困难，别说1个月，就是闭关半年1年的都有。这天黄昏，金柳香筑基丹即将告罄，他在自己幽香四溢的房间中打扮一番后，心情不错，往徐骁的别院悄悄走去。有无限量供应的筑基丹，他修为提升得很快。与徐长老的交易，现在金柳香只觉得真是太划算了。本来外门这些弟子一开始对他颇有微词，但后来也都闭嘴了，看他都眼带敬畏，甚至一些女弟子看向他都带着极度羡慕的神色。不光是实质的好处，就是他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满足。现在就是徐骁公开承认与他的关系，他都不会拒绝，甚至还很期待。徐长老才是他真真正正想傍上的大佬。一想到他的师父周啸，现在金柳香莫名觉得恶心，甚至这1月他连见都不想见对方。就在金柳香离开住宿区往徐骁的别院行去后，一名青年悄悄现身，出现在他身后不远处。金师妹竟又去找徐长老了，这都第几次了，太可恶了。那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到底有什么好的？青年看着对方摇曳动人的身姿，肺都快气炸了。一想到师妹的事，他就浑身颤抖，气得都快吐血了。师妹，这次师父绝不会放过你们。狗男女。青年长着一张长脸，容貌普通，身穿外门浅蓝长衫，是执法队执事周啸的大徒弟，也是金柳香名义上的师兄。金柳香自从被师父收为弟子，他和另一个师弟眼睛都快看直了。多么漂亮的师妹，就是在整个外门容貌都数一数二。但接触一段时间后，他发现金柳香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般婀娜动人，这就妥妥是个绿茶婊，把他和师弟的灵石丹药骗去了一大堆。而结果他和师弟就连手都没摸过对方一下，太气人了。现在对方竟然为了修炼资源和徐长老在一起，他感觉自己被侮辱了。虽然他知道师父周啸对金师妹也有意思，但他现在忍不了了，必须通知师父，让师父出面收拾这对狗男女。徐长老表面德高望重，为人师表，暗地里竟然干这种勾当，还让外门长老压制舆论，无耻，为老不尊。怀着满心怒气，长脸青年径直就朝周啸的洞府赶去。男弟子住宿区后，一处优雅宽阔的庭院，这里是外门长老执事的住宿，周啸就住在其中。此刻周啸坐在庭院大堂，听严长脸青年的汇报，咔嚓一声就将手中茶杯摔碎。周啸是一名丑陋中年，身材不高，满脸痘坑，他面色大怒，起身咆哮道：金柳香，这个贱人！他满脸震怒，胸口起起伏伏，已经被长脸青年的消息刺激到浑身颤抖。金柳香可是他专门挑来让自己享用的女弟子，对方容貌出众，年轻娇美，他已经在对方身上投资一把下品法器，就等着对方妥协。没想到半路竟被徐长老截胡了。马六，你说这个月金柳香那贱人去徐长老别院多少次了？周啸震怒。一开始他还不信传言，他想象不出徐长老这般德高望重的人会干这样的事，但现在被自己的大徒弟亲眼看见，还不止一次。结合最近金柳香对他的冷淡态度，他就算再不相信也不得不信了。贱人！长脸青年马六恶狠狠道：第3次了，师父，金师妹都第3次去徐长老的别院了，而且每次去我都会特意观察，金师妹3次都是第2天上午才回住所，而且师妹每次出来都春光满面，明显是和徐长老鬼混去了。师父，咱们绝不能放过金师妹啊！马六旁边还坐着一名身材高瘦的男弟子，他是马六的师弟。作为受害者，他也气得不轻，满脸愤怒。
周孝面露狰狞之色，丑陋的面容越加不堪，那些痘坑似乎都有油水流出，恶心至极。他咬牙坐下，看着天外渐黑的天色，一想到金柳香和徐骁的事，他就浑身难受，坐立不安，眼露狠色。周孝沉声道：“刚才金柳香又去徐长老那儿？”“是。”马六立即道：“肯定是，师傅，说不定现在两人就在床上鬼混了。”可恶！周孝心里难受至极，他没想到这种事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若对方是寻常门人，他现在直接就以奸夫淫妇的罪行上门要人，以执法队名义当场打杀。但徐长老可不是寻常门人，那可是内门长老，掌门的师兄。师傅，咱们绝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们啊！徐长老我们惹不起，但那金柳香必须严惩。马六和他师弟在一旁煽风点火。周孝皱眉思索后，似乎有了决策，眼露金光，阴笑道：“徐长老也只是名望高而已，其实现在也就是个筑基修士，不值一提。金柳香这个贱人肯定是看中了徐长老的遗产，才心甘情愿和徐长老做这种事。现在既然被我知道了，那自然不可能让那个贱人如愿。你们准备一下，一会和我一起去徐长老的别院捉奸。”马六两人面容一惊：“啊，师傅，咱们直接去徐长老别院吗？会不会不妥？他可是陆长老的师伯啊。他们的师傅周孝只是结丹境界，外门执事，这去捉一个内门长老的奸，这合适吗？”周孝冷笑道：“哼哼，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今晚的事？等捉到了两人奸情，那徐长老肯定不敢宣扬出去，更不敢叫人来帮忙。到时候说不定徐长老还得给我们一大笔封口费，堵住我们的嘴呢。至于金柳香，日后自然不敢再去和徐长老鬼混，规规矩矩给我留在门下。他这种做法一箭双雕，只要捉奸在床，既能敲诈徐长老一笔资源，又能抓住金柳香的把柄。那个小美人以后还不是要听命于他，让对方做什么就做什么。哈哈，贱人，看我不好好收拾你！”见两名弟子还有些忌惮，周孝摆摆手，阴狠笑道：“你们不用担心，徐长老现在行将就木，肯定在乎自己的晚节，而且对方现在只是个筑基期的老头，对我们造成不了丝毫威胁，放心便是。”听周孝这么说，马六两人放下心来，点头同意。师傅说的不错，只要抓了奸，不仅能拿到一笔封口费，还能彻底拿捏金柳香。三人暗自计划了一番，待到月上半空，他们换上一身夜行衣，趁着月色就朝徐骁别院摸去。徐骁别院房间床榻，徐长老，您这么大方，身上应该还有很多资源吧？金柳香吐气如兰，俏面微红道。徐骁呵呵一笑：“不多不多，但柳香啊，你也放心，虽然不多，但你用的肯定够。我就算驾鹤西去，也不会亏待你的。”他心里默默生笑，亏待自然是不会亏待，对方现在的羁绊度已经升到2级，就连气运等级也在近几日提升到了 B 级日后，他还要多多给对方送东西，达到双赢的目的。这自然就是金柳香的机缘。通过这段时间相处，他发现金柳香虽然有些贪财，有些小心思，但总的来说是个有性情、有准则的女人，对他并不遮遮掩掩，想要什么也明着说，这让徐骁送东西连理由都不需要找了。这样的气运之女，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包了对方这一路的修炼资源，徐骁决定给对方包圆了。当真？柳香多谢徐长老。金柳香面色大喜，雪白的面颊生出一抹红晕。这时徐骁看向屋外某个方向：“怎么了，长老？”金柳香面色一变，徐骁眼带凝重之色道：“有几个人靠近别院，我估计不是什么好人。”他一边用神识感受，一边迅速地将灰色长袍穿好。神识感受的范围内出现了3道鬼鬼祟祟的身影，正朝他小院这边探来。他虽然境界跌落到筑基期，但神识这一块并没有衰减，仍然是元婴9重的神识。虽然打斗中发挥不出什么大用途，但探测感知的能力远超筑基修士。有人过来了。金柳香听言面色一变，连忙下床，将门派长衫穿好。哼，果然是3个贼子。徐骁老脸冷笑，从3人潜伏过来的路径，他就看出来人没抱什么好心思，多半是来探查他和金柳香的事。去！他嘴中轻念，顿时一道火红的剑光呼啸而出，从窗外飞离。火红的光芒照亮大地，其上蕴含的威势惊人。长老！穿好衣服的金柳香目光大动，刚才徐长老施展的火红飞剑威势惊天动地，就连他都不由心肝巨震。这绝对上品以上的法器，甚至是绝品法器。金柳香心中既惊喜又震撼，老家伙曾经不愧是元婴9重的强者，即便跌落筑基境界，也远不是寻常修士能挡。小院外不远，当周孝3人看见那从房间内冲天而起的火红剑光，3个人惊讶的目瞪口呆。
感受其中蕴含那不可抵抗的强大气势，三人目露恐惧，愣在原地，一时有些错愕。周啸心惊，这绝不是筑基期修士能施展的手段，而那柄火红宝剑给他的感觉至少是上品法器。徐长老，他们被徐长老发现了，快撤！周啸惊恐大喊，结丹6重的他面对这朝他们飞来的火箭，竟双腿颤抖，不敢起一丝抵抗之心。徐长老怎可能还有如此实力？不可能！师父，怎么办啊？旁边马六两人吓得走不动道：完了，他们暴露了，而且徐长老还强得可怕。眼看着火红飞剑即将杀到，三人连忙祭出法剑，以御剑术抵挡。砰砰砰！但他们三人的飞剑刚一接触那火红飞剑，就被击成粉碎，丝毫不能阻挡飞剑前进的势头。不可能！周啸面色大变，惊恐咆哮，但一切都晚了。南明离火箭在徐骁的神识控制下，瞬间划过三人下身，顷刻之间，他们的大腿就被这火箭斩断，上半身倒在地上，不住哀嚎。飞剑再次冲天而起，响过一道清澈的剑鸣后，返回了徐骁住处。而周啸三人则痛苦地躺在地面，双眼充满恐惧，一剑就彻底将他们制服。三人腿部断裂处已被烈焰烧成黑炭，日后就算想接腿，也得削去一部分坏肉，凭空矮个几分。徐骁开门，和金柳香两人走出别院，来到了三人倒地的山林间。师父，竟是你！当金柳香看青地上躺着的三人，顿时眼眸一震，满脸惊讶。徐骁看了眼那丑陋中年男子，冷笑一声道：柳香，这是你的师父师兄？是。徐长老，他就是周啸。聪明的金柳香瞬间就猜到师父过来意欲何为，他现在心里对这三人充满鄙夷，恨不得他们现在就去死。而周啸三人看着面前的两人，吓得面色大变。徐长老，金柳香，完了！徐长老，误会，都是误会啊！周啸在地上痛苦哀嚎，他面色惨白，丑脸带着浓浓恐惧与后悔。谁曾想，这个渡雷劫失败的徐长老，竟还有此等实力！栽了，彻底栽了！徐骁温和一笑，上前道：周啸啊，我见过你，你是我那师直入大年的手下吧？这么大晚上，你来我这里作甚？我还以为你是什么贼人，索性就先出手了。到了现在，他自然知道对方来的目的，不就是捉奸吗？这段时间，金柳香已经将这三个师徒的事给他说了说，一个个不好好修炼，总惦记着金柳香，这种人大道无望啊！门派看来得好好管管了。徐骁心里一叹，此刻他自然地将自己屏蔽了，他只是在和气运之女打好关系，方便日后赠送，踏上长生大道。没错，徐长老，我就是您那师侄陆长老的手下啊。徐长老，请您看在陆长老的面子上，放我一马吧。都是误会啊！周啸三人躺在地上，双手抱拳，连连哀求。徐长老，我等只是一时被鬼迷了心窍，才偷偷来打探徐长老的事。主要是金柳香是我的弟子，我担心他受到徐长老欺负，才出此下策。徐长老，您就放过我们吧。周啸艰难起身，以半只腿的姿势跪在徐骁面前，连连磕头认错。旁边马六两人只有筑基境界，被砍掉双腿，已经没力气起身。金柳香看着自己这丑陋而又低贱的师父，心里更是觉得恶心。之后他偷偷看向身姿挺拔、老帅的徐骁，这一刻他心里满是喜悦。徐长老真是个值得托付的人，这才是他应该抱的大腿。崇拜、敬仰，展示自身无比实力与财力的徐骁，这一刻在金柳香心里的形象高大了起来。徐骁白眉微皱，看着周啸道：周啸啊，你糊涂啊！柳香在我这里，我只是给他修炼上的指点而已。唉，看着徐长老叹气，周啸吓得面色惨白。不管两人是不是有事，现在若得不到徐长老的原谅，这缥缈宗是没法待了，甚至小命都不保啊！千算万算，他算漏了一点。徐长老实力并没有多少衰退，徐长老，您就饶我一次吧，弟子日后再也不敢了。周啸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上前抱住徐骁双腿，继续求饶。徐骁摇头道：柳香，他是你师父，你说说，夜晚私闯长老洞府，图谋不轨，该怎么办？金柳香嫌弃地看着周啸，冷声道：徐长老，干脆杀了算了。啊！周啸听言，面色大变。柳香，我可是你的师父啊，我还送了你一柄下品法剑。柳香，你就帮师父在徐长老面前求求情吧，师父求求你了。金柳香不悦道：不要叫我柳香。是。金小友，求求你了，饶我一命吧。周啸哀求。金柳香俏眉微皱，他很想周啸死，
这个丑陋的人。但这件事还得徐长老拿主意。徐骁叹道：“死罪不至于，周孝啊，你也是执法队的人，这样吧，叫陆大年来按门规处理吧。”之后他不再听周孝苦苦哀求，取出传讯符施法后轻声道：“大年啊，来我洞府一趟，出事了。这个你一个人来吧。”很快陆大年踏着飞剑匆忙赶来。当他看见小院旁山林间的几人，顿时惊愣在了原地。这啥情况？陆大年看了眼金柳香，再了眼徐骁，只默默咽了咽口水。师伯都不逼着他了，不过他心里还是高兴的，至少师伯信任他。周孝，你小子在这干嘛？陆大年看着地上3人，眉宇大皱。徐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陆大年说了一遍。至于他和金柳香，徐骁只说有缘，彻夜指点修为。虽然理由有些站不住脚，但徐骁心里有自己的打算。陆大年是个不错的人。周孝，你小子胆大包天啊！陆大年听完，照着周孝就踢了几脚，狠狠道：“徐师伯的事你也敢打探？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拳打脚踢，没几下，周孝就被打得鼻青脸肿，面貌更丑了。陆长老，饶命啊！周孝趴在地上嘶声哀嚎。徐骁道：“大年啊，就按门规处置吧。”金柳香也与周孝解除师徒关系。陆大年闻言连连抱拳，点头称是，之后对着周孝怒道：“周孝，若不是徐师伯为你求情，按我的脾性，今天非得打死你不可。今晚回去收拾收拾，明日一早，你们3个给我滚下山！缥缈宗没有你这样不尊重门派前辈的逆徒。”周孝听言，心中大喜，连忙道：“是，多谢陆长老，多谢徐长老开恩。对他来说，能保住命，凭他结丹期的实力，做散修也能混得不错，这是现在最好的惩罚了。还不快滚！明日若是再让我看见你，直接击毙！”陆大年怒道。周孝听言，慌忙的拜谢2人，之后抱着自己被烤焦的断腿，打醒旁边马六2人，3人带着腿连滚带爬，惊恐的离开了这里。陆大年这时来到徐骁旁边，惭愧道：“师伯，都怪我没管好手下，让师伯受惊了。”他心里现在有些疑惑，师伯修为不是掉到筑基境了吗？现在轻松制服周孝，师伯至少还保持结丹高阶的实力，不愧是师伯。徐骁笑道：“无妨，大年啊，看来柳香在我这的事，外门这些弟子都有些误会啊。你们执法队要尽量澄清这些谣言，不然师伯很难做啊。”陆大年秒懂，立即点头道：“师伯放心，有弟子在，谁敢擅自议论师伯的事，门规处置。”不错。徐骁满意点头。旁边金柳香看着平日严肃威武的执法长老，在徐骁面前乖得像个小跟班，一双美眸闪过阵阵异彩。这时他更庆幸自己跟对了人，有徐长老在，他的修炼之路可高枕无忧。徐骁略微思索道：“大年啊，柳香与你师伯我有缘，天资不错，已到筑基3重。这样吧，就让他在你门下做个记名弟子，也省得再出现周孝这种图谋不轨之人，你看如何？”陆大年看了眼旁边衣着宽松、俏脸微红的金柳香，顿时心头一震。什么情况？这个，师伯，这不妥吧？陆大年一脸的委屈。有什么不妥？就这么定了。徐骁不给对方挣扎的机会，记名弟子而已，不妨事。随后他对金柳香道：“柳香，陆大年给你做师傅，你可愿意？”金柳香眼神大亮，跪身直朝徐骁拜道：“多谢徐长老，弟子愿意。”他心里无比激动。执法长老陆大年那可是掌门的徒弟，他做了陆大年的徒弟，岂不是又和独孤掌门扯上了关系？这样一来，就算日后徐长老作画，他还有陆大年和掌门为他撑腰。金柳香看着徐骁，感动的都快哭了。徐长老对他真是太好了，就连死之后的事都为他安排得如此妥当，他一定要好好服侍长老归西。师伯，这样不好吧？陆大年也要哭了。师伯，这是给他安排了个火葬场差事啊，甚至他有种不祥的预感，那个灵烟搞不好最后也要他收成记名弟子。这些年下来，他知道掌门师尊对师伯有感情，即便掌门师尊口口声声说要给师伯找道侣，但这也只限于掌门师尊找。若是他帮师伯养小蜜的事曝光，他感觉自己要倒大霉，有什么不好？大年啊，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修为高了，都不听师伯的话了？徐骁看着陆大年，白眉微微一皱，那股由内而外刻在灵魂中的威严让陆大年心脏狂跳，瑟瑟发抖。不，就听师伯的，金小友就做我的记名弟子吧。陆大年连忙点头。徐骁面色再度和蔼，笑道：“这就对了吗？这些事记得不要给师妹说，咱们知道就行了。柳香，拜见师傅吧。”金柳香媚眼一动，
连忙转身对着陆大年一拜：“弟子参见师傅。”陆大年一脸苦涩道：“唉，记名弟子而已，只是挂个名，金小友不用失礼。”得了，这一答应，估计日后啊，麻烦是少不了。徐骁道：“大年啊，柳香这边的修炼资源你就不用出了，这些师伯我会安排。”他之后扶起金柳香：“柳香，今日天色已晚，我就不指导你了。这里是20颗筑基丹，你留着修炼用，用完的话记得一定要来找我。”徐骁大气豪迈道：“千万不用客气，该拿就拿。柳香啊，你日后的修炼资源我给你全包了。”金柳香和陆大年两人都懵了，前者是被徐骁这般豪气给感动了，已经流下感恩的泪水；陆大年是被徐骁出手给震撼了，师伯这是玩真的啊！弟子多谢徐长老。金柳香收下20颗筑基丹，又跪在了徐骁面前，感动的梨花带雨。徐长老就是他金柳香这辈子最大的恩人，他唯一认可的男人，虽然有些老，但也是个老帅哥。大土豪。陆大年咽了咽口水，对着徐骁不停地眨他那牛眼睛。难怪师伯能轻易拿下金柳香这等年轻美女，就凭这样的阔绰，换作是他也愿意以身相许啊。好了，起来吧。徐骁扶起金柳香之后，他看着陆大年，意味深长道：“大年啊，师伯这些事……”还没等他说完，陆大年立即抢答道：“师伯放心，我都明白，这些事不会传出去半个字。金小友只是与师伯有缘，师伯晚上指点修为而已。”点了点头，徐骁满意对方的回答。陆大年已经是一位技巧高超的僚机，叮嘱了一番，徐骁就准备回屋休息。师伯，稍等。陆大年上前，面色神秘道：“周孝3人，要不要弟子？”说着，他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意思很明显。徐骁哼笑一声道：“虽然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周孝，但我缥缈宗名门正派怎能做这些魔道之事？大年啊，还是先让他们下山吧，之后的事你看着办。”陆大年眼神一亮，似有杀意涌现，抱拳道：“是，师伯，弟子明白了。”徐骁走后，现场就只剩陆大年和金柳香，后者拿着20颗筑基丹，看着徐骁的背影。这时他才发现那一抹高大的身影原来这么帅，这么有魅力。好了，别看了。陆大年瞬间恢复外门执法长老的威严气质。他看着金柳香，肃重叮嘱道：“金小友，徐师伯年老孤寂，最后这段时间你要好生陪伴，万不可辜负师伯的感情。若让师伯伤心，我缥缈宗万不会轻饶于你。”金柳香面色顿时一变，忙点头道：“师父，弟子明白。师父放心，徐长老对我有再造之恩，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陆大年点了点头，提醒道：“这就好。还有，不用叫我师父，你只是记名弟子，挂靠在我这边而已，没有师徒之实。”说完，陆大年祭出长剑，御剑而去。金柳香眨了眨漂亮的眼睛，其中充满喜色。有徐长老在，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小院房间内，系统的声音响起：“恭喜宿主赠送10颗筑基丹成功，返还运金丹20颗。”怎么只算10颗？徐骁坐在蒲团上，老眼微微一动。不用说了，肯定是送20颗送多了，超出对方现在能使用的上限了。系统不认账了。果然，无论是丹药法器还是其他修炼资源，一定要送的合理，送的对方能刚好用上，否则系统这逼不认。不过没关系，下次注意，这次也没亏。20颗运金丹价值等于200颗筑基丹，还是双赢。闭眼，缥缈长生诀修炼，周身灵力运转周天。徐骁开始日常修炼。几日后，一个劲爆的消息又开始在一众外门弟子中传开：金柳香的师父周孝，还有他2个师兄，竟然都被赶出了缥缈宗。还有外门美女金柳香，竟然被陆长老收为了记名弟子。这个消息就像原子弹般在一众外门弟子中炸开。本来外门高层压制的情绪，这一刻又开始引爆。住宿区，一众外门弟子3、5成群偷偷议论，一个个面容精彩至极，似乎听到了什么震碎3观的八卦。大家不用猜了，事情就是这样，金柳香真傍上徐长老了。我的天啊，没想到徐长老这般德高望重的宗门前辈，竟也晚节不保。那金柳香这1个月都突破到筑基3重了，筑基丹在他手里根本用不完。听说金柳香的师父周孝执事对金柳香有想法，被徐长老知道，然后竟就被逐出宗门了，连带2个徒弟都没能幸免啊！一众刚听说的弟子震惊的五雷轰顶，徐长老不可能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信。猎奇情绪越来越大，一众弟子开始发散思维。那个周孝发现了徐长老和金柳香的事，徐长老震怒，用人脉将那周孝师徒逐出宗门。徐长老不可能是这样人的吧？唉，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但涉及到女人，这就不好说了。何况那个金柳香还这么漂亮。天啊，
没想到徐长老暗地里竟是这样的人，为了一个外门绿茶婊，竟将周孝一门逐出了缥缈宗，太惊悚了！小声点，别被其他人听见了。万一咱们说徐长老的事被执法队发现，那周孝就是前车之鉴啊！此话一出，一众弟子都沉默闭嘴了。现在执法队那边查得严，谁要是敢在门内讨论徐长老的这些事，轻的被扣1年0时，重的那周孝就是例子。太恐怖了！徐长老，您老了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弟子们都快不认识您了啊！虽然还是有很多外门弟子不信，但在他们心中已经种下了徐长老晚节不保的种子。爱外山大殿后，执法殿，陆大年听着下方一众执法队人员汇报，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现在外门关于徐长老的谣言四起，实在是怎么压都压不住啊！法不责众，他执法队不可能真的将那些议论的弟子一个个抓起来逐出山门吧？一名中年执事愁眉苦脸道：“陆长老，要不您还是劝徐长老收敛一点吧。现在外山又传风了，恐怕徐长老的事啊，都传到那山去了。不光是外门弟子在传，他们这些执法队执事这2天也没少议论徐长老的事。那个金柳香甚至都不避人了，每次都大摇大摆的往徐长老别院跑。他们执法队也很难办啊！”陆大年一拍桌子，怒道：“收敛什么？徐长老只是给金柳香指点修为而已，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想多了。”是。一众执事心里叫苦，却又不敢多言。执法队的周孝前2天就是深挖徐长老和金柳香的事，直接被打成重伤，逐出山门，这么恐怖的事摆在面前，对于徐长老包养女弟子的事，他们现在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徐长老啊，您大限将至，怎么突然就对女修感兴趣了？晚节不保啊！就在这时，门外一道流光飞来，刹那间，一名身穿青色长裙的女子落在门外。女子生有一双高贵灵动的凤眼，就像夜空星辰一般耀眼迷人，绝美动人的容貌仙姿出尘，就像世间最美丽的花朵般引人注目。白皙的皮肤闪动迷人光泽，光滑如天下最珍贵的美玉。天鹅般修长的脖颈有着完美弧线，精致纤细的锁骨带着女人顶级魅力。漂亮的青裙紧贴身躯，将其拥有完美曲线的玉体极致勾勒。微风吹过，她垂落至细腰处的如瀑黑发微微飘动，似乎带着无比迷人的香泽。来人正是陆大年的师傅，缥缈宗掌门独孤灵。执法殿内众人一见进来的女子，顿时面色大变，连连恭敬抱拳道：“弟子参见独孤掌门。”独孤灵面色略显阴冷，看着陆大年摆了摆玉手道：“你们都出去，我找陆大年有事。”是。殿内那些外门执法队人员一个个跑得飞快，不敢在这里多待一刻。完了，陆长老完了，给徐长老包养女弟子打掩护，现在掌门都来问责来了。一些执事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独孤掌门啊，您赶紧收拾陆长老还有徐长老，再不出手制止这股乌烟瘴气，他们缥缈宗的名声就败坏完了。对于徐长老这般资历的老人，也只有掌门和太上长老出手才略微有效果。陆大年，独孤灵双手背负，清冷的声音一出，顿时给前面的陆大年下了个机灵。弟子拜见师傅。陆大年赶忙上前，啥也不说，先跪在了独孤灵前面。师傅，这不关徒儿的事啊！陆大年整个人都吓傻了，一来就把徐骁卖了。独孤灵这般模样，他这辈子一共就见过3次，而且每次都伴随着无数修士的陨落。师伯，不是师侄不想帮您，实在是顶不住了啊！独孤灵见此，俏眉微微一皱，冷声道：“徐骁那个老家伙，这段时间干的事，你一五一十给我道来。敢在我面前维护他，你就给我去死！”陆大年面色唰的一下白完了，双目充斥惊恐之色。师傅，事情是这样的，都是徐师伯自己要包养小蜜。阳光明媚的清晨时光，徐骁躺在床上，金柳香微微红润，在旁边小憩，闭着漂亮的双目，得找机会认识更多的气运之女才行。徐骁摸了摸山羊胡，眼中有几分思索。气运之女送东西不能无脑送，要想系统多返还，就得在数量上打上去。而且第一次赠送气运之女还能够稳定触发暴击，就算每个气运之女只送1次，那都是超级血赚。看来没事得四处多溜达溜达，搞不好能多遇见几个气运之女。像他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就一句你我有缘，送1次东西应该十分合理。就在他准备叫醒金柳香让对方回去时，突然徐骁眼眸一动，神识感受到了一股强大到不可思议的灵力急速飞来。不好，柳香赶紧穿衣服，掌门来了。徐骁说完直接下床，穿好了自己的灰色长袍。金柳香惊醒后一听掌门过来，娇媚的面庞吓得无一丝血色。他知道独孤掌门是徐长老的师妹，如果见到两人这般模样，后果不堪设想。两人匆匆穿好衣物，金柳香就欲离开。砰的一声，
房门被一道灵力击开，之后，一身青裙、美丽发光的独孤灵站在门口。他瞥了一眼房间内的金柳香，面色骤然黑了下来。金柳香吓得花容失色，看着前方那令他都自愧不如的绝美人影，心绪一下凉了半截。这就是缥缈宗掌门独孤灵，弟子金柳香拜见独孤掌门。金柳香第一时间上前跪拜在地，行了个大礼。滚吧！独孤灵看都没看金柳香，只盯着徐骁，淡淡开口：是。金柳香惶恐地从独孤灵旁边离开，回头看了眼徐骁，眼里带着浓浓恐惧。独孤掌门太可怕了，这恐怖的压迫感，似乎自己在对方面前就像一只蚂蚁般弱小。金柳香走后，独孤灵关好了门，看着前面面色有些尴尬的徐骁，反常的笑道：师兄，都说了，师妹我会给你找一个漂亮道侣，你就连这几天都忍不住，倒是没看出来师兄人老了，这方面心思反倒还变重了。徐骁见对方语气带着责怪之意，叹笑道：师妹，我与那金柳香有缘，只是在给她指点修为而已，师妹万万不要想多了。他心里摇头，瞒是肯定瞒不住了。独孤灵和他青梅竹马，就算他资质受限，无法达到化神境界，做不成对方道侣，但他知道独孤灵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控制欲。对方给他找道侣好说，但自己要是找道侣，独孤灵肯定生气。没办法，实在是因为自己年轻时太帅，魅力太大，在独孤师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就别骗我了，我又不怪你。哼，你们男人就是老了都一个样。独孤灵冷笑一声，在桌前坐下，之后正色道：师兄，现在你这些事已经都传到内门了，现在因为你，我和师父的名誉都有些受损，这些事立即打住，不允许再发生，不然我可要代替师父对你施加惩罚了。他心里很生气，师兄既然背着他去找女人，这1000年来，但凡对方有这方面苗头，他都会立即着手制止。师兄就算老死，也只能是他一个人的，就算要找道侣，也必须是自己挑的才行。徐骁摆手一笑，解释道：师妹，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你不要只看表面。那个金柳香，以后我不让他来就是了。经过这段时间，他和金柳香的羁绊度一直都是2级，看来过多的接触并不能再提升羁绊度，对方来不来意义都不大了，得重新寻找提高羁绊度的方法。不光是他，听说还有个什么灵音儿。独孤灵俏眉微动，徐骁笑道：我和林小友只是有些缘分，没什么其他关系，师妹可放心。独孤灵点了点头，神色复杂，看向徐骁：师兄啊，等我找到你的道侣，您老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独孤灵起身，轻灵一笑道：到时候我才不会再管你。检测到气运之女。独孤灵，气运等级 SS， 返还倍数50倍，羁绊度1。看着高贵如仙女般的师妹，徐骁耳边再次传来系统的认证。他听言对方的话，心里摇头，为了他的长生大道，恐怕不能如师妹的意。这个系统规矩就是这样，他必须给那些气运之女送东西，才能得到返还。徐骁轻咳一声，上前道：师妹放心，以后我会注意的。说着，他老眼微亮，从空间库取出一枚闪动微光的丹丸，这是绝品驻颜丹，专为独孤灵准备。这一抱估计不得了。走到独孤灵身边，徐骁摸了摸帅气的山羊胡，手持丹药道：师妹，这是我晚年无意间得到的一枚绝品驻颜丹，本打算留着养老，但今日师妹为了我的事生气，师兄我深感歉意，这丹药就送给师妹，希望能让师妹开心。徐骁目露自信，天下没有任何女修能够拒绝驻颜丹，更何况是绝品驻颜丹。驻颜丹，绝品。独孤灵听言，绝美的面庞一愣，看着徐骁手中那丹药，立即接了过来，拿在手中仔细观想。这竟真有这般高品质的驻颜丹。师兄，你这东西是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这东西现在有灵石都买不到。独孤灵看到绝品驻颜丹的第一眼，就将徐骁找外遇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内心无比的兴奋与激动。他之前费尽千辛万苦，也就堪堪寻到了一枚中品驻颜丹，这东西本就稀少，就算一枚中品，也是无数女修抢破头的东西。虽说中品驻颜丹也能让他暮年维持青春容貌，但效果肯定远远不及绝品驻颜丹。这东西若是放在合欢宗，恐怕数千上品灵石都有人出。激动，独孤灵脸上的冷色荡然无存，甚至一抹红霞浮上他的脸颊。师兄竟然送了这般贵重的东西给他。徐骁笑道：师妹啊，冷静，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师兄，谢谢你。独孤灵兴奋地吞了口唾沫，忍不住心中喜悦，上前抱住徐骁，清幽香风扑面。我就知道这一辈子师兄对我最好了。独孤灵很高兴，这一刻
他似乎感觉到了曾经的那个师兄，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人。徐潇轻笑道：“师妹，师兄虽然老了，但永远不会忘记师妹。我宋金柳、香菱烟他们也就一点点筑基丹，几件下品法器罢了，逢场作戏而已。而这枚绝品驻颜丹，我只会留给师妹。这辈子，只有师妹让我真正爱过。”讲情话，徐潇信手拈来。这一番糖衣炮弹下来，以后独孤师妹估计也不会再多想，方便他赠送返还。至于绝品法器，虽然对方能用上，但没有合适的理由送。毕竟他的法器都折损在雷劫中了，现在拿出来不合适，只有以后再说。师兄，独孤灵看着对方那虽然老迈，但仍帅气不减的脸，绝美面颊微微升起红霞。两人早已冷却的深情，似乎被这一颗绝品驻颜丹激活。一番温存后，独孤灵绝美的面颊红红的，穿好上裙。他看着徐潇叹道：“师兄，我的缥缈长生诀是以纯阴之体为基础修炼，恐怕今生我与师兄都无法成为道侣了。”徐潇摇头一笑：“无妨，师妹，今生不行就来世，能有与师妹相处1000年，我徐潇已经够了。”他知道独孤灵之所以1000年来进步超绝，到现在已达到化神9重，全因为对方是万年难遇的纯阴之体，这也是当年积雪看中对方的原因。这种体质虽然修炼得快，但却不能与男子结缘，不然纯阴之体一破，修炼速度将会大大降低。在化神下一境炼虚境前，独孤师妹都需保持纯阴之身。独孤灵看着徐潇，眼神略有愧疚道：“师兄，这辈子我如此负你，你还愿意送我这么珍贵的绝品驻颜丹？师兄，我已经明白你的心意了，这1000年辛苦你了。日后你若是有这方面心思，我不会再阻拦。但师兄，你要收敛一点，不要弄得人尽皆知。”徐潇听言，老眼一亮，他要的就是这句话。师妹不阻拦，师父又闭关。那几个太上长老根本没工夫管这种事，日后可以放心送东西给气运之女了。独孤灵离开前叮嘱道：“师兄，你的道侣我已在物色，你放心吧，我会找一个相貌和我相似的女子做你的道侣。这样一来，师兄最后这几十年也就相当于时时刻刻和我在一起了。”说完，独孤灵拿着驻颜丹，怀着满腔激动飞离了小院。他已迫不及待回去试试这绝品驻颜丹的效果。而徐潇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看着独孤灵离开的方向，表情逐渐呆滞。相貌和师妹相似的女子给他做道侣，师妹怎么感觉有点变态啊？恭喜宿主赠送绝品驻颜丹成功，第一次赠送独孤灵触发万倍暴击，返还3000大道丹。3000大道丹，天地神丹，应天地气运而生，服下后随即领悟一条天地大道。轰隆，系统的话如惊雷般震撼在徐潇脑门。领悟一条天地大道。徐潇不可思议看着空间库出现的那枚如拳头般大小的金光神丹，双眼充满惊喜。领悟3000大道，这不就是他们修真者梦寐以求的事吗？他修炼了1000年，自然知道修为到达化神期后，便开始接触所谓的天道。化神、炼虚两境所存在的瓶颈，基本都是要领悟一定程度的3000大道才能勘破。师父积雪闭关，就是入秘境领悟3000大道中的一道，而现在一枚3000大道丹，直接让他领悟一条天地大道。这岂不就是说，日后到达化神炼虚之境，将再无瓶颈？太 TM 爽了！徐潇连忙关上门，取出空间库那一颗拳头大小的神丹，其上萦绕七彩霞光，似有仙气环绕，神妙非凡。怎么这么大一颗？难道要一口一口咬着吃？他刚将这枚3000大道丹拿到嘴旁，顿时这神丹似有感应，化为一道七彩流光，飞入徐潇口中。之后，一股奇异的能量在他体内升腾。莫名的法则之力笼罩他全身，这一刻，他如登仙境，开始感受3000大道的神妙。恭喜宿主领悟3000大道之地火之道，姓名徐潇，年龄1008岁，境界筑基7重，特殊体质地火，剩余寿命301年。良久之后，徐潇体外法则之力的笼罩消失，他回过神来，感受刚刚领悟的地火之道。老迈的面庞满是红润，竟然是地火一道。他心里激动非凡，3000大道的每一道都能直通长生仙境，而他直接领悟了地火一道。对于火之道，3000大道中有许多分支，而地火就是三昧真火，天地人三火中的地火。这是木石之火，也是平常人们用的最多的一种火焰。至于天火，则是9天雷劫之火，是渡劫的关键。而人火，则是人体内产生的心火，也叫业火。抬手，意念微动，地火法则之力出现，一团明亮燃烧的黄红烈焰出现在徐潇掌心，旗帜高的温度烧得整间屋都热浪滚滚。不敢想象，
这么一团小小的火焰甩在人身上，对方会被烧成什么样子？恐怕就是元婴期修来沾上，都是个大麻烦。太牛叉了！徐骁激动地收了地火，又取出南冥离火剑。本就火红炙热的剑身，在徐骁施展的火神通后，一团拥有极致温度的烈焰开始在剑身燃烧。徐骁看着两者相加的威力，咽了咽口水。领悟的火一到后，他那南冥离火剑的威力也凭空提升了好几成。不夸张地说，就是现在他筑基期中的实力，有南冥离火剑和地火加持，只论攻击力，已与他元婴9重时不相上下，甚至还更加凶猛。厉害！徐骁满意点头，收了地火与南冥离火剑。现在的他自信心爆棚，虽然境界还差了一些，但实力这一块又大幅度提升。而且领悟地火之道后，化神炼虚两境将不再有瓶颈。只要他度过元婴9重的雷劫，那么修为在系统的帮助下将一飞冲天，追上师妹，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呵呵。徐骁盘坐在蒲团上，满意笑道。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间过了2个月。这2个月，金柳香用了30颗筑基丹，返还了60颗运金丹，晋级到了筑基5重。而徐骁在资源疯狂喂养下，成功晋级结丹1重，如愿能用御剑术御剑飞行，追云逐日。这2个月，宗门内关于徐骁的传言逐渐平息下来。在掌门独孤灵亲自给陆大年指示后，后者带着一帮执法队执事卯足了劲抓那些私自议论的人，待到就是一顿毒打，扣1个月临时发放。外门众弟子噤若寒蝉，除非在自己屋内，否则根本不敢议论徐骁，这似乎都成了缥缈宗的禁忌。然而后面发生了一件事，再次将缥缈宗一众门人引爆。这次就算执法队再怎么压，都压不住这些惶恐不安的外门弟子了。金柳香的师傅周啸死了，包括周啸的2个徒弟莫名死在了虎啸城外。3人被逐出缥缈宗后，凭借不俗修为在虎啸城找了个护卫差事落脚。谁知一次出城办差后，3人的尸体在虎啸城外密林被人发现。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缥缈宗，外门弟子一个个吓得失魂落魄。得罪徐长老，下场竟这般凄惨，卖嘎的！现在这些弟子被吓得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被执法队抓了还好，只是被暴打扣零食。这要是不小心得罪了徐长老，小命都不保啊！就这样，德高望重、高风亮节的徐骁，在一众门人心里的形象发生巨大转变，从一个和蔼可亲的前辈老人，变成了道貌岸然、包养小蜜的无良长老。而且这位无良长老在宗门权势巨大，地位崇高，这些弟子远远见到徐骁，一个个都不敢上前打招呼，甚至一些貌美女弟子看着徐长老走过，吓得花容失色，心肝俱颤。外山小院内，晋升结丹期的徐骁听完面前陆大年的汇报，摸了摸山羊胡，疑惑道：大年啊，我的形象怎么变得这般糟糕了？现在那些弟子看见我就像看见豺狼虎豹般，躲得远远的，甚至还有些女弟子都被吓哭了。你师伯有这么可怕吗？身穿八卦道袍的陆大年咽了咽口水，看着面前一脸懵逼的师伯，他心里也苦啊。执法队强压舆论都快遭到反噬了，本来还是好好的，但为了执行师伯的交代，暗中处理了周啸3人。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门内，现在他们执法队都快躺平了。不过师伯名声差就差吧，反正也快作化了，只要师伯自己过得舒心就好。陆大年唯唯诺诺，鼓起勇气道：师伯啊，等师傅给您找到道侣，就请您老收敛一点，不然舆论再传开，我执法队也很难做。徐骁轻笑道：放心，大年啊，你看这段时间师伯不是都没找金柳香了吗？你师伯不是那样的人，我看您老恰好就是那样的人。陆大年不敢说，只傻笑点头。叮嘱了一番，陆大年离开小院，返回执法殿，继续吩咐执法队打压舆论。午时，一胖一瘦2名女弟子略有紧张的前来小院拜见。徐骁见状笑道：我记得你们林小友现在如何了？应该突破筑基期了吧？2女自然就是林烟的2位闺蜜师姐。2人看着徐骁和蔼可亲的面容，面色有些苍白。现在的徐长老已经成为他们这些外门弟子心中的禁忌，那可是会生气杀人的恐怖老头。微胖师姐调整好心绪，惶恐跪拜道：徐长老，请您救救林师妹。林师妹她在金石城回不来了。徐骁白眉微动道：林小友怎么了？微胖师姐连忙道：徐长老，林师妹1个月前突破筑基境，回金石城探亲，被玄魔宗的人扣下了。玄魔宗少主李九叶看上了师妹，执意要娶林师妹为妾。玄魔宗还施压金石城城主，已经说好3日后带师妹回玄魔宗成亲。徐骁眉宇一皱，脸色肃重起来。玄魔宗这个小小魔门敢截胡他的气运之女，反了天了！你们怎么知道这件事？徐骁轻声道。微胖师姐见徐骁重视，心里惊喜道：是师妹发传讯符通知我们的。
现在师妹一家已被玄魔宗的人监控，连城门都出不去。长老，师妹现在很伤心，她不喜欢玄魔宗，也不喜欢那个李九夜。但现在金石城主同意了这门婚事，师妹一家就算不愿，也无法反抗。长老，师妹是我们缥缈宗的人，她最后给我们发消息，希望我们能想办法救她。长老，我们在外门连个师傅都没有，也就只能想到您了。两人面容真诚，眼里带着急切之色。师妹有难，玄魔宗在东来国北境小有名气，也只有徐长老能给师妹做主了他没说自己缥缈宗弟子的身份。徐骁眼色微凝，说了。微胖师姐道，但那玄魔宗的人说宗门不管嫁娶之事，甚至还说这样一来玄魔宗与缥缈宗亲上加亲。亲个锤子亲！徐骁心里冷哼一声，眼带藐视之色。玄魔宗充其量也就是盘龙大陆三流门派，给他缥缈宗提鞋都不配。灵烟儿既然是他的气运之女，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想明白，徐骁笑道，我知道了，辛苦你们了。他取出6枚筑基丹，给两女一人分了3枚。林小友与我有缘，你们放心，我会带她回宗门，这筑基丹是答谢你们相告。两女闻言大喜，收下筑基丹，接连给徐骁磕头，给两女叮嘱了一番不要外传后，两女恭敬退走。这时徐骁起身喃喃笑道，好久没出宗门了，这一趟正好出去转转，说不定运气好遇到气运之女，还能捞一笔。3日后，玄魔宗才去金石城接亲，不着急，眼中略有思索，他祭出中品法器流星剑，脚踩飞剑御空而起，直奔虎啸城飞去。紫来商行3楼一处幽香精美的包间，掌柜紫韵舞动妖娆的身躯，笑着走了进来。对方穿着那件紫纱长裙，裙下双腿若隐若现，傲人身材动人，散发浓浓魅力，眨了眨勾人的媚眼，缓缓走到了徐骁身边，给其倒了杯茶。呵呵，徐长老这次又来购置什么？徐长老放心，只要您说得出来，小店定不会让徐长老失望。紫韵悠悠坐在了徐骁旁边，他盯着这个道貌岸然的帅老头，眼里隐含丝丝异色。自从徐骁给他送了一件法钗后，他就知道对方还会来找他，凭他的魅力，不用想的是。徐骁直言道，紫掌柜，我这次是为购置一批术法符箓，要高品质的。术法符箓其中刻有术法，一经激活会释放一次性法术，是修士护身对敌的良好帮手。但高品质符箓十分稀有，一般是宗门长辈给予那些年轻天骄的护身之物。紫韵俏眉一挑，媚眼微亮道，不知徐长老要多高的品质？元婴期符箓有吗？徐骁笑道，元婴期符箓释放后能有元婴期修士一击的威力，对付元婴期修士虽然没什么大用，但对元婴期以下的修士是个巨大威慑。当然这对现在的徐骁也没什么用，他看中的是赠送元婴期符箓后返还的化神期符箓，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炼虚期符箓。这次前往金石城带回他的气运之女，自然要准备充分些。元婴期，紫韵听言神色一动，呵呵笑道，徐长老，那您可来对地方了。整个虎啸城只有我紫来商行拥有元婴期修士符箓，而且这种顶级符箓还没多少货，市场在售的符箓最高就是元婴期，这一点双方都知道。徐骁道，不知贵行有多少张？紫韵心里略有兴奋道，还有9张，5张引雷符，2张地火符，2张冰剑符。徐长老，我紫来商行这些符箓都是化神期修士辛苦炼制，品质绝对上佳，给您的小辈留着，说不定关键时候能救他们一命。徐骁点了点头道，多少灵石一张？不贵，20上品灵石而已。是不太贵，既然这样就都买了吧。紫韵一听顿时面庞大喜，这老头出手当真是阔绰啊，连个价都不还，今日大赚一笔。不多时，紫韵恭敬地带着9张符箓走了进来。灵石现场交割，对方主动给徐骁打了个折，一共只要160上品灵石。收好这些符箓后，徐骁老眼微动，从空间库取出3张引雷符，看着这位妖娆的 A 级气运之女，他抚须笑道，紫掌柜，自从上次一别，我发现紫掌柜与我十分有缘，老道我寿元无多，这些符箓应用不完，我看紫掌柜还未到元婴境，这3张元婴期引雷符就送给紫掌柜防身，结个善缘。徐骁心里有底，对方商行修士看中灵石，不可能拒绝，送我3张。紫韵震惊地看向徐骁，这个老头为了追他还真舍得啊！3张引雷符，那可是60枚上品灵石，这放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笔巨款。这一刻，他突然发现缥缈宗这位内门长老为何雷劫失败了，心思都用在这上面，不失败才怪呢。呵呵，紫韵立即接过徐骁手中3张引雷符，这样的好事他打死都不会拒绝。徐长老，您可真是太阔绰了，
紫韵收好3张引雷符，翩翩起身走到了徐骁近前，抱住对方。悠悠香风吹来，徐长老，像您这样的人可不多见。紫韵叹道，徐长老即便老了都这样帅，若是年轻的时候肯定迷倒一众女修吧。还好有一点点帅。徐骁轻笑一声，关系越近日后越好赠送，若是徐长老还年轻的话就好了。紫韵娇媚的面容带着一抹笑容，现在徐长老老了，寿元无多，不然妾身都想做徐长老的道侣了。他心里也有盘算，对方这么送，他若再没表示就显得太不懂礼仪了。徐长老贵为缥缈宗长老，千年来定是积攒了无数灵石才这么阔气。虽然两人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但得将对方稳稳留在紫来商行花灵石。而且徐长老虽然老，但真的帅，这是一种特殊气质。徐长老，下次一定要来我紫来商行哦。紫韵面上红霞妩媚，也不多言。徐骁笑道，有紫掌柜这般佳人在，老道我自然不会去别家。关系长进，下次赠送应该就更顺理成章了，又多一个稳定的双赢对象。恭喜宿主赠送3张元婴期引雷符成功，返还3张化神期紫霄雷符。紫霄雷符激活后对敌人释放紫霄天雷，威力等同于化神9重修士1级。第2日午时，金石城，其位于东来国北部，距离缥缈宗近1000里地，也不算远。徐骁悠悠御剑下，1-2个时辰便到了金石城外。空间库放着3张化神9重威力的紫霄雷符，安危无忧。更何况他现在南明离火剑与地火大道契合，本身战力就不输从前。金石城城池庞大，其内车水马龙，热闹繁华。一处气派府宅外，2名身穿黑衣的玄魔宗弟子拦住了徐骁去路。老头，不想死就滚远些，现在灵府被我玄魔宗接管，不许任何人靠近。两人面容凶神恶煞，看着前方徐骁，散发出结丹初期气势。这都是玄魔宗精英弟子，同样修为的弟子，他们来了7、8人，还有1名长老带队，为的就是确保2日后少主能娶到邻家小姐。徐骁看着这2个目中无人的玄魔宗弟子，老眼中闪过阵阵惊讶。现在玄魔宗的人都这么嚣张了吗？看什么看？再看，把你这双眼珠子挖出来！老不死的，半只脚都进棺材了吧？还不快滚！2名玄魔宗弟子趾高气昂，看着身形老迈的徐骁，嘴里没一句话是客气的。他们玄魔宗在附近城池称霸，就连东来国都拿他们没办法。后面还有魔宗靠山，可以说玄魔宗这个3流门派在金石城附近嚣张至极。还不滚！我看你这老不死的是欠收拾。其中1名玄魔宗弟子飞身而来，眼看着就要将徐骁老迈的身躯踢飞出去。后者面色一沉，霎时间一团红黄火光出现，噗的一声就朝那玄魔宗弟子飞去。带拳头大小的火光沾上那魔门弟子，顿时火焰急速蔓延。这玄魔宗弟子大惊失色，极力扑火，但这红黄火焰就如复古之躯，怎么扑都扑不灭，甚至烧得还越来越旺。啊，老头，你到底是谁？快停手！这玄魔宗弟子已经变成一个火人，烈焰熊熊燃烧，他惊恐哀嚎。另一个玄魔宗弟子见此面色大变，上前赶紧帮忙，但于事无补。不过时息，这身中地火的玄魔宗弟子就被烧成一堆黑灰落下。你是谁？剩下那玄魔宗弟子满脸惊恐地看着徐骁，这个白发老头似乎也只有结丹境界，但实力怎么如此恐怖？这等恐怖的火焰术法，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刚才怎么不问呢？徐骁摇了摇头，眼含冷光道，看来近些年没有敲打你们魔门，让你们产生了天下无敌的幻觉，我缥缈宗也该出手治治你们了。当那玄魔宗弟子听到缥缈宗3个字，顿时满眼惊色。缥缈宗？对方竟是缥缈宗的人。缥缈宗不是一向不问世事吗？难不成就为了那个无足轻重的外门弟子，要与他玄魔宗为敌？但他已来不及深想，红黄炙热的地火已经在他身上蔓延。怀着极具惊恐与嘶声哀嚎，这玄魔宗弟子步了后尘，同样被烧成了一地黑灰。抬脚，砰的一声巨响，林家大门被徐骁老迈的身躯一脚踢开。入内，正院中正坐着几个吃肉喝酒的玄魔宗弟子，府中下人丫鬟在一旁服侍，皆面色惶恐，唯唯诺诺。你怎么进来的？外面的人没拦你？几名玄魔宗弟子看见徐骁面色一变，这么老的一个老头怎么就进来了？2个师弟是吃干饭的吗？老头子，说你呢？你怎么进来的？不知道这灵府被我玄魔宗接管了吗？几名弟子起身，面色不善朝徐骁走来。其中带头那人有着结丹后期修为，正凶神恶煞看向前面老头。对方一个回答不好，他就准备当场打了这老家伙。但还没等几人反应过来，徐骁单手一动，南明离火剑猛然祭出，
化为一抹流星朝几人杀去。他作为缥缈宗太上长老积雪的徒弟，这一辈子同样嚣张惯了。这些玄魔宗门人，他很不爽。这已经和灵烟没多大关系了，不爽就杀。还没等这些玄魔宗反应过来，就见如火红流星般的南明离火剑在正院来回穿梭，只1-2个呼吸就将这些魔门弟子胸口各个洞穿。速度之快，威力之猛，即便他们有护身法器保护，也丝毫挡不住被地火加持的南明离火剑。这是元婴9重的威力。噗！一众魔门弟子捂着烈焰燃烧的胸口，大吐一口鲜血。他们陆续倒地，惊恐地看着前方老人。你是谁？胸口烈焰开始蔓延，这些魔门弟子在无尽的惊恐和绝望中纷纷被烧成黑灰。都给你们说了，先问。徐骁收回宝剑，笑着摇了摇头。虽然先问，他还是会杀。炙热的温度和惨死的玄魔宗门人将附近那些下人丫鬟吓得肝胆俱战，他们疯狂大叫，拼命飞逃。杀人了，杀人了！这时，前方大堂内4道身影被惊动而出，其中一名黑袍老者，一名中年男子，一名美妇人和身穿白裙的灵烟儿。当灵烟儿看清门外徐骁的面容，青春俏美的面庞瞬间呆滞。徐长老，徐长老来了！他石化在原地，瞬间他想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定是师姐给徐长老说了他的事。这一刻，他内心激动无比，似乎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不顾旁边的黑袍男子，径直跑向徐骁。徐长老，对方之前慈和温暖的笑容在他心中无限回放。这一刻，他泪水夺眶而出。他在缥缈宗本没有亲人，但现在徐长老就是他的亲人。徐长老来救他来了。呵呵，林小友，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徐骁看着身旁抓着自己手臂哭成泪人的灵烟儿，摸了摸他的脑袋，慈和道：跟我走吧，回到宗门好好修炼，没有人敢来欺负你。灵烟儿紧紧抓住对方的手，他终于得救了。前面的中年男子和美妇人看着徐骁，两人眼含光亮。这徐长老，对方肯定是缥缈宗的长老，缥缈宗来救烟了。而旁边的黑袍老者看着地上一个个被烧成灰烬的玄魔宗弟子，阴冷狠辣的老脸顿时一沉。随后一股元婴气的庞大气势陡然出现，顷刻将徐骁笼罩。阁下真是好大的胆子，敢杀我玄魔宗弟子！难道阁下就没想到这样做的后果？就算阁下是元婴修士，此生也难逃我玄魔宗的追杀。黑袍老者眼神如老鹰般凶狠阴厉，他看着徐骁，一身元婴6重的庞大气势倾泻而出，顿时整个灵府笼罩在对方这超绝恐怖的元婴气场中。附近躲藏的那些凡人家丁只被这威压笼罩，无一不当场晕厥，身受重伤。旁边中年男子和美妇人吓得连连惊退，他们只是结丹期的修士，在这黑袍老者倾泻而出的恐怖威压下，面色一度惨白，眼里满是惊诧。殷长老，请息怒，当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中年男子连忙大喊，他心里恐惧。元婴6重的殷长老可是玄魔宗手握实权的资深长老，对方修为高深，玄魔诀练得出神入化，真打起来，对面这个缥缈宗的慈和长老恐怕不是对手。因为他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元婴气场，搞不好这位徐长老只是资历高实力低的外门长老。误会！殷长老眼中杀气满布，咄咄逼人道：没有什么误会，我玄魔宗弟子死了8人，这老道已犯了死罪。缥缈宗一个沽名钓誉的古朽宗门，传言倒是很神秘，我倒要看看是不是徒有虚名。他怒火与蔑视交加，看向似乎只有结丹期的徐骁，以动杀心。对方一人前来，因只是缥缈宗外门长老，杀了他玄魔宗8位结丹弟子，就是杀了这老道缥缈宗都不占理。找死！双手大动，顿时一股黑煞之气自殷长老手中生出，黑煞之气在其头顶盘旋一圈，化为一张巨大的鬼脸，猛地就朝徐骁飞去。杀我玄魔宗弟子者，杀！黑色鬼脸带着恐怖至极的威势，血盆大口有半张脸那般大，似乎要将徐骁一口吞下。后者老迈的面庞带着一丝厌恶。魔门众人看来都是一群魔功练傻了的纯比2只老迈枯槁的手掌微微一抬，红黄色的烈焰自虚空而生，2团拳头大的烈焰一经出现，恐怖超绝的热浪滚滚来袭，似乎要将空气都融化。烈焰化为2只火凤，冲上前，噗的一声撞在恐怖鬼脸之上，滋吱吱的燃烧声此起彼伏。不到2息，对方这一招鬼脸吞噬就被徐骁的烈焰烧得干干净净，毫无残留。前方殷长老面色大动，阴辣的双眼带着丝丝震惊。其身后的中年男子2人同样吃惊地看向徐骁这位长老，虽然似乎未到元婴境，但这一手火术当真强得可怕。
难道这就是缥缈宗的底蕴？吃啦！众人刚反应过来，还沉浸在震惊中时，徐骁剑指一动，一道火焰流星冲天而起，火焰流星随即俯冲而下，直朝那鹰长老胸口袭去。缥缈宗老头，勿要小瞧我玄魔宗！鹰长老面色大怒，一面金铁圆盾从其胸口飞出，圆盾流金裹身，一经祭出，化为一面金刚光墙，护卫在他身前。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上品法器金光盾，在他元婴6重的实力下，防御力可谓惊人，没有任何法剑能击碎他金光盾的防御。砰！南明离火剑撞上金刚光墙，爆发出一股惊天气浪。林烟儿和中年男子几人被这气浪震得连连后退，险些站不住身形。元婴期修士的战斗果然可怕。咔嚓！金刚光墙在南明离火剑的冲击下，一道道裂纹从插入的剑间迸发，其剑身包裹的红黄烈焰痴痴将光盾烧得光滑暗淡。这一幕看在鹰长老眼里，让他极为震撼，甚至只觉不可思议。砰！南明离火剑作为法宝，其超强的剑身带着炙热的烈焰，片刻就将那金光盾幻化的金刚光强击得粉碎。这还是在徐骁结丹一重实力下所蕴含的威力，若是达到元婴，南明离火剑和地火将更强。不可能！鹰长老阴沉的双眼大为震动，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南明离火剑撞上金光盾本体，砰的一声就将这流金元盾击得4分5裂。紧接着于是不减，只听嗖的一声，宝剑以快到惊人的速度径直穿过鹰长老那干瘪的胸膛。对方的御剑术速度太快，他连施展其他术法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一剑穿透，烈焰灼身。你！鹰长老捂着胸口，恐惧的神色在老脸蔓延。他打死也没想过，一个普普通通的结丹老头竟能使出这般强大的攻击。他那无坚不摧的金光盾竟连一击都挡不住，胸口红黄的烈焰滚滚燃烧，大有焚身之势。但他已身受重伤，灵力消散，根本无力再压制这恐怖的烈焰。你这是在自寻死路！老贼，我玄魔宗不会放过你的！啊！烈焰顷刻覆盖鹰长老全身，对方在无尽的惊恐和绝望咆哮下被烧成一坨焦炭，死的不能再死。收回南明离火剑，徐骁摸了摸帅气的山羊胡，看了看前后面色惨白的林家一众，微微笑道：“老道徐骁，缥缈宗内门长老，来此是为接灵烟回宗门修炼，不知哪位是林家家主？”风轻云淡，刚杀完玄魔宗一众门徒的徐骁，这时就像一个普通老头，人畜无害。锦衣中年反应过来，面色惨白，颤抖的迈腿过来。他来到徐骁身前，仍有些惶恐的抱拳拜道：“参见徐长老，我是林家林大栋，林烟的父亲。”旁边身穿宫装、身形曼妙的美妇人也颤抖地走了过来。她面容姣好，30多岁的模样，身上散发一股少妇的成熟韵味。两人心中震惊非凡，这位徐骁长老竟还是内门长老。烟儿，都认识缥缈宗内山的长老了。林烟看着徐骁，俏眉水亮的眼神满是崇拜和敬仰。徐长老太强大了。这时林家正院外一名身穿金袍的中年胖子惊慌地跑了进来。当他看到被烧成黑灰的玄魔宗弟子，还有那已成为木炭的鹰长老，油腻肥胖的面庞唰的一下惨白，满脸恐惧，朝林大栋道：“林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鹰长老他们怎么变成这样了？”他是金石城城主金浩，这桩婚事就是他过手经办。现在玄魔宗李九叶少主还没来结亲，玄魔宗的人就全死了，他都要被吓得晕厥了。小半刻钟后，林烟将徐骁详细介绍给了3人。林大栋、金浩3人听言面色大变。缥缈宗资格崇高的内门长老，还是缥缈宗掌门的师兄，还是缥缈宗至高无上太上长老的徒弟？林大栋、金浩几人一时震撼的无以复加。面前这位仙风道骨、外貌飘然如仙的白发老人，在缥缈宗竟有这般高的地位。那林烟儿一个普普通通的外门弟子，又是如何与这位内门长老认识的？林大栋夫妇既震惊又惊喜，金石城主金浩却是震惊又恐惧。玄魔宗李九叶看上林家林烟儿，是他说的没？现在缥缈宗这位地位崇高的长老来要人，还杀了鹰长老一众，他2日后可如何向李九叶少主交代啊？几人站在院子内，徐骁看了眼旁边林烟儿，和善笑道：“林小兄弟，你家烟儿与老道我有缘，我看他乖巧伶俐，有心栽培。此番老道是带他回缥缈宗修炼，玄魔宗的婚事就作罢吧。”林大栋夫妇内心激动，这样一位缥缈宗前辈看中烟儿，烟儿日后在缥缈宗前途无量。是。林大栋激动道：“一切听徐长老的，长老，烟儿日后就劳烦长老了。”而金浩却满脸苦涩，惶恐在徐骁旁拜道：“徐长老啊，这门亲是玄魔宗那边可下了通牒，无论如何都要娶林家小姐为妻。
林贤弟，你当初可也是同意了的，出尔反尔，玄魔宗肯定不干啊。林大栋看着金浩，浓眉微皱。他的确同意，但那是畏惧玄魔宗的淫威，他不想自己的女儿嫁给李九叶那般混蛋。这段时间他早有打听，玄魔宗少主李九叶光是妾室就不下10个，是个妥妥的淫贼败类。一儿去了玄魔宗，后果不堪设想。徐骁看向金浩，老眼带着一抹威力，指道：金城主，你擅自为我缥缈宗弟子安排婚事，不追究你的责任，已是老道我大度了。去吧，自己去找玄魔宗退婚，就说灵烟儿要回我缥缈宗修炼。金浩面色再次惨白，他只有元婴一重修为，殷长老一众也惨死在金石城，再去玄魔宗退婚，不是要他的命吗？徐长老，金浩扑通一声跪在了徐骁面前，满脸哀求：长老啊，您打杀了殷长老他们，我可如何能去玄魔宗？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长老，其实我也不想做这个媒，但奈何林家小姐漂亮，那李九叶看见一次就记在心上，一直对我威逼利诱，请长老为我金石城做主，以缥缈宗的名义去玄魔宗退婚吧。对方能击杀殷长老，修为定然高深，又是缥缈宗地位崇高的内门长老，与玄魔宗相比，他更不敢得罪这位徐骁长老。徐骁看着这个油腻胖子，老眼带着微微嫌弃，这种人也能坐上金石城城主之位，果然哪里都有潜规则。林大栋夫妇同样眉头紧皱，若是不顺利退婚，那些玄魔宗门人找上门来见殷长老被杀，金石城不好过。徐骁思索间，系统的声音突然出现，检测到气运之敌李九叶，身份玄魔宗少主，颁布任务，击杀气运之敌李九叶，任务奖励下一次赠送必定1000倍暴击。任务，徐骁老眼一动，其中光芒闪过，这万倍返还系统竟还有个斩杀气运之敌的任务，这不妥妥系统送福利吗？玄魔宗李九叶，挺好，顺手宰了再走。轻咳一声，徐骁语气微言道：既然金城主都这么说了，老道我就帮人帮到底，帮你们处理那李九叶的事。说说吧，玄魔宗现在是个什么情况？金浩、林大栋三人一听，顿时心里松了口气，不愧是名门正派，正道魁首，缥缈宗果然有底蕴有担当。灵烟见此更是受宠若惊，徐长老太好了，对他真是太好了，他这一辈子都无法报答徐长老的恩情。金浩连忙道：徐长老，是这样的，2日后玄魔宗少主李九叶将带着玄魔宗接亲队的人来接亲，到时候徐长老出面，以缥缈宗的名义解除婚约就行。凭徐长老在缥缈宗的资历，李九叶肯定有所顾忌，不敢不从。这样一来，我金石城也没事了，林家小姐也能顺利回缥缈宗修炼。金浩心里激动，缥缈宗内门长老为他金石城说话，玄魔宗应不敢不从。徐骁略微点了点头，之后他徐徐道：那这2日。金浩连忙抢答：这2日就请徐长老入住我城主府，我城主府将以最高贵格礼仪接待徐长老。也好，就等那个李九叶来吧。2日时间匆匆而过，期间金浩在城主府极尽招待，美食美酒层出不穷。缥缈宗超然物外，现在徐骁的身份就是东来国皇帝来了，都得上前行礼。清晨，金石城外2里地，一大队人马踏剑飞来，落地后，他们从储物袋找出一辆辆精致装扮的傀儡马车，马车披着龙凤红披，四周玄魔宗弟子也一身红衣跟随。最前方马车盘坐着一名身穿大红披风的阴柔青年，青年胸前戴着红花，一身新郎官打扮，其眼神既有渴望又有金光。一想到灵烟那清纯俏美的面容，就恨不得今晚立即入洞房。他是玄魔宗少主李九叶。清了清嗓子，李九叶大笑道：三阴长老，少主。3名开路长老高声长喝：五旗先锋在，少主。5名黑衣先锋大笑回应：座前弟子在，少主。周围数十精英弟子拱手一拜。李九叶眼露金光，大笑道：今日少主我娶亲，你们都打起精神来，不管那灵烟同不同意，今天咱们都要将其带回宗门，就地拜堂。是，少主。众人高声大呼，眼里带着十足兴奋。少主娶亲，他们又能得到一大笔资源奖励。金石城灵烟今日就是喊破喉咙，都得乖乖跟少主回宗，共进洞房。金石城城门前，金浩带着金石城官员和林家一众已在城门口迎候。不多时，前方玄魔宗接亲队到来，还没看清人影，金浩、林大栋等人就觉一股恐怖超然的元音威压铺天盖地而来，四周灵力滚滚震荡，气浪呼啸声此起彼伏。玄魔宗接亲队刚到金石城，一众元婴修士就威压外放，
将前方一众迎接之人笼罩其中。这是玄魔宗接亲队的下马威，出动如此多门派高手，为的就是确保少主取的娇妻。金浩林大洞一众咽了咽口水，面色略有苍白。太强了！玄魔宗这次接亲队，就连元婴9中的强者气息都有好几个。他们一众金石城官员额头生汗，眼里恐惧闪动。玄魔宗随意派出的一支迎亲队，实力远远超出他金石城，不愧是魔门大宗。金石城众人被前方过来的玄魔宗门人彻底震撼。缥缈宗只来了徐长老，这个亲恐怕也不是那么好退啊。恭迎玄魔宗李少主。哈哈，几日不见，少主气色更甚，快请快请。接亲队临近，城主金浩满脸陪笑上前相迎。他虽面带笑容，但内心带着浓浓担忧。四周元婴威压压的他喘不过气，甚至他现在连退亲的事说都不敢说，更不敢说殷长老几人被徐长老杀死的事。李九叶哼笑一声，对金浩简单的挥了挥手。当他看见前方站在林大洞夫妇身旁的林烟，顿时眉眼大睁，其内金光闪动。对方身穿一身素白长裙，身姿挺翘，清纯动人，纤细窈窕的身躯如杨枝青柳，亭亭玉立，白皙俏美的面容散发无尽的青春美丽，如出水青莲，动人心魄。雪白光滑的皮肤细腻生辉，修长的脖颈优雅迷人，些许微风吹动，一头黑发翩翩舞动，有着少女独有的风姿。惊叹对方容貌过后，李九叶上前一步跳下马车，之后在一众玄魔宗门人簇拥下，双手背负，冷声责问：金浩，怎么回事？都跟你说了，本少主今日来接亲，你就这样安排林家小姐？凤冠霞帔呢？难道你就让林家小姐穿成这样与本少主回宗拜堂成亲？轰隆！李九叶元婴期气势如洪水般倾泻，附近玄魔宗宗门人见少主不满，一个个彻底将元婴气势外放，压迫四周。金石城这边众人面色一变，感受如洪水猛兽般的元婴威压，一个个挡不住连连后退，就连林烟都俏脸惨白，紧紧抓着自己娘亲。少主息怒！金浩连忙跑到李九叶身边，一脸苦涩，他肥胖的身躯微微颤抖，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他现在被一众玄魔宗人包围，完全不敢说退婚的事。徐长老，您快出来吧。金浩，看来你小子不想在金石城混了，还不赶紧带林小姐回去，换好衣服重新带来。李九叶怒喝一声，阴柔的双眼闪动道道怒火。若不是前方林烟的美貌让他心里满意，他都懒得和这金浩多说，直接暴打一顿。没听见少主的话，还不快去！三阴长老、五旗先锋怒目圆睁，一个个面色不善看向金浩，似乎对方一个不愿就会彻底爆发。这把金浩吓得瑟瑟发抖，心里叫苦不已。前边林大洞等一众金石城人员也满心担忧。玄魔宗有备而来，徐长老不知能不能成功将这门婚事退了。就在金浩进退两难之际，一道苍老的笑声从一旁马车传来，紧接着一名身穿灰衣、须发皆白的老者缓缓走出车厢，下了马车。李九叶、林烟老夫要带走，这门婚事就作罢吧。当徐骁走到众人之前，金浩林大洞一行才彻底松了口气。有缥缈宗这位内门长老给他们站台，他们才有面对玄魔宗说不的底气。什么？李九叶一听这白发老头所言，顿时面容大动，一双阴沉狭长的双眼充满惊怒。你这个老头是谁？这里轮得到你说话？李九叶一把推开面前的金浩，带着满腔怒意上前责问。后面一众玄魔宗门人跟随，气势之盛，威压之强，再次让金石城众人面色大变。哈哈，老夫徐骁，缥缈宗内门长老。林烟是我缥缈宗门人，这桩婚事我缥缈宗不同意。徐骁冷声开口，老眼带着一丝戏谑，一丝轻蔑缥缈宗内门长老。徐骁的话就如晴天霹雳，直击玄魔宗每一个人心头。缥缈宗的人来了！李九叶一众心绪狂震不止，还是缥缈宗内门长老。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会惊动缥缈宗内门长老，先是十足震惊，李九叶他们有些愣神，但感受这白发老者似乎只有结丹期修为，一个个玄魔宗门人再次怒目相视。一个小小结丹老头敢说自己是缥缈宗内门长老，吹牛皮都不打草稿。金石城竟敢不遵从他玄魔宗命令，还招人假扮缥缈宗长老退婚，找死！老头，一把年纪敢冒充缥缈宗长老，看你是活腻了。一名粗鲁大汉看着挡在人前的徐骁，顿时飞身上前就欲将之打杀。他是火旗先锋元婴三重，金石城明显不愿放人，他准备杀鸡儆猴。粗鲁大汉变出一把法器长刀，对着徐骁脑门就是一刀砍下。元婴灵力大放，长刀光滑闪动，这一刀威力惊天。轰！刹那间，一柄火红神剑
飞射而出。南明离火箭带着无尽威能，直冲长刀中断而去。砰当，长刀撞上神剑，顿时将之击断，紧接着击碎火旗先锋2道护身法器，直接将之爆了头。红黄火焰开始在断刀和火旗先锋2处燃烧，不足3息，断刀就在烈焰中化为一滩金枝铁水，而火旗先锋那无头尸体被烈焰烧成黑炭，惨不忍睹。这一幕发生的太快，快到双方众人都没反应过来。当火旗先锋焦黑的身躯噗的一声倒下后，众人才不可思议看向徐骁，倒吸一口凉气，眼里带着浓浓震惊。李九叶不可思议看着前面这位暮年老人，他确定了，刚才对方释放的灵力明明只有结丹期还是前期，但使用这火红飞剑竟连元婴修士都不可挡，而且对方竟敢杀他玄魔宗的人。震惊化为极致愤怒，李九叶双目充血，满眼杀气看向前方老人。四周玄魔宗一众也被徐骁这雷霆手段震撼住了。火旗先锋元婴3重，又有数件法器防身，就这么轻易被对方斩杀，难以置信。而金浩林大洞这边，一众金石城人员吓得面色惨白，神情充满惊恐。徐长老怎么突然就开始杀人了？不是说好只退婚的吗？林大洞夫妇将灵烟护在身后，他们面色同样震惊。徐长老如此年迈，看上去也是和和气气的，怎么一遇到玄魔宗人就像变了个人般恐怖？这样一来，事情再无转机，他们将会迎接玄魔宗无尽的报复。甚至林大洞这一刻已经有了跑路的打算，若是双方一旦谈崩，他准备立即带着妻子女儿跑路，躲起来隐姓埋名。缥缈宗和玄魔宗的战事若因灵烟而起，他林家一个卖灵茶的铁定死无葬身之地。徐骁悠悠收回神剑，看着前方不敢再动的一行玄魔宗门人，老脸微微一笑，敢对我缥缈宗内门长老动手？李九叶，你知道这般做会让你玄魔宗覆灭吗？声音虽老迈，但其中包含不怒自威的气势。古老宗门的底蕴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无敌自信。你当真是缥缈宗内门长老？李九叶面色微白，一开始他本还不信，但见到这结丹老头施展的那柄神剑之后，心里动摇了。那自带火光的神剑至少是攻击力极强的绝品法剑，甚至还是绝品法剑中的佼佼者，不然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对方一个小小结丹老头能斩杀火旗先锋。突然李九叶想到什么，面色一变，眼生厉色道：殷长老呢？你们将殷长老如何了？心里猛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但他不敢在徐骁面前太过放肆，毕竟缥缈宗正道魁首的名头可不是浪得虚名。徐骁无所谓道：那老家伙对我不敬，已经全部死了。什么？玄魔宗一众人面色在变，殷长老一众也死在了这老头手下。可恶，老头，你欺人太甚！李九叶怒火攻心，满脸涨红，但他仅存的理智告诉他，不可与缥缈宗的人交恶，对方是缥缈宗内门长老，若是杀了他，玄魔宗无法承受缥缈宗的怒火。这件事务必回去和爹商量。现在他脑子里早已忽略娶灵儿为妾的事，这种小事与缥缈宗比起来不值一提。他想不通，一个缥缈宗内门长老怎会独自来救一个小小外门弟子？想不通，欺人太甚！徐骁哼笑一声：我就欺你又怎样？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又能将我如何？有本事你动手啊！看老夫不一剑刺死你！像你这样的无良纨绔，除了搞女人还会干嘛？真是一坨臭不可闻的垃圾！嘲讽拉满，李九叶可是他的1000倍暴击。老头，安敢如此？李九叶都快被对方的话气炸了。这个老头真是为了灵烟来的，这明明就是来找他玄魔宗的茬啊！老头，你给本少主去死！你杀了我玄魔宗这么多门人，就是缥缈宗找上门，也是我玄魔宗占理。李九叶立即取出一柄上品宝剑，眼看着就要与徐骁拼个你死我活。少主，万要冷静！旁边3阴长老拦住李九叶，他们3人老眼微动，虽然愤怒，但更多的是理智。杀了这老头，那就与缥缈宗彻底结仇了。就算有理，他玄魔宗也会很被动，毕竟2个宗门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徐骁继续嘲讽：还有你们3个老不死的，也不看自己多大岁数了，还纵容这小子乱来。我看你们这一把年纪都活在猪狗身上了吧！轰隆隆，徐骁的话就像惊雷一般，在众人心里炸开。现在不仅仅是玄魔宗的人，就连金石城这边众人都一脸懵逼地看向徐骁徐长老，这到底怎么回事？杀了对方这么多门人，玄魔宗已经很克制了，现在稍微用缥缈宗背景压一压这婚就顺利退了，但对方明显是不打算罢手了，连3阴长老都骂起来了。
金浩、林大栋一众人都快傻了，就连后面的林烟儿都有些发愣，看不懂徐长老的行为。老头，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当真找死！哎呀呀呀！看在缥缈宗的份上，本想饶你一命，但今日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得死。三位黑袍长老被徐骁的话气得面庞扭曲，他们三人乃是玄魔宗顶层三阴长老，掌管宗门内外事务，没想到被一个结丹期老头骂了。不再拦李九叶，三人取出法器道：少主，先杀了这个徐老头，后面的事回宗再说，说不定他也只是缥缈宗外围人士，狐假虎威罢了。李九叶早就气得牙痒痒，一听三位长老所言，取出法剑，招呼一众玄魔宗门人。玄魔宗门人听令，这徐骁老头杀我门人，欺辱我等，立即捉拿，碎尸万段。这些玄魔宗门人听言，一个个眼上凶光。之后，所有人拿出法器，如潮水般朝徐骁杀来。今日这老头必死无疑。金石城这边见此，吓得面无血色，一个个连忙后退，躲开这些玄魔宗门人攻势。他们修为尚弱，可不敢与徐长老共同抵抗。金浩、林大栋等人都已经懵逼到极致了，这到底咋回事？徐长老简直太刚了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对方和玄魔宗有什么深仇大恨。徐老头，受死吧！前面李九叶带着三阴长老开路，身后是一群精英魔修，这阵容就世化神期修士稍不注意都会轻易翻车，更别说这个徐小老头了。哼，愚不可及。徐骁不慌，只微微一笑。他看出这些魔修中三阴长老最强，个个都是元婴九重，就是他用南冥离火剑都有些麻烦，但他早有计划。化神九重紫霄雷符，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一张紫符在手，徐骁稳如泰山，眼里充满期待。看着前方一群魔修，徐骁法力催动系统返还的化神九重紫霄雷符。当符箓被激活的一瞬间，只听一股风雷狂啸之声从紫符中散发，紧接着天地变色，乌云汇聚，一股化神九重的威压从天而降，直朝前方李九叶一众魔修照去。怎么回事？李九叶、三阴长老还有四旗先锋停下进攻脚步，看着天空那一道蓄势待发的光团，一个个面色大变，眼里充满震惊。化神雷霆！该死，怎么会突然出现化神雷霆？是那老头刚才的符箓。三阴长老中最年迈那人反应过来，双眼闪过不可思议之色。对方施展的符箓，难不成还是化神期符箓？撤退，返回宗门。三阴长老感受天空那不可抵挡的力量，连忙大喊，不敢与之硬来，但已经晚了。化神雷霆已将下方众人锁定，瞬息之间，一道巨大的惊雷从天而降，只朝李九叶三阴长老那个方向砸去。雷光闪动，四周弥漫化神期强大的威压。这一刻，金石城众人已吓得瑟瑟发抖。化神，竟然有化神期修士！紫色雷霆粗如巨木，刚一出现就直直击中李九叶和三阴长老。一瞬间，巨大的雷光之力就将三人吞噬。雷霆余波奔涌，四周那些玄魔宗门人没有一人幸免。这可是化神九重一击，即便只是余波，也将四旗先锋一众元婴修士击飞出去。不，雷霆中，三阴长老使用毕生修为苦苦支撑，但面前的李九叶却修为尚低，挡不住这雷霆。在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中，李九叶最后看了眼那白发老头，瞬间灰飞烟灭。甚至在他死的前一刻，他都不明白，他玄魔宗到底哪里得罪了这徐骁，对方就像与他有深仇大恨一般。他想不通，生死道消，灰飞烟灭。化神九重紫霄雷符威力惊人，击杀李九叶后威势不减。雷霆光柱中的三阴长老也在无尽绝望中一一破防，被这一道紫霄神雷击得灰飞烟灭。徐骁老眼金光大动，太强了！这系统返还的紫霄雷符绝对比炼虚修士炼制的化神符箓强得多。系统出品，必属精品。雷霆消散，正中间的李九叶和三阴长老尸骨无存，而四旗先锋一众魔门弟子被雷霆远远击飞出去，周身焦黑，但他们还没死，尚有一口喘息之气。完了，玄魔宗完了！他们看着前方风轻云淡的灰衣老头，心里充斥着绝望与震惊。对方这符箓威力强得可怕，这绝不是简单的化神符箓，甚至他们觉得这有可能是从没听说过的炼虚符箓。但他们已来不及多想，南冥离火剑带着地火之威，一个个将这些魔宗修士斩杀，一个都不放过。几个呼吸时间，足足几十人的接亲队就被徐骁杀了个精光，无一个活人。甚至李九叶被雷劈的连灰灰都不剩了，地火燃烧，迎亲队所有人被烧成黑灰。徐骁上前捡起了地上一个储物袋，这是李九叶的储物袋。
储物袋用特殊鳞片制作，属于储物袋中的顶级，在雷霆中保存了下来。徐骁略微一看，心里惊喜，其中含有上品灵石400多枚，上品法器3件，元婴修士用的化阴丹30多枚。这小子还挺富有的。不多想，他直接扔进了空间库。回到金石城众人前，这些人已被徐骁的雷霆手段震惊得如石雕般呆滞。玄魔宗少主李九叶，还有三阴长老，还有这么多精英弟子，都死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外貌慈和的徐长老竟然如此恐怖。对方修为虽然不高，但拿出的东西竟连化神雷符都有。这难道就是上古宗门缥缈宗的超强底蕴林小友？徐骁笑着对石化的林烟道。林烟面色苍白地走出人群，跪拜在徐骁面前，弟子在。他已经被徐骁的实力完全震撼了。徐长老不愧是掌门的师兄，地位崇高的内门长老，就算雷劫失败，依然拥有毁天灭地的实力，太强了。他心脏狂跳，既激动又兴奋。有徐长老庇护，玄魔宗的人再也不敢来骚扰他了。徐骁笑道：事情解决了，走吧，回宗门。林小友与我有缘，日后在宗门你就做陆大年的记名弟子吧，修炼用的资源老夫负责。林烟听言，俏脸大震。做执法长老的记名弟子，那可是独孤掌门的徒弟啊！徐长老真是对他太好了。感动的泪水再次滑落。他知道在陆长老那里只是挂名，徐长老已将他当作传人看待。弟子多谢长老厚爱。林烟跪着给徐骁磕了3个响头，白皙的额头红肿，他真诚的用力。哈哈。徐骁摆手笑道：都说了与我有缘了，恭喜宿主完成击杀气运之敌任务，获得1次1000倍返还机会，下次赠送必定返还。徐骁老眼微动，从空间库取出1枚元婴期引雷符，10颗筑基丹，10枚上品灵石，拿着吧，这是你拜入陆大年门下的拜师礼，我替他出了。徐骁笑道：元婴期引雷符留好，日后若有危险，可保你一命。林烟看着对方慈和的面庞，泪水根本止不住，颤抖的接过东西，再次给徐骁磕了3个响头。徐长老，日后您让烟儿干什么，烟儿就干什么。烟儿日后只侍奉徐长老一人。后面林大洞金浩那些人又看傻了，徐长老这当真是看中林烟儿，要着重培养了。林家真是太有福气了。林大洞夫妇更是激动得满脸通红。这样强大地位崇高的缥缈宗内门长老看中烟儿，烟儿未来将一步登天。恭喜宿主赠送林烟儿引雷符成功，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炼虚9重9天神雷符。恭喜宿主赠送10颗筑基丹成功，返还10颗运金丹。恭喜宿主赠送10枚上品灵石成功，返还100枚上品灵石。系统声音出现，徐骁满意点头。9天神雷符，果然系统返还了这他闻所未闻的炼虚符箓。有这符箓在手，就相当于拥有炼虚修士绝强一击。金浩神色惶恐上前，在徐骁面前连连拜道：徐长老，我金石小城恐怕麻烦了。听对方说完，徐骁眉宇微动。金浩的意思是玄魔宗死了这般多精英人员，还有掌门之子李九叶，万一玄魔宗知道了消息，定然不会放过他金石城。徐长老一走，他金石城就倒大霉了。徐骁看着震惊惶恐的一众金石城人员，安抚道：无妨，若是玄魔宗找上门来，你们直言这都是我缥缈宗做的，让他们来缥缈宗找我徐骁，一切的后果我缥缈宗承担。他自然不怕。区玄魔宗给缥缈宗提鞋都不配，还敢找上门，真来了完全就是送死。金浩一众听言，才长出了口气，拜谢道：多谢徐长老。林大洞夫妇上前恭敬地拜谢徐骁。后者道：林小友，叶儿甚合我心，老夫有意栽培于他，你们放心，日后在缥缈宗有老夫在，没人会欺负叶儿。两人面色大喜，连忙俯身大拜。有这样的缥缈宗前辈照看叶儿，这是叶儿莫大的机缘。别过众人，徐骁祭出流星剑，准备带林烟儿返回宗门。后者看着踏剑伫立的徐骁，清纯俏美，面庞一红。徐长老邀我与他同乘一剑，真是莫大的荣幸。轻身一跳，林烟儿落在徐骁后面，但由于第一次被人带飞，他有些站不稳，抱住了徐骁后背。徐长老，对不起，我还没遇见飞行过。林烟儿面庞更红，但又不敢放手，老脸微笑，和蔼道：烟儿，抓紧我就是，等你达到结丹期，就可自己御剑飞行了。林烟儿轻轻点了点头。别过众人，带着林烟儿、徐骁御剑返回金石城北地一处山脉间，数十黑色建筑坐落，密密麻麻，其间似有一股黑气涌动。某处宽旷房屋内，
一名身穿黑衣长袍的中年猛然睁开双眼，其内充满金色。不好，魂灯出事了！他身躯化为一抹金红，直奔魂灯室而去。刚入门，就见室内一盏盏明亮的幽蓝魂灯正一个个的熄灭。三阴长老魂灯熄灭，五岐先锋魂灯熄灭。最后，当他看见李九叶的魂灯熄灭后，凶厉的双眼狂睁，其内带着无尽杀意。不，九叶，我的儿啊，到底是谁将你杀死的？我李天霸绝对要将其碎尸万段，为你报仇！他双目充血，满脸惊怒。这么多玄魔宗高手去金石城取亲，竟全军覆没，他要报仇！东来国北境，徐骁带着林烟穿越云层，御空飞行，速度虽然不快，但林烟第一次到这么高的地方，看着下方山川河景，仍有些心悸。他害怕地抱紧徐骁，徐骁飞得很稳，不快，也是为照顾林烟。呵呵，出来一趟，果然收获颇丰。徐骁心里暗自点头，最大的收获除了9天神雷符外，就是上品灵石了。现在他空间库已有550枚上品灵石，日后开销这方面可不用担心。还在李九叶储物袋捞了30多枚化阴丹，这东西10枚上品灵石一个，元婴期能用得起的修士很少，基本上都是偶然得到1枚加速修炼，没人有这个财力能一直使用。检测到气运之敌李天霸，身份玄魔宗掌门，颁布任务，击杀气运之敌李天霸，任务奖励下一次赠送必定万倍暴击。又来任务了。徐骁老迈的身形一顿，眼里升起一抹亮色。万倍暴击，这是个好任务啊！玄魔宗掌门他以前略有听说，似乎是化神修士，很有可能是那个李九叶的爹。老眼闪过一抹思索，徐骁调转箭头，直奔玄魔宗山脉而去。长老，咱们要回去吗？林烟目露疑惑。徐骁笑道：不回去，去另一个地方。哦，好的。林烟点头，长老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不敢多问。徐骁道：咱们现在去玄魔宗，长老我还有件事没做，正好一块做了。玄魔宗，林烟眉眼大动，带着惊讶之色。徐长老刚刚才斩杀了李九叶一众，现在去玄魔宗太危险了。玄魔宗内，愤怒至极的李天霸召集剩下所有长老弟子，齐聚宗门广场。下方黑压压的一片，足足数百人。这些人都是玄魔宗弟子，其中结丹修士众多，元婴修士也不少。这是他玄魔宗的最强战力。玄魔宗弟子听令，你们的少主李九叶死在了金石城，还有三阴长老，还有五岐先锋。这一次，我玄魔宗要荡平金石城，找出杀害他们凶手，为他们报仇。前方高台，李天霸愤怒发声，语气带着极致怒意：报仇！报仇！报仇！下方一众长老弟子听言，皆咆哮回应，同样带着愤怒。区区金石城竟敢对他玄魔宗少主一行动手，简直是不知死活。大军压境，今日就是金石城灭亡之日。虽然金石城那边折损了一部分战力，宗门元气大伤，但这次有掌门亲自带队，那些贼人必死无疑。我们走，去金石城兴师问罪，犯我玄魔宗者必诛之。李天霸高声一呼，整个人化神4众的惊人气势迸发，一时间下方长老门人神情大振，一个个摩拳擦掌，御剑跟随，就欲为李九叶和三阴长老他们报仇雪恨。数百人御剑飞天，玄魔诀施展，天空浓浓黑气升腾，场面壮观惊人。附近修士凡人见状面色大变，玄魔宗出动如此阵势，定是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天空李天霸立于人群之上，其黑袍舞动，周身化神气势大放，四周幽深阴煞的魔气奔涌咆哮，身下黑压压一片修士摇旗助威，就像天降魔神一般，凌驾于大地之上，仿佛天地一切主宰，睥睨天下。金石城，杀！杀！杀！一声声咆哮响动天地，怀着满腔愤怒与仇恨，久久没有停息。这一幕直接将玄魔宗四周那些修士凡人吓得神魂震颤。金石城到底如何得罪这玄魔宗了啊？看这情形，金石城怕不是要遭到灭城之祸，赶紧开溜。这些人明白现在玄魔宗正在气头上，没点眼力劲莫名上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就在李天霸准备起剑加速直奔金石城飞去时，一道老迈的人影突然出现在玄魔宗众人前方。老人脚踏飞剑，一身灰衣在微风中微微浮动，白发白须泛着日光，伴随那股老迈而又出尘的气质，整个人如仙如神。前方何人？竟敢挡我玄魔宗去路，还不快快退下，不然将死无葬身之地。李天霸摆手示意后方一众弟子停下。前方的老人光从气势上这一块就肯定不是寻常人，若不是如此，李天霸还和对方说个屁，早就动手杀了。
徐骁轻笑一声，看着前方那身穿黑袍与李九叶有3分相似的冷厉中年，用老迈的语气道：“你可是玄魔宗掌门李天霸，李九叶的父亲。”李天霸听言顿时一愣，对方知道他儿子李九叶，闪烁凶光的眼神略微思索后，他冷声道：“没错，我就是李天霸。老头，你是不是知道我儿子李九叶的事？若是知道，快说来，到底是谁杀了他？我玄魔宗倾巢而出，定要为我那可怜的儿子报仇。”徐骁心里点了点头，之后一张看似平凡的黑色符箓缓缓从空间库取出，这是炼虚9重9天神雷符。要完成系统这个颇具挑战性的任务，就得用这种大杀器。我乃缥缈宗内门长老徐骁。徐骁老眼带着一抹戏谑道：“李天霸，你儿子前往金石城抢夺我缥缈宗弟子为妾，已严重触犯了我缥缈宗的底线。老夫遵守缥缈宗门规，已将犯我宗门弟子的人消灭。你儿子李九叶就是其中之一。”轰隆隆，徐骁的话仿若9天惊雷，炸响在每一个玄魔宗门人耳边。黑气滚滚中的众人难以置信看向这遇见的老头，眼里充满震惊。缥缈宗，这老头是缥缈宗内门长老，还杀了少主和3阴长老他们。一个个玄魔宗修士惊讶的面色大变。缥缈宗安敢如此？李天霸看着徐骁，双目中怒火已达到极致，就像火山喷发一般，怒气似如实质喷涌。但他反常地克制住了心中怒火。这件事若是涉及到了缥缈宗这般古老神秘的宗门，那么就变得复杂了。正魔两道在盘龙大陆近几千年相安无事，全靠双方默契的克制。没想到区区一个缥缈宗外门弟子，竟会得到缥缈宗如此重视，连内门长老都来了，甚至还出手杀人。徐骁老贼，你缥缈宗不分青红皂白杀我玄魔宗门人，还包括我的儿子，你可知这样做的后果？李天霸似乎感受到对方只有结丹境界，他虽心有疑惑，但仍藐视道：“若是正魔开战，你缥缈宗将承担全部责任。老贼，今日就是杀了你，缥缈宗也说不得什么，全是你的责任。”说罢，他周身涌动化神灵力，已准备出手击杀这老道，为自家儿子报仇。对方区区结丹修为，不可能在缥缈宗有多高的地位。极致的愤怒已经让他忘了对方为何能凭结丹修为斩杀他那么多玄魔宗高手。呵呵，徐骁站于飞剑上，老脸微微一笑，他感受到了对方的杀意，但以卵击石，在炼虚期9重强大一击之下，别说这区化神修为的李天霸，玄魔宗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至于后果，他怕个屁！身为缥缈宗内门长老，这些垃圾魔道能奈他何？玄魔宗，你等强抢我缥缈宗弟子，今日我徐骁就代表缥缈宗消灭你们！说完，黑色符箓灵力灌入本是日光照耀的明亮天空，顷刻间乌云密布，不见丝毫日光。轰隆隆的雷霆奔腾之声响彻天地，威压盖天的惊雷电弧在云层闪烁，似乎随时都会落下。李天霸一众玄魔宗门人被徐骁那嚣张的话语惊怒，但他们感受天空云层的异变，一个个顿时面色惨白，眼含惊恐。这竟是炼虚大修的威压，缥缈宗竟敢派出这种修士出战？不会，不可能！正道门派的炼虚期修士，几千年都没动手了。掌门，不好了！掌门，咱们快撤吧！缥缈宗炼虚期修士，我们不可能是敌手。李天霸附近剩下的宗门长老已经被天空云层的狂雷蓄能吓破了胆，一个个劝说李天霸赶紧脱离雷区，逃命要紧。这已经不是他玄魔宗可以抵挡。老贼，你们缥缈宗犯戒了！李天霸面色十分难看，他感受到天空那奔腾的炼虚电光已将他锁定，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逃了。快收手！这件事我们还可以商量。恐惧、震撼，李天霸认怂了。这浓浓的炼虚威压都不是普通境界的炼虚修士出手，很有可能是炼虚后期的大能。商量？徐骁哼笑一声，商量个屁！老子来就是取你狗命的！小魔道，纵容门人抢我缥缈宗弟子，这不是找死吗？他的话说完，天空雷霆蓄势完毕，轰隆隆，一道如龙兹般的巨大紫雷轰然而下。这一道雷霆比之前那紫霄神雷粗10倍不止，就像天降神光，顷刻间就将前方所有玄魔宗门人罩住。劈头盖脸的轰击而下，粗壮无比的巨型紫雷出现的一瞬间，就将下方整个玄魔宗宗门夷为平地。无数萦绕黑煞的建筑在灭世雷光的洗礼下，轰的一声被巨大的光波彻底摧毁，就连一根木头、一块石头都不剩，纷纷被这9天雷霆轰成粉尘，吹得一干二净。这些玄魔宗门人在这紫白巨雷中
就连一个呼吸都撑不住，身躯纷纷解体，先是四肢，再是脏腑，最后连个渣渣都不剩。修为最高的李天霸，在无尽惊恐和绝望中，凭借化神修为和一身法器支撑了3个呼吸，但也就仅仅只有3个呼吸。时间一过，法器被雷电击成碎末，肉身被雷光彻底分解，最终就如一个渺小的黑点，消失在这巨大雷霆之中。他到底都想不明，这个缥缈宗内门长老徐骁怎么就能施展出这般强大的9天雷霆？这雷霆之力不是炼虚期修士能够施展，这是天地之力。但他没有机会再多想了，肉身消散，神魂俱灭。李天霸与这9天雷霆相比，就如一只渺小的蚂蚁，不堪一击。就连他的法器、储物袋所有物品都承受不住这样强大的雷击，纷纷化为虚无。雷霆灭了玄魔宗所有门人后，仍继续释放其强大的威能，宗门腹地被彻底摧毁，就连这片山脉中数只猛兽都彻底烟消云散，被雷霆轰成碎渣。这就像天降雷劫，只几个呼吸就把玄魔宗所有印记抹除。从今日起，世间再不会有一个叫玄魔宗的宗门，就像从没出现过，没有一丝痕迹。10个呼吸后，9天神雷消散，天空乌云化开，明亮耀眼的阳光再次洒在下方。但之前的玄魔宗门地已变成一片焦黑的赤土，无丝毫生机。我去，这威力大得离谱了吧？徐骁老眼中的惊讶从一开始就没消失过。太强了，这9天神雷符强得可怕。这还是炼虚9重的威力吗？似乎自己那炼虚期的师傅积雪，在这雷霆怒击之下，恐怕都得身受重伤吧。系统太变态了。徐骁轻咳2声，御剑悄悄离开。这么大的动静，估计附近几十里的修士都能察觉。玄魔宗4周，之前附近的修士将雷电轰击的全程看在了眼里，他们此刻面色惨白，目露惊恐，一个个就像石化了般愣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这玄魔宗难不成触怒了天威，被天雷惩罚？太恐怖了，太吓人了！如此强大的9天雷霆，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些结丹期的修士赶忙御剑上前查看，当看到玄魔宗驻地处那一片了无生机的焦黑土地，大家全都傻在了原地。玄魔宗没了。几里地外一处小山坡，一身白裙的灵烟同样傻在了原地。他刚才看见了天空中那一群黑压压的玄魔宗修士，本以为徐长老前往办事可能会碰到麻烦，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天降雷霆，比之前徐长老施展的雷霆术还要强上10倍的巨大雷霆，只一击就将整个玄魔宗门人轰得灰飞烟灭。现在天上一个修士都没了，这不会是徐长老做的吧？林烟心里生出无限担忧，无限愧疚。就因为他的事，徐长老灭了一个宗门，他不敢想象，他认知已经完全不足以理解这样的事了。徐长老是不是对他太好了？好的他自己都有些心虚了。烟儿，走吧，事情办完了，咱们回宗门。徐骁御剑悠悠驶来，街上还有些失神的林烟儿，他回头笑道：玄魔宗做错事，上天已经惩罚他们了，以后这盘龙大陆再没有一个叫玄魔宗的地方。风轻云淡，徐骁面带和蔼笑容，一看就是个慈祥友善的得道高人。多谢徐长老，烟儿这辈子永远都是长老的人。林烟儿咽了咽唾沫，徐长老不愧是掌门的师兄，太强大了。呵呵，不用如此说，你我有缘，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徐骁的话刚说完，系统的声音传来：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击杀气运之敌李天霸，下一次赠送必定万倍暴击。心里满意点头，飞剑悠悠，不急不缓朝缥缈宗行去。离玄魔宗不远的金石城城主府内，金浩正邀林大栋夫妇为上宾，尽情招待2人。虽然林家只是个买卖灵茶的商人，但林烟被缥缈宗内门长老看中，日后林烟必定在缥缈宗前途无量，元婴境界唾手可得。这样一个有实力有背景的家族，金浩万不敢怠慢。林贤弟啊，可万万不要生气，老哥只是被那玄魔宗威胁，才答应那李九叶帮他说媒啊。林贤弟弟妹，日后在这金石城，别说灵茶生意，就是灵丹生意，我城主府也会鼎力支持林家，税收全免。灵丹途径老哥我亲自给贤弟介绍。这杯酒老哥我自罚。自罚。金碧辉煌的大堂内，金浩一个劲的赔罪，唯恐林大栋夫妇不高兴，2人面带笑意，也没打算找金浩麻烦。他们心里是喜悦的，一二得到缥缈宗徐长老庇佑，就是现在才筑基之境都已汇集家族，这样看来林家未来可期。一二真是太有福气了。就在这时，几名金石城守卫慌忙跑进大堂，一见到金浩，
满脸惊慌道：“城主，不好了！外面传来消息，玄魔宗被人灭门了，所有宗门弟子灰飞烟灭，就连掌门李天霸都死在了玄魔宗。现在玄魔宗已荡然无存，就是连块完整的木头都没了。”金浩林大动一听，几人顿时傻眼，惊愣在原地。玄魔宗灭门了？难道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徐骁，想到了缥缈宗？金浩双腿一软，瘫坐在了地上。他看向面色苍白的林大栋，惊恐哭喊道：“贤弟啊，这婚事真不关我的事，贤弟一定要为我在徐长老面前说说好话。你我都是金石城人士，相交多年，哥哥这条命就全靠贤弟了。”缥缈宗山门口，徐骁将林烟放下，自己踏剑飞回了小院。之后他通知陆大年过来，让对方继续收林烟为记名弟子。陆大年一听，表情可谓是十分精彩。师伯又搞这些，但他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连连点头答应。现在连独孤掌门都被师伯攻略，对这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一个小小徒弟哪敢违逆师伯，只得照办。外山女弟子住宿区，当胖瘦两位师姐看见林烟平安归来，两人激动不已。三人回到房内，林烟道：“师姐，这次多亏了你们，徐长老在玄魔宗手里救了我。”他将之前发生的大概给二人讲了一遍，但涉及到灭门玄魔宗的事，他留了个心眼，没敢讲出来。这件事太可怕，他心里也担忧。胖师姐激动道：“师妹，以后在缥缈宗有徐长老罩你，你可一飞冲天了。你知不知道，那个金柳香就是侍奉了徐长老，现在可都是陆长老的记名弟子了。”陆长老啊，我外门执法长老，独孤掌门的徒弟。师妹，你可不要胆怯，好好侍奉徐长老，说不定日后你也能成为陆长老的徒弟。林烟听言，眼眸微动，只点头道：“徐长老已经给他说了，让他做陆长老的记名弟子。”胖师姐继续叮嘱道：“师妹啊，接下来你可千万不能害羞。徐长老虽然老，但听说他年轻时可帅得毁天灭地，就是现在徐长老都老成这样了，我看都比那些年轻弟子帅得多。师妹，徐长老可还有金柳香侍奉，你一定要争取机会多去侍奉徐长老。”寿师姐在一边连连点头，兴奋补充道：“没错，师妹，你这么漂亮，徐长老肯定喜欢你的。金柳香那个绿茶婊，咱们不怕他。”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都快把林烟说懵了。这又是什么情况？两人见林烟还有些懵懂无知，皆是长叹一声：“师妹，看来真的还没有服侍过徐长老，这样一来早晚被金柳香比下去。他们同样得到了徐骁的好处，现在十分希望林烟上位，他们跟着喝汤。”胖师姐叹气之后，赶紧在林烟耳边悄悄将徐长老和金柳香的传言说了一遍。“师姐，这不可能吧？徐长老这么慈和的一个人，他不可能做这些事。”林烟第一反应根本不信，他不信徐长老帮助他是为了这种事，不可能。胖瘦师姐见此再次长叹：“师妹，还是太年轻了。若不是见对方漂亮，徐长老干嘛要送资源，还从玄魔宗手中救下对方？”两人叮嘱道：“师妹，徐长老在门内德高望重，是前辈长老，这些当然不能明着来。那金柳香就是了解徐长老，才这么快突破筑基五重的。师妹，你好好想想吧，徐长老凭什么要帮你？还不是见你漂亮。现在徐长老为你做了这么多事，你若无动于衷，恐怕日后在缥缈宗难混了啊。”两人也没再多说，这些事说一次就行了，最主要的还是要林师妹自己想通。林烟沉默了。徐长老真是这样的人吗？他还是不信，但仔细一想，似乎自己区一个外门弟子，真没有哪一点能被徐长老看中，还送了这么多东西，他心里纠结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声响：“林师妹，听说你回来了，陆长老叫你去拜师。拜师之后，你就是陆长老的记名弟子了。”胖瘦师姐听言，先是一惊，随后大喜，赶紧拉起林烟，将之推出门外入夜。金柳香来到了房间，在徐骁面前行叩拜之礼：“柳香，一段时间不见，资源都用得差不多吧？”徐骁看着对方，老眼微动，摸了摸山羊胡。金柳香恭敬道：“长老，弟子这段时间用的多了些，但进步迅速。因为独孤掌门的关系，他2个月都未过来。”徐骁从空间库取出10枚筑基丹、10枚上品灵石、1张元婴地火符之后，递给对方道：“柳香，这地火符是元婴境界符箓，你在身上放好，留作自保。”金柳香见此大喜，连连在徐骁身前拜谢，放入储物袋后，有些可怜道：“徐长老，弟子想您，但怕独孤掌门。”后者笑叹一声道：“柳香啊，没事了，掌门那边我已经说好，以后啊，他不会管我的事。你资源用完，
过来找我要就是了。金柳香闻言，面庞泛红，眼里满是激动之色。也只有这样，他心里才踏实。随后上前抱住了徐骁，一时香风扑面。恭喜宿主赠送10枚筑基丹成功，触发万倍暴击，返还天地神丹9转乾元丹。恭喜宿主赠送10枚上品灵石成功，返还200枚上品灵石。恭喜宿主赠送元婴帝火符成功，返还2张化神9重赤炎火符。9转乾元丹，天地神丹，应运天地气运而生，服下后逆天改命，化为道体，修炼速度和气运达到顶级。又是天地神丹，太溜了。徐骁查看了一番空间库，拳头大小的9转乾元丹光华闪动，其上9霄之气环绕，泛仙神之光。系统的介绍他大致懂，吃了这个丹药能改变体质和气运，彻底脱胎换骨。他现在正需要这个。这1000年来他拼死拼活修到元婴9重，究其原因还是资质一般，这辈子没有达到化神期的天赋。有这9转乾元丹改变体质气运，再加上地火一道，化神炼虚，唾手可得。第二天早上，两人穿好衣服，徐骁对面生红晕、身躯不适的金柳香道：“柳香，我给你找了个师妹，叫灵烟儿，她现在筑基1重，也与我有缘。你做她的师姐，不要欺负她，要保护她。”金柳香翘眉微皱，嘟了嘟嘴，意味深长笑道：“灵烟儿，我知道了。长老放心，既然灵烟儿是长老看中的人，柳香定会照看好她。”他心里还是有些失落，但徐长老发话，他自会听从。徐骁笑道：“烟儿只是我的普通小辈，柳香，我主要是看中她的天赋。”金柳香听言神情微动，呵呵笑道：“柳香懂，长老放心就好。”一番温存后，他拜谢告辞。这段时间外山传言虽稍微压制，但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在这里待太久。徐骁坐在蒲团前，从空间库取出9转乾元丹，和3000大道丹一样，拳头大小的神丹化为一抹流光进入口中。顿时他只觉自己的身躯和神魂在神丹的作用下一遍遍的洗涤，身躯内的黑色杂质不停溢出皮肤外，最终整个人被一层黑乎乎的粘液包裹。洗了个澡后，徐骁外貌虽仍老迈，但体表闪烁莹莹微光，看上去年轻精神了一点。似有一股特殊的大道气运环绕，他就觉得自己就像重生一般，无论是身躯还是神识，都远不同于之前那副身体，这是大道天资的提升。强，不愧是万倍返还的9转乾元丹。徐骁满意点头，随即服下一枚运金丹，用上品灵石开始修炼。运金丹还有135颗，上品灵石来到了740枚，资源对上，加上9转乾元丹改变的道体加成，他此刻的修炼速度就如坐火箭般，远远超过那些普通天才。姓名：徐骁，年龄1008岁，境界结丹1重，特殊体质地火道体，剩余寿命301年。数日后，整个盘龙大陆震动了。坐落于东来国北境的魔门玄魔宗1日被灭宗之事彻底传开。玄魔宗在盘龙大陆虽只是个三流门派，但也是入了流的，有化神修士坐镇。这样恐怖的灭宗之事，整个盘龙大陆几千年都未发生。没想到现在竟又出现了。一时间，无论正魔大派皆胆战心惊，担忧盘龙大陆未来的处境。好不容易达成的停战协议，这一次弄不好的话，可能彻底撕破。正道4大宗门之一道天门，掌门师兄，玄魔宗被灭宗，看来此事非同寻常啊！我担忧这件事若处理不好，整个大陆将生灵涂炭。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皱眉道：“师弟，知道此事是谁做的吗？”听东来国那边传来的消息，似乎是缥缈宗的一个长老。玄魔宗想强缥缈宗一个外门弟子，惹怒了那名长老。什么？就为了一个外门弟子，把人家宗门都灭了？这长老是谁？也太莽了吧！听说是那个叫徐骁的内门长老。徐骁，不会是积雪那便宜徒弟吧？我听说他不是快死了吗？老年痴呆了。唉，掌门师兄啊，估计就是因为要死了，才无所顾忌。这种人最可怕了，死到临头哪管咱们的死活。这次必须问责缥缈宗，让他们拿出个说法来，不然难平魔宗怒气啊。徐骁，这老蠢蛋，这种事都干得出来。马上给缥缈宗发消息，确认此事。若真是那徐骁做的，缥缈宗务必拉那老蠢蛋出来问责。是，掌门师兄。正道4大宗门，万佛寺。方丈，不好了，玄魔宗被人1日灭门了。金光环绕，似有佛名的大雄宝殿内，一名身穿袈裟的老和尚顿时睁眼，他老眼带着一丝忧虑，凝重道：“圆通，怎么回事？详细说来。”方丈，玄魔宗被缥缈宗灭了，是那个内门长老徐骁的干的。没错，
就是积雪的那个大徒弟。他为何灭玄魔宗？听说是玄魔宗抢了缥缈宗一个外门弟子，惹怒了那徐骁。一个外门弟子？老和尚长眉微动，略微思索后缓缓摇头。因果循环，天地命数，圆通啊！看来盘龙大陆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给缥缈宗发信吧，让他们妥善处理此事。那徐骁老衲略知一二，冲击化神失败，寿元将近，当真无所顾忌啊！希望我佛门能阻住这场灾难。是。方丈。正道四大宗门合欢宗某处幽香四溢的精美厢房内，一名身穿轻纱薄裙的女子轻身盘坐。女子身形高挑动人，轻纱下如白玉般的玲珑身躯有夸张到让人血脉膨胀的完美比例，如瀑黑发光亮幽香，白皙如水蛇般的苗条腰姿光滑平坦，就像最轻柔动人的嫩柳一般盈盈一握。一张绝美到极致的娇媚面庞勾人心魄，如玫瑰中的女王般娇艳欲滴。薄裙下隐隐可见的玉腿修长匀称，娇嫩如水的肌肤如春雪般白的发光，娇小漂亮的玉足精致可爱，像羊脂玉般温润迷人。她身躯散发极致勾人的香味，似乎天下任何男子闻见都会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这是合欢宗掌门玉玲珑。一名身穿黄裙的女子推门入内。师尊，玄魔宗灭门的事调查清楚了。玉玲珑勾人的俏眉一挑，俏笑一声道：是缥缈宗做的。听说是缥缈宗一名叫徐骁的内门长老，玄魔宗抢了一名缥缈宗的外门弟子，惹怒了他。玉玲珑眼眸微转，似有回忆之色闪过。原来是那个大帅哥。他微微笑道：徐骁是积雪的大徒弟，独孤灵的师兄。听说他是积雪收独孤灵时顺便收的一个便宜徒弟，资质一般，就只当是独孤妹妹的陪衬而已。没想到雷劫失败，寿元将近，竟还搞出这么一出。徐骁当年都帅成那样了，也不知现在快老死了，长什么样子。玉玲珑回想几百年前见徐骁的画面，对方那一副惊天容貌，差点没把他看得当场懵掉。黄裙女子眨了眨眼睛道：师尊，现在魔道火气很大，特别是玄魔宗的主子破天魔宗，这事若处理不好，恐怕正魔两道将水火不容。玉玲珑起身扶了扶轻薄粉纱道：妹儿，放心吧，一会我会亲自问独孤灵。前段时间那独孤灵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颗绝品驻颜丹，还在我面前不停炫耀。哼，这小妮子运气真是太好了，真是让人羡慕。黄裙女子弱弱道：师尊，你说正魔会打起来吗？小事而已。玉玲珑看着对方呵呵笑道：就算打起来又怎样，我还巴不得盘龙大陆战火再起，这样又能出几个绝代天骄供我合欢宗弟子修炼。缥缈山小院，这才几天就到结丹二重了。徐骁坐在蒲团，老眼微睁，眼中带着一抹亮色。自从前几天得到9转乾元丹的洗礼，现在他的修炼速度快得让人绝望，区区几天就突破结丹期一重境界。若是让外人知道，恐怕惊讶的下巴掉下来。寻常修士到了结丹期，每突破一重都十分困难，甚至长的上百年时间都有。就是结丹500年寿命内没有达到结丹7重的人，都比比皆是。这几天他还抽空去了一趟紫来商行，补充了一遍赠送库，将筑基丹补充到200枚，下品法器补充到20件。至于中品法器还有4件，上品法器3件，绝品法器2件，元婴符箓4张，化神符箓4张，还收了3枚罕见的中品驻颜丹，花了300上品灵石。这玩意即便只是中品，也贵得离谱。再送了1枚中品驻颜丹后，那让人躁动火热的紫韵又给了点甜头。徐骁十分满意，还返还了1枚上品驻颜丹。这东西送气运之女无往不利，是获得天地神丹的绝佳赠送物品，要早早准备。到达结丹2重后，徐骁走到小院，躺在摇摇椅上喝茶养老。这时远处一抹流光飞来，落地是一身青裙，高贵动人的师妹独孤灵。对方绝美无痕的俏美面颊带着丝丝凝重，走向徐骁，一把就将对方老迈的身躯拽了起来。师兄，你是不是把人家玄魔宗灭门了？独孤灵似乎有些生气，看着徐骁，俏眉微微一皱。师兄一个寿元将近的老头，又掉落筑基期，怎么就能干出这种事？而且还是为了一个外门女弟子，这是最让他生气的点。徐骁见状道：师妹，区区玄魔宗3流门派而已，灭了就灭了，谁叫他们绑架我缥缈宗弟子呢？独孤灵一把抽回手，生气道：师兄，我看你是老毛病又犯了，为了一个灵烟就灭别人一个魔宗，这和他们魔道又有什么区别？而且你这是现在不仅在门内传疯了，就是整个盘龙大陆都知道你做的好事了。师兄啊，你都快老死了，能不能消停一些？独孤灵摇了摇头，今天他的传讯符都快被打爆了，无数正道门派都联系他，
确认这是原委。大家都担心，一个弄不好，可能又将发生镇魔大战。而这件事的导火索，竟是师兄为了一个漂亮女弟子生气。徐骁见对方不高兴，老脸微微一笑，刹那间就从怀中取出一件萦绕丝丝红光的火红发钗。发钗似乎蕴含无尽威能，一经拿出，似有火凤吟唱。这是徐骁的绝品法器9天神凤钗。他早就想好如何让师妹帮自己摆平这事。东西一送，不仅能贿赂师妹，还能再返还，一箭双雕。至于东西怎么来的，早就想好了。独孤灵看见这漂亮凤钗的一刹那，眼眸顿时大亮。绝品法器，他感受到了9天神凤钗内的不凡威能，这是绝品法器才有的威势。师兄，你这东西怎么来的？独孤灵雪白的俏脸微微发红，这么精美的一件绝品发钗，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徐骁不急不缓道：灭了玄魔宗，从他们宝库里发现的师妹啊，这可是他们整个玄魔宗最珍贵的宝物。不过这绝品法器是女人头饰，师兄用着膈应，就送与师妹了。我这辈子只有师妹你一个爱人，不送给你，师兄又能送给谁呢？独孤灵咽了口唾沫，双手颤抖地接过徐骁手里的9天神凤钗，只轻轻注入灵力，顿时一只巨大的火凤冲天而起，飞向云霄，丝丝凤鸣震天，引得外门无数弟子惊讶看去。太强了！独孤灵心里激动，手中不停把玩着这火红凤钗。绝品法器他自己也就只有2件而已，一件是师父积雪赠予的，一件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没想到今日师兄竟赠了他一件绝品法器，还是他最喜欢的类型。师兄，你真是太好了！独孤灵心中的怒气一闪而逝。在这种超级糖衣炮弹的轰炸下，独孤灵几乎没有一点防御力。他很激动，抱住徐骁，动人幽香扑面来。师妹，别太激动了。徐骁笑叹道：师兄，你要是能活到我突破炼虚就好了。独孤灵笑道，心里无比喜悦。得到一件绝品法器，灭个玄魔宗又如何？小事而已。师兄，真是太爱他了。好了好了，说正事吧。徐骁道：师妹啊，玄魔宗是破天魔宗的附属门派，对方若是找上门，就交给你处理了。独孤灵哼笑一声，放心，有师妹在，他们翻不起什么浪花。这时他似乎察觉了什么，好奇道：师兄，你怎么又突破结丹期了？还有，你现在不是都快老死了吗？法器也没了，怎么能将玄魔宗灭门？师兄，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没告诉我？说到这里，独孤灵坐在一旁桌子等待徐骁招供。后者神秘笑道：师妹啊，你师兄虽然渡劫失败，但也不是那些普通修士。哦。独孤灵凤眼微亮，哼笑一声道：我就知道师兄有问题，之前就拿出了一枚绝品驻颜丹，现在又灭了玄魔宗满门。那个玄魔宗掌门好歹也是一个化神期修士。徐骁随口道：前段时间师兄去10万大山游历，偶然发现一座前辈洞府，从里找了几张化神符箓出来。这不，玄魔宗惹上我，就挨了几张化神符箓，灭门了。独孤灵听言，凤眼闪烁微微光亮。化神符箓，这东西可十分少见。师兄你运气也太好了吧？徐骁笑道：一般一般，老来有点运气而已。师妹啊，我这还有几张化神神符，谁要是敢欺负我老迈，死之前师兄也可以拉他垫背。独孤灵道：师兄，有我缥缈宗在，谁敢惹你？师妹我第一个不答应。师兄啊，你就好好在宗门养老，以后就别出去惹事了。之后独孤灵迫不及待的告别，准备回去好好炼化这绝品法器9天神凤钗。有此法器相助，他的实力又进一步。徐骁看着对方离去的倩影，苦笑摇了摇头。恭喜宿主赠送绝品法器9天神凤钗成功，返还法宝须臾五级山。须臾五级山由天地磁石沐浴灵气而生，炼化后可大可小，坚如金铁，其有5岳3山之重，一压之下，神鬼难挡。缥缈宗、玄魔宗灭门的事再次引爆宗门舆论，内门长老徐骁都快老得作画了，竟在死前为了一个小小外门女弟子灭了魔道一个宗。这件事让整个缥缈宗的人彻底破防。徐长老，没想到都要老死了还这么强大，玄魔宗可有化神修士坐镇啊？陆大年领导的执法队已经完全躺平了，不抓人不打人，任由门人议论，因为他们也懵逼了。徐长老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清晨，外门广场上千弟子忍不住惊叹：徐长老也太强了吧，一天就将玄魔宗灭门。到底是谁说徐长老只有筑基实力的？你给老子滚出来！完了完了，这下宗内那些漂亮女弟子可惨了。徐长老这么强，若是硬要潜规则，恐怕独孤掌门都拦不住啊。
为了在玄魔宗手里救下灵烟，徐长老竟干出这种事，这也太猛了吧！这些门人先是震惊徐骁的实力，之后开始吐槽对方那肆无忌惮的老色心。现在为了一个漂亮女弟子可以灭别人宗门，日后见到更漂亮的岂不翻天了？更何况对方都快老死了，更没什么顾忌。徐长老太恐怖了，不过大多数女弟子却眼冒星星。徐长老真是太英勇了，我好喜欢这样的男人，太羡慕林师妹了。徐长老太帅了，为了林师妹直接屠灭一宗，这可是我做梦时候想象的情郎啊！看来徐长老是真的喜欢金柳香和灵烟，为了他们甚至甘愿临死前出手灭玄魔宗。爱了爱了，这样威武的长老要是看上我就好了。最后这句话出自旁边一位扫地的大妈师姐，她的话一说完，附近不论男女齐刷刷看了过去，一个个眼里满是古怪。这位大婶，麻烦你看看自己样子好伐，别人徐长老会看上你。扫地大妈顿时不乐意了，她丢了扫把，双手插着水桶一般的粗腰，瞪着一双铜铃大眼道：我怎么了？说不定别人徐长老就好我这一口。附近的女弟子无语了，男弟子快吐了住宿区。金柳香娇媚的面庞微红，回到房间，其内清纯动人的灵烟正在打坐。师姐，你回来了。金柳香关门，迈动迷人的身躯到灵烟旁坐下，媚眼带着满足笑道：师妹，我可私下劝了你好久了，你就不听，日后等徐长老耐心没了，你可就真正没人管了。灵烟看着对方雪白脖颈的红霞，顿时他知道师姐去了徐长老小院，只低下头不说话。这2天他与金柳香已经熟悉，两人同在陆大年手下做记名弟子，是师姐妹。为了照顾灵烟修行，完成徐长老的嘱托，金柳香几乎天天都和灵烟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两人已被宗门弟子推上风口浪尖，他们都不太敢去宗门广场了。灵烟满脸羞涩：师姐，我还是没考虑好。灵烟心里仍然不能接受，徐长老如此和蔼可亲的一个长辈，绝不会看她漂亮才对她这般好，但一见旁边漂亮动人的师姐，她又犹豫了。不光是师姐这般说，外面所有人都这般说。金柳香笑道：那你就慢慢考虑吧。师妹啊，像徐长老这样的强者，这样的善人可真是不多了，能像徐长老这样心甘情愿拿出资源供我们修行的人几乎没有，也只有徐长老这样寿元将近的人才会如此做，这是我们的机缘。不多说，金柳香打水洗了个澡后开始修行，而且徐长老虽然老，但比那些油腻的师兄师弟帅多了。灵烟红着脸一言不发。午间，3道超绝庞大的气势自西而来，带着无尽威压和愤怒，一道缥缈山门，3人就彻底爆发出化神9重威能，笼罩整个缥缈山。独孤灵，快给我滚出来！你缥缈宗撕破协议，无辜残杀我魔道数千弟子，今日若不给个说法，我破天魔宗绝不罢休。3人立于天空，周身气势磅礴浩然。他们身穿黑衣，中间那人是一名模样刚毅的中年男人，他双眼怒意奔腾，整个人煞气涌动，正是盘龙大陆5大魔宗之一破天魔宗掌门魔极天。魔极天两旁站着2名须发花白的老者，两人怒目而视，盯着缥缈宗下方一众门人，双手背负，眼含凶光。他们是破天魔宗内门长老，同来立威。下面缥缈宗弟子无论内山外山，吓得满脸惊恐，退守建筑之内。完了完了，破天魔宗的人找上门来了！要命的徐长老啊，为了个小蜜，可把咱们缥缈宗害惨了。一众弟子惊恐之际，突然几道化神气息从内山升腾，瞬间4道流光射向半空，停在破天魔宗3人前。前面为首之人是一名高贵灵动的清群女子，其身形修长玲珑，绝美的面容美得让人窒息。青裙下完美的身躯萦绕玉白光晕，抬手行动间带着无尽的贵雅与风姿，一头完美的黑发随微风吹动，在如青柳般的迷人腰前翩翩起舞。此女一出现，天地为之暗淡。其正是缥缈宗掌门独孤灵，在她身后是一名老妇与2位老者，3人身穿素白长袍，是缥缈宗老资格的内门长老。4人同样散发不可匹敌的庞大威势，皆乃化神9重之境。魔极天，你小子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不然惹怒我缥缈宗，你那破天魔宗也别想留了。独孤灵不甘示弱，怒喷回去。他既然收了师兄徐骁的好处，那么这件事就得规规矩矩处理了。你，独孤灵，你们缥缈宗简直欺人太甚！魔极天见对方先灭宗杀人，还这么嚣张跋扈，顿时气得火冒3丈。缥缈宗这也太目中无人了，灭了他破天魔宗手下一个宗门，还这么理直气壮，这孰可忍，审不可忍。欺你又怎样？
独孤灵若水仙般的美丽面容冷笑一声，藐视道：区区一个三流魔宗，竟敢绑架我缥缈宗弟子，还想强迫其为妾。我缥缈宗只是顺手做了那垃圾宗门，替天行道而已。魔极天，今日你若离开，就当无事发生；若敢动手，今日就是你的死期。魔极天听完气得五雷轰顶，一张棱角分明的刚毅面庞都快扭曲了，看着独孤灵，双目喷出火来。哎呀呀呀呀！乳臭未干的小女人，老子今天不讨回个公道，我魔宗还有何脸面存世？给老子去死吧！魔极天猛然动手，顿时10几柄法器魔刀应声而出，漂浮半空，散发恐怖气势。这出现的每一柄法器魔刀都是上品法器，这是破天魔宗的底蕴。雕虫小技！独孤灵轻哼一声，顿时一柄闪烁蓝光的长剑从其胸口飞出。出现的一刹那，四周温度急剧降低，天空飘雪，似乎就连日光都要冻结，四周如万年冰窟。这是独孤灵绝品法器至尊冰魄剑，也是他师父积雪早年的成名法器。小女人，老子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有没有继承积雪的衣钵。轰隆，3柄上品魔刀裹挟浓浓黑气，直奔独孤灵飞来。其上磅礴浩瀚的灵力密布，一经动手，天地变色。砰砰砰！至尊冰魄剑在独孤灵不急不慢的操控下，裹着厚厚寒冰，御空拦截。3柄魔刀刚一触碰冰魄剑身，就被其上附着的至寒灵力冰冻轻松击飞出去。好！下方一众缥缈宗弟子见此神色大喜，不愧是他们的独孤掌门，实力果然超强无比。仅仅一招之下，就能看出独孤掌门的实力远超那魔道中人。太美了，独孤掌门太美了，而且还强。这些垃圾魔宗敢来我缥缈宗捣事，简直就是找死。有独孤掌门在，还怕个锤子怕？徐长老幸好有这样的师妹保护他，一个个缥缈宗弟子走出建筑也不害怕了，就这么明目张胆看向天空，欣赏化神大战。而那被击飞3柄魔刀的魔极天，面容却一下阴沉起来。好强！刚才虽然只是轻飘飘的试探，但法器接触之下，他完全能感觉对方那柄绝品法器有多强，其中的至寒灵力有多浩瀚。缥缈宗掌门独孤灵恐怕离炼虚不远了。徐骁躺在小院摇椅上，看着远处天空独孤灵和魔极天的战斗，老脸微微一笑，小打小闹，呵呵。看得出来双方都有些克制。那个破天魔宗虽然叫得凶，但在缥缈宗门前不敢真正动手，毕竟双方掌门只是化石人，真正的高手是各派炼虚期大拿。大拿没出手，那么就算对方叫破喉咙，也就是来撑撑场子，要点好处而已。见独孤灵和魔极天出手，他才深刻地感觉到系统返还的化神9重紫霄雷符的威力有多大。恐怕随便丢2张出去，那个魔极天还扛不住。之前9天神凤钗返还的法宝须臾五级山，他已彻底掌控。现在2件法宝在手，他已有化神之威。天空魔极天不甘就这么草草了事，他对着独孤灵大喝一声，周身10几柄魔刀魔气外放，一时间天空黑气奔腾。轰隆，咔咔咔几声，这些魔刀似乎受到魔极天召唤，以前冲之势组成一柄巨大的魔刀，魔道内外黑气环绕，所过之处空间震荡。原来也是绝品法器。独孤灵见此冷笑一声，素闻破天魔宗魔极天有绝品法器黑煞追魂刀，没想到竟是一柄由18柄上品魔刀组成的绝品法刀。独孤灵老老实实交出徐骁，今日那个老狗不死，我魔宗无数弟子心意难平。老子活了2000年都想不明白，堂堂一个缥缈宗内门长老，为了个莫名其妙的外门女弟子，把我玄魔宗整宗覆灭。那老头 TMD 是不是老年痴呆了？这话魔极天真想亲自问徐骁，对方都快老死了，还挑动正魔大战，这种傻逼老头早死对谁都好。黑色巨刃黑煞追魂刀转眼就杀到独孤灵身前，后者冷哼一声，半空至尊冰魄剑极之寒意大放，顿时无尽的冰风猛烈呼啸，顷刻间就在黑煞追魂刀刀身凝结一层巨大的冰魄，让其速度缓下3分。之后至尊冰魄剑外层深蓝色冰魄越发凝厚，不出2息，一尊巨大的冰剑凌空盘旋，灵力震荡，其直朝前方黑煞追魂刀杀去。两者威能震天，吓得下方缥缈宗弟子面色煞白。轰隆，刀剑相撞，磅礴的气浪倾泻而出，气浪滔天，似天地大劫。双方几位长老稳住身形，面容揭露出几分惊叹。这就是化神9重强者持绝品法器所造成的震荡，太强了。一黑一蓝2柄法器在空中径直对垒，谁也不让谁，就这么僵持起来。魔无极灵力疯狂释放，极力维持黑煞追魂刀不败，但他似乎极为痛苦，面庞胀成了猪肝色，一双大眼睛都快瞪掉在地。
反观独孤灵那边，风轻云淡，依然美得发光，仙气逼人。还不收手！独孤灵轻笑一声，葱白的玉指轻轻一抬，顿时漂亮黑发中飞出一抹火红流光，其飞至半空，幻化出数只盘旋飞舞的巨大火凤。火凤长鸣一声，直朝魔极天撞去。后者四周黑煞护体之气在这燃烧的火凤面前就如棉花般柔弱，瞬间就被烧至一空。这是什么法器？又是绝品的。独孤灵，你这绝品发钗是哪来的？魔极天见此面色大变，对方这发钗的威力大得可怕，就是在绝品法器中那也是鹤立鸡群的存在。眼看着3只火凤就要杀到眼前，旁边2名破天魔宗长老轻叹一声，两人联手使用一件黑旗法器代之防御。黑旗幻化风掌，化为一道玄色光墙，勉强挡住了3只火凤进攻。但光墙在火凤炽热到极致的烈焰下滋滋作响，估计也抵挡不了多长时间。独孤掌门，是你宗徐骁灭我魔道玄魔宗在先，破坏镇魔协议。我魔道5宗会邀你正道4宗参与1月后的天降山会议，到时请带上徐骁，给我正魔2道一个交代。如这件事处理不好，盘龙大怒，将生灵涂炭。说罢，2名黑袍老者祭出飞剑，就欲先撤。他们心中惊诧无比，缥缈宗掌门独孤灵竟又获得了一件绝品法器，而且还是一件拥有火属性的攻击法器。魔掌门完全不是敌手。魔极天听言不甘道：不，独孤灵，来和老子决一死战。还有个徐骁老狗，老子要取他狗命。一名老者沉声道：掌门，1月后再说，今日差不多了。缥缈宗底蕴深厚，需从长计议，再不走，一会就要被正道看笑话了。魔极天气的表情失控，一张脸红得如猴屁股般。最后他又了几句狠话，狠狠骂了一番徐骁那条老狗，才灰溜溜收回法器，仓促而逃。徐骁老头，1个月后老子要亲自取你狗命。3人消失的方向传来魔极天愤怒至极的咆哮声。独孤灵收回法器，摇了摇头：师兄，真是太能惹事了，不过看在9天神风钗的面子上，原谅你了。他心中喜悦，这绝品法器的威力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冰火交加，现在他的实力至少提升3成之多。掌门，你怎么又多了一件绝品法器？旁边3位内门长老看呆了。缥缈宗的绝品法器可是登记在册的，这突然出现的火凤神钗可从没出现过啊。独孤灵欣喜笑道：3位长老，这是师兄送我的。师兄虽然快老死了，但他还是爱我的啊。徐长老，3人被再次震惊，一双老眼不可思议看向对方。关于徐长老的传闻，他们当然有听说，怎么送一送的，连绝品法器都送出来了。哦，谢特，徐长老还真只送漂亮姑娘啊，这连掌门都沦陷了。检测到气运之敌，魔极天，身份破天魔宗掌门，发布任务，击杀气运之敌魔极天，任务奖励，下一次赠送必定万倍暴击。我尼，竟然又来了！徐骁惊坐而起，赶忙朝天空远处看去，但那魔极天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个人影都没了。该死！系统啊，你怎么不早点发任务？早点发，刚才老子就把他宰了。独孤掌门太强了，掌门太美了，掌门太飒了。下方一众缥缈宗门人看着天空这位他们缥缈宗的超级女神，不论男的女的，一个个口水都快流下，恨不得敬之为神。他们独孤掌门1人敌3，打的那些魔宗妖人恶人落花流水，落荒而逃，真是太强大了。外山这些弟子看的是眼冒金星，欲仙欲死。有这样强大的女神掌门执掌缥缈宗，他们真是太幸福了。幸好啊，听说徐长老追了独孤掌门1000年，掌门不同意。这个老色魔如若真让他追上，咱们的独孤掌门可就毁了。你还别说，听说徐长老年轻时摔的鬼斧神工，咱们掌门还差点沦陷。不过幸好有太上长老看着，徐长老才没有得逞。太上长老威武啊！老色魔还敢觊觎我们缥缈宗所有男弟子的女神，幸好这老色魔快老死了，都老成那副模样了，咱们掌门总算度过危险期了。棒棒的！一众弟子这些年没少听说掌门和徐骁的绯闻，但大家都知道一个关键点，独孤灵是依靠纯阴之体才1000年内修到化神9重，剑指炼虚。这也就是说，那个老色魔即便追了1000年，也没碰他们掌门女神一次。这一刻，宗门无论内门还是外门，所有男弟子只觉身心极度舒适，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徐长老还有不到1年的寿命，他老死的时候肯定心有万万不甘，肝肠寸断而亡，太尼玛爽了！吃酒喝肉，所有男弟子今晚都准备庆祝一番，恭迎老色魔归天。
甚至一些曾经暗恋金柳香和灵烟的闷骚弟子，更是希望魔宗好好收拾收拾这个老色魔，让这老色魔早点去死。又过了数日，一身浅青长裙的独孤灵玉剑飞出内门大殿，直朝后山一处险要之地而去，落到崖间一处露台，扣动石门，悠悠入内。诸葛师伯，下个月天祥山九宗会谈的时间定了。独孤灵看着洞府内一名身穿道袍的儒雅老者，上前坐在石凳叹道：这次五大魔宗空前团结，势必要我缥缈宗给他们一个交代，恐怕不好办。他看了眼石桌上幽香四溢的灵茶，精美漂亮的鼻尖动了动，立即给自己倒了一杯，咕咕咕的就喝了下去。师伯，这灵茶很不错啊，比上品灵石效果还好。独孤灵眼眸一亮，紧接着他直接又炫了几杯。停，别给我喝完了，这一壶可要100上品灵石呢。前方那老道一脸肉疼，连忙跑过来抢过茶壶。林丫头，你喝一杯就行了，还想给师伯我喝完不成？心口子也太黑了。老道须发花白，面若婴孩般光滑，看上去也就50多岁的年纪，比徐骁年轻多了，剑壶里只剩小半壶。老道立即肉疼的将其收好，不敢再拿出来。哼！独孤灵白了对方一眼，轻哼道：师伯就是小气，看看我那师兄送我绝品法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还是我师兄好啊。老道听言一笑，坐下扶了扶长须道：林丫头，徐骁那小子最近到底在搞什么？都1000岁了，天天在外门包养女弟子，老道我都快看不下去了。就这样的老色鬼，林丫头你还动心？说出去不怕把别人大牙都笑掉。老道是缥缈宗3位太上长老之一，诸葛无方。他活了这般年纪，打死也想不通徐骁那个臭小子怎么林老还去干这种事，包养小蜜，就连他这个太上长老都拉不下脸来干。独孤灵略有疑惑道：师伯啊，虽然我不相信师兄是那样的人，但这确实是事实。至于师兄的动机，我也不太了解，可能是师兄有什么苦衷吧。诸葛无方直接拍桌起：有个屁的苦衷，那臭小子不就是1000年没打上你的主意，临死之际拉几个漂亮女弟子安慰自己吗？这些事你师伯我懂得很，懂得很。诸葛无方说到这里，心里突然开始滴泪，他神色变得黯然，一想到师妹积雪的风姿万千，他就夜不能寐，晚不能眠。等了一辈子师妹，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甚至有些时候他恨不得学徐骁那臭小子，包养几个小蜜安慰安慰自己。但他贵为缥缈宗太上长老，实在是拉不下这个脸啊，以至于现在几千岁了，还是个老处男。独孤灵看着对方奇怪道：师伯，你怎么哭了？哦，没什么，突然想到些旧事。诸葛无方调整好心绪，喃喃道：说正事吧，林丫头，正魔不能开战，盘龙大陆7000年和平来之不易，修身养息之下，人族才重新辉煌，不能因为那个臭小子包养小蜜付之一炬。依我看，魔道追得紧的话，给他们一件绝品法器平息怒火吧，一件绝品法器换一宗之地也不亏。独孤灵闻言点了点头，认为这么做符合情理，毕竟绝品法器也不用他自己出。这是绝品法器流光千幻扇，你收着，走到最后一步时就给破天魔宗吧。诸葛无方道：这东西华而不实，使用后虽能产生1000万分身迷惑敌人，分身也具有一定攻击力，但对化神以上的修士纯属鸡肋，屁用没有，给魔宗没什么大不了的。独孤灵接过，看着手中这柄可爱的羽毛扇，眨了眨眼睛：师伯，那万一没有送法器就解决了呢？诸葛无方轻笑道：那林丫头你就留着吧，化神阶段还是有点用的。多谢师伯。独孤灵眼露喜色，多一件绝品法器总比没有好。抠门的师伯终于也大气了一回，他现在小脑袋转得溜圆，已经开始在想怎么恐吓那些魔宗门人，就此罢手了。还有，让徐骁那个臭小子以后在门内老实一点，都要死了就不要东搞西搞了。还包养小蜜，就剩50年寿命，就不能安安心心养老吗？这把年纪了，还让我这个师伯操心。现在他安安静静的老死，就是对我缥缈宗，对我人族最大的贡献了。1个月时间很快过去，徐骁道体与不停的资源喂养，仅1个月达到结丹4重。结丹期这样的进阶速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法宝须臾、五级山与南明离火剑也运用的愈发熟练，两者结合，寻常化神修士难挡。期间，金柳香和灵烟一共用了30颗筑基丹，返还了50颗运金丹。他还将中品驻颜丹给2人每人发了1颗，返还了3枚上品驻颜丹。这个月一切向好，但有一点让徐骁不满意。从陆大年口中得知，现在他在缥缈宗那德高望重的长老名声已经名存实亡了。不仅如此，外门执法队还探听到徐骁在门内一个新外号，恐怖老色魔比了狗了。到底是谁 TM 乱传我的谣言？徐骁坐在小院摇椅，
长叹一声，该死的系统已经让他晚节不保了。之前执法队躺平，现在徐骁也准备躺平了。清晨时分，内山4道流光飞来，在徐骁小院外落地，是独孤灵和3名内门长老。呵呵呵，徐长老，你这养老的日子可真是羡煞旁人啊！等我雷劫失败，我也搬到这里来陪你。3名内门长老中，那身宽体胖的圆润长老笑着上前对徐骁说道。徐骁起身笑迎道：老朱，你这是什么话？看你这副体魄，练虚雷劫小意思罢了。日后我若是走了，可还要靠你们来辅助掌门。老刘，温长老。他给另外2位长老打了个招呼。另2人，一个面相威厉的老者，一个白发老妇。2人皆笑着回应，看着徐骁，眼中带着一抹异色和暗惊。徐长老，这怎么雷劫失败，精神头还越来越足了？又是包养小蜜，又是送掌门绝品法器，回光返照了。他们3人是缥缈宗老资格的内门长老，也是积雪钦点辅助独孤灵处理宗门事务的人，都是化神9重的强者，和徐骁也都是老熟人。独孤灵一身青裙，高贵动人的玲珑身躯美得发光，和旁边4个老头老太太一比，简直就像一群土拨鼠里的白天鹅。师兄，走吧，今日就是天降山大会的时间。独孤灵叮嘱道：诸葛师伯可是放话了，让你以后老老实实养老，别再搞什么幺蛾子了，不然的话他会亲自来找你的哦。旁边3位长老会心一笑，暗戳戳打量着这位门人口中的恐怖老色魔。老妇温长老心中甚至不停摇头，当年帅的轰动宗门的精神小伙，怎么老了反倒浪成这样了，瞎了眼。当初他真是瞎了眼啊。徐骁笑道：师妹放心吧，你师兄不是那样的人。叮嘱了徐骁一番天降山9宗会议的事，独孤灵4人祭出飞剑，一跃而上。徐骁见此轻哼一声，悠悠从空间库取出一柄通体玉白的巨剑。巨剑一经祭出，其剑身七彩霞光不停喷涌。徐骁轻踏而上，伴随美丽光晕，其就像仙神降世，气场无双。这是玄魔宗李九叶那个装逼犯的上品飞剑，实战毫无卵用，就突出一个御剑飞行帅。阿峰、独孤灵和3名内门长老直接看呆了，他们瞳孔颤震，眼睛都快被晃瞎了。徐长老真是越老越妖。师兄，我们换把剑吧，我看你这柄飞剑挺有意思的。不换，这东西就是个摆设，又没什么用。你师兄法器不多，将就用了。天降山，盘龙大陆中枢之地，也是盘龙大陆人族各大国之间的交流中心，由各国强者在其中派出代表，商讨人族大事。9宗会议基本是天降山最高级别会议，一般开这个会就代表人族出事了，大家必须坐下来集体讨论。遇见小半日，前方一座直冲云霄的雪峰伫立，雪峰顶端似有五彩祥光笼罩，远看美不胜收。5人遇见到雪山之巅，此刻山巅一处空地已围了9张长桌，这是天降山各国代表给正道4宗和魔道5宗的准备的会议场所。呵呵，独孤妹妹来了，多日不见，独孤妹妹真是愈发漂亮了，看来那枚绝品驻颜丹针是效果不凡啊。5人落地，现场已有几名女子先到，其中那身披粉红轻纱的绝美女子上前，笑着与独孤灵众人打招呼。哟，这位不会就是近来名传天下缥缈宗那位内门长老徐骁吧？你怎么都老成这样了？唉，真是可惜了。徐骁看着眼前这位不停朝他打量的绝美女子，2条白眉微微一皱。合欢宗掌门玉玲珑，对方外披薄纱，娇媚无双的绝美面庞似乎看一眼就能勾走男人魂魄，一双玉腿修长动人，比四周山雪更显白皙。她一举一动无不充斥着成熟女性的顶级魅力。这娘们在这冰天雪地的峰顶也太顶了吧！检测到气运之女玉玲珑，气运等级 SS， 返还倍数50，羁绊度1。系统的声音在徐骁耳边响起，他老眼一动，盯着这位合欢宗掌门，眸子微亮，之后主动上前抱拳一笑道：哼，这么多年不见，玉掌门真是越发光彩照人了。徐骁心里惊喜，已经不自觉地开始打量对方，没想到这合欢宗掌门竟也是个罕见的 SS 级气运之女，这要是送个东西一抱，直接到顶。师兄，你干嘛呢？独孤灵盯着有些失神的徐骁，面色瞬间一黑，直接将其拉了过来。旁边朱留温3名长老见状对徐骁直摇头。徐长老果然是一见到美女就走不动道了，现在他们知道为什么这老头包养小蜜了。尼玛，还真的是个老色魔，就连合欢宗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妖女都有心思。玉玲珑一见独孤灵脸色，瞬间就猜到了2人那不同寻常的关系，他媚眼闪过微微光华。这徐骁都快死了，独孤灵还有心思，虽然也是个老帅哥，但独孤妹妹是真不挑啊。突然玉玲珑面色一变，她
他看着前方徐骁，一双勾人的眸子异彩连连。气运，他通过合欢宗特殊秘法观察到了徐骁身上那无尽的气运，这般巨量的气运竟出现在了一个雷劫失败、行将就木的老年人身上，懵逼了。玉玲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男人身上会带这般庞大的气运，按理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激动地咽了咽唾沫。他们合欢宗功法特殊，吸收气运能大大加快修炼速度，而前面那老头身上的气运庞大到难以置信，若有对方气运辅助，炼虚100%成功。呵呵，独孤妹妹，你这位师兄即便老了，帅气也不减当年。玉玲珑轻身上前抱住徐骁手臂，极致勾人的香风袭来。后者见此一愣，这娘们简直妖出新高度了，不愧是合欢宗掌门。玉掌门还请收敛一点，我可都寿元无多了。徐骁也很难，摇了摇头。玉玲珑道：寿元无多又怎样？独孤妹妹喜欢，我同样也喜欢。徐长老有空来合欢宗坐坐，我合欢宗必定盛情招待。他眼里充满自信，对方的传言果然不虚。呵呵，为了对方身上的气运，他完全可以交好，而且对方也确实很帅啊，越看越帅。玉玲珑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要让请换个人，师兄受不得你折腾。独孤灵有点生气了，对方完全无视他这个掌门师妹嘛，但他心里也十分疑惑，师兄都老成这样了，这玉玲珑也不嫌弃。呵呵，独孤妹妹，看你那小气的样子，你管得这么严，这不是可怜了我们这位老帅哥吗？说着，他依依不舍松开徐骁的手，回到合欢宗门人间。玉玲珑这一套丝滑小莲招下来，直接将朱留温三人看傻在原地。三人面色古怪，心中震惊，本以为是徐长老色心大起，看上了人家，没想到这玉玲珑却反客为主。他们默默打量着徐骁这个看上去比他们还老10岁的老头，一个个打破脑袋也想不通，就这么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凭什么能得到合欢宗掌门的垂涎？匪夷所思啊！独孤灵在徐骁身旁冷笑道：师兄，若是你想早点死，就和那女人去鬼混吧，可别怪师妹我没提醒你。说完，他恶狠狠盯了玉玲珑一眼，走到桌前坐好。虽然生气，但他心里也有些反向的正面情绪，至少师兄魅力依然不减当年，不愧是他爱过的师兄，还是能把这浪蹄子迷得五迷三道。呵呵，两方人坐好，很快道天门掌门道一真人带着3名长老到场，与两方人打了个招呼后，满头白发的老家伙一个劲地打量徐骁，这就是那个为了包养的小情人灭了玄魔宗一宗的徐骁，不是杜雷劫失败了吗？现在也才结丹境界，怎么做到的？道义真人打量的有些过头，徐骁有些尴尬的微笑回应，这些人他都见过，道义真人也是个老不正经的货。远处金光遮天，3名光头老者驾着佛光而来。万佛寺的和尚到了，3人迎着佛号庄严地盘坐在桌前，闭眼念经，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总的来说，也只有万佛寺的和尚在徐骁眼里稍微正常些，之后就是魔门5宗了：破天魔宗、嗜血魔宗、天师宗、万毒宗。煞气、血气、湿气、瘴气席卷而来，这4家魔宗门人到场，本是祥和秀丽的天降山瞬间蒙上一层诡异阴影，就连附近洁白的冰雪都开始被腐蚀，变得千疮百孔。极地魔宗的人呢？萧木和那个逼崽子，老子看他们一早就出发了，到现在还不来，搞什么鬼？破天魔宗掌门魔极天本来看见缥缈宗的人就生气，现在过了这么久，极地魔宗还故意晚到，更让他火冒3丈高。不是他们魔宗不团结，而是极地魔宗那新掌门太装逼了，就连他们几个魔宗都有些不太适应了。正到这边只笑笑不说话，安静等人。不多时，天空突然飘来一阵芬芳的美丽花瓣，一道让人心潮澎湃的乐器之声悠悠传来。只见天边远处，一座精美的鎏金大轿被8名妖娆魔女踏空青台，缓缓驶来。极地魔宗新掌门萧木和萧掌门驾临，前方3名黑袍老者开路，对着前方山巅高喝。鎏金大轿在8魔女的抬动下落在空地正中，一名身穿帅气白袍的俊美男子扶着2魔女的手，缓缓走下大轿。极地魔宗掌门萧木和见过诸位前辈。一股浓浓寒气自俊美男子身上散发，这是化神9重的极致寒气，包括徐骁在内，正到这些人就像看傻子般看着这位极地魔宗的新掌门，而剩下那4个魔宗一个个面色黑了下来，这个逼王简直让他们魔宗的脸都丢尽了。萧木和第一次见到玉玲珑和独孤灵，2只眼睛顿时来回震动，差点没成斗鸡眼。我尼玛，这正道4宗的妹子全是极品啊！师傅，快帮我，我全都要！萧木和感觉自己心脏都要炸了，咚咚咚狂跳。
他用吃奶的力气让自己表现得不要太夸张，以免在自己2个未来老婆面前丢人。这身材，这脸蛋。萧慕河看了玉玲珑，又看独孤灵，一双满是火热的双眼，丝毫不加掩饰，金光狂涌。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极品道侣啊！蠢货，冷静，不要看见女人就失态。你现在是极地魔宗掌门。一道来自他识海深处的声音在他耳边炸响，将他拉回现实。是，师父，我知道了。萧慕河眼中闪过一丝恐惧，连忙带着8位魔女和3名长老走到极地魔宗的位置。坐下后，他一双眼睛绿得发光，就这么直来回盯看玉玲珑和独孤灵，嘴角邪魅一笑。他的，都是他的。他可是有大能师父为他撑腰，这盘龙大陆的天命之人。玉玲珑和独孤灵看着这从未见过的年轻掌门，两人眼中不约而同闪过浓浓嫌弃。徐骁表情有些古怪，这样的大煞笔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检测到气运之子萧慕河，气运根源，体内蕴含合体期修士神魂。发布任务：击杀气运之子萧慕河。任务奖励：万倍返还系统道具库升级，返还道具品质上限提升。又来任务。听到系统的声音，徐骁暗自一惊，这次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赠送暴击，而直接是道具库升级。现在他有种感觉，系统返还的东西有一个上限，单类物品最高是天地神丹，法器类物品最高是法宝，这要是再升一级，那返还的东西岂不是逆天了？爽！这个逼王萧慕河，他本来就有些看不顺眼，现在系统又下了任务，还是特殊的气运之子，简直就是个超级经验宝宝。不过话说回来，对方体内隐藏了一个合体期老怪的神魂，这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合体期是炼虚之后的境界，这个境界连徐骁都了解的不多，颇为神秘。反正有一点，到达合体期就已经站在盘龙大陆的巅峰了。不过他不担心，对方只是个合体期神魂，实力定然有残缺，真打起来多半还没有完全踢得炼虚期修士厉害。不慌，有系统在，慢慢收拾这个逼王。师妹，极地魔宗这新掌门啥时候上任的？我怎么没听说过？打定主意取逼王狗命，徐骁开始打探。独孤灵凤眼微动，嫌弃地瞥了眼萧慕河，轻声道：也就是最近的事。这个萧慕河在极地魔宗宗门大比中脱颖而出，以元婴期修为立刻化神修士，震惊整个极地魔宗，被宗内太上长老看中，收为了关门弟子。之后几十年，萧慕河以其超强的天赋修到了化神9重，顺利接掌极的魔宗掌门之位。到现在，萧慕河只有400来岁，晋级炼虚已经是铁板钉钉了。而且因为萧慕河的强势崛起，极地魔宗已经隐隐成为5大魔宗之首。徐骁缓缓点头，这妥妥的主角模板啊！体内藏着合体神魂，难怪能修炼的这般快，实力这般强。独孤灵说完就不想再提这个眼神猥琐一身逼气的萧慕河，对方虽然又年轻又强，天赋又高，但看他那猥琐的眼神总让他感觉恶心，甚至都不想再多看对方一眼。同样感觉的还有玉玲珑。本来这个萧慕河周身气运深厚，又是强势崛起的年轻天才，正是他和欢宗喜欢的那种男人。但对方逼里逼气，眼神猥琐轻佻，竟让他第一次觉得男人竟可以恶心到这般程度。而且见识过徐骁周身那无穷无尽的磅礴气运之后，这萧慕河简直被秒成渣渣。还是老帅哥适合我。玉玲珑感受徐骁周身那无尽气运，还有对方那万里挑一的独特气质，媚眼情意绵绵。萧慕河装逼完成，众人也懒得多说什么，就当个笑话看了。会议开始，破天魔宗魔极天直接指着徐骁鼻子狂骂：什么老狗，杀人狂魔，包养门派女弟子，老色鬼等一众帽子都给徐骁扣上了。对徐骁打听了解的比缥缈宗弟子还详细，一个个的黑料接连爆出，就连金柳香林烟2个人名字都说了出来。魔极天对着独孤灵大怒道：这徐老狗所做的恶心事还不止于此，这样丧尽天良、凶恶残暴、色中恶鬼的人存在，简直就是我人族最大的耻辱。今日要是没个说法，玄魔宗几千条人命不答应，我破天魔宗不答应。魔极天说完坐下，正道4宗的人微微皱眉。若按徐骁以前的行事风格，他们定要据理力争一番，但现在关于徐骁的事，整个盘龙大陆都传疯了。魔极天说的没错，那徐骁还真是为了个外门女弟子灭了玄魔宗满门的凶手。对方以前也不这样啊，怎么林老开始作妖了呢？佛门3名高僧开始一本正经的劝说，从几万年前说到现在，说人族有今天多么多么不容易，要团结之类的巴巴一顿洗脑。秃驴别叨叨了，今日不让我破天魔宗出这口恶气，我魔道5宗全部答应。魔极天不为所动，直接对回去。独孤灵见魔宗这次是真不打算善了，大概知道
流光千幻扇保不住了，于是冷声道：“我师兄渡劫失败，寿元无多。魔极天，你说了这么多，直接说想怎么办吧。若是想要我师兄的命，那就从我尸体上踩过去拿。”此话一出，破天魔宗几人冷哼一声。魔极天徐徐道：“独孤灵，我知道你和徐老狗感情深厚，就是让他老死也舍不得杀。你放心，我不会让你难做。这样吧，这徐老狗不是能耐得很吗？还喜欢灭宗，我要和他单挑。只要他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这事就算结束，如何？”直接要徐骁的命，等于和正道撕破脸，风险太大。直接要好处，也不好主动提，拉不下脸。只有来个漂亮的决斗，让对方主动给好处弃权，才是最佳策略。生气归生气，在缥缈宗手中捞够好处，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魔极天这个要求提出来，现场所有人心领神会。万佛寺3个老和尚心里松了口气，知道没什么大碍了。道天门和合欢宗鄙夷地看了破天魔宗一眼，也懒得多说什么。独孤灵冷哼一声，早就猜到对方心里小九九。徐骁更是满意点头，这位气运之敌不正好送到自己手上来了吗？他现在手中化神9重符箓还剩4张，又有2件法宝打底，这魔极天来了就是送死。独孤灵轻笑一声，眯眼道：“魔极天，我师兄渡劫失败，仅仅结丹修为，你一个化神9重修士与我师兄单挑，也不怕人笑话。我看这样，不如我代替师兄与你斗法。你若是能在我手中撑过一炷香，就用师兄的命来给你们赔罪，如何？”徐骁听完差点没坐稳，一屁股摔下去。师妹对他可真好啊！不，这是我破天魔宗和徐老狗的恩怨，必须我和他亲自解决。魔极天也不傻，只是要好处，又不是真拼命。徐老狗都快老死了，性命一文不值。独孤灵就猜到对方会这般说，他也准备妥协了，按计划以流光千幻扇为条件堵魔宗人的嘴。就在大家都觉得这次9宗会议将圆满结束，他们又光荣地守卫住人族和平之际，一道义愤填膺的声音先徐骁一步突然跳了出来：“我不同意！”萧慕河起身，手持一柄法器折扇，在这冰天雪地间一边扇风一边笑道：“魔极天，你这样也未免欺人太甚了。缥缈宗长老徐骁雷劫失败，人到暮年都没几年可活了，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手无寸铁的凄惨老人，你下得去手吗？”之后他起身看向独孤灵，邪魅一笑道：“独孤掌门放心，你这个孤寡师兄有我萧慕河在，没人能伤害他。”他本是打算按魔宗计划行事，但看见独孤灵，他要变卦了。这可是一个他与独孤灵结缘的大好时机，也只有独孤灵这样的极品女修，才配做他这个天命之子的道侣之一。萧慕河不按套路出牌，魔道其他4宗都懵了。魔极天满脸惊疑看着对方，这逼崽子搞什么幺蛾子？正道4宗一个个用震惊的眼神看向萧慕河，这极地魔宗的新掌门也太奇葩了吧！他们都是活了几千年的老妖精，一看就看出这年轻人是看上独孤灵了。萧慕河，你搞什么？不会说话就叫你宗前辈来，不要在这里丢我魔宗的脸了。魔极天气的咬牙切齿，缥缈宗都要掏东西了，却被这小子横插一脚打断。尼玛，还帮正道的人说话？极地魔宗的人瞎了吗？选这么个色胚当掌门？魔极天，不得对我极地魔宗掌门无礼！极地魔宗3名黑袍长老瞬间挡在萧慕河前方，3人阴冷看向破天魔宗一行，化神9重，气势大放。这是极地魔宗最强的3位内门长老，步步不离萧慕河为的就是保证他们这位超级天才的绝对安全。萧慕河挥了挥扇子，示意3名长老退下，之后缓步上前，对魔极天从容笑道：“魔掌门不用生气，徐骁这条老命不值钱。若魔掌门给我极地魔宗一个面子，不再为难独孤掌门，2000上品灵石，我极地魔宗带独孤掌门出了，给你们破天魔宗赔罪。”轰隆！萧慕河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将在场所有人电懵。极地魔宗帮缥缈宗出钱平事，还2000上品灵石，这萧慕河追女人是追疯了吧？缥缈宗这边3位长老人都傻了，自家掌门这魅力也太大了，都把那小子给迷昏头了。独孤灵厌恶地看向那萧慕河，不说话了。虽然他现在很想拒绝对方的帮忙，但谁又会和灵石法器过不去？虽然这钱拿得有些恶心，让他浑身厌恶，但总归也是钱啊。2000上品灵石，萧慕河，你说话当真？魔极天也懵逼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他无法拒绝，甚至还默默咽了咽口水。他们破天魔宗的心理价位也就是1000上品灵石而已，对方直接来了个2倍，这狗娘养的臭小子兜里灵石不少啊，自然当真。萧慕河感受四周崇拜而又震惊的目光，身心极度愉悦。飘飘欲仙，这是成为逼王的必要条件，他就喜欢这么拉风，这么夺目。之后
他看向独孤灵那绝美的身形，眼带火热道：“我与独孤掌门有缘，区2000灵石，小意思而已。”独孤掌门，正魔两道同气连枝，可不要因为这种小事伤了和气。哈哈，独孤灵现在看都不想看对方了，实在是太猥琐了。就连他这种财迷都感觉快控制不住自己，上去将对方暴打一顿，再拒绝对方好。既然这件事急的魔宗出面调停，那我破天魔宗自然也要给一个面子。魔吉天心情不错，捞了双倍。徐老狗都快死了，就不要到处浪了，老老实实包养你的小蜜，可别再出来祸害人了。你安安心心老死，就是对我人族做的最大贡献了。哈哈哈！说完，他心情愉悦坐了下来。萧慕河给独孤灵抛了个极度猥琐的眼神，也回到座位坐好。现在无论正魔两道都还有些打脑壳，这萧慕河为了在美女面前装个逼，竟掏出2000灵石来，逼王当之无愧。不过看笑话是看笑话，事情也算是解决了。万佛寺、道天门这些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至少正魔大战是避免了。就在万佛寺的老和尚准备发表一番鼓舞人心的谢幕演讲时，徐骁冷笑一声站了起来：“诸位，极地魔宗的灵石，我缥缈宗不接受。”老迈的声音贯穿全场，再一次将九宗门人震惊。旁边独孤灵和朱留温3位长老瞪着起身的徐骁，眼里满是惊疑。徐长老还不接受了掌门，可都没说什么呢。现在这情况可白捡一件绝品法器。正到这边落下的心又悬了起来，这徐骁发什么神经？还让不让人安心了？你一个结丹期快死的老头，闯了这么大的祸，现在有人帮你出头还不愿意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徐骁这仙风道骨的老头吸引。破天魔宗这边的人纷纷咽口水，担心这老头再搞什么逼事出来。现在对他们破天魔宗来说可是血赚啊。独孤灵窍眉微微一皱，小声道：“师兄，你还是别说话了。再说流光千幻扇就保不住了。”徐骁帅气的老脸微微一笑：“无妨，师妹，你看着就是这些交给师兄处理就好，不会让你破费的。”开什么玩笑，魔极天可是系统下了任务的万倍暴击，这么好一个收拾对方的机会，岂能让萧慕河破坏，还敢在他面前装逼？小小逼王，可笑可笑。迎着众人震惊又担忧的目光，徐骁对着魔极天开喷：“魔极天，老道我忍你很久了，你这个臭傻逼，一口一个老狗，是不是叫得很爽？还想和我单挑？现在我成全你，单挑就单挑，而且不是小打小闹，是生死之战。”说罢，他对着远处萧慕河哼笑道：“萧慕河，你才几岁，就想参与我们这些长辈的事？我看你还是长长毛再说吧。2000灵石对我缥缈宗来说9牛1毛，就不用你们极地魔宗出了。魔极天想单挑，老夫同样如此。”现场众人无论正魔两道，都被徐骁的话震惊的当场石化，甚至就连万佛寺这些得道高僧都不停打量起这个老头。徐施主是不是老年痴呆了？道天门道一真人手指不停掐动，想算一算这个徐骁打什么主意。他反正不信对方会主动上去送死，但怎么算都算不出个所以然来，似乎徐骁这老头的命数被什么屏蔽了一般。玉玲珑看着万众瞩目的徐骁，眼泛微光：“帅！现在的徐长老真是越看越帅。”他就知道气运达到这般程度的徐骁不可能一直默默龟缩，对方能灭了玄魔宗，手里头肯定有货。嗜血魔宗、天师宗、万毒宗众人眉宇带着一抹忧色。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这老头，若是被魔极天不小心打死，缥缈宗搞不好会开战现场最震惊的莫过于极地魔宗、破天魔宗和缥缈宗。独孤灵和3位长老愣在原位，不知道徐骁到底要干嘛。真打起来，徐长老肯定被秒杀啊！魔极天看着这盛气凌人、无所畏惧的老头子，惊讶的一时竟忘了反喷回去。这老头怎么不按套路出牌？生死之战，尼玛，老头子疯了吧？而现在要说最生气，反而不是魔极天了，而是刚才出面调解的萧慕河。他看着吸引全场所有目光、意气风发的徐骁，再也控制不住内心愤怒，整张脸气成了猪肝色。老不死的，不知好歹，我曹你祖宗竟然无视本天才的好意。本来事情若就这样结束，那他就是今天最靓的仔，直接打响了他这个新掌门的第一炮。但现在全场的目光都被那老头吸引过去，他这个极地魔宗掌门突然就从主角变路人，英雄变小丑，他不能接受。顿时徐骁的身份就从一个可怜的孤寡老人变成了他的头号劲敌，敢抢他萧慕河的风头，简直找死！蠢货，冷静！就在萧慕河暴怒之际，识海深处再次传出声音：“师父，我……”萧慕河立即克制心中怒意，那个老头欺人太甚了，你兜里才几个灵石，自己没点数吗？别说话，看着他们争就是。刚才本座就想骂你了，
真是个蠢货，给我老实待着。萧慕河这才不情不愿道：是，师傅。但他仍满眼怨恨地看向徐骁。之前那万众瞩目的舒爽感已荡然无存，现在有的是无限的憋屈。从主角变成路人，这对一个逼王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徐老狗，本掌门就看看一会你怎么被打死的，敢无视本掌门的恩赐，找死！一路顺风顺水，被万人崇拜敬仰的萧慕河，这一刻看着徐骁出风头，比吃了苍蝇还恶心。魔吉天回过神来，起身古怪看向徐骁道：徐老狗，你真的要和我单挑，不考虑考虑了？他舍不得极地魔宗那2000上品灵石，现在他似乎想明白缥缈宗的想法了，难不成故意把徐骁推出来送死，就不用补偿他破天魔宗了？很有可能。听说这老头只剩不到1年寿命，早死晚死对缥缈宗来说无所谓。谢特，别人级的魔宗都帮你们出头了，还搞这一套，尼玛真是一群蠢货啊！考虑个屁！徐骁咄咄逼人道：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现场所有人都是见证，若我被你打死，缥缈宗绝不追究。破天魔宗几人面色黑了下来。猜对了，老头子就是来送死的。缥缈宗真他妈狠啊！魔吉天看向独孤灵，后者咽了咽唾沫，选择默认。刚才徐骁已经暗示过他了，他虽然不知道师兄哪来的自信，但他选择相信师兄。徐骁，要不你再考虑考虑？魔吉天话软了，也为难了。打死徐骁屁好处都没有，还暗中惹了缥缈宗这么个大敌，他也不想啊。魔吉天，你不会是怕我把你打死吧？徐骁哼笑一声，你这个臭傻逼，嘴巴叫得厉害，真动手又怂了。难道你破天魔宗都是这样的软蛋？破口大骂，丝毫不带含糊。现场众人听了直摇头，替破天魔宗捏了把汗。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听说这徐骁寿命不足1年，这辈子也活够了，现在简直能为所欲为。魔吉天这下踢到铁板了。就在魔吉天犹豫，众人看热闹之际，萧慕和逼王属性发作，忍不住又站了出来。魔掌门，既然这徐骁接受你的挑战，我看你就与之斗一场吧，谁活到最后，这2000灵石我极地魔宗就给谁。说罢，他从怀里取出一个储物袋，扔在了众人中间，带着极致恶毒笑看了徐骁一眼，享受失而复得的万众瞩目。徐老狗，给老子死去吧，本天才是盘龙大陆最靓的仔。萧慕河的储物袋落地，众人齐刷刷看向他，2000灵石就这么不要了？一双双眼睛充满震惊。这位极地魔宗的新掌门，不是要徐骁那老头的命吗？添油加火，这是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啊。好，萧掌门不愧是我魔宗万年难遇的天才，出手真是太阔绰了。破天魔宗这边，魔吉天看着前方储物袋，两眼发光。本来杀了徐骁那老头没什么赚头，他都懒得动手。现在好了，萧慕河被徐老狗驳了面子，现在花2000上品灵石买徐骁那条老命了。为了逼格，2000灵石换徐老狗一命。魔吉天愿称萧慕河一声逼王。徐骁老狗，谁说我破天魔宗怂？我破天魔宗屹立上万年，不知杀了多少像你这样的无知修士。你想要生死之战，成全你。你若有本事把我杀了，破天魔宗绝不追究你缥缈宗的责任。魔吉天神情大振，双手背负，恢复成之前那桀骜不驯的模样。好，这才是魔宗该有的样子。徐骁老眼同样闪烁微光。既然如此，就请在场的诸位给我和魔吉天做个见证。我与魔吉天一战，乃生死之战，无论最后谁生谁死，这件事彻底画上一个句号。他心里同样激动。萧逼王还主动给他送灵石了，一送就是2000上品灵石，这算是完成任务的额外奖励吗？用化神9重符箓给我狠狠的用，砸死这个满嘴屎尿的魔吉天。四周9宗门人还有些失神，怎么回事？这件事怎么就发展成这个样子了？不过惊讶归惊讶，正魔两道的人还是不约而同点头，同意给两人做见证。毕竟徐骁这个老家伙一死，这件事就彻底结束了。像这样寿元接近尾声的老头，就像个定时炸弹般让他们担忧。玉玲珑白皙修长的手臂撑着下巴，情意绵绵看着徐骁。他很好奇，有这样磅礴气运的老头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三位长老一会师兄若是不敌，第一时间出手救人，用流光千幻扇换他性命。独孤灵翘眉紧皱，暗中安排道：师兄服了寿元丹，还有50年寿命，无论如何都不能横死宗外。师兄一辈子对他这般好，他却无法回馈师兄，他很愧疚，必须给师兄一个完整的晚年事。掌门放心。三位长老肃重点头，就算掌门不说，他们也会出手的。毕竟徐长老虽然最近名声差了一些，但与他们相交匪浅，不会看着对方被锤死万佛四方丈了陈长眉一瞥，周身散发无尽佛光道：诸位施主，这一次比斗之后，
当彻底了断玄魔宗的因果。若谁再无故生出事端，我万佛寺只得金刚伏魔了。几个老和尚也是被现场这些奇葩搞得心态有些失衡，不装了，摊牌了，谁再找事就弄谁。两位施主，请吧。乐尘的话说完，魔极天和徐骁踏着飞剑落到远处一雪山之巅。外围那些天降山各国代表看见剑拔弩张的两人飞出会议，一个个顿时被惊得五雷轰顶。怎么突然就要决斗了？难不成这九宗会议还谈崩了？他们几乎都是各国最为强大的修真者，化神修士不在少数。一看这两人外放的灵力和杀意，就知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是生死决斗啊！破天魔宗掌门魔极天，化神9重强者，缥缈宗内门长老徐骁也是近来盛传的人物。不对啊，这不才结丹期吗？他们的表情精彩至极，一个快死了的结丹老头挑战魔极天。我擦呢！明白了，这是专门送死赔罪了所有人注视着这场差距悬殊的决斗。大多数人心里在默默猜测，魔极天用几招就能轰杀徐骁。萧木合坐在座位，看着山巅两人，已经在想一会怎么帅气的给魔极天送灵石了。2000灵石让他这个新掌门打上响亮的一炮，名传盘龙大陆。想想就觉得激动刺激。至于独孤灵老婆死了师兄，可能就要伤心一阵子了。不着急，日后等他达到炼虚君临天下，再慢慢攻略。他的目光已经开始往玉玲珑老婆那边瞟了。像他这样的天命之人，和欢宗那些美女还不疯狂倒贴？徐老狗，接招吧！你能接下我黑煞追魂刀一招，老子就算你厉害。18柄上品法刀冒着浓浓黑气出现在魔极天四周，紧接着这些上品法刀在魔极天的控制下全数朝徐骁杀去，并在半空合并组成绝品法刀黑煞追魂刀。巨大的黑刀裹挟无尽怨煞，将四周山雪侵蚀一空。其速度之快，威力之猛，竟比当初缥缈宗对战独孤灵还强3分。他要一击击杀徐骁，不给对方留任何后路。这老头能灭玄魔宗，当然不是普通的结丹期修士，他魔极天不会给对方丝毫机会翻盘。哈哈哈哈！徐老狗，安静的去吧，不会有痛苦的。魔极天疯狂大笑。远处独孤灵4人已做好救人的准备，体内暗自运转灵力。轰隆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骁动了。只见他单手一招，一座铁山出现在他身前，随之迅速膨胀，最终化为30丈之高、20丈之宽的巨大铁山。其一经出现，如天降神物，有不可抵挡之势。这是徐骁的法宝须臾5级山。前方杀来的黑煞追魂刀虽也有3丈之长，但在这铁山面前就如婴孩一般渺小孱弱，倘当一声惊天巨响，黑煞追魂刀竟直撞上这具大铁山。后者就如天下最坚固的城墙壁垒，在绝品法器黑煞追魂刀的强大攻击下竟纹丝不动，甚至连一块铁屑都没被削下来。什么情况？这是什么东西？魔极天惊了，9宗人员惊了，就连远处天降山各国代表都震惊了。结丹期的徐骁竟这般轻松就挡下了魔极天这惊天一击。咔嚓，黑煞追魂刀刀尖与须臾5级山接触的部分开始出现裂纹，最后砰的一声，整个黑煞追魂刀彻底被须臾5级山那坚不可摧的神石震碎，化为块块废铁落下。我尼玛！这难以置信的一幕直接将现场所有人看傻了。你徐老头，我曹你祖宗！魔极天心在滴血，亏了，亏完了。黑煞追魂刀这样的攻击绝品法器，3000上品灵石都买不来啊！而就在此时，徐骁迅速收了须臾5级山，紧接着2张化神9重符箓消散在他手中。轰隆隆，天空顷刻间乌云密布，无数雷霆电弧在上闪动，一道庞大的紫霄神雷已将魔极天彻底锁定。哗啦！与此同时，在魔极天四周，无尽的红黄烈焰自虚空燃烧，其内极致的温度似乎都要将空气融化，烧得毁天灭地。这是化神9重符箓，紫霄雷符、赤炎火符，那是化神符箓，还是化神9重的符箓？看着远处天空的乌云紫雷和红黄烈焰，9宗会议这边的人炸锅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们心中的疑惑终于解开。徐骁这老头身上原来藏着如此厉害的化神符箓，难怪嚣张成这样了。感受其威能，这至少都是化神9重的顶级符箓。独孤灵和朱留温3位长老暗中运转的灵力逐渐放缓。徐长老身上化神符箓还没用完，独孤灵给他们说过了，徐骁在10万大山遇到前辈修士洞府，得到了一些高端符箓，之所以能轻松灭杀玄魔宗门人，就是靠这些化神符箓。惨了，那个魔极天惨了，
徐长老使用的这2张化神符箓，威力大得惊人啊！几位长老看着远处燃烧的烈焰和滚动的雷霆，眼里露出些许惊恐之色。徐长老这2张符箓所蕴含的化神威势，远超寻常化神符箓。萧慕河那张俊美的脸都要气绿了，看着远处徐骁施展的术法符箓，一双眼睛又是担忧，又是震惊，又是怨恨。徐老狗还藏着化神符箓，尼玛！魔极天，你要是敢输本天，才绝不饶你！感受徐骁施展符箓中那绝强的化神威势，萧慕河此刻的心已经沉到谷底。他从未见过这般厉害的化神符箓，恐怕就是他这个天才都不太好处理这般强大的符箓。远处天降山众人表情再次变得精彩，他们终于知道这渡劫失败即将老死的徐骁是怎么灭玄魔宗的了。搞了半天还藏着化神符箓，轰隆隆，铺天盖地的红黄烈焰在徐骁的地火之道完美掌控下化为无数条火龙朝魔极天杀去。后者一张刚毅面庞早就惊成了猪肝色，他知道徐老狗肯定有祸，但没想到竟是这么厉害的化神符箓。徐老狗，你作弊！魔极天储物带法器进出防御，一张黑色的大伞打开，飞到半空地狱锁定他且即将落下的雷劫。一件金漏玉衣披在身上，泛出暖白霞光，抵挡四周即将杀来的火龙。还有一面黑盾漂浮在他四周，幻化出玄色光墙，确保万无一失。这都是他的上品法器。虽然惊慌，但魔极天心中有自己的计划。只要地方住这2张符箓的攻势，那么用完符箓的徐骁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结丹老头，击杀对方易如反掌。黑煞追魂刀，事后他肯定要找缥缈宗赔给老子换个新的。修士斗法的胜负，除了境界就是比法器，谁的法器强大，谁就多一分胜算。本来寻常化神符箓他丝毫不怕，3件上品法器能轻松抵挡，但徐老狗这2张攻击符箓强的离谱，他还需尽全力防御才行。至于之前震碎他绝品法刀的铁山，由于出现的时间太短，他心里已经默认为防御术法符箓，用一次就没了那种。等你符箓用完，老子要一块块把你捏死！死老狗！防御阵势摆好，天空紫霄神雷猛然降落，比水桶还粗好几倍的神雷早已将魔极天锁定，已经出现，直接轰击在其上方迎风变大的黑伞之上。轰隆隆隆，黑伞疯狂旋转，幻化出一阵阵的光盾防御。但光盾刚一出现，就被这紫霄神雷击碎，一连击碎了10几道光盾，神雷的威势丝毫不减，且离黑伞越来越近，眼看着将突破黑伞的防御。而下方被徐骁操控的无数火龙从4面8方扑向黑盾幻化的光墙，吱吱吱的声响此起彼伏，光盾被烧尽的黑烟不停升起，最终只听砰的一声，光墙再也撑不住这赤炎火龙的灼烧，彻底炸成了一堆碎片。不，我的黑光盾啊！徐老狗，你不得好死！魔极天心中满是懊悔和恐惧，他后悔了，他就不该接受徐骁的挑战。这个老头太阴了！火龙击败第一重防御，直接扑向魔极天本体，在他金漏玉衣外继续燃烧，如复古之躯，无法扑灭，更不好抵挡。魔极天只得以灵力极尽维持金漏玉衣，暂时将这无数条火龙隔绝在外。徐骁凌空踏剑，站于远处半空，脚下玉白巨剑散发七彩之光，整个人如仙如神，气质飘然出尘。帅，拉风！而且他领悟的火一道后，对赤炎火符的控制得心应手，加上天空紫霄神雷，他感觉自己说不定能以2张符箓取对方狗命。轰隆！天空紫霄神雷再次击穿一层光盾，黑伞法器再支撑不住这超级神雷的轰击，哧啦一声破裂开来，雷霆一泻而下，瞬间击中魔极天，爆发出一道惊天轰鸣，天空乌云雷霆翻滚，将其中能量极致倾泻。足足10息之后，这道紫霄神雷才逐渐消散，露出其中一个焦黑的人影。赤炎火符的威能同时消耗殆尽，将对方黑盾法器和金漏玉衣全数焚毁。哈哈，哈哈！徐老头，你的符箓用完了吧？老子还没死，接下来就是你的死期了。魔极天凭借3件上品法器，10几件中下品法器，终于扛过了这迅猛的雷霆烈焰。现在他体内虽只尚存1成灵力，但收拾一个结丹期老头绰绰有余。杀了你！缥缈宗要赔偿我的全部损失，给老子去死吧！催动周身所有灵力，魔极天神通施展，周身幻化魔道虚影。虚影手持长刀，包裹魔极天本体，直直朝徐骁袭来。这是他最后一击，就是化神修士都难挡，更别说区区结丹老头了。徐老狗，罪该万死，太 TM 阴了！魔极天心中后怕不已，刚才差一点他就被徐骁逆袭了，太惊险了，老头子该千刀万剐。徐骁见此微微一笑，
悠悠从空间库又掏出了一张符箓。魔掌门啊，老夫看你还是安静的去吧。谁告诉你没有符箓了？哈哈！手中赤炎火符瞬间消散，呼啦一声，魔极天虚影周围再次出现无数红黄烈焰。轰！烈焰在徐骁的操控下化为无数火龙，噗噗噗就朝魔极天扑去。我尼玛！魔道虚影中的魔极天吓懵逼了，一张刚毅的面庞，惨白无一丝血色。那老头还有火符啊！九宗会议，天降山代表全数站直了身躯，死死盯着被无尽火龙包裹的魔极天。他们一个个脸上带着浓浓震惊、不可思议看着眼前这一幕。这样厉害的化神九重符箓，恐怕就是炼虚修士都没那么容易做出来吧？徐老头这还用不完了？完蛋！魔极天惨了！无数火龙摧枯拉朽，将魔极天那一尊魔道虚影焚成虚无，之后开始附着魔极天，在他皮肉之上疯狂燃烧。徐老狗，快住手啊！尼玛作弊啊！他被烈焰烧得惨叫连连，体内灵力枯竭，再无力与徐骁对抗。这道化神九重的赤炎火符已经成了他的催命符。徐骁摸了摸山羊，虚笑道：“魔极天，老夫看你还是安心的去吧。”哈哈，满嘴屎尿的人活不久的，记得下辈子注意点。单手一招，轰隆隆，红黄烈焰腾腾燃烧，失去了灵力法器保护的魔极天，转瞬之间便被烧成了一具焦炭。临死之前，他心里那个气，那个后悔啊！他竟然死在了一个都快老死的老头面前，太亏了！我不甘心！神魂俱灭，赤炎火符威能渐渐消散，一具黑炭砰的一声掉进了雪地。徐骁御剑上前，捡起了尸体上那还算完好的储物袋。现在被这么多人看着，自然不能摸尸，一会还得还给破天魔宗2名长老。掌门都被他杀了，还顺走储物袋，这种事徐骁干不出来。至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是真的干不出来。远方九宗会议的人全傻眼了，被这匪夷所思的场景惊呆在原地。魔极天就这么死了，2招都没撑过。天降山各国代表同样痴呆地看向徐骁，这老头哪来这么多的化神顶级符箓？独孤灵凤眼大亮，他看着徐骁，眼中隐隐带着一抹崇拜与爱恋。师兄简直太帅了！虽然是用符箓取胜，但还是杀了魔极天。他趁着大家愣神的功夫，单手一招，赶忙将前方那装有2000上品灵石的储物袋吸到手中。这是师兄的获胜奖励，2000上品灵石，又大赚一笔。早点替师兄收好，免得那个恶心的萧木和反悔朱留温3个长老完全被徐骁的强大实力征服了。瞪大了眼睛看着徐骁，化神9重的顶级符箓。徐长老运气太好了，连这种神器都能随便捡到。徐骁踏着玉白飞剑而来，落地将烧焦的魔极天储物袋扔给了破天魔宗2位石化的长老。这是魔极天的储物袋，2位长老愿赌服输，既然我赢了，破天魔宗以后不要到处惹事了。徐骁看了一圈沉浸在震惊中不能自拔的众人，笑道：我侥幸杀了魔极天，诸位掌门长老既然做了见证，就请监督破天魔宗，不要来我缥缈宗搞事了。他说完后，破天魔宗2名长老从震惊中回过神，看着手中那焦黑的储物袋，2人面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他们咽了咽口水，看了一圈震撼的说不出话的众人，2人咬牙对视一眼后，祭出飞剑直奔破天魔宗飞回，没有说话，也没有动手，甚至他们刚才想救魔极天都来不及。这场战斗结束的太快了，他们根本没想到掌门魔极天竟会这么快死在徐骁手中。他们要立即返回宗门，通知太上长老，破天魔宗出大事了。剩下的人一个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们一双双眼睛惊恐地看向徐骁，半天说不出话。魔极天的实力虽然在化神9重并不是顶级，但也是妥妥的强者啊。面对徐骁的符箓，竟然连2个回合都挡不住就死了，这徐老头也太恐怖了吧！玉玲珑震惊了，俏脸微红，他眼中的惊叹逐渐转化为浓浓惊喜，看向徐骁，娇躯微颤，眼神微光闪烁，异彩连连。而那个逼王萧木和满脸懵逼地看着徐骁，一屁股瘫坐在了座位上。魔极天死了，徐老狗竟然打赢了化神9重的破天魔宗掌门。这一刻他感觉浑身全然无力，心中浓浓的愤怒与怨恨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再看自己那2000上品灵石的储物袋已经被独孤灵捏在了手中。不，徐老狗，我才是主角。徐骁见众人那惊诧的表情久久不散，笑着摆手道：诸位，我只是侥幸寻得了几张化神9重顶级符箓而已，算是取巧战胜魔极天，大家不必惊讶，这些符箓用1张就少1张，现在差不多都用完了，日后还得靠诸位做见证，魔极天的死可不能找我们缥缈宗麻烦。徐骁的话传入现场每一人耳中，
让他们陆续走出心中的震惊。众人脸上露出古怪表情，差不多都用完了。那不是说还没有完全用完？道天门、万佛寺、天师宗、嗜血魔宗、万毒宗这些掌门长老一个个表情变得怪异。徐老头手中那些化神符箓，就是他们都难以抵挡。对方一个快要老死的老头，寿命还不足1年，手里握着这些个大杀器，这下真 TM 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徐长老客气了，我道天宗与你缥缈宗数万年，交好两派同气连枝，做见证，小事一桩，日后还请徐长老多多照应。我道一，在此多谢了。道天门掌门道一真人直接上前，一脸热情地与徐骁打招呼，攀交情，脸上热情的模样，似乎徐骁是他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般。阿弥陀佛，徐施主言重了，我万佛寺与缥缈宗素来交好，有我万佛寺在，破天魔宗绝不敢因此事找缥缈宗麻烦。乐臣带着2名高僧上前，围着徐骁礼遇有加。徐长老，正魔两道7000年前已有协议，正魔同属人族，应该团结友爱，不应打打杀杀。那个破天魔宗敢找你们缥缈宗麻烦，我嗜血魔宗第一个不答应。还有我天师宗，徐长老放心，回去我就派人监督破天魔宗。我万毒宗也是，徐长老啊，正魔同气连枝，徐长老可万万放心，我们不会让破天魔宗破坏人族团结的。现场一个个掌门长老全部上去与徐骁热情结交，根本不在乎境界与年龄的差距。对方现在手中不知道还有几张这样的化神符箓，而且还是个即将老死的老头子。这种手握重器没几天可活的人，简直就是盘龙大陆最大的恐怖炸弹，万万不能与之交恶。对方现在已经无所顾忌，无所畏惧了。徐骁这下真成了恐怖老头子了。萧慕河瘫坐在座位上，看着被众人簇拥、万众瞩目的徐骁，整张脸直接气得变形了。徐骁，一个马上就要老死的老头，凭什么能抢他的风头？不，这不是真的。他扭曲至极的面庞充满愤恨与不甘，心中无法接受自己彻底沦为路人的事实。蠢货，冷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都能把你气成这样，日后还怎么君临天下？我怎么就选中你这个愚蠢的废物？灵魂深处那愤怒的声音再度袭来，其中既有懊悔又有无奈。若不是他急着寻找一个栖身修养的识海，他怎么会找这个废物当徒弟？真是愚蠢到家了。师父，我知道错了。萧慕河看着被众星捧月的徐骁，脸都涨成猪肝色了。他心中的难受与痛苦犹如翻江倒海。他自从遇到师父，从没经历过这样被无视的场景。在极地魔宗，他可从来都是万众瞩目的超级天才啊！徐老狗，抢我风头，我与你势不两立。对一个逼王来说，不能出风头本来就很难受，但再不仅没出风头，这风头还被别人抢去了，还是一个快老死了的老头子，他都快气得吐血了。好了，忍一忍，有我在，你迟早都能成为盘龙大陆的主宰。识海深处的声音道，那个老头身上应该还有那些化神顶尖符箓，不要与之交恶。记住，现在你要隐忍，先到达炼虚再说。萧慕河心态都快被搞炸了，强压心中的难受与愤怒，咬牙切齿道，是，师父，我知道了。虽然他知道徐老头没几天可活了，但他就是不爽，他真想现在就动手，把那老头按在地上摩擦。这边独孤灵一身青裙，迈动高贵迷人的身躯来到徐骁旁边。师兄，这是你赢下的灵石，可千万要收好。独孤灵当着众人的面抓起徐骁的手掌，将储物袋放了上去。他绝美的面庞在日光白雪的映射下灿然生辉，一双凤眼含情脉脉，看着徐骁充满爱恋与崇拜。师兄不仅爱他，还这么厉害，不愧是他从小就仰慕的男人。独孤灵眼带花痴，在这么多人面前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这让四周那些宗门人士眼眉大动，一个个吃惊地看了过去。传言独孤灵和徐骁早年本是恩爱情侣，但那缥缈宗太上长老姬雪棒打鸳鸯，活生生拆散了两人。之后独孤灵以纯阴之体修炼缥缈长生诀，两人千年无缘。现在徐老头都要老死了，两人再无可能。众人心里一阵唏嘘。福禄强又如何？没有顶级天赋，终归只能化为一抹尘土，怎么来就怎么走。不过走之前，他们可得好好恭维这位恐怖炸弹，千万不要让对方死前发疯，乱扔符箓。萧慕河躲在人群后，看着独孤灵紧紧抓着徐骁的手，不愿放开，还有那不加掩饰的恋慕眼神，直直将萧慕河看懵在原地。我尼玛，老狗，老子草你祖宗18代！萧慕河心里就像吃了苍蝇般难受，徐老狗竟然勾引他的独孤灵老婆，不能忍受啊！萧慕河气得浑身颤抖，
就像遇到了这辈子最大的敌人，用一双充满恶毒怨恨的眼神看着徐骁。等老子到了炼虚境界，老子要将你碎尸万段。但他回过头一想，这老头听说渡劫失败，寿命都不足1年了。我尼玛！气急攻心，萧慕河就像疯了般，直接将自己手中那法器扇子扯得粉碎。对方一个快死的老头，还真他妈可以为所欲为啊！萧慕河彻底破防了。徐骁接过灵石袋，师妹，多谢你了。唉，可惜我寿元不多，但师妹放心，我在世这段时间，若谁敢欺负师妹，老子我定要和他拼命。师兄，谢谢你。朱留温3个长老在旁边屁都不敢放一个。徐长老还真 TM 对掌门有想法啊，以后他们3个一定要看紧2人，万不能让掌门在最后关头沦陷，失去纯阴之身。徐长老都老成这样了，虽然仍然是个老帅哥，但掌门怎么想的啊？太奇葩了。四周那些掌门长老一个个痴傻的站在原地，心里已默默做好规划，在徐老头死之前这段时间，万万不可惹缥缈宗任何一人。接下来的1年，缥缈宗最大。而萧慕河在看见2人那情意绵绵的样子，不，独孤老婆是我的，但他也只能在心里无能狂怒。最终忍不了徐骁那老牛吃嫩草的场景，他选择闭眼，不再看这让他心如刀割的场景。徐老狗快死了，徐老狗快归天了，他和我这个天才没法比。不断自我催眠，萧慕河终于成功缓过了劲，站稳了身形。徐骁松开独孤灵的手，将灵石袋扔进了空间库，心里满意点头。这可是笔大资源啊，萧慕河逼王之名，当之无愧。轻笑一声，他看向人群后的萧慕河，笑着对其道：萧掌门，老夫多谢你的上品灵石了，日后有空来我缥缈宗坐坐，老夫亲自相迎。呵呵。众人见此，心里一阵羡慕。2000上品灵石，这下缥缈宗赚大发了。他们心里开始同情起萧慕河来，本打算装个逼，顺便借刀杀人，收徐老头老命。没想到2极反转，徐老头竟然反杀了魔极天。萧慕河看着徐骁那张厌恶的老脸，吞了吞口水，用尽吃奶的力气压制住心中恨意，笑得比哭还难看到。无妨，这都是徐长老应得的。心如刀绞，痛不欲生。萧慕河真想上去将这个老头掐死。哈哈。徐骁不再理会对方。气运之子脑壳里还有个合体大能神魂，他已经在计划日后怎么收拾对方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击杀气运之敌魔极天，获得奖励，下一次赠送必定触发100倍暴击，系统奖励到账了。徐骁微微一笑，不枉他花费3张画神符路击杀魔极天。徐长老可真是太厉害了，奴家好久都没见过像徐长老这般英武的男人了。玉玲珑挪动身躯，靠在徐骁旁边。玉掌门，还请自重。徐骁老脸微动，长老，奴家只是仰慕长老而已嘛。玉玲珑抬头轻轻说道，说完悄悄从怀中取出一张幽香四溢的传讯符，塞入了徐骁怀里。长老有空联系奴家哦。呵呵。拍了拍徐骁的肩膀，玉玲珑娇媚一笑，伴随着香风离开徐骁。独孤灵在一边皱着俏眉，面色不太好看。这个臭女人，人太多她不好发作，而且她现在并不是师兄的道侣，也没有正当理由管师兄的这些事。再说了，之前他已经收了师兄好处，不管师兄包小密寺周正魔2道的宗门见状，一个个又差点懵逼了。素来对男人眼光极高的合欢宗掌门玉玲珑，竟然主动对徐老头示好，不可能吧？这些掌门长老们撞破头都想不明白，一个快要蹬腿的老家伙，凭什么能吸引合欢宗掌门玉玲珑的注意，甚至是好感？独孤灵就算了，2人从小就认识，算是青梅竹马，但玉玲珑和对方可不熟啊。不理解，他们只觉合欢宗的女人是真不挑。萧慕河看见玉玲珑对徐骁示好，心态再度爆炸，强忍心中那无尽的怨恨与怒意，他竭尽全力安慰自己，没事没事，只是徐老狗刚才出了大风头，玉玲珑老婆去认识一下而已。没错，就是这样，他怎么可能让我家玉老婆看上？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强烈的自我暗示下，萧慕河心态逐渐平稳。独孤灵老婆暂缓一下，等到达炼虚，王者归来再上门提亲。玉老婆这边可以直接开整，合欢宗美女喜欢男人，他这样的年轻天才正是对方的菜。一会散会，他就准备先找玉老婆交流交流感情，最好今晚就完事。他对自己的外貌实力有着无敌自信。玉老婆，你老公马上就来了。呵呵呵。今日9宗会议圆满完成，虽然破天魔宗的人都走了，但万佛寺的了尘还是发表了一番团结友爱的避讳词。之后，这些人与今日的主角徐骁告辞，神情充满恭敬。徐老头死之前可惹不得啊！拜别之后，徐骁唤出玉白飞剑，
与独孤灵几人返回缥缈宗。空中，独孤灵疑惑道：“师兄，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刚才那样的化神符箓？那前辈洞府的符箓也太厉害了，恐怕就是师傅也炼制不出来。”他心里惊讶：“师兄，到底是捐了哪位前辈大修的洞府？”旁边朱留温3位长老也满眼疑惑：徐长老现在得了这些符箓，真是太可怕了，万一身上还剩个10张8张的，他们待在缥缈宗就连觉都睡不好啊！别人不知道，他们可是知道，徐长老吃了寿元丹，还剩50年寿命呢。徐小甫虚笑道：“不多，也就1、2张吧。师妹啊，这东西用1张就少1张，咱们还是要节约着用。万一那个破天魔宗过来找事，也不用惊动诸葛师伯了，都交给你师兄就好。”3位长老心中叹息：“徐长老啊，你一个老头拿着这些神符，谁 TM 不开眼敢来惹你啊？恐怕这1年内9大宗门没一个敢得罪对方的，都规规矩矩的等徐长老老死。但若是1年后他们发现徐长老没死，不知道是啥表情。”独孤灵继续道：“那师兄，最开始那座铁山也是防御类的符箓吗？我看怎么有些不像。”那座铁山只出现了一瞬间，震碎魔极天的黑煞追魂刀之后便消失不见。他并没有从那铁山上感觉到化身气息，似乎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铁山，完全依靠自身硬度扛下绝品法器。徐骁老眼微动，随口道：“没错，也是符箓，在那前辈的洞府内一并找到的。法宝的事，现在还是不说为好，毕竟不太好解释。有这么个法宝，当初杜雷杰怎么不用？而且一个结丹修士根本无法炼化法宝，至少要到化神境界才能勉强接触法宝这种高级货。”这时徐骁感受到空间库内有动静，取出一看，竟是玉玲珑给他的那个精致秀美、带着淡淡体香的传讯符。“徐长老，今日一见，奴家十分仰慕徐长老，有些话想单独给徐长老说。天降山南十里峰叶小玲，奴家在林中亭台，静候徐长老驾临。”充满魅惑的声音在徐骁耳边萦绕，这声音媚到了骨子里，让他感觉到一阵酥麻。这个女人太溜了。不过徐骁不打算拒绝，去见玉玲珑，正好给对方送点东西返还。对方作为 SS 级气运之女，第一次赠送，肯定万倍暴击。哼，师兄，合欢宗那个浪蹄子给你传讯了吧？独孤灵嘟着粉嫩精致的嘴唇，绝美的面庞有几分生气。徐骁安抚笑道：“哪有的事，师妹啊，我一老友正好在附近，听说我们缥缈宗来了，约我过去喝酒。你们先走，我去叙叙旧就回宗门。放心，我有化神符箓，没什么危险的。”3位长老一脸尴尬，沉默不言。徐长老这谎话说的自己都 TM 信了。对方传讯符拿出来的一刹那，他们就闻到其中那削骨噬魂的味道，那不就是玉玲珑的味道吗？独孤灵都懒得拆穿徐骁这蹩脚的谎言，只喃喃道：“师兄，你苦修1000年，可能对合欢宗的认识还不是太足。他们修炼的功法能吸食男人的灵力和气运，气运这东西玄妙，暂且不谈，单单是灵力这一点，就不知吸废了多少修士。”他郑重提醒道：“师兄，玉玲珑到现在仍是靠着自己天赋修炼达到化神9重，你和他走得太近，会早死的。”徐骁听言一愣，他注意到了一个词：气运。他服下9转乾元丹后，自身气运和天赋达到顶级，灵力这方面他自认为区区结丹吸引不了玉玲珑，外貌就更不谈了，虽然帅，但也老了。那么难不成是自己这顶级的气运吸引了玉玲珑？很有可能。徐骁笑道：“放心吧，师妹，你师兄我当然知道那些妖女的厉害，不会与他有牵扯。朋友就是个简单的朋友叙旧而已，他就只去送个东西返还一下，没什么要紧。”说罢，徐骁驾着他那柄闪烁七彩霞光的玉白飞剑，与4人告别，往天降山南边飞去。天降山南10里，一处风景优美的枫叶林地，这里是仍是天降山范围。这处林地是天降山各国代表常来的地方，其内修有建筑房舍，美轮美奂。一处红叶飞舞的亭台中，一名容貌绝美、身穿浅红轻纱的女子坐在石桌旁，小酌了一口灵酒。她完美身形拥有夸张曲线，轻纱下皮肤白皙光滑，动人心魄的香味弥漫，周身散发无穷魅力。其正是在此等候徐骁的合欢宗掌门玉玲珑。他让门下长老先回宗门，自己则来相会徐骁。老头子当真只剩1年寿命了。玉玲珑眼中带着微光，不相信这个传言。若人之将死，其周身的气运不可能像徐长老这般磅礴浩然。老头子肯定还藏了什么秘密，真是年坏的，呵呵。这时远处天边一道七彩霞光飞来，玉白长剑落地，徐骁帅气的一抹胡须，跳下飞剑让玉掌门久等了。徐骁刚一走进小亭，顿时四周的幽香让他心旷神怡。看着面前这位妩媚至极的合欢宗掌门，
徐骁微微一笑，坐在对面。狱掌门，不知有什么话要单独对我说？玉玲珑娇嗔一声，呵呵笑道。徐长老明知故问。徐长老虽老，但也是奴家见过最帅最英武的男人。奴家仰慕徐长老，想念徐长老，才叫徐长老来相会。徐骁身上那庞大的气运似无穷无尽，让他眼眸大震。刚一靠近，沉浸在这无尽的浩瀚气运中，他此刻只觉自己现在面临的那些修炼上的瓶颈都松动了许多，还没吸收就已经有这般让人惊叹的效果。玉玲珑整个人快疯了。长老！玉玲珑忍不住倒在徐骁怀中，一时间幽香扩散，感受对方那无尽的磅礴气运，他立即施展合欢宗独门功法，开始慢慢的吸收对方身上的气运。气运被玉玲珑窃取1点，返还宿主50点。气运被玉玲珑窃取1点，返还宿主50点。气运被玉玲珑窃取1点。徐骁老眼大动，这玉玲珑果然开始吸收气运了。没错，对方就是看上了他的气运，但是系统竟然以50倍的倍率将这些气运全部返还给了他。尼玛，系统老哥也太逆天了，这都算返还。而玉玲珑见对方没有反抗，只闭着眼吸收对方身上的气运，太多了，根本吸不完。他心脏快速跳动，无论他怎么吸，对方身上的气运真就如无穷无尽一般，丝毫不见减少，甚至他还感觉对方的气运更磅礴更深厚了。直到他再也吸不动时，他看向徐骁，老头简直就是个超级气运罐头啊！他们和欢宗的功法本就需要气运配合修炼，吸纳的气运越多，相对也就修炼得越快。但一般男人的气运不多，根本不够他们修炼的，故和欢宗女子才这么急切地寻找那些年轻天才。而这个老头身上的气运多得可怕，多到他都吸纳不了了。徐骁见对方停了下来，笑道：玉掌门，怎么停了？我都快老死了，身上的气运也没什么大用。玉长老既然不嫌弃我这个老头，我也没什么好东西，这一身气运就送与玉掌门了。玉玲珑眼眸大瞪，对方竟然知道他在吸收气运。徐长老，不好意思，我只是情不自禁才这样。他美眸一惊，毕竟对方可是手持大杀器的恐怖老头。徐骁笑道：哼，都说了都送给你了，玉掌门不要客气，这东西对我没用，你吸的越多，我才返还的越多。玉玲珑看着徐骁真诚的双眼，内心顿时无比感动。老头人真是太好了，知道他和欢宗女子喜欢吸人气运，不但不怒，反而还要全部送他。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之后玉玲珑有些尴尬道：长老，不是我不想吸，而是我的气运已经满了，在炼化之前不能再吸了。哦，还有这种事？徐骁眨了眨老眼，摸着胡须微微摇头，这就满了，不太行啊。远处天边，一名俊美白衣男子驾驭一把水晶长剑翱翔天空。水晶长剑雕刻精美，飞行中有龙凤祥光，从远看去如天降神佛。这正是尾随玉玲珑而来的新晋逼王萧慕河。他让自己8大侍女和3位长老在附近等候，自己则循着玉玲珑那让他无比着迷的香味一路跟随。他细长的双眼闪动无比火热之光，神情充满期待，似乎有着无比的自信，只要一见面瞬间拿下玉玲珑。自己这样的绝世天才可不就正是和欢宗跪舔的对象吗？玉老婆，我来了。两眼金光接连闪烁，一想到对方，他简直就控制不住自己。作为天才，他修炼了一种秘法，鼻子特别灵敏，就是相隔10里都能在空气中闻到玉玲珑身上那绝美香味，太香了，不愧是他的玉老婆。脚下飞剑神光大放，萧慕河迫不及待就朝香味追去。他已经在考虑一会见到玉玲珑该用哪一种搭讪方式较为自然合理。进入天降山南10里枫叶林地，萧慕河落地收了飞剑，空气中漂浮的香味越来越浓，萧慕河整个人都痴狂了，一路小跑朝气味源头跑去。正当他满心欢喜看向前方那精美小亭，整个人砰的一下愣在了当场，眼眸逐渐大睁，萧慕河整个人开始颤抖，一股冲天的恨怒自心头涌出，无尽的怨气倾泻而出。他看到了什么？不，我尼玛，这不是真的。内心的极致的痛苦让萧慕河似乎被抽走了灵魂，瞳孔地震。徐老狗，我操你祖宗啊！尼玛，连我的玉老婆都敢勾引你妈！前方小亭内，徐骁正抱着他心心念念的玉老婆，两个人卿卿我我，如胶似漆，衣衫不整。他都看不下去了。我的玉老婆，你肯定是被这徐老狗强迫的。对，强迫的。轰隆隆，一道绝强的灵力波动自萧慕河体内疯狂爆发，
极地魔宗绝品法器万年冰晶魄已捏在手中，师傅送他的绝品法器天魔万魂幡已飞出储物袋，漂浮在空中。无数黑影厉鬼游荡在万魂幡四周，一个个凶神恶煞，对着小亭内两人接连咆哮。他再也忍不住了，他要彻底铲除这个超级老色魔。小亭这边两人瞬间发现了远处震动的灵力，有人来了。玉玲珑娇媚的面庞顿时一震，松开徐骁穿好披在身外的轻纱。徐骁起身，同样惊讶地朝灵力震荡的方向看去。远处天空，一道巨大幡旗迎风飞舞，似有无数厉鬼从其中飞出，威势之强让人震撼。化神9重强者，徐长老小心！玉玲珑面色凝重，开口提醒。这处地方他来之前就交代过天降山众人，今天不要过来，怎么还有化神修士进了这枫叶林？徐骁微微点头，两人随即朝前方飞去。蠢货，冷静！识海深处的声音再次传来。失控中的萧慕河眼神血红，已经被徐骁和玉玲珑搞破鞋的士气的失了智。他现在只想立即收拾徐骁，他等不到对方老死的那一刻，一天1个时辰都等不了了。凭什么徐老狗能勾引上他的2大老婆？这不可能！徐骁和玉玲珑来了，赶紧走。那徐骁有些古怪，身上化神符箓恐怕还有剩余。现在你还没达到炼虚，挡不住那些化神符箓的。合体大佬心中也出现一抹凝重，这个无敌蠢货，只要回极地魔宗安心修炼，等这个徐骁老死就行了，何必要冒这种风险与之战斗？等到了炼虚大境，漂亮女人不是一抓一大把。蠢货！师傅，我忍不了这个老色魔了。萧慕河心里难受至极，独孤灵也就罢了，现在竟连玉玲珑都和徐老狗混在了一起。一想到玉老婆那风姿万千的身躯，萧慕河就双眼喷火，无法理智。愚蠢！1年后那老头就死了，你必须忍。走，再不走的话，本尊没有你这个徒弟。也许是合体大修的话说到了萧慕河心坎上，后者身躯微微一颤，眼中一道恐惧出现，让他恢复了些许冷静。没有师傅，他萧慕河就是个屁。别说玉玲珑和独孤灵2位老婆了，就是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师傅，我好气啊！1年后再说，都是个快死的老头了，不值得我们动手。那个玉玲珑你要是喜欢，等你成为主宰后抓回来就是。还有缥缈宗那个掌门，但现在你要做的是隐忍。走！眼看着徐骁的玉玲珑的气息越来越近，萧慕河大叫一声，忍下心中无尽愤恨，收了法器，脚踩飞剑化为一抹极致流光飞走。忍？他今天忍了。徐老狗，等你死了，老子再来收我的2位老婆。对，一个快死的老头不值得他冒险动手，就让你这个老头度过生命中的最后1年。这盘龙大陆，他的这些老婆迟早都会回到他手上。徐老狗，可惜到时候你就死了，看不见本天才和老婆们进洞房的情景了。最后时刻，萧慕河明悟了，师傅说的对，一个快死的老头，他理都懒得理。徐骁和玉玲珑飞到现场，萧慕河早已飞走，天空只剩一道逐渐消失的亮光。怎么刚才那一声吼叫有些像萧慕河那逼王？徐骁摸了摸山羊须，心中略有疑惑，这逼王来这里干嘛？偷窥他和玉玲珑？妈的，这也太变态了吧！摇了摇头，徐骁懒得多想，早晚要死在他手中，偷窥就偷窥吧。徐长老，四周寒气未散，看来是极地魔宗的人。玉玲珑绝美的面庞带着丝丝凝重，极地魔宗，那就肯定是萧慕河了。一想到此，他双眼闪过阵阵嫌弃，这个恶心男竟然在这边偷窥，太猥琐了。玉玲珑一想到对方那猥琐的模样，就不停犯恶心。好了好了，玉掌门，咱们别管他了。掌门这般貌美，也不嫌弃我这个老头。我这里有个东西，不算珍贵，正好送给掌门以表心意。哦，送我东西？玉玲珑面容闪过光泽，看着徐骁捂嘴轻笑。这老头渡劫失败，除了那些符箓，身上应该没什么好东西了吧？还送他东西？呵呵。徐骁从空间库取出一枚上品驻颜丹，洁白的丹身散发莹莹光泽。即便是上品，那是系统送的高级货，不是寻常市面上那些良莠不齐的流水线产品。玉掌门，这是上品驻颜丹，我之前存有一枚。掌门如此动人，若将这上品驻颜丹服下，容貌可青春长久。徐骁微微一笑，而玉玲珑却惊讶地看向徐骁手中那枚驻颜丹。上品驻颜丹，他本来吸了一身气运已是大赚，但现在对方竟要送他上品驻颜丹。驻颜丹这东西市面上基本只有中品存在，上品驻颜丹十分少见，他之前也就只服了一枚中品驻颜丹而已。虽说修士容貌不容易衰老，也有驻颜之法，但有驻颜丹在，却是能更方便容易得留住青春容貌。
多谢徐长老。长老，你对奴家真是太好了。玉玲珑接过驻颜丹后，满心欢喜放入储物袋中，香味弥漫。两人又是一番温存，但玉玲珑还是有所顾忌。对方穿好浅红金纱后，徐潇只微微一笑，毕竟自己容貌老朽，对方一个大美人，有些顾虑正常。唉，看来还是要早点到化神才行，到时候重返青春就能恢复他的帅气容貌。玉玲珑挽着徐潇手臂，绝美的面容红润道：长老，待我炼化完气运，可不可以再来找你？徐潇笑道：当然，玉掌门，我说了这一身气运会全部送你，你可随时来取。呵呵，长老真是对我太好了。柔情告别一番，玉玲珑御剑而去，迫不及待回宗门炼化上品驻颜丹，还有那一身吸满了的庞大气运。恭喜宿主赠送玉玲珑上品驻颜丹成功，第一次赠送玉玲珑触发万倍暴击，返还3000大道丹。3000大道丹，随机领悟一种大道之力，存有一次万倍暴击机会，下次普通赠送可触发。看着空间库那一枚拳头大小的神丹，徐潇老脸欣喜，满意点头。又是3000大道丹，这东西来多少他都不觉得多。大道之力在化神炼虚境界颇为关键，多领悟一门大道之力就多一分实力。很好，祭出玉白长剑，徐潇心情不错，朝缥缈宗飞去。现在他已用化身9重符箓震慑住各大门派，至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魔宗的人不敢来找他麻烦，急得魔宗一处宽大厢房。萧慕河回去后，心里越想越气，每每徐潇和玉玲珑亲昵的画面在他脑中浮现，他就气得抓狂，疯狂打砸房内陈设。徐老狗，老子与你不共戴天！双目充血，似要喷出火来。打砸过后，想到师父给他说的话，他才忍住心中怒意，平稳下心态。1年，本天才就再忍你1年时间，至此之后就是本天才的时代了。想到自己天命之人日后君临天下的模样，萧慕河心中燃起熊熊烈焰。本天才是这盘龙大陆的主角。玉玲珑绝美动人的外貌时不时出现在萧慕河眼里，面庞涨红，对方简直太漂亮了。进来。房门打开，一名身穿黑衣的女子上前跪拜。阿姨是他8世女中最漂亮的女人，但萧慕河现在看着对方，眼里生出浓浓的失望之色。和玉玲珑、独孤灵那样的女子一比，阿姨的外貌简直被秒成渣。可恶，只得先将就将就了。到天门，道义真人返回宗门大殿，连忙召集所有内门长老开会，叮嘱所有门人弟子，这1年内徐潇死之前，万万不能去得罪缥缈宗人，犯错就认，挨打立正，绝不能与缥缈宗的弟子产生任何纠纷。那个玄魔宗就是前车之鉴，惹了为所欲为的徐潇，直接就被化神9重符箓灭了宗，太可怕了！这种将死老头简直丝毫不能沾惹。同样的事还发生在万佛寺、天师宗、万毒宗、嗜血魔宗，甚至包括几大宗门下辖上百个2、3流门派。几乎现在整个盘龙大陆认定了一件事，现在的缥缈宗不能惹，特别是那内门长老徐潇，在对方老死之前绝不能激怒对方。破天魔宗后山2名助理长老将徐潇的事全数汇报给了太上长老。魔极天这个蠢货死了也好，正好给我尔腾位置了，这样的蠢货不足以带领破天魔宗前进。你们2个准备一下，明日就让我儿宇文浩接掌破天魔宗掌门之位。2名长老点头，随后问道：太上长老，那魔掌门的仇？那个徐潇都快老死了，还报个屁的仇？你们2个通知门人，这1年就不要到处惹事了，先等那个徐潇老死了再说。徐潇回到缥缈宗后，见了独孤灵与朱留温3位长老，交代了一番，回到小院房屋，服下了空间库中的3000大道丹。恭喜宿主领悟3000大道之人火一道。人火？徐潇老眼闪动，心里大喜。之前就已领悟的火一道，现在又领悟了人火一道。人火也称之业火，其火自体内而生，呈赤红色，乃是天地人3火中最为奇妙的一种。怒火、欲火、心火、劫火等都属于人火的范畴。感受刚才领悟的那玄妙异常的人火，徐潇老眼大睁，只觉这股规则之力强得可怕，拥有人火大道之力，能随心所欲引燃敌人体内的各种情绪之火，怒意、恨意、欲念、心魔。但凡对方不是清心寡欲之人，心念一动，业火中烧。强！现在他地火与人火都已领悟，火焰之力内外交加，随着他修为提升，2种大道之力将越来越强。略微思索，徐潇老眼大动道：若是再领悟天火，岂不是相当于领悟了3昧真火？想到这个可能性，他心念大动，太强了。3昧真火这种东西可是真正的仙家术法，这种术法可称之为真正的神通。满意点头，徐潇盘坐在房内蒲团上，
开始修炼缥缈长生诀。现在他杀了魔极天，算是得罪了魔道宗门，尽快提升修为才是真正的自保之道。还有极地魔宗那个逼王还等着他去干，早点到元婴也好开始规划。姓名徐骁，年龄1008岁，境界结丹4重，特殊体质地火、人火、道体，剩余寿命301年。几日后，天降山消息传回缥缈宗，整个宗门炸了。无论是外门弟子还是内门弟子，无一不讨论这2日盘龙大陆的高光人物。他们的徐长老，我尼玛，老色魔竟然一个人把破天魔宗掌门干了，真的假的？徐长老这也太强了吧！那魔极天可是化神9重强者，还是9宗之一的掌门，不可能，不可能！这个老色魔绝对没有这样的实力，我不信！外山宗门广场，就连那些平日见不到人的内门弟子都跑过来相互交流，妄图了解更多徐长老的事。他们也很好奇，一个雷劫失败的老头，凭什么能击杀能与掌门对抗的魔极天？这也太离谱了吧！都安静，听我说。内部消息，老色魔挖了一个前辈大能洞府，从里面搞了几张化神9重的超级术法符箓。他就是靠这些符箓，在天降山一张张的把魔极天轰死了啊！这位内门弟子说完，附近的人眼眸大瞪，纷纷看了过来。用化神9重的符箓一张张轰死，尼玛，老色魔也太贱了！作弊，纯纯的作弊啊！这一刻，不少恋慕金柳香灵烟的男弟子心里哀叹，怒叹那个魔极天不争气，怎么就没把这个老色魔给嘎了？这下把老色魔放回宗门，他们这些弟子岂不是要天天面对一个拥有化神符箓的恐怖老头？喽，我们缥缈宗那些漂亮女弟子完了呀！这下就连独孤掌门恐怕都压不住这老色魔了。这还没完，那老色魔轰死魔极天后，听说还强迫合欢宗掌门玉玲珑搞破鞋。魔宗那边都放出消息了，说咱们这位徐长老是色中恶鬼，用化神9重符箓威胁玉玲珑，强行要玉玲珑服侍他这个老色魔，还被人看见了。你就说尴不尴尬吧？我尼玛，老色魔也太牛逼了，合欢宗的妖女都不放过，色中恶鬼实至名归啊！一众男弟子沉浸在无尽的痛苦与愤怒中，而女弟子一个个瑟瑟发抖，不论长得好看不好看的都面色发白，唯恐遇见这位老色魔。不怕，师弟师妹们，咱们再撑1年，这老头的寿命已不足1年，最多1年后，我们缥缈宗就彻底恢复朗朗乾坤。老色魔，下地狱去吧！听到这个消息，一众内外门弟子拍手叫好，面色兴奋不已。好好好，再忍1年，他们缥缈宗甚至整个修真界将恢复平静。幸好啊，老色魔寿元无多。时间过得很快，1年转瞬即逝。这1年中，整个盘龙大陆修真界无比平和，各大宗门之间正魔两道从来没有过像这1年般如此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没有任何流血事件发生。各派门下弟子甚至亲如兄弟，连个简单的斗殴都没有。徐骁凭一人之力，在这1年中彻底扭转了盘龙大陆之前那恶劣的修真风气。缥缈宗外门广场，擂台大摆，今天是宗门大比的日子，一众外门弟子争抢成为内门弟子的名额。参赛的都是50岁以下的筑基期精英弟子，最终获胜的10人将成功进入内门，拜在内门长老门下学习内门功法。擂台分10处，一处擂台上，一身外门长衫、青春动人的灵烟手持中品法器流星剑对敌。这是几个月前徐骁赠送给他的中品法器，现在他和金柳香在筑基丹和上品灵石灌溉下，都已到达筑基9重境界。灵烟对面是一名男弟子，手持一柄下品法器，他俏眉微动，比试一开始便祭出流星剑，施展御物术对敌。中品法器威力迅猛，速度奇快，激得那男弟子节节后退，难以抵挡。之后其亮丽黑发中一枚法钗飞出，灵力灌注下放出数道火球，砰砰砰就朝男弟子飞去。我认输。男弟子被吓傻了，对方修为高，法器多，打得他简直没有还手之力。灵烟俏美的面庞一笑，收了法器，跳下擂台。娇媚动人的金柳香早已赢下这一轮，在下方等候灵烟。师妹，好样的，再赢1轮，咱们就可以拜入内门了。金柳香面含喜色，拉住灵烟葱白柔嫩的小手。师姐，这都多亏了徐长老，若是没有长老，我们不能走到这一步。提到徐骁，两人面容略显黯然。最近3个月，他们已再没见到过徐长老，小院也无人，对方就像消失了一般，彻底断了联系。长老可能作画了，一想到这种可能，两人心头涌出一抹悲痛。特别是灵烟，徐长老对他真是太好了。
甚至他觉得比他的父亲母亲还要好，但直到徐长老作画老死，他都没有机会报答长老。他很后悔，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他一定会以身相许，报答徐长老四周那些围观的外门弟子，见林烟和金柳香一样打入了决胜局，一个个瞬间就不淡定了。两个贱货，都是靠出卖肉体换来的境界和法器，有什么好嘚瑟的？对，这两个贱人就是抱了徐长老的大腿，才能在大比中走到现在。没有徐长老，两个贱人屁都不是。辱骂的弟子大都是女弟子，他们羡慕嫉妒恨，骂声一个比一个大，甚至10几个女人还将林烟、金柳香围了起来，指指点点不停辱骂。附近的男弟子不动声色，根本没打算去帮忙的。两个不要脸的女人肯定是瓜分了老色魔遗产，才有如此进步。更有甚者，还偷偷打量两女的容貌身材，一个个眼中金光闪烁。这么漂亮的女人，就是接盘也不错，搞不好接了盘还能分到老色魔的遗产。林烟面色苍白，有些害怕。金柳香挺起胸脯，将之护在了身后，但架不住骂的人多，就连她也面露难色，咬紧牙关。失去了徐长老庇护，他们两人在宗门不好过了。两个贱货，徐长老消失3个月了，我看啊，早就不知道在哪作画了。你们还想抱徐长老的大腿，从今以后再没人能维护你们。贱人就该有贱人的结局。林烟被一众人围着骂，心里悲痛害怕。他又想念徐长老了，金柳香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沉默不言，冷眼看着四周门人。柳香、一二，再赢一局，你们就能拜入内门了。你们的内门师傅我已经帮你找好，就拜在温长老门下吧。就在此时，一道慈和温暖的声音从天空飘来。两女抬头，当看见那一抹熟悉的灰袍，鼻子发酸，泪水止不住流出。徐长老。徐骁驾着玉白剑光缓缓落地。他之前3个月在以前自己内山的洞府闭关修炼，今日才出关，还是一身灰袍，但本来纯白的头发现在已夹杂丝丝黑发，容貌皮肤似乎没有之前那般干瘪老迈，稍微变得紧致光滑了一些。如果说之前徐骁就像个80、90岁老头即将入土，那现在的徐骁就像个60、70岁的老人，身躯挺拔威武，而且变得更帅了，纯纯的老帅哥。这一切都因为他突破到了元婴期，达到了元婴一重。长老，您变年轻了。金柳香林烟擦了擦眼泪，看着面前这位生出些许黑发的老者，两人顿时激动不已。经过3个月的暗自伤痛，他们不想徐长老作画，他们想对方一直活下去。徐骁笑道：最近境界有些恢复，小事而已。说罢，他冷眼看向四周那些原地石化的门人，轻咳一声道：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咱们缥缈宗的人要团结互爱，不要欺负同门。你们辱骂霸凌金柳香和林烟，该当何罪？徐骁威严庄重的声音伴随凌厉，炸响在现场每一位弟子耳边扑通。感受徐骁身上散发的恐怖威压，刚才那些欺负金柳香林烟的门人吓傻了，一个个跪在地上。徐长老，误会，都是误会啊，我们只是在和2位师妹开玩笑而已。徐长老，您千万不要多想，不管是刚才辱骂2人的女弟子，还是附近心里骂徐骁的男弟子，都面色惨白的跪下，不敢直视这位恐怖老色魔。没死，老色魔竟然还活着，谢特啊！而且他们还在老色魔身上感受到了那恐怖的元婴威压，对方不仅没死，修为境界还突破了，甚至似乎还变年轻了，黑头发都长出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附近所有弟子都懵逼了。很快10处擂台下数百弟子全都围了过来，当看到徐骁那变年轻一丝的外貌后，他们惊得五雷轰顶。没死，还变年轻了，老色魔，什么情况？主持宗门大比的长老执事也都赶了过来，惊讶地看向徐长老。长老还没死呢。当陆大年看见须发花白变年轻了的徐骁，一双牛眼瞪瞪的浑圆，他知道了师伯吃了寿元丹，还有50年寿命残留，但变年轻了是什么鬼？等等，元婴威压，师伯又重返元婴境界了。徐师伯啊，您这3个月去哪了啊？弟子好想念您。陆大年舔着脸跑到徐骁面前，一个劲的慰问恭维。师伯现在的名声可不得了，结丹期就让各大派鸡蛋，现在重返元婴境界，恐怕就是掌门师傅来了都管不住对方啊。徐骁看着附近跪下那些瑟瑟发抖的外门弟子，摸着山羊胡摇了摇头。大年啊，你们执法队是怎么搞的？这些外门弟子欺负柳香和烟儿，你这个师傅都不管吗？徐骁老脸闪过一抹淡淡怒意，长此以往，我缥缈宗名声何在？岂不乱了套了吗？重罚，必须重罚。陆大年赶忙趁势，立即招来附近维持秩序的执法队人员，对这些跪下的外门弟子不客气道：冲撞徐师伯，全部拿下，门规处置，
每个人鞭刑10轮，扣1年0时。下面那些弟子面庞大惊，眼中泪水都快流下。徐长老，我们错了，求求您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这些外门弟子心中懊悔啊，没想到老家伙竟然还活着，早知道如此，他们万万不敢当众羞辱金柳香灵烟啊！这可是徐长老包养的小蜜。执法队不留情面，在陆大年的指挥下，将这一个个外门弟子全部拖走，其中大多数还是女弟子。10轮鞭刑，也就是打100下。他们现在连死的心都有了。附近那些看热闹的弟子面色煞白，惶恐地看向徐长老。老色魔也太可怕了，这尼玛已经开始公然维护自己的小蜜了。谢特，老色魔不死，缥缈宗完了呀！哈哈，徐长老啊，1年不见，长老愈发年轻，恭喜恭喜啊！恭喜徐长老重返元婴境界，这可是我缥缈宗的大喜事。附近看比试的外门长老一个个热情地上前与徐骁打招呼，他们眼带敬畏，恭敬不已。徐长老这样的恐怖老头还活着，别说缥缈宗了，就是整个盘龙大陆都无人敢惹啊！带着金柳香灵烟回到外门小院，这里3个月没来，花草枯萎，灰尘满布。两人兴奋地打扫起来，能为徐长老做事是他们最开心的事。徐骁躺在小院摇摇椅上，从空间库取出灵茶品尝。1年了，没想到这么快就突破到了元婴1重。回到内门洞府3个月，顺利突破元婴期，而且让他惊喜的是，衰老的容貌略有恢复，至少现在看上去没有那么老朽了。闭关之前，他给灵烟赠送了一张引雷符和一件中品法器。引雷符触发任务奖励的10000倍暴击，返还了炼虚9重9天神雷符，这应该是现在系统能返还的最强符箓。中品法剑返还了一把上品法剑，而金柳香已经有中品法器，故赠送了一张冰剑符，返还2张化神9重玄冰剑羽符。至于筑基丹和上品灵石也没少送，算上自己闭关的开销，现在上品灵石还有2300枚，运金丹100颗，化阴丹30颗。下午时分，两女将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来到徐骁面前，两人紧张的跪拜，美眸皆带着仰慕与思念。徐骁笑道：“柳香、烟儿，辛苦你们了。”他说着，拿出20枚运金丹，20枚上品灵石。你们现在到了筑基9重，也该是结丹的时候了。每人10颗运金丹，10枚上品灵石，尽早结丹也好到内门休息。到了结丹期，由我亲自传你们缥缈长生诀。两人闻言大喜，跪着接过徐骁的赠送。弟子多谢长老，恭喜宿主赠送20颗运金丹成功，返还30枚化阴丹。恭喜宿主赠送20枚上品灵石成功，返还300枚上品灵石。送完东西，两女叩拜感谢，站在徐骁旁边没走。金柳香面色羞红，开始在徐骁后面给他按摩肩膀。顿时，对方身上的少女香味飘来。长老，您不在的这3个月，弟子好想您。金柳香看着现在容貌略有回春，更加帅气的长老，心里满是欢喜。叶儿，你先回去吧，你师姐给我按按肩膀就回来。是，长老。林烟羞得小脸通红，逃出了小院。几日后，徐老头还活着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盘龙大陆。什么？那老狗还没死，还突破到了元婴期。极地魔宗宗门大殿，当萧慕河听完长老的汇报，整个人直接懵逼了。他细长的眼眸带着浓浓震惊，其中愤怒与怨恨再度充满。不可能，这老头明明都1000多岁了，怎么还没死？回光返照，对，一定就是回光返照，肯定最近就是他的死期了。萧慕河心里都要气炸了。本来3个月前他都默认徐老狗是个死人了，没想到现在竟然复出了，还一跃到了元婴期。我尼玛，开什么玩笑？下方3长老汇报道。掌门息怒，徐骁化神雷劫失败，不可能再有实力渡劫，他之前就是元婴9重修士，恢复到元婴期也是有可能的。另一位长老道：掌门，现在徐骁只是强弩之末，不足为惧，充其量就是个元婴老头，没几日可活。目前最重要的是南瞻国天人秘境的争夺。1月后天人秘境开启，化神之下的修士都可入内探索。若是我极地魔宗能得到大道神丹，掌门突破炼虚指日可待。萧慕河一听大道神丹的事，顿时双眼放光，将那个该死的老狗抛之脑后。南瞻国天人秘境300年开启一回，其内深处生有大道神树，树上结有大道神丹。大道神丹服下后，能额外领悟一种大道之力，乃是盘龙大陆最为稀有的神丹。他越想越兴奋，一想到突破炼虚后就可以娶2位老婆，他就止不住的浑身发抖，满面红光。派人，3位长老，这次要派我极地魔宗最强的元婴修士，务必拿下大道神丹。萧慕河眼里闪过浓烈金光，
选出的4个元婴修士，每人带上3颗冷炼淬火丸，不许有任何闪失。3名长老听言，眉宇微皱。掌门，冷炼淬火丸若短时间连续服用3颗，恐怕我宗门那些天才弟子……无妨。萧木和眯眼摆手，为了我宗门的未来，牺牲一点又有什么？有本掌门这个超级天才在，我极地魔宗称霸就在不远。是，掌门。同一时间，道天门、万佛寺和欢宗、魔道其他4宗皆被徐骁还活着的消息震惊。什么？徐骁还没死呢？这不都过了1年了吗？算了，估计还在硬撑着。不管他了，师弟，下个月300年一次的天人秘境开启，可以选人了，务必选出我道天门最优秀的弟子前往，目标大道神丹。就是拿不到神丹，也要带足够的好处回来，赶紧的选起来。万佛寺，阿弥陀佛，徐施主没死，也是一件幸事。老衲2000年都未见修真界这般祥和了，希望徐施主能多活一段时间。圆通啊，下个月天人秘境开启，去罗汉堂挑人吧。若是能带回大道神丹，就是徐施主死了，这修真界也能保持目前的祥和，这就最好了。合欢宗，呵呵，老东西果然没那么容易死。貂毛玉榻之上，美艳动人的玉玲珑披着轻纱，玉体斜躺，一只白皙修长的纤纤手臂枕着脑袋。他还在炼化当日从徐骁身上窃取的气运，这气运不仅多，质量还奇高。一想到徐骁，他美眸中就泛起丝丝光华。妹儿，下个月天人秘境开启，挑4个元婴9众弟子出来，给他们说不用拼命，大道神丹本掌门也不指望，随便带点好东西出来就是了。玉玲珑妖娆绝美的面庞闪过丝丝期待。他现在对大道神丹没什么需求，至于原因，当然是徐骁那一身无穷无尽的气运。有徐长老这般奇人在，突破炼虚只是时间问题，没有必要让门下弟子冒险去争大道神丹，就当去旅游散心吧。呵呵。缥缈宗后山洞府，一身青裙的独孤灵喝着灵茶，笑道：诸葛师伯，下个月天人秘境的人选我已经想好了，就让我那大徒弟水月带队前往吧。他几年前就能度化神雷劫，为了天人秘境可一直在压制修为。鹤发童颜的道袍老者笑着点头，水月天资奇高，在一众内门弟子中拔得头筹，有他带队得到大道神丹的概率很大。林丫头啊，这次若是你得到大道神丹，突破炼虚境界，我缥缈宗接下来300年将独占鳌头。姬师妹到时候出关归来也会很欣慰的。似乎想到什么，诸葛无方面色微动，沉声道：徐骁那个臭小子最近出关了，听说还突破到了元婴期，这又是何必呢？苦苦挣扎而已。林丫头，找个机会给那臭小子提个醒，别仗着自己寿元无多就到处惹事，老老实实把接下来50年过好。若再惹出上次那种灭门的事，老道我就要亲自去捉他了。个臭小子，一把年纪了还保小命，还敢公然在门人面前维护小命，唉，还挺会的。外门大比决赛日，上千弟子围观10处擂台，现场一片喧嚣热闹。今日胜出的10名弟子能一步飞天，拜师内门长老。金柳香和灵烟的擂台挨在一起，这是徐骁让陆大年安排的。现在他就站在2处擂台中间，抚须笑看最后一场比试。两女到了内门，早些结丹，更方便他赠送运金丹。返还的化阴丹，他正好能用上，这不就节约了吗？哈哈，徐长老竟然来了！我勒个去！徐长老为金柳香灵烟站台，这尼玛谁敢赢他们？不是找死吗？完了完了，我缥缈宗完了！有这个老徐长老在，这风气全完了啊！附近的弟子躲着徐骁远远地，唯恐冲撞到这位恐怖老头。现在对方正处于寿元终结的关键时候，哪个不开眼上去惹，妥妥找死啊！之前那几10个挨了10轮鞭刑的弟子，到现在还躺在床上。两女见徐长老在下面观看，信心大增，手中法器祭出，已经迫不及待准备对敌。徐长老活着就是他们的最大后盾。两女对面的对手看见下面那人畜无害的慈和老头，双双吓得心肝俱颤，面色惨白。他们也是外门出类拔萃的天才弟子，但若是惹了徐长老，尼玛会不会被暗杀呀？比赛还没开始，他们两人就战意全无，甚至还在想一会怎么漂亮的在徐长老面前放水，博长老一笑。检测到气运之女，白巧巧，气运等级 B 级，返还倍数10倍，羁绊度1 B 级气运之女。徐骁老眼一动，朝两人旁边那处擂台看去。擂台上，一名身穿浅蓝长衫的少女持剑而立，等待比赛开始。女子亭亭玉立，身形高挑，面容美丽，纯洁动人。她一头黑发束在后背，玲珑的身躯完美而纤细，皮肤白皙光滑，面庞雅致俏然，就如百合花一般惹人怜爱。这是一个知性美女，
擂台对面是一个身材壮实的魁梧青年，青年凶狠看着白巧巧，势必击败对方晋级内门。高台处陆大年准备下令决赛开始，没等他挥手，就看见了用眼神示意他稍等的徐骁，心头一震，连忙暂停，等待长老示意。徐骁走到白巧巧擂台处，四周外门弟子惊恐退让，不敢阻拦。白巧巧，你下来，长老我与你有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徐骁面露慈和笑容，老眼闪过微光。他来之前就看出白巧巧应该赢不了这次擂台，对面的青年已有结丹气息，即将突破。气运之女越多越好，既然遇到了，就一并送入内门，结个善缘，方便日后赠送。啊，徐长老，您是在叫我吗？白巧巧回头一看见徐骁那张老脸，吓得花容失色，小心脏狂跳。徐长老，竟是这位门内盛传的无良长老。对，就是你。哼哼，不要害怕，你与我有缘，过来吧。徐骁的话说完，四周所有弟子懵逼在原地，就连台上那信心满满的青年面容也一下垮了下来。我尼玛呀，老色魔都开始当众选妃了，这缥缈宗还有救吗？徐骁慈和善意的笑容在四周无数弟子眼里自动换成了猥琐邪恶的模样，他们一个个敢怒不敢言。老色魔竟然把魔爪又伸向了白女神，这可是外门三大美女最后一个整瓜了啊！前面两个都被老色魔摘了去。苍天大地，掌门，太上长老，快出来制裁这个魔鬼吧！白巧巧面带惧色走下擂台，婷婷走到徐骁面前，她努力克制心中害怕，带着笑容对徐骁行礼：弟子白巧巧拜见徐长老。还算懂礼数，没被自己气场吓住，是个好苗子。系统认证的气运之女，无论外貌、天赋还是心性，都是万里挑一的女子。徐骁点头笑道：白巧巧，外面关于我的传言你不要相信，长老我寿元不多，只是想找几个有天赋的弟子传承我的衣钵而已。金柳香和灵烟都是如此，你与我有缘，天赋不错，若是能进入内门，必定一飞冲天。白巧巧听言一愣，看着徐骁慈和的笑容，心头的恐惧逐渐消散。徐长老，似乎没有外面传闻那般不堪，多谢徐长老。但长老，弟子只有筑基8重，这一次恐怕难获胜。他有自知之明，走到决赛已是他的极限了。徐骁摆手道：无妨，既然你与我有缘，我会帮你。到了内门，就拜在温长老门下吧。一会赢了擂台，你过来，温长老的拜师礼，我替他出。白巧巧心念大动，美眸微光闪烁。进入内门是他毕生的梦想，还能拜在3大内门护宗长老温长老的门下，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多谢长老。白巧巧跪地一拜，心绪止不住激动。他现在明白为何金柳香灵烟忍受众人谩骂也要跟着徐长老了。长老原来是在传承衣钵，这是难得的大机缘。你在外门可有师傅？徐骁问道。有，弟子外门师傅是孟丹长老。哦，竟是他，哈哈，那就方便了。去吧，有我在，你不会输的。弟子多谢长老。说罢，白巧巧挺着拥有完美弧线的胸脯直直上台。而此刻对面那青年都被吓傻了，因为老色魔一直在对他笑，那笑容看得他不寒而栗。尼玛，老色魔这是在威胁他呀！在徐骁的示意下，陆大年发了开始比试的号令。金柳香灵烟那边徐骁不担心，因为对手他已经给过眼神了。白巧巧这边，对面的青年吓得手脚发软，根本不敢对白巧巧进行有效攻击。老色魔一直盯着他，太可怕了。白巧巧竟也被老色魔泡到了。最终青年怕徐骁搞他，退后一个失足落下了擂台。白巧巧第一个获胜，晋级内门。四周那些弟子看着台上这演技拙劣的放水，一个个石化在原地。他们用一种恐惧、愤怒而又无可奈何的目光看向那个恐怖老头。我尼玛，白女神也沦陷了。就只说了几句话，老色魔成功摘下外门3大美女最后一位，还威胁对手让白巧巧晋级。不，恐怖老色魔不死，缥缈宗灭宗之日不远矣。上方陆大年和一众外门长老看着白巧巧获胜的擂台，一个个老家伙心里唏嘘。徐长老连装都不装了，挖了前辈洞府的徐长老现在也有太有底气了。不过他们只是心里吐槽，表面上还是装作无事发生。对方寿元已经走到尽头，连化神9重魔极天都杀了，更别说他们这些外门长老。很快金柳香和灵烟第2、第3个获胜。对手看着徐骁基本不敢发力，瑟瑟发抖地滚下擂台认输。哈哈，做得不错，柳香、烟儿，过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个师妹。徐骁笑着叫2人过来，白巧巧已在一旁等候。长老，灵烟笑着和白巧巧打招呼，
他们之前本来就认识，不过没有多熟。徐骁道：“你们三人结丹能御剑飞行后，就可搬去内门修炼。温长老那边我已说好，你们不用担心。”三女听言眼神一亮，立即在徐骁面前下跪拜谢。问过白巧巧年纪后，徐骁继续道：“到了温长老门下，柳香啊，你就是师姐；白巧巧，你是二师姐；嫣儿，你是师妹。你们三个好好相处，日后修炼资源不用担心，都由我来承担。”金柳香、林嫣儿大喜拜谢，弟子多谢长老。白巧巧第一次遇见这么豪爽的长老，眼里微光闪动。他的外门师傅给他的资源有限，不然凭他的资质早就筑基9重了。论天赋，他觉得自己丝毫不比金师姐和林师妹差。白巧巧，这是10枚筑基丹，10枚上品灵石，中品法器玄光戒，就当是见面礼。现在你才筑基8重，拜师礼还是先不着急，等你快要结丹时再说。徐骁将东西递给对方，白巧巧接过后有些愣神。弟子多谢长老。喜悦之情浮现，白巧巧跪身，重重给对方磕了3个响头。这见面礼无比贵重，外门师傅加起来都没有徐长老这一次给的多。无需多礼，我与你们有缘，这是应该的。徐骁笑道：“老夫日后的衣钵可还要你们传承。”恭喜宿主赠送10枚筑基丹成功，第一次赠送白巧巧，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绝品悟道丹。恭喜宿主赠送10枚上品灵石成功，返还100枚上品灵石。恭喜宿主赠送中品法戒成功，返还上品法戒。绝品悟道丹服用后短时间进入顿悟状态，可用于突破修为瓶颈。附近所有门人看着徐骁当场送东西，全都懵了。这还包括陆大年一众外门长老和执事。各位长老，难道你们就干看着不管管吗？这缥缈宗还有没有王法？外门弟子一个个气得脸都绿了，恨不得立即将这老头砍死当场，太欺负人了。宗门比试继续，最终10名优秀弟子全部出炉，获得晋升内门的资格。当他们到达结丹期后，宗门会安排内门长老前来收徒。陆大年陪徐骁回小院，牛眼睛里满是心累。这样下去，师伯名声更差了啊！徐骁哼笑道：“身正不怕影子歪，大年啊，师伯只是在为我缥缈宗培养人才而已，怕什么？”啊！陆大年懵逼了。大年啊，赶紧重整执法队，谁要是乱传谣言，门规处置，好好办。是，师伯。陆大年看着徐骁老迈直挺的背影，牛眼睛泪水流出。师伯，真为难他。外山住宿区一处府宅，白巧巧给师傅孟丹汇报喜讯。什么？那徐老头收你做接班人，还送了你这么多东西？孟丹面庞大惊，眼里闪过复杂愤怒之色。老头子找死！白巧巧赶忙解释道：“师傅，长老他很好的，不是大家传的那样。”美妇人愤怒道：“巧巧，你糊涂啊！你等着，我找那老头子算账去。”说罢，美妇人不理白巧巧，脚踏飞剑直奔府外飞去。天空亮丽的剑光飞过广场，下方那些外门弟子见状，一个个像打了鸡血般兴奋。是孟长老，孟长老肯定生气了。幸好啊，我外门还有这样一位刚正不阿的正直长老。走，我们快去小院外蹲守，看看徐长老如何被孟长老训斥。哈哈，孟长老元婴9重，贵为我外门第一长老，有孟长老出手，徐长老这下完蛋了。哈哈，爽！无数弟子跟着孟丹见光来到徐骁小院附近的山林埋伏，他们要看徐骁吃瘪的样子。徐骁正在房间蒲团修炼。徐老头，你给我出来！巧巧是我培养的人，你不许祸害他。门被推开，一名身穿蓝衣道袍的女子愤怒走入。徐骁抬眼一看，老眼闪过阵阵微光。进来的女子外貌30岁出头，面容温婉美艳，柳眉精致秀丽，平坦纤细的腰腹丰腴十足，修长的双腿匀称高挑，傲人身材让人痴狂，前凸后翘动人心魄。女子举手抬足间散发出成熟女人的浓浓韵味，这是一个如花般的成熟美妇。丹丹，你还是来了。徐骁看着美妇人，老眼闪过复杂之色，轻叹一声。孟丹怒道：“不要叫我丹丹，老头子，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老成什么样了，都1000多岁了，还老不正经的，还对我家巧巧有想法，你怎么不早点去死？”他砰的一声将门关好，坐在桌前准备好好与这个徐老头讲清楚。巧巧是他的弟子，绝不允许这老家伙惦记。徐骁起身在对面坐下，给对方倒了杯灵茶，长叹一声道：“丹丹，白巧巧天资不俗，是个好苗子，我送他东西，助他入内门，这有什么不好吗？”孟丹柳眉一瞥，哼笑一声道：“老家伙，你现在的名声在门内谁不知道？不就是看上我家巧巧容貌好吗？金柳香和灵烟的事我都懒得问你了，一句话，放开巧巧。这次送东西入内门的事就算了，以后你不许找他。”
徐骁摇了摇头，只问道：“丹丹，你身上有多少资源，难道没数吗？难道你也想白乔乔走你的老路，空有一身天赋，却止步元婴？”孟丹被这灵魂一问问愣了，他看着须发花白的徐骁，眼眸闪过一丝犹豫。对方说的不错，他早年上山修行就是资源不够，现在止步元婴9重无法突破，但这都是这个老家伙害的。孟丹眼里五味杂陈，他300年前进入内门，本可选一个资源丰厚的内门长老为师，但他当时不懂事，被徐骁那无与伦比的帅气容貌吸引，做了徐骁的记名弟子，并且还和对方好了一段时间。但结果呢？老家伙穷得可怕，修炼方面完全帮不了他，还把他给祸害了。最终他看不到希望，回到外门做了个长老，打算重新积攒突破化神的资源。老家伙足足浪费了他100-200年的时间，无耻！我不管，反正你不许再祸害巧巧。孟丹温婉美艳的面庞露出一抹决然，他的悲剧不允许在徒弟身上发生。徐骁笑道：“丹丹，以前是我对你有愧疚，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也知道我继承了一座前辈洞府的资源，我寿元无多，这些资源留着也没用，这不是找他们3个做接班人吗？丹丹，以前我亏欠你的，我死之前一定会弥补你。”老头深情款款，帅气的老脸露出一抹惭愧。老家伙，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有以前那么帅吗？到死还想着这些东西，无耻！孟丹一脸愤怒地看向对方。检测到气运之女，孟丹，气运等级 C， 返还倍数20，羁绊度2。哦，丹丹也是气运之女。徐骁眼眸微动，看向孟丹的眼神更加惭愧。对方如此厉害天赋，300年过去了还没突破化神，都是他的锅。徐骁心念一动，取出一条冰蓝色的项坠，坠子萦绕悠悠蓝光，一看就颇为不凡。这是绝品法器四海升平坠。将法坠拿出的一瞬间，孟丹眼神被吸引了过去。好厉害的法器，至少是绝品。丹丹，我有愧于你，这是绝品法器四海升平坠，有此法器在，你渡雷劫成功的概率更大。说完，他又拿出一枚上品驻颜丹。丹丹，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这是上品驻颜丹，我希望你永远这么漂亮。丹丹，这些东西我用不上，就都送给你了，希望你能原谅我。徐骁老眼真诚，将东西递了过去。孟丹直接傻在了原地。绝品法器，上品驻颜丹。他不可思议看着面前的老头，突然他似乎看到了对方年轻的影子，还是那么帅。徐老头，你这些都给我。孟丹咽了咽口水，白嫩温润的手颤抖接过法器和驻颜丹。这加起来都几千上品灵石了，而且都是有灵石也买不到的极品东西，都给你。丹丹，以后你和白巧巧的修炼资源，老头我全都包了。在我死之前，我会助你突破到化神境界。徐骁看着对方惊喜的眼神，心里满意点头。他知道丹丹是爱他的，只不过现实所迫，两人不能在一起。徐长老，你这又是何苦呢？孟丹将东西收入储物袋，两行眼泪落下。在糖衣炮弹的轰炸下，他彻底破防了，这是喜极而泣。长老还是和以前一样帅。丹丹，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样漂亮，但我却老了。徐骁哀叹一声。孟丹心里激动不已，回想当年两人的甜蜜时光，突然就觉得现在土豪起来的徐骁似乎还更加有吸引力。长老，别这样，虽然你老了，但容貌也不减当年，至少我觉得还是帅。孟丹拿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再也没有底气斥责对方。丹丹，这么多年不见，我真想你。孟丹面庞通红一面，他现在就像个姑娘家，眼里满是羞涩，他内心是爱着徐骁的。恭喜赠送绝品法器四海升平坠成功，第一次赠送孟丹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法宝9火琉璃罩。恭喜赠送上品驻颜丹成功，返还2枚绝品驻颜丹。第二天清晨，满是动人幽香的房间中，徐骁看着在身旁浅睡的孟丹，笑着摇了摇头。丹丹还是和几百年前一样，温柔又羞涩，以后又多了一个20倍的气运之女，还是老相好，不错。休息半个时辰后，太阳升起。老头子，我先走了。孟丹穿好衣服后，浅浅一笑，抱住对方，顿时女人香味扑面而来，美艳动人的面庞带着微红，丰腴身姿散发成熟女性独特韵味。徐骁点头，丹丹，你先修炼，需要什么就来给我说，千万不用客气，有空多来坐坐，我这里随时欢迎。孟丹哼笑一声，呵呵，放心，你亏欠了我这么多，以后必须补偿给我。巧巧那边我替他谢谢你了，可不许对他有想法。徐骁叹笑道，当然，你在监督吗？两人温存一番后，孟丹缓缓走出小院，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怎么回事？孟长老怎么在徐长老房间里待了一晚上？这在搞什么？外门山林中蹲守的人一个个施展远望术法，直直朝出来的孟丹看去。他们都是坚持了一晚上的人，大部分人早就走了。但当他们看清孟丹的模样，一个个顿时惊掉下巴。我尼玛！孟长老眼含柔情，美丽的面庞红得不像话，步伐明显不正常。吼尼谢特！就这一眼，坚持到现在的弟子们全都惊傻在原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连他们外门第一长老、无数长老直视弟子的梦中情人孟丹长老都沦陷了。不可能吧？不应该吧？孟丹长老可是元婴9重的强者。哦，楼，这不是真的。孟丹左右看看无人，悄悄祭出飞剑，赶忙朝自己府宅飞去。这做贼心虚的一幕再次被远处山林埋伏的弟子们看见。我尼玛呀！我与老贼不共戴天！现场一些男弟子直接被气晕了过去。老贼不死，缥缈宗必将毁灭。又有几个弟子一口鲜血喷出，气得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一日，整个缥缈宗爆炸了。关于徐骁包养女弟子，顺便还把女弟子师傅也一起包养了的消息满天飞，已经成了无数内外门人见面必谈的话题。现在只要是男弟子，无论外门内门，无论多大年纪，都把老色魔当成了终极敌人，甚至就连执法队的执事们都开始罢工了。不，孟长老可是我的女神啊！徐长老，你怎么能这样？我尼玛，还抓个屁的抓！老子梦中情人都被老头子拱了啊！这些执法队中老年只是一个个捶胸顿足，痛苦不堪。一想到孟长老，他们就呕得吐血，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陆大年坐在执法大殿，憨厚的面庞惨无血色。师伯，过分了！孟丹府宅，白巧巧满脸惊慌地跑进大堂，拜见自己的师傅。师傅，外面全都是你的传言，还有徐长老的，还有我的，他都快吓懵了。现在整个外山都在谈论这件事，甚至还把他也卷了进去，说师徒两人都是贱人。孟丹美艳的面庞带着红润与欣喜，他已经将上品驻颜丹服下，此刻容光焕发，更加美艳。听到白巧巧的话，他摇摇头道：都是谣言，巧巧啊，日后你没资源了就去找徐长老要。师傅我已经和徐长老说好了，你以后在内门的用度，徐长老全部负责，不要相信外面那些谣言啊！白巧巧看着突然更加漂亮的师傅，有些发愣。她有种感觉，外面说的好像是真的，她整个人都傻了。事情太大，无数门人议论，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独孤灵耳朵里。该死的师兄，竟然还和那个孟丹不清不楚的！哼！内山一道青光飞出，直奔徐骁别院。砰的一脚，房门再次被独孤灵踢开。师兄，你给我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找旧情人？老脸还要不要了？独孤灵很生气，绝美动人的面庞带着丝丝怒意。小蜜就算了，逢场作戏而已，但这种老情人让独孤灵感受到了威胁。师兄只许爱他一个。徐骁猛地从蒲团惊坐而起，上前笑道：都是谣言，师妹啊，冷静，有话好好说。徐骁邀对方上座，给对方倒了杯灵茶。独孤灵生气道：我每天兢兢业业为宗门做事，还辛苦准备下个月天人秘境之行。师兄你倒好，天天包养小蜜，现在连那个孟丹都出来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宗门都在传你的事？你的老脸往哪放啊？徐骁眨了眨眼睛，他忽略了其他的话，突然问道：天人秘境，最近天人秘境要开了吗？当然了，我都忙死了，还要来管你这档子破事。独孤灵气不打一处来，你知不知道我最近有多忙？这次天人秘境各方都眼馋，若是拿不到好东西，我缥缈宗正道魁首的位置可能都不保。你太让师妹我失望了。徐骁记起了天人秘境的事，300年一开，化神以下修士可以进入，最大宝物是大道神丹，传言中的效果和他的3000大道丹差不多。老眼大亮，上前道：师妹，你早点说嘛。放心，这次天人秘境的事交给师兄我就是。不就是大道神丹吗？师妹是我唯一的爱人，为了师妹，师兄我老死之前一定会将大道神丹带回来送给师妹，晋级炼虚。听完对方的话，他一脸懵逼地看向徐骁，漂亮的凤眼满是惊疑。你，师兄开什么玩笑呢？你现在就算恢复了些修为，达到元婴一重，又有什么用？秘境内只要使用沾染化神气息的东西，就会立即被传送出来，你那些符箓没用的。独孤灵看着面前这个傻老头，虽然对方达到元婴变年轻变帅了些，但还是个寿元无多的老头子。徐骁神秘一笑道：师妹不用担心，师兄继承那前辈大能的洞府可不只有符箓。你先说说，这次打算派哪4个人去？独孤灵眼眸略有思索，
眨了眨眼睛道：“大徒弟水月带队，加上我那二徒弟，还有朱长老和刘长老的徒弟小王和小李，他们都是元婴9中的修士，每个人都有几把上品法器。水月还有他们家族的绝品法器，应该没问题。”徐骁摸了摸山羊须，点头道：“人选没问题，老二那个家伙最弱，也没个正形，他就别去了，老老实实在门内修炼。就由师兄我顶替他的位置吧。”有师兄出马，师妹啊，你就坐等大道神丹吧。嗨，独孤灵看着如此自信的师兄，心里有些犹豫了。难不成师兄在前辈洞府还得到了什么其他好处？师兄，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独孤灵皱眉道：“最后大道神丹的争夺历来都十分残忍，若是实力不够，恐怕连保命符箓开不出来就死了。其他宗门肯定都是拿命在拼。”徐骁摆手道：“无妨，师妹，你相信师兄，师兄蹉跎了一辈子，这一次师兄想为你和缥缈宗做最后的贡献。缥缈宗好，师妹才能好。”老脸真诚，帅气逼人。独孤灵眼眸星星闪亮，他似乎又看到了曾经在村里那个无所不能、帅得逆天的徐大哥。师兄，抱住徐骁，清香的眼泪止不住流下。师兄，这是临死之际想为他最后一搏。师兄果然是爱他的，只爱他一个。徐骁坚持下，独孤灵最终同意他代替二徒弟前往天人秘境。待独孤灵走后，徐骁老脸一笑：“天人秘境真是为我量身打造。”徐骁满意点头，眼中带着几分期待。现在他到元婴境界，有地火人火2大道之力，还有3件法宝加持，就是化神修士不用符箓他都能对抗一番，更别说天人秘境那些元婴修士了。从秘境镀个金回来，就能有正当理由给师妹送东西了。而且秘境中好东西不少，自己也能捞一番。那个逼王萧木河肯定也要去观战，他可没忘系统这个主线大任务。出发前这段时间，徐骁彻底熟悉了法宝9火琉璃罩。火红罩子一经祭出，9条巨大火龙任由他操控，火龙属于极致地火，刚好契合了他的地火之道，能将其发挥出巨大威力。至于绝品悟道丹，他现在用不上，暂时先放着。清晨时分，徐骁御剑离开外山，往虎啸城飞去。秘境一行前，他准备再去紫来商行补充一下空间库。紫来商行3楼雅间，紫韵一身紫纱，挺着白皙傲人的身形，娇笑盈盈将徐骁要的东西带来。徐骁见之无物，付了折后700上品灵石，让面前这位娇媚动人的女子乐开了花。120枚运金丹，120上品灵石，40枚化阴丹，400上品灵石，4张元婴引雷符，3张元婴冰剑符，3张元婴地火符，共200上品灵石。收好东西，徐骁取出10枚化阴丹，笑道：“没想到子掌柜突破到了元婴一重，这10枚化阴丹就送给子掌柜修炼。”紫韵闻言面色大喜，10枚化阴丹可足足100上品灵石啊！老头简直太土豪了，多谢徐长老。徐长老真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帅了。收下化阴丹，紫韵娇媚动人的面庞满是光亮。香风吹来，她自然地挽住徐骁手臂。恭喜宿主赠送10枚化阴丹成功，返还10枚炼神丹。徐骁心里微惊，炼神丹，这是化神修士用的稀有丹药，世面难见。没多久，紫韵似乎想到什么，吐气如兰道：“长老，听说这次南瞻国天人秘境，你们缥缈宗也要去？”徐骁闻言笑道：“子掌柜算是问对人了。这次我缥缈宗入秘境的队伍，正好由我带队。”“什么？长老你也要去？”紫韵听言神色一惊。天人秘境去的都是元婴9重修士，老头子刚刚恢复元婴修为，也要去，还带队，不是都快老死了吗？徐骁道：“不要惊讶，老夫还是有几分实力。再说另外3人都是我缥缈宗的天才，小意思而已。”紫韵听言眨了眨漂亮的媚眼，她突然流下2行动人的眼泪，妩媚抽泣起来。“子掌柜这是怎么了？”徐骁问道。紫韵趴在徐骁肩膀，泪眼朦胧的双眼影含微光道：“长老，我可不可以求您一件事？子掌柜不嫌弃我这个老头，有什么事直说就好，若是不难，老头会帮忙的。”徐骁微微一笑。紫韵心里大喜，老头子虽然寿元无多，但近来在盘龙大陆名声大噪，大家都怕他。对方若是肯出手，紫来商行日后就是他家说了算。紫韵楚楚可怜道：“多谢长老。长老，这次我东来国也会派4人前往天人秘境，其中有1人正是我紫来商行的少主上官金玉。长老，那上官金玉是我紫来商行甚至东来国最年轻的天才，才100多岁就修到元婴9重，而且实力强大，身带绝品法器。但那上官金玉却是各色胚子，总想打我的主意。”说到这里，紫韵偷偷看了眼徐骁的表情，美眸光华流转。徐骁听言老眼一动，明白了对方心思。
正当他准备开口时，系统的声音传来，发现气运之敌上官金玉，身份东来国紫来商行少主，发布任务，击杀上官金玉，任务奖励，下次赠送必定万倍暴击。这系统鼻子还真 TM0 啊！徐骁老眼一动，心里笑叹一声。之后他看向紫韵，扶着山羊，须帅气而坚定说道：紫掌柜放心，那色胚既然打你的主意，反了天了，老夫不会让他活着离开天人秘境。啊！紫韵听言直接懵逼了，他也没说让对方直接杀人啊。紫韵还有些回不过神，长老，这答应的也太彻底了吧！激动地抱住对方，幽香弥漫，身形傲人。两人温存了一会，待紫韵穿好上裙，徐骁笑道：紫掌柜，你不嫌弃我这个老头，我没什么好报答的。老道我尚有一段时间寿命，那个上官金玉交给我就好，不会让他回东来国的。紫韵看着面色镇定自信的徐骁，眼中满是惊喜。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这个老帅哥真是越来越帅了，有钱有实力，霸气直落。若那上官金玉真死在了秘境中，他家就彻底是紫来商行的话事人了。长老，妾身太谢谢长老了。长老回来后，妾身愿意真正侍奉徐长老。他眼里微光闪动，老头子豪得可怕，听说是挖了一座大修洞府，那死之前身上的好东西肯定一大堆。若对方再帮他除去了上官金玉这个大敌，委身侍奉都是小事而已。徐骁笑道：紫掌柜放心，这件事包在老头我身上。多谢长老。紫韵大喜过望。数日后到了出发的日子，内山几道流光飞来，落到了徐骁别院。师兄，出发了。独孤灵和朱留温3名护宗长老随行，他们要确保从秘境带回的战果。徐骁一身灰袍，高大挺拔，花白的须发恰到好处，看上去不仅帅，而且充满长辈威仪。师伯，您还活着呢，太好了。刚出来，一名娇小女子就扑向他，直直撞在了他的怀里。清新宜人的少女香风吹来，水月啊，轻点，师伯我年纪大受不住撞。哈哈，主要是我想念师伯嘛。面前的娇小女子松开徐骁，嘿嘿笑道。她体型娇小，比徐骁矮了快2个头，穿着一身贴身的白裙，娇小迷人，如瓷娃娃般白皙美丽的面庞带着精美动人的小巧酒窝，白得发光的肌肤吹弹可破，娇嫩柔软，水亮的黑发垂肩，2只虎牙精致可爱，整个人散发豆蔻年华的少女风姿。这个小姑娘是水月，独孤灵的大徒弟，入门不足100年就以元婴9中巅峰，是独孤灵之后的新晋天才，检测到气运之女。水月气运等级 S， 返还倍数30，羁绊度1。徐骁老眼微动，这个长不大的小妮子竟然也是气运之女，还是 S 级。水月啊，师伯都快老死了，你也不爱看看师伯，师伯也很想念你。徐骁老脸一笑，看向对方满意点头。30倍不低，还是元婴9重，也方便赠送。哎呀，师伯，我之前在闭关吗？最近还是师傅把我叫出来的，这不一出来就来看师伯了。水月摆了摆只有徐骁1半大的小手，一双眼睛带着奇怪色彩看着对方，呵呵傻笑。师伯，听说最近在宗门有些事，真的假的呀？好好，水月啊，师伯好久不见你，这是10枚化阴丹，你现在也用得上，就送给你，当做见面礼了。徐骁拿出10枚化阴丹，话才刚说完，四周所有人一脸懵逼地看向他。独孤灵眨了眨眼睛，3位长老咽了咽口水，而年轻人小王和小李更是一脸贪婪看着徐骁手中的化阴丹。我尼玛，徐长老也太好了吧！10颗化阴丹，那可是100上品灵石啊，就是他们身为护宗长老的徒弟也用不起啊！啊，给我啊，这么多化阴丹！水月眨了眨水灵灵的大眼睛，不可思议看着徐骁，一把抢过，全部塞入了他的储物袋。随后他咽了咽口水，大眼睛满是星星道：师伯，你是不是想喜欢我呀？我愿意，只要师伯给我好东西，我也想让师伯喜欢。轰隆隆，水月的话就像9天雷霆，直接将现场所有人劈傻了，甚至包括徐骁都震惊地看向对方。我尼玛，小丫头哪学的这些东西？水月，闭嘴，给我过来！独孤灵一脸黑线，语气有些生怒。水月见状，嘟着嘴回到了他身边，但还是朝徐骁抛了个金光闪亮的眼神，意思就是师伯您考虑一下呗。徐骁彻底无言了。3位长老和2个年轻人尴尬的抠脚，一时间气氛无比诡异。嗨嗨，呵呵，水月心性还是和小女孩般。师妹，3位长老，2位师侄，不用在意这些戏言。
徐骁赶紧打个圆场，人到齐了就走吧。天人秘境是大事，咱们去了还要现场商议。对，徐长老说的对，咱们动身吧，别晚了时辰。朱柳2位长老赶紧配合。走吧，师兄。独孤琳冷眼看来都不太想搭理这位好师兄了。尴尬一笑，众人祭出飞剑朝南瞻国飞去。恭喜宿主赠送10枚化阴丹成功，第一次赠送水月，触发万倍暴击，返还鸿蒙仪器丹。鸿蒙仪器丹服下后获得一道不朽不灭的鸿蒙真气，与灵力配合使用，术法法宝威能成倍增长，妙用无穷。南瞻国一处宏伟庞大的郊外庄园，庄园内房屋密集，雕梁画栋，其正中央的开阔地伫立着一块拔地而起的巨大黑石，黑石上半身露出地面，高20丈开外，就像一座山，高大威严。其外闪烁微微荧光，似有一股玄妙非常的能量在其间环绕。这就是南瞻国天人秘境的入口。玄光神识此刻，开阔地内已站满了前来探索天人秘境的各方人员，嗜血魔宗、天师宗、万毒宗、道天门、合欢宗、万佛寺，还包括十国和正魔2、3流门派将近50-60个势力，零零散散加起来大几百号人，全都是盘龙大陆的顶尖人物。徐长老，没想到1年不见，长老变得年轻了，黑头发黑胡子都长出来了，还恢复了元婴修为，真是越来越帅了，让奴家好动心。呵呵。徐骁一众缥缈宗人员也到了，独孤灵带着3个长老与其他门派的掌门长老例行社交，而徐骁却被幽香四溢的合欢宗掌门玉玲珑拉了过来，后者挽住他的手，这让徐骁觉得尴尬，人太多了，能不能低调一点？来时他已将鸿蒙仪器丹服下，现在身躯内有了一股不朽不灭的鸿蒙真气，被玉玲珑窃取1点气运，返还50点气运，被玉玲珑窃取1点气运，返还50点气运。玉掌门，这么多人看着，我还是先回去吧。别啊，长老，我和欢宗与你缥缈宗同为正道4大宗门，你们独孤掌门是我好友，他不会说什么的。玉玲珑身躯靠着徐骁，不愿松开，在他身后站着2名头发花白的垂垂老妇，他们是合欢宗2位资深长老。此时2双老眼看着徐骁，满冒绿光，眼睛都快瞪直了。好庞大的气运，无穷无尽啊！苍老的面庞充满惊叹，看着前方老头，眼眸金光闪动。但看着玉玲珑和徐骁2个老妇摇头长叹。被掌门捷足先登，老妇旁边还站着4个貌美的合欢宗弟子，他们是这次进入秘境的人选。4人和老妇一样，看出了徐骁身上那无穷无尽的磅礴气运，美眸金光闪动，俏美地面庞满满都是羡慕红润之色。难怪掌门不在乎这次的大道神丹，有这个徐骁在，掌门练虚境10拿9稳。快看，合欢宗玉玲珑果真的和徐老头有一腿，2个人光天化日，真不害臊。世风日下，合欢宗那群妖女连这种快死了的老头都不放过，简直太妖了。玉玲珑真是瞎了眼，凭什么那该死的徐老头能得到这种待遇？我不服！四周所有人几乎都在暗中打量这边场景，他们锤破脑袋都想不通，一个快老死的老头子，凭什么能得到合欢宗第1美女玉玲珑的青睐？简直匪夷所思。小道消息，这个徐老头在缥缈宗不仅公开养女弟子，现在就连女弟子的师傅都一块养了。这些事现在都在缥缈宗传疯了，徐老头现在在门内人人喊打，节操尽毁。天啦，简直就是道貌岸然啊！他现在在缥缈宗的外号叫恐怖老色魔，只要是漂亮女修，没有一人能逃出他的魔爪。我尼玛，这种人渣败类早就该死了。四周一个个男修满脸敌意看向徐骁，恨不得手撕了这恐怖老色魔。独孤灵和3名长老看了过去，几个人神色凝重，躲得远远的，甚至都不好意思说认识对方。独孤灵也懒得管了，管不住，根本管不住。但他心里觉得没关系，反正师兄只爱他一个人，其他都是逢场作戏。小王小李上下打量玉玲珑身材，2个人面色通红，都快把持不住道心了。长老，养1溜弟子，长老还不够，现在就连合欢宗的妖女都不放过，太残暴了。哦，原来徐师伯喜欢这种调调，包养原来应该这样做，要好好学习，徐师伯才会继续给我送东西。娇小可爱的水月大眼睛眨都不眨，直勾勾盯着玉玲珑的动作，甚至跟着左右扭了起来，差点没摔倒。还有点难度，但难不倒我。水月月，加油！眼看着玉玲珑和徐骁，现场一些玉玲珑的崇拜者受不了了，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一个快死的老头子这样对他们的女神。老色魔，放开我的玉女神，我要杀了你！一个5大3粗的男弟子看得精神崩溃，彻底破防了。他也不顾四周那么多盘龙大陆高端修士，从储物袋取出长刀，刷刷刷就朝徐骁砍去。
元婴四众的惊人气势爆发，他要手刃这个无耻老色魔。不要！老六，你干嘛？旁边几个同伴反应过来，但已经拉不住了。魁梧男子已经提刀冲了过去，眼神血红一片，怒火如火山爆发般无法控制。徐骁老眼一动，人还有些猛。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不知道尊老爱幼吗？没等玉玲珑反应，他单手一挥，顿时一股大道法则隐隐生出，将那冲来的弟子包裹。后者身形一震，双眼的怒火突然化为实质，明亮恐怖的赤红火焰从他眼眸喷出。啊！一瞬间，赤红火焰由心而生，由内向外彻底将这魁梧男子包裹，让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这一幕直接看傻了四周所有人，包括这些门派掌门和长老弟子。只10个呼吸不到，这魁梧男子就彻底被烧成一具焦炭，落地散成一堆黑灰。徐骁悠悠笑道：“这是哪家弟子？快出来认领了！”火气大到能把自己烧死，老头子，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是怎么回事？附近那些修士惊呆了，他们看着地上那一团焦黑的炭灰，一个个愣在原地，目光惊疑地看向徐骁。这是徐老头做的？不可能吧？对方可是个快老死的老头子，境界还跌落，哪来这般厉害的神通？六呢？魁梧男子的几个同伴赶来，围着地上那团黑灰，仰天长鸣，面上尽是悲痛之色。你死得太惨了！他们几个只是一个三流门派的长老，由于宗门离得近，故索性来天人秘境碰碰运气，没想到还没入秘境就死了个长老。徐老头，肯定是你下的黑手，你不得好死！掌门老者捧起一把骨灰，和另外2个长老失声痛哭。他们兄弟本有6个人，现在只剩他们3个了。天道不公啊！徐老头，我飞刀门与你不共戴天。前方玉玲珑面色一黑，抱着徐骁手臂道：“萧范通，不许这样和徐长老说话。”化神9重的威压扑面来，压得那3人喘不过气。再对徐长老无礼，你们飞刀门就不用存在了。之后他看向徐骁，威严的面容顿时变得心疼妩媚道：“长老，刚才没吓着你吧？都给我管教无妨，这飞刀门的人太无礼了。”徐骁看了看吓得瑟瑟发抖的3人，眨了眨老眼道：“他们是你的人？”“是我和欢宗的附属门派。”玉玲珑看向徐骁的眼眸闪过惊喜与倾慕。刚才他紧靠着对方，竟在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丝莫名的大道之力。这一定就是来犯者怒火焚身的原因。徐长老太厉害了，果然有秘密。他好喜欢。玉掌门，您肯定不了解这个徐老头，他就是个老色魔，在缥缈宗人尽皆知啊，您千万不可被他骗了。老色魔就是禅掌门您的身子啊！萧范通3人跪地磕头，狠狠举报了徐骁一番。不光是老六，就是他们3个也见不得自家高贵无比的女神掌门和这么个老色魔卿卿我我，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污蔑我的徐长老，找死！玉玲珑冷哼一声，单手一抬，顿时一股粉红烟雾悄然而出，顷刻间就将萧范通3人包裹。不，玉掌门，那是个老色魔啊！大家都知道。粉红烟雾从3人皮肤钻入，他们最后痛苦哀嚎一声，随即皮肤开始血红肿胀，最终砰的一声，3人爆成一团血雾，场面血腥可怕，骇人心魄。玉玲珑轻笑一声，呵呵道：“以后谁敢说徐长老的不是，就是与我和欢宗为敌。”说罢，他继续吸收对方身上那无尽气运。玉掌门啦，都是自己人，过分了啊！徐骁笑叹一声，呵呵，哪里过分了？谁叫他们污蔑徐长老？玉玲珑绝美妩媚的面庞微红，丝毫不在意附近无数张看懵逼了的面庞。玉玲珑为了这个老色魔，连自家附属门派都灭啊，太特么狠了！我不甘心啊！老色魔到底是哪一点吸引了玉掌门？我又年轻又帅，为什么不是我？无耻老色魔，老而不尊，人人得而诛之。我敬那4位敢直言的勇士。老色魔一日不死，我人族前途无望矣。那些跟随长辈而来的年轻修士心头痛鸣，但碍于合欢宗4大宗门的身份，没有人再敢上前痛骂那老色魔。地上一滩血水的就是前车之鉴，老色魔不得好死！阿弥陀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徐施主适合来我万佛寺进修。乐尘双手合十，念超度经，超度4个冤死亡魂。道义真人抚了抚长须，对旁边独孤灵笑道：“独孤掌门，徐长老和你相处1000年，现在被玉玲珑把了去，你也不生气吗？”独孤灵凤眼寒光，无所谓笑道：“有什么好生气的？师兄反正只爱我一个，那个玉玲珑，师兄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徐骁刚才一手星火之术，独孤灵看在眼里，秒杀元婴4重修士，师兄真是太强了，不愧是他崇拜的好师兄。再说
老头也没多少年可活了，有些事我做不到，就让那浪蹄子做吧，反正师兄不爱他，我又不吃亏。啊！道义真人听懵逼了，看着对方一脸花痴样，默默咽了咽口水。缥缈宗还有正常人不？就在徐骁和玉玲珑吸引所有人注目，成为全场焦点时，一道悦耳的笛声响起，熟悉的花瓣飘来。极地魔宗掌门萧慕和萧掌门驾临，八魔女抬轿落到空地中央。当萧慕和挺胸抬头，期待的准备迎接众人目光时，突然发现现场没一个人鸟他。什么情况？萧慕和本是激动兴奋的心绪顿时被浇了一盆冷水。顺着众人眼光看去，萧慕和似乎被一道雷霆击中，瞬间石化在原地。我尼玛，都 TM 不避人了。前面老头徐骁正被他的玉老婆搂着，并将他的风头全部抢去，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目光。我操你妈！老色魔，老子要将你碎尸万段！两个人单独钻小树林也就罢了，现在尼玛还当众秀恩爱，那可是他的玉老婆，他这个超级天才的未来老婆啊！怒火攻心，萧慕和就欲上去击毙那个老色魔，他忍不了了。掌门，万万不可！那徐骁已临近寿命终点，太上长老有吩咐，不可与徐骁为敌。等那徐骁老死，玉玲珑只是掌门囊中之物而已。三个长老赶紧上前劝说，萧慕和气的脸都绿了，强忍心中怒火，看着徐骁恶狠狠道：就让那个老头再快活一段时间。也对，一个即将老死的老头而已，不值得。与萧慕和同时进场的还有破天魔宗新掌门宇文浩一行。一身黑衣，年轻帅气的宇文浩十分低调，他站在人群中，棱角分明的面庞闪过丝丝嘲讽。老头子都要死了，还敢招惹合欢宗妖女，也不怕被吸成人干？嚣张吧，最后的放肆吧。他就喜欢看这种高调无比的人死前那绝望与不甘充斥的痛苦面庞。检测到气运之敌宇文浩，身份破天魔宗掌门，发布任务击杀宇文浩，任务奖励获得1次10000倍暴击次数。宇文浩，破天魔宗的新掌门。徐骁老眼微动，向身旁玉玲珑问道：玉掌门，听说破天魔宗有新掌门了？玉玲珑娇媚的面庞如花般笑道：当然啦，不过徐长老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他们报复徐长老的。这样气运无限又充满惊喜的老帅哥，他都有些真正动心了。是谁？叫什么？宇文浩，破天魔宗太上长老的儿子。诺，就是那个人。玉玲珑指向人群中一个毫不起眼的黑衣男子。徐骁老眼看去，对方的确很低调，不仔细看甚至还容易忽略。徐骁投来的犀利目光让宇文浩心神一震，他双目微瞪，有些惊讶看着这个背负盛名的徐老狗，眉宇紧皱。徐老狗给了他一个慈和温暖的笑容后不再看他。怎么会？宇文浩惊了，刚才那徐老狗的慈和眼神竟让他感到了一丝威胁，这目光有敌意。不应该，他修炼的秘法能彻底掩盖自己身上的气息与运势，就是算命的都算不到他身上，怎么会被那老头单独照看？他也没说要为那个傻逼魔吉天报仇啊，他都没见过老狗吧？有古怪。一直以背地阴人自傲的宇文浩心里开始产生一抹警惕，敢看我，看老子以后阴不死你！看着徐骁玉玲珑，一群修士就像吃了苍蝇屎般难受。众人在心里又鄙视了徐骁一番，随即在玄光神石前临时搭建的长桌坐好。天人秘境是由南瞻国皇室看守，炼虚境界的老太上皇亲自上场主持秘境探索顺利开展。9大宗门坐在最前方，气场最足，坐镇的掌门长老个个都是化神9重，威势不凡。老太上皇一番客套之后，其单手一挥，神石外光华闪烁，霎时间一道银白光柱冲天而起，光柱消散，神石底部出现了一个2人大小的光圈。天人秘境已经开启，就请诸位小友入内吧。老太上皇说完，下场等候一众修士进入。下方50-60个势力开始最后嘱咐，再次讲明天人秘境的规则。独孤灵看了眼徐骁，哼声道：师兄，进入天人秘境后你带队，该说的都说过了，保命符也给你们了。若是有危险，激活保命符，里面的化神气息暴露，秘境会将你们传送出来。记住，秘境只开启10天，做好规划。独孤灵看着徐骁，漂亮的凤眼带着淡淡幽怨。虽然师兄只爱他一个，但当众和玉玲珑在一起，让他看得很不爽。放心吧师妹，有师兄我在，小意思。徐骁笑道。水月低着脑袋暗自思索着什么，还时不时偷看一眼他的徐师伯。这丫头在偷偷想什么呢？感觉有点不对劲。一对对的4人修士走入光圈，消失在神识中。进入秘境的人几乎都是各大势力最强的元婴9重，可想而知，到最后争夺大道神丹的过程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忍。
当徐骁带着水月、小王、小李三人走到光圈前，现场顿时炸了。缥缈宗竟是这个老色魔带队？不可能吧？这老色魔不是快死了吗？他也参加这一次天人秘境探索？缥缈宗这是想干嘛？放这个老色魔进去，把秘境炸了吗？炸个屁炸！秘境内不能使用化神符箓，这老头才刚刚恢复元婴修为，就算有棘手绝活，面对各大宗门天才，不还是送死吗？现场一个个掌门长老看得震惊不已，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缥缈宗竟会派这个老狗进去。萧慕河见此眼神大亮，连忙拉住几个正要走的极地魔宗元婴天才：“你们几个除了大道神丹外，最重要的任务是把那个老头给……”说到此，萧慕河面色一黑，伸手抹脖。4个元婴9重弟子秒懂，一个个眼泛金光道：“掌门放心，我们早就看着老狗不爽了，就算3颗冷炼淬火丸全服，也要将他大卸8块，连保命符都开不出来。”萧慕河满意点头：“好，事成回来重重有赏。”破天魔宗这边，宇文浩同样悄悄嘱咐了4个弟子一声，随后不说话，默默微笑。论阴的，天下还没人比得过他。徐老狗，死去吧你！老子代表广大女修同胞终结你！待徐骁4人入内，玉玲珑悠悠来到独孤灵面前坐下，他挽住独孤灵手臂，呵呵笑道：“独孤妹妹不要生气嘛，老头子太优秀了，实在是让我忍不住啊。”独孤灵哼笑道：“玉姐姐，师兄只是和你逢场作戏罢了，你得不到他的心的。”他上下打量了眼对方，嘴角微微一挑：“师兄才不会喜欢这些奇形怪状。玉姐姐，师兄这辈子只爱我一个，就是他作化了也属于我。”独孤灵很有自信，漂亮凤眼带着浓浓藐视。他可是和师兄拜过堂、成过亲的青梅竹马。玉玲珑听言一愣，眨了眨媚眼，扑哧一声，她笑了出来，就如玫瑰女王般动人。对对对，徐长老的心是独孤妹妹的，姐姐我肯定得不到。姐姐，我只要徐长老的人就好，咱们各取所需，还是一对好姐妹。呵呵。秘境每组随机传送，徐骁4人被传送到一片长满红色叶片的大型草地，四周雾蒙蒙的，有光线无日月，充斥一股难以名状的灰色雾气。小王、小李看着四周那一株株的火红草叶，2个人激动的原地打转。徐师叔，水师妹，火纹草，全都是火纹草啊！咱们运气太好了！2人连忙掏出前辈总结的地图，激动地指着地图道：“徐师叔，水师妹，这里是秘境东部的猎草平原，盛产火纹草。火纹草是炼制化阴丹的重要材料，一株火纹草至少可以炼2枚化阴丹。咱们刚好落到这里，搞不好能拿大头啊！”徐骁抚须笑道：“如此甚好，那还等什么？你们赶紧割啊，通通装进储物袋带走。”是，师叔。2人立即掏出法剑，地毯式收割附近的火纹草，脸上带着狂喜之色，一点都不觉得累。水月瓷娃娃般的可爱脸蛋白的发光，她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看着徐骁眨呀眨。突然，她在徐骁旁边动起来，娇小的身躯一扭一扭的，别脚学着玉玲珑那她有些看不懂的姿势。水月，你搞什么？不去割火纹草，瞎动的什么劲？徐骁转头，花眉微皱，这可是好东西，你赶紧去和小王、小李一起割。哦，好的好的，师伯，我这就去。水月皱眉，取出法剑，疑惑地割起了火纹草。怎么回事？师伯好像没什么兴趣的样子，不太清楚。但水月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找到师伯包养的秘密。不再想这事，看着满地火红的火纹草，他兴奋地割起草来。这可都是灵石啊！秘境外，玄光神石前，所有门派的弟子都进入了秘境，剩下掌门长老并没有离开。很快，南瞻国相关人士将9块巨大的灵币拉了过来，摆在了众人之前。9位南瞻国元婴修士坐在灵币后运宫，霎时间，灵币出现画面，是9大宗门的弟子，其中包括正在收割火纹草的缥缈宗人员。视角是从上而下的俯视，这是南瞻国皇室在秘境内放置的传引飞梭，专供现场人员查看秘境内情况。由于飞梭珍贵，只投放了9个，故一般是跟着9大宗门弟子移动。缥缈宗那些人直接传送到猎草平原了。这是什么逆天运气？马德都开始割了，这个色魔老狗运气也太 TM 好了吧！一众不爽徐骁的各门派高层私下吐槽，他们声音不大，毕竟缥缈宗的人还在前面坐着。魔道5宗和其他3大宗门的弟子运气就没这么好了，有些掉到河里，正在找地方换衣服；有的掉到碎石深渊中，正苦苦遇见往上飞。最惨的莫过于萧慕合集的魔宗的4个弟子，直接落到了妖兽巢穴，正被3只巨大老虎追着咬。秘境妖兽都是元婴9重修为，千百年在秘境生活，实力远超同阶人族。没有3、4个队伍相互打配合，没人敢去打那些妖族的主意。操！尼玛！
徐老狗，这 TM 是什么狗屎运？萧木河一看见缥缈宗那边正在开心的收割灵草，而自己这边差点还被妖兽咬死一个，顿时心里就不平衡了，心里对着徐骁一顿怒骂。他现在越看这老头越不爽了。独孤灵和玉玲珑坐在一起，两人都满意点头。合欢宗的4个弟子也不差，落到了万木林中，正在砍伐灵木。虽然和火纹草这种珍贵药材比不了，但也是制作法器符箓的上佳材料。徐长老这时候不一起割灵草，喝什么茶？朱留温3位长老肉痛不已。对方取出一套桌椅茶具，不收割附近的灵草，坐在那当老爷。咋回事呢？这不是浪费这么好的开局了吗？万一来人一起割，这妥妥就是损失啊。独孤灵笑道：无妨，师兄老迈，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吧。玉玲珑捂嘴轻笑：独孤妹妹，我看是徐长老挖了前辈洞府后看不上这些灵草了。呵呵。猎草平原上这时飞来2支4人小队，他们是魔道2、3流门派的代表。刚落地，一看见四周密密麻麻的火纹草，8个人眼睛瞪得像灯笼一般大，全都是火纹草啊！发了，赶紧的开动起来！没看见那边已经有人割了吗？晚了就被他们割完了。2队人似乎认识，纷纷取出法剑，就准备大展身手一番。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是身穿灰袍的徐骁。徐老头，你怎么也进来了？8个人有些懵逼，别人都是弟子进来，这缥缈宗老色魔怎么也来了？徐骁听言，花眉微皱，冷声道：你们是哪门哪派的弟子？为首的2人是2名黑衣中年，见状哼笑道：我等是魔焰宗和噬魂宗的人，隶属于破天魔宗。老头，让开些，别耽误我们采灵草。元婴9重的圆满气势爆发，脸上毫无惧意。这里是秘境，化神符箓用不了，这老色鬼都快老死了，不足为惧。而且若不是秘境有潜规则，争夺大道神丹之前不许互相残杀，他们甚至想上去把这个让人恶心的老色魔 K 一顿。这片草原我缥缈宗承包了，给你们3个呼吸滚蛋，不走就死。徐骁挑了挑花眉，微微一笑。破天魔宗的附属门派，掌门魔吉天都杀了，也不在乎这些臭鸡蛋。而且系统给他发了新掌门宇文浩的任务，他只看一眼就知道对方是个老鹰鼻响应他，不然系统也不会把对方判定成气运之敌。什么？徐老头，你是疯了吧？秘境有规则，争夺大道神丹前不许动手。8个人面色一惊，对方说的话差点没让他们笑出来。要是能动手，早就上去 K 这个人人唾弃的老色魔了。那是潜规则。还有3个呼吸到了，轰隆隆，徐骁单手一招，9条巨大的红黄火龙冲天而起，每一条都有水桶那么粗。他们带着极度炙热的高温，张开血盆大口，疯狂朝前面8个人杀去。火光冲天，空气似乎都被点燃。魔道8人看着朝他们扑来的火龙，一个个眼眸大睁，其中满是震惊之色。老色魔，还真敢动手啊！我曹你老木！不讲武德！魔焰宗噬魂宗2帮人感受袭来9条巨大火龙那自带的滚滚热浪，一个个满脸警惕，连忙祭出防御法器护身。强，太强了！即便这些火龙还没杀到，但他们已经感受那火龙散发的逆天威芒。老色魔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元婴修士。轰隆，9条火龙一一将那8个魔道弟子包裹，炽热的龙身不停缠绕，极致的高温摧毁着他们的法器。2个境界稍低的元婴弟子甚至连2个呼吸都没挺过去，就被这红黄火龙烧穿法器，火龙裹身。啊，这到底是什么神通？老色魔，快住手！你违规了！吃啦啦！火龙咆哮着惊天烈焰，转瞬就将2名弟子吞噬。极致的高温顷刻将2人肉身蒸发，烧成一团团的黑灰，随风飞逝。撤退！立即撤退！2名中年队长吓得魂飞魄散，高声疾呼：老头不讲规矩，开始杀人了！明明只是个快死的元婴初期老头，怎么如此强大的火焰术法？不可能，这威力远远超过元婴。但撤退已经来不及，剩下的6个人每人周围至少都有1条火龙缠绕袭击，轰击着他们的护身法器。在这威能逆天的火龙环绕下，他们只能区区抵挡，甚至连还手的时机都没有。这是实力的完全碾压。就这一会功夫，又有2名修士防御法器焚毁，火龙透心，被烧成黑灰。老色魔，你公然违反秘境规则，出去后大家不会放过你的。2名队长眼看着门下弟子一个个被火龙吞没，吓得面色惨白，眼眉大震。完了，老头子绝不会放过他们。哈哈，我徐骁身为缥缈宗内门长老，你们这2个小魔门能奈我何？徐骁微微笑道：有本事叫你们掌门来砍我啊！小趴菜！9条火龙是空间库内9火琉璃罩释放的威能，
他的空间库与储物袋不同，与他心意相通。像九火琉璃罩这种远程攻击法宝，不需要取出来，直接在空间库灌注灵力驱使就可。这边的动静早已惊动水月、小王、小李三人，他们拿着火纹草，看着远处徐骁收拾魔宗弟子，全都惊傻在了原地。师叔，竟然杀人了！我去，秘境里不到最后不是不许动手吗？这可是千万年来的规矩啊！水月亮闪闪的大眼睛看着徐骁挺拔雄壮的背影，又看了看那些被火龙吞没的魔道弟子，一抹惊讶与崇拜悄然出现的在他的眼眸。师伯，好强啊！甚至他觉得那9条强大的火龙就是他来都不好对付。师伯真是太厉害了，不仅实力强大，就连秘境的规矩都不遵守，太爱师伯了。老色魔，我魔道与你不共戴天，你出来就等着死吧！眼看着弟子一个个被烧死，最后艰难抵挡的2名中年队长满脸不甘地取出保命符，唰的一下消失在原地，让9条火龙扑了个空。徐骁收回火龙，摸了摸帅气的山羊，虚笑道：小小魔门，不自量力。水月、小王、小李，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收割灵草！这一坨收割完，咱们还要去下一个地方收割，赶紧的！小王、小李咽了咽口水，一脸惶恐道：是，弟子这就去割。水月跟着2人开割，瓷娃娃般白皙的美丽面庞带着一抹笑意。已经在准备下一步计划秘境外，2个全身着火的中年弟子突然出现在玄光神石前，2人被烧得扑通打滚，连哀嚎道：掌门长老，救命啊！那老色魔杀人了！已经做好救人准备的魔焰宗噬魂宗掌门连忙上前，施展化神灵力扑灭了2人身上的火焰，救下了2人。现场这时早已群情激愤，老色魔违反规矩，公然杀人，为我修真界所不容，必须严惩。到处勾引漂亮女修也就罢了，现在竟然连规矩都不守了，此老贼不除，我第一个不答应。缥缈宗必须给说法，不将这老贼重罚，我修真界还不乱了套了，必须重罚。独孤掌门，这才第1天，老狗就开始杀人了，后面还不翻天了，必须给说法，必须给说法。后面一众魔道门人全部不干了，一个个纷纷开始叫嚣，让独孤灵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嘴巴叫得凶，他们心里却十分震惊，老色魔实力竟然这么强。虽然这8个魔道弟子不是大派弟子，但也有几个实打实的元婴9重。老色魔那手控火之术都厉害到这般地步了吗？难怪缥缈宗会派这个快死的老头上场，这是要徐老狗死前发挥余热，狠狠给缥缈宗带利益回来啊！太无耻了！独孤妹妹，没想到徐长老的火术强到这般地步，恐怕就是化神修士面对也不好招架。玉玲珑在一旁阴阴生笑，他美眸惊喜连连，老头子秘密太多了。独孤灵和朱留温3人听着四周一片口诛笔伐，眼里异光闪烁，只沉默不言。独孤掌门，3位长老，徐骁这样做违反了修真界规定，难道你们就不说点什么？神石前魔焰宗和噬魂宗的掌门面色发黑，心中怒火中烧。2派弟子本想进去捞点好处，结果屁东西都没拿到，就被杀了6人，逼出2人，这一趟纯粹白来了。9宗其他掌门长老看了过来，其中宇文浩面色深沉，眼里厉光闪动。老狗，敢动我破天魔宗附属门派，终有你惨死的那一刻。萧木和同样气得牙痒痒，徐老狗也只配在元婴修士面前嚣张。看着所有人目光汇聚于此，独孤灵翘眉微动，喃喃道：诸位，徐骁是我师兄，又是个快死的老头，我就只是个小小师妹，在师兄面前没什么话语权。如果大家想要说法，还是等师兄出来直接找他吧，他怎么做我管不了。再说了，我又不能进去把他抓出来，是吧？周围众人听言，倒吸一口凉气。缥缈宗这是要耍无赖了啊！秘境猎草平原，水月、小王、小李3人将附近成熟的火纹草收割一空，全部装入了储物袋。3人神色兴奋地跑过来，眼神尽是喜悦。师叔，收了大几百株火纹草，至少能炼1000多颗化阴丹。咱们缥缈宗发了呀！1000多颗化阴丹，换成灵石就是1万多上品灵石，这就是对9大宗门来说都是一笔巨额财富。徐骁抚虚笑道：区1万上品灵石，看把你们几个兴奋的，小意思罢了。拿地图出来，去下一个地方继续收割。小王、小李连连点头。现在他们知道为何独孤掌门要让徐师叔来了。师叔这样不守规矩的老强人，正适合在这天人秘境啊！就是出去了别的宗门找麻烦，都不好向一个快死的老头出手，实在太溜了。小王指着地图道：师叔、师妹、师弟，我们再往北走，就是秘境中的铁矿山脉。山脉中盛产玄铁、冰铁、赤铁3种矿石，这都是炼制法器的绝佳材料。300年时间冲刷，
肯定会有很多籽料散落出来，咱们要快点，说不定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挖了。徐骁花眉一动，那就走吧。说罢，他祭出玉白飞剑，踩着七彩祥光，先一步飞出。小王小李紧跟其后。水月看着脚踩霞光，如仙神降世的徐骁，大眼睛一闪一闪的。师伯好帅啊！秘境有禁制，不能飞太高，四人贴地2-3丈飞行。路过猎草平原深处，几声凶兽咆哮的声音传来，似乎察觉到有人经过。小王立即提醒道：“师叔，那是秘境内的妖兽，咱们躲远点，别被发现了。秘境内妖兽凶悍，一般元婴修士不是对手。”徐骁老眼微动，看向2只妖兽所在的地方，是2只体型庞大的黑毛妖狼，每一只都有2人高大，血口利齿，光看就让人心生惧意。那妖兽地盘上不是还有灵草吗？徐骁停下飞剑问道。小王定睛一看，贪婪又遗憾道：“师叔啊，那是凝神草，炼制炼神丹的主要材料。像这种天地灵物，一般都有妖兽守护，咱们只有集结其他正道队伍，最后几日可以来试试。”徐骁微微点头，略微思索后道：“不用最后几日了，现在就去。水月、小王、小李，对付妖兽我们一起上，有我在不怕的。”啊！小王、小李被吓到了。师叔，秘境内的元婴9众妖兽可有化神1、2众的实力，不可单打独斗啊！2人赶忙劝解：“无妨，小事一桩。”徐骁淡然笑道：“我来主攻，你们打下手就是。”说罢，他身先士卒，御剑就朝2只妖狼飞去。水月美眸大亮：“师伯，好霸气啊！”师叔，不可啊，太危险了。2人话还没说完，徐骁那边已经和妖狼干起来了。9条火龙烈焰沸腾，烧得2只妖狼双目赤红，怒不可遏。嗷！抬头咆哮，妖狼周身妖气弥漫，抵挡火龙进攻，随即发了疯似的追杀这个人族老头。TM 的老子2兄弟就出来拉了个屎，皮骨毛就被烧焦了。人族老头子，太可恶了，必须咬死！水月、小王、小李接连赶到，看着被妖狼追击的师叔，赶紧吸引一条妖狼注意，围攻起来。外面神石前的众人傻眼了，这徐老头还想单挑妖兽，疯了吧？这就叫不自量力。老狗死在妖狼口中最好，老色魔赶紧去死！众人面上满是嘲讽，等待看徐骁狼狈的模样。追击徐骁那一条妖狼周身妖光闪烁，血盆巨口大开，恨不得一口将老头拦腰咬断。嗷！咆哮一声，妖狼猛扑，眼看着就要将徐骁咬中。就这，太弱了！徐骁轻飘飘驾着飞剑，9条火龙紧随而至，朝妖狼扑去。过程中，一柄闪烁红黄之光的火红长剑突然飞出，径直就朝妖狼大嘴刺去。火红长剑御风膨胀，剑身持续变大，最终化为一柄2人来长的巨剑，直直刺进妖狼大口。这是南冥离火剑，到达元婴境的徐骁已能稍微施展这法宝神剑的威能。扑通！南冥离火剑从妖狼口中杀入，皮骨中飞出，一剑透心，将妖狼内脏焚了个干净，连哀嚎声都没有。妖狼倒地，惨死当场。那边水月祭出一件冰蓝葫芦，葫芦中似有滔滔不绝的深蓝弱水，将四周地面灌溉成一片汪洋。巨狼在汪洋中行动受限，被小王和小李的飞剑爆锤。这妖狼皮毛也太硬了，我这上品飞剑都砍不动。师妹，咱们还是快撤吧。杀不死，根本杀不死。话音刚落，一道冲天火芒赶到，火红巨剑之一刺，就将那陷入弱水中的妖狼开膛破肚，当场斩杀。小小妖兽竟敢放肆！徐骁脚踏七彩霞光飞来，收回南冥离火剑和9条火龙。好了，水月、小王、小李，快去割宁神草吧，我看这里有好几10株，估计能炼个100颗左右。落地，徐骁双手背负，轻声笑道：“小王、小李人妈了。”水月收了弱水，捏着水晶蓝葫芦，大眼睛满是激动：“师伯，太强了呀！师伯，你好厉害啊！”水月一下扑到徐骁身上，徐骁摇头一叹：“水月啊，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别老是往我这个老头子身上扑。”水月眼里金光闪动：“师伯刚才那火红飞剑太强了，至少都是绝品法器，还是绝品法器中的极品。师伯不仅帅，还有实力，还土豪，难怪那么多姐姐都要师伯包养。师伯，我想你吗？快去割宁神草吧，2只妖狼还有妖丹，也值不少灵石。”听言，水月眼神一亮，点了点头，立即取出法剑就朝2只妖狼尸体跑去。先把妖丹掏了。小王、小李，你们还在发什么愣？赶紧的，我们还要去下一个地方收割。徐骁催促。哦，是，弟子马上就去。2人回过神，赶忙提着法剑去割宁神草。
太强了，师叔简直太强大了。他们心神俱震，呼吸急促。现在他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徐师叔的实力呢，可是能和化神修士对抗的超级元婴啊！外境外一众掌门长老被徐骁那恐怖的实力震惊在地，无论正道魔道，当看到对方那远超元婴的战力后，个个都有些懵。不是说雷劫失败了吗？就这样的实力，还能渡不过化神雷劫？开玩笑吧？啧，这徐老狗不简单啊！那红火巨剑恐怕都是绝品法器中的极品了。纯攻击法器还是契合他的火属性，老狗哪里来的这柄神剑？哎呀，糟了！老狗这般实力，这秘境中能与之对抗的恐怕就只有9宗门人了，而且还不一定打得过。可恶，老狗不得好死！一个个掌门长老嘘声长叹。徐骁挖了大能修士洞府，不仅资源多，实力还起飞了。老天不公！现在缥缈宗不管，徐老头这身实力在秘境里又成恐怖炸弹了，怎么哪都有着老狗的身影？不愧是我的师兄，太强了！独孤灵漂亮的凤眼闪过浓浓光彩，瞥了眼旁边玉玲珑，哼笑一声，满是藐视。秘境中，徐骁4人飞了许久，才来到铁矿山脉边缘。师叔到了，4人落下。小王查了番地图，确定了几人位置，在铁矿山脉的南部边缘。快看，师叔，到处都是露出的铁矿啊！这附近还没人来过。小王小李兴奋不已，在徐骁的吩咐下，连忙拿出早准备好的铁锹法器，在这片山脉下挖了起来。铁矿籽料一般埋在泥地下，少部分露出地面，只有慢慢挖掘。慢慢挖，时间还早。徐骁扶了扶山羊须，找了处平坦的地方休息。上一世干了一辈子996，这辈子说什么也不可能打工了，这些事还是交给小辈去吧。水月，你不去挖矿，在这干嘛？徐骁看着旁边师侄，眨了眨老眼。师伯，我刚才好像被妖狼的妖气所伤了。水月突然开始虚弱起来，2只大眼睛滴溜溜一转，倒在了徐骁身边。啊，不会吧？你不是有那葫芦护身吗？徐骁眼里带着疑惑。这时对方面色发白，漂亮的脸蛋失去血色。怎么回事？你的实力这么强，连小王小李都没受伤，你怎么会受伤？他百思不得其解，一缕神魂探入其中，这一探他发现了不对劲，对方全身的经脉竟然通通断裂，竟是真的。你等下，师伯不会医术，我去叫小王小李来。徐骁欲去叫人，水月阻止，眼神虚弱道：师伯不用了，他们我了解，什么都不会，救不了我的。那怎么办？要不将你传送出去算了，师妹在外面，她肯定能救你。徐骁有些急，水月是他看着入门的，若是出了意外，他会自责的。别！水月赶紧道：师伯，我不想出去。师伯，我们水家有一个方法可以救我。徐骁老眼微动，眨了眨眼道：什么办法？水月听言，漂亮的眼眸微微闪动，其内隐含一丝得逞的喜悦。哼哼，师伯这么聪明，还不是被我骗到了？他接着虚弱道：师伯，我拥有水家千年难见的水灵之体，可以体内凝结冰晶疗伤，但这种疗伤方法需要家族灵火中和，现在没有灵火，只有师伯的火术顶替了。徐骁点头，这样也可以。那你快结冰吧，我帮你生火，温度高低你说一声就好。水月可爱的点了点小脑袋，说着他开始运功，很快就好了，师伯施展火术就好。他闭目疗伤。徐骁眉宇微皱，似乎还有些尴尬。刚才对方最后给他叮嘱了方法，要靠近些，但对方体内那股寒意袭来，他知道对方开始疗伤了，只得先抱着施展地火救人。顿时少女独有的香味扑面而来，水灵偷偷生笑，这样一来师伯肯定更喜欢我了。为了骗过徐长老，他真的震碎了自己周身经脉，以水灵之体疗伤。小王小李还在4周卖力的挖矿，而秘境外的人群沸腾了。我曹了，这简直太无耻了，那可是缥缈宗新晋天才水月啊，忍不了了，等他出来，老子要手刃这个徐老狗。一众掌门长老看着2人一直抱着彻底破防了，老狗不死，天理不容。来，老子就在门口等着他，老子化神大修，不把这老狗大卸8块，誓不为人。这样的人存在，简直就是对我人族的亵渎，老子要砍死他。几个年迈的掌门长老气得吹胡子瞪眼，直接祭出压箱底的绝品法器，跳到玄光神石前，站等那徐老狗出来砍他。前面9大宗门的人都傻眼了，就连一向慈和宽容的了陈方丈都长眉紧皱，周身佛光普照。阿弥陀佛，看来我万佛寺也无法度化徐施主这样的人了。萧木和面色铁青，看着徐骁一个劲的摇头。就在缥缈宗这边还在懵逼之时，
一个长老急火攻心，喷出一口老血。徐老狗不死，老子誓不为人！擦干血迹，这长老掏出一条3人来高的狼牙棒，加入神石前蹲守徐骁的砍人大军。这一最新举动，场面再也控制不住，一个个拍桌摔杯，要求立即抓徐骁出来问罪。玉玲珑看着灵璧，只捂嘴轻笑：“独孤妹妹不要生气，我看是你那弟子受伤了，长老在帮他疗伤而已。”独孤灵和3位长老当然也看出来水月在利用水灵之体凝结冰晶疗伤，但他们有一个疑问：水月这丫头什么时候受的伤？3位长老彻底懵逼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简直就是胡来。独孤灵咬牙，凤眼阴沉如水。回去后先关水月3年禁闭。诸位掌门长老，请先冷静。我那弟子水月之前对付妖狼受伤，这是水家特殊的疗伤之法，我师兄徐骁只是在帮他驱寒而已，大家不要多想。独孤灵带着3位长老赶紧来到神石前，将那一个个义愤填膺的长老请了下去。就是缥缈宗势力再大，也无法和整个修仙界作对。师妹，你咋还不来？快点来一起挖矿啊！小王小李挖累了过来，稍微歇歇。当看见徐骁抱着水月疗伤，顿时2人眼眸大瞪，惊傻在原地。这什么情况？轰隆，就像雷霆劈中他们脑门，2个人彻底懵逼了。师伯，小王小李，你们师妹受伤了，我在用地火帮她驱寒。水月伤势恢复，走上前道：“师伯在我疗伤而已，我刚才受了很重的伤，全靠师伯才治好。”2人又看向徐骁，眼里已经带着浓浓恐惧。徐长老，太恐怖了呀！徐骁也懒得多说什么，南明离火剑飞出，化为一柄巨剑握在手中。他向2人走去，一边擦火红剑身，一边呵呵笑道：“小王小李啊，师叔是在给水月疗伤，若是日后门里又传出些什么不该传的谣言，师叔我可是会生气的。”赠，弹了一下神剑，清脆响亮的声音传遍天际：“是，师叔啊，您放心，您刚才绝对是在疗伤，毋庸置疑。”2个人感受南明里火箭上那凶神恶煞的气势，吓得腿肚子发软，差点没直接跪下来。徐长老，这是要将他们灭口啊！太恐怖了。徐骁点了点头，收回神剑，带着慈和笑容拍了拍2人肩膀：“忘了和师叔说了，9宗门人秘境内会有专门的飞梭传讯，画面会同步到外面，所以万一有谣言，那也不是我们传的。”2人吓得瑟瑟发抖，说话都结结巴巴。传出去肯定是没跑了，现在得赶紧把自己摘干净。徐长老实力恐怖，到时候可别真找他们麻烦啊！什么？还有传影飞梭？徐骁眨了眨老眼，抬头上看，果然高空远处一个小黑点正在他们头顶来回盘旋，就像上辈子的无人机般，似乎在垂直拍摄。徐骁缓缓摇头，轻叹一声，将之打下来。晚了，还做贼心虚。身正不怕影子歪，师妹和老刘他们肯定知道我在疗伤。默默点头，徐骁稳下心绪，懒得多想。师伯，谢谢您助我疗伤。水月笑道：“水月，以后不许这样了。知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即便是疗伤也要有分寸。”他面色带怒，当众斥责：“不过你大伤刚愈，实力定会有所折损。这秘境凶险万分，师伯就送你几件东西防身吧。”说着，他取出2张元婴引雷符，一张元婴冰剑符，一件上品法剑。徐骁抹着胡须笑道：“这3张元婴符箓和上品法戒就送给你，也好顺利完成这一趟秘境之行。”啊，又送我！水月眼神大亮，毫不客气地接过东西，欣喜道：“谢谢师伯，师伯真好。”他看着手中3张元婴符箓还有上品法器，元婴符箓虽然对他用处不大，但一张也得20上品灵石，而上品法器没有修士会嫌多，这可是值100上品灵石啊！师伯随随便便一送就是160上品灵石，比师傅大方多了。果然，得到师伯的喜欢，修炼资源源源不断。师伯真是太好了！这一幕又把旁边小王小李看懵了。我勒个去！师伯，当真在包养师妹啊？这一送就是上品法器，还有元婴符箓，这可都是价值昂贵的硬通货啊！说送就送，太土豪了。别看现在他们收获多，但那是整个宗门的物资，几千号人一起用，外面掌门还监督着。100上品灵石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好了，你们快去挖矿吧，挖完换个地方接着挖。徐骁摆了摆手：“是，师叔我们这就去。”2人屁都不敢放一个，连滚带爬跑去挖矿。水月满心欢喜收好东西，拿出铁锹一跳一跳，开心地跟上。徐骁看着小丫头健康活泼的样子，摸着山羊须疑惑道：“真受了伤吗？
不是在骗我吧？疑罪从无，他确实没有证据，而且经脉尽断，这是事实。小丫头，若是让我发现端倪，看我不给你一顿收拾！恭喜宿主赠送上品法戒成功，返还绝品法器流光星陨剑。恭喜宿主赠送2张元婴引雷符，返还6张化神9重紫霄雷符。恭喜宿主赠送1张冰剑符成功，返还3张化神9重玄冰剑羽符。挖完这一片的铁矿籽料，4人准备换地方继续挖。缥缈宗给3人每人准备了10个大型储物袋，装下这些东西不值一提。来者何人？这片矿区已被我天师宗占领，速速离去。就当4人北上，来到下一个大型矿点时，下方10几个黑衣人正在挖掘。徐骁老眼微动，天师宗遇到9大宗门的人了。不是说取大道神丹之前资源共享吗？看来还是实力说话。缥缈宗徐骁老头落在天师宗门人前方不远，抚了抚胡须。这是魔道的3支小队，由天师宗带头，对方为首者，是一名画着黑色眼线，模样有些阴暗的美貌少妇。她腰间挂着10几个骷髅头，当认出对方身份，顿时眼眸大睁。老色魔，竟是你！太好了！天师宗、黄泉门、厉鬼门弟子听令，随我铲除这个老色魔！阴暗少妇一看见徐骁那猥琐的笑容，轻挑的胡须，顿时心里怒火狂涌。老色魔竟然被他遇到了，他要为被对方迫害的广大女修同胞讨回个公道。徐骁4人还有些发愣，就见前方一群魔道弟子气得义愤填膺，个个掏出法器，祭出游魂厉鬼，直朝4人扑来。阴暗少妇腰间骷髅头一甩，10几具长矛飞将出现，二话不说露出獠牙杀来。小王小李有些懵，师叔的名声太臭了，现在这些魔道人士见面就干啊！徐骁，就你这种人人得而诛之的老色鬼，也想在秘境混？老牙给你打掉！说着，阴暗少妇祭出一件黑帆法器，双手一挥，又是5、60具冒着黑气的法将跳来。徐骁摇了摇头，谣言害人啊！本来他知道有传影飞梭在，先礼后兵一番，结果对面直接开大。水月、小王、小李，你们看着就好，这种打打杀杀的事就交给我吧。老头子命不久，不怕得罪人。法指一掐，顿时须臾5级山飞出，幻化为一座遮天蔽日的巨大铁山。轰隆隆，铁山从上而下，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接将3宗放出的鬼怪全部镇压。水月、小王、小李本来还有些感动，想上去帮忙，但这威势盖天的铁山一经出现，直接将3人震撼在原地。师叔，太强了！铁山似有3山5岳之重，配合徐骁体内那一股玄妙异常的鸿蒙真气，发挥出的威力超乎寻常，直接将矿场泥的压进去3分。这一幕直接将阴暗少妇一众弟子吓懵了。这是什么法器？徐骁单手一抬，须臾5级山再度飞起。只见这时巨大的凹坑内满满都是天师宗4名弟子放出的飞浆，僵尸们都被压成了肉饼，足足上百具，现场惨不忍睹。不，我的飞浆啊！不仅天师宗弟子心痛哀嚎，就连黄泉门和厉鬼门的弟子也满脸肉疼。这巨山法器不仅仅将僵尸压扁，同样也将他们放出的游魂厉鬼压得灰飞烟灭。那可是他们最重要的伙伴啊！老色鬼还有这等实力！没等他们反应，铁山再度膨胀，轰的一声就朝他们3个门派弟子压去。眼看着12个人就将步僵尸们的后尘，被压成12张肉饼。铁山盖下，轰隆一声后，现场安静的可怕。哼，还敢先动手？这下魔门的人没话说了吧？徐骁抚须一笑，吩咐道：水月、小王、小李，去吧，继续挖矿。3个人咽了咽口水，看着前方那具大铁山，心中惊震非凡。师叔，哪里来的这么多超凡法器？太牛了！小王、小李眼里带着一抹恐惧，他们心有决定，打死都不能将师叔包养小师妹的话传出去，不然那些肉饼就是他们的下场。2人应了一声，连忙开始挖起矿来。水月看着徐骁都有些看呆了，漂亮可爱的小脸满是红晕。师伯太厉害了，看什么看，还不快去！好的师伯。师伯你好帅啊，这还用你说，快去！徐骁收回铁山，下面躺着8张肉饼，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残忍至极。他们甚至连保命符都来不及开出来，护身法器都被压了个稀烂，还是跑了4个。徐骁摇头，跑了就跑了，反正是对方先动的手，他有理。秘境外，阴暗女子和其他3名弟子失魂落魄出现在众人眼前。4个人还有些懵，面色惨白，一看见天师宗掌门长老，阴暗女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师父，那个老色鬼动手杀人了，他就是个恶魔，他把我的法浆全部毁了。天师宗掌门施通天满脸阴沉，过程他都看见了，
不太好评价，毕竟这一次徐老头可没先动手，回来吧。技不如人，早回来也好。放心，徐老头有人会收拾他。满心怨气，师通天瞥了眼独孤灵，后者气定神闲，还朝他微微一笑。可恶！师通天气得一头黑线，却又无可奈何。这次是他们先坏了规矩，已经没了理。而且，就算老色鬼先动手，缥缈宗的人也会耍赖。老色鬼强成这样，天理不容。后面那些掌门长老一阵唏嘘。老色魔那无坚不摧的铁山，看样子又是一件顶级的绝品法器啊！难了！这铁山法器一出，威能不是元婴修士可挡的。这老色鬼哪来这般多顶级法器？都是大修洞府挖出来的。这是什么恐怖运气？缥缈宗，无耻啊！竟然派这么个人进秘境，太无耻了！黄泉门和厉鬼门的2位掌门面色惨白，瘫倒在桌前。他们2个门派的精英天才损失殆尽，一个人都没逃出来。也就是说，这次秘境之行不仅没赚，还亏成麻瓜。对于徐骁的强大，大家都适应了。这次秘境探索，徐骁已是最大的看点。现场只有那位炼虚境界的南瞻国老太上皇看出了些徐骁法器的诡异。他衰老的面庞微微动容，喃喃自语道：“这真的还是法器吗？”他想到一个可能，但立即否决了。一个元婴修士不可能炼化法宝，更不可能拥有法宝。挖完矿，小王小李主动跳下铁山压出的凹坑，将黄泉门和厉鬼门的储物带收了回来。师叔，这2个门派捞了不少矿，还有他们的灵石和法器。血淋淋一堆储物袋摆在徐骁面前，2人神色都有些激动。灵石法器你们分了吧，铁矿留给宗门。徐骁没太大兴趣，这些元婴修士充其量兜里几10个上品灵石，不值得他这般德高望重的前辈去摸。多谢师叔！2人神色大喜，连忙叫来水月，3个人平分了灵石，每人还分了1件上品法器，数件中下品法器，心情极为不错。小王掏出地图继续找路，又挖了一座矿点后，他们朝北方万木林飞去。检测到气运之女苏妹儿，气运等级 A， 返还倍数10，羁绊度1。4人落到一片巨树林地，徐骁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朝前看去，合欢宗4名女子在砍伐陵墓4人中最漂亮的那身穿黄裙的娇媚少女，正看着他嘤嘤声笑。徐长老，您来了，真是太好了。苏妹儿丢下手中陵墓，带着3个姐妹上前打招呼。他们看见徐骁那一身无穷无尽的高质量气运时，4人面庞通红，都忍不住想上去吸上一番。但徐长老是玉掌门的专属对象，他们有些不敢。徐骁老眼微动，看着面前这名叫苏妹儿的女子，笑着微微点头。对方是玉玲珑的徒弟，穿着漂亮的黄裙抹胸，雪白的肌肤闪动动人光泽，就如牛奶一般鲜嫩迷人。娇艳欲滴的美貌面庞，既有少妇的风情，又有少女的娇羞。曲线玲珑的身躯虽然没有玉玲珑那般夸张，但也十分不错，纤腰盈盈一握，乌黑的头发垂背，迷人的香味勾人。既少女又少妇，剩下3个女弟子与之一比，即便仍然貌美，也被瞬间比了下去。原来是苏小友，小友放心，我缥缈宗与你合欢宗向来交好，你们放心砍就是，没有人敢来打扰你们。面对气运之女，徐骁还是很大方的，这是他长生修行的本钱。4女一愣，眨了眨漂亮眼睛，忙是拜谢道：“多谢徐长老。那个小王、小李、水月，你们也去砍吧，这里还剩些陵墓，也砍些回宗门用。”是，师叔。拿起法剑，3人就四散砍起木头来。苏妹儿4人看着徐骁坐在地上休息，那磅礴的气运不停环绕，4个人咽了咽口水，心痒难耐，甚至连砍陵墓的心情都没了。哦，又来人了。远处另一支4人小队听见动静，纷纷赶了过来。当他们看见竟是徐骁这位老色魔后，一个个面色大变，眼里满是震惊。再看旁边那4位貌美如花的合欢宗女子，面生红晕，他们更是心头一震，暗道不好，老色魔竟敢在这秘境勾引女修，是可忍孰不可忍。诸位合欢宗道友，有我们在，定不会让这徐老头对你们动手动脚。一名身穿金衣锦装的帅气男子出列，直接将4个合欢宗美女拦在了身后。剩下3人上前，个个气度不凡，一看就是身居高位之人。徐骁有些奇怪，看了眼4人，只觉莫名其妙。难道他的名声都臭到这般地步了？谈他色变。更觉得莫名其妙的是，4个合欢宗弟子，他们一脸嫌弃看着突然出现的4人，这些人竟敢妨碍他们与徐长老的单独相处。可恶！你们是谁？徐骁随意问道。我乃东来国上官金玉，这3位都是东来国皇子。徐老头，你缥缈宗砍树归砍树，可别打他们主意。
上面有船影飞梭，大家都看着呢。上官金玉帅气的摆弄金袍，带着3个皇子保护苏妹儿4人，唯恐老头色心大发，对这些美女动手动脚。老头都老成这样了，要动也是他们这些年轻人动才对吗？上官金玉子来商会的那个少主，徐骁心绪一震，眨了眨老眼。没错，老头你怎么知道？你不用了解那么多了。吃啦！南明离火箭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际猛然飞出，扑通一声，直直从上官金玉头颅飞过，将对方头颅炸成一团血雾。你们冲撞本长老了，不想死，立即滚出秘境。徐骁收剑，看着面色惨白、完全懵逼的3个皇子，冷声提醒：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击杀气运之敌上官金玉。任务奖励：获得1次1万倍暴击次数。苏妹儿4人惊愣在原地，东来国3个皇子吓得浑身发抖。上官金玉可是他们中实力最强的一人，竟然一招就被老头击杀，还不滚！徐骁沉声一怒，3个皇子肝胆俱裂。是，徐前辈，我们这就滚！3人毫不犹豫掏出保命符，一捏之后瞬间消失。谁都没有告诉他们，在这秘境中竟还会出人命。他们可没打算争夺大道神丹啊！疯了，老头子疯了！上官金玉的死，不敢让他们在这里多留一刻。3人被传送到神石前，已吓得失魂落魄。老色魔，太恐怖了！远处东来国国主第一个冲上前检查3人伤势，见没人受伤，才长出一口气。幸好他的3个儿子没出事，徐长老算是给了他东来国面子，但他打死都想不通，这几个人到底怎么就把徐长老得罪了。上官会长，冷静！徐骁连9宗弟子都杀，不是我们能处理的。东来国主看向他身后那气得满脸怒色的老者，立即出言安抚。老者名为上官飞炼，自来商行会长。他忍住心中强烈的悲痛与愤怒，看向了缥缈宗独孤灵一众。老迈的眼神带着血红，似乎就要跟缥缈宗的人拼命。独孤灵见状起身诉众道：上官会长，东来国主，请先等我师兄出来，到时候我定会让他给2位一个满意的答复。哼！独孤掌门，徐骁惹得天怒人怨，现又不分青红皂白杀人。若秘境结束不给我紫来商行一个说法，就算你缥缈宗再强，我上官飞炼也绝不罢休。他一撇长袍，回到座位坐好。他要等老色鬼出来，为他儿子报仇。东来国主摇头长叹，对独孤灵抱拳致意，带着3个儿子返回上官飞炼身边。徐长老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就莫名其妙杀人了？朱留温3个长老嘘声长叹，徐长老还真是能给他们缥缈宗出难题啊！独孤灵心中喜忧参半，喜的是师兄实力大涨，甚至远超渡劫之前；忧的是这么一个个杀下去，到时候他缥缈宗可就成修真界公敌了。这样不好，他这个掌门会很难做。现场其他掌门长老看着徐老头直摇头，说对方是色魔还算抬举了，这老头简直就是无恶不作的魔鬼啊！缥缈宗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败类？万木林上官金玉的尸身倒下，苏妹儿4个人惶恐不已。徐长老实力竟然这么强，一招解决这元婴9重的上官金玉。他们4个咽了咽口水，有些不敢相信这传言快死的老头竟有这么厉害。徐骁起身笑道：你们不要害怕，我与那上官金玉有些旧怨才出手的，你们继续砍陵墓吧，放心，有我在，没人敢打你们主意。4人听言顿时松了口气，原来徐长老与上官金玉有仇。4个女子眼眸顿时大亮，心中恐惧顷刻消散。他们看着徐骁，面色更加激动。徐长老不仅实力强大，气运更是多得离谱。他们不相信对方真的如传言中所言是个快死的老头。长老，您辛苦了。这4个人莫名其妙来抢我们的陵墓，多亏长老出手将他们打发。4人想上去抱住徐骁吸吸气运，但又心有所惧。无妨，我与你们掌门有时，应该的。说罢，徐骁坐下休息，闭眼打坐，心里在想一会怎么合理的给苏妹儿送点东西，捞个暴击返还。小王小李这时被惊动返回，看着地上那无头尸体，顿时面色一惊，问了问缘由，徐骁只说对方顶撞了他。啊！小王小李被吓得瑟瑟发抖。徐长老杀人真是不眨眼啊！对了，小王小李，你们砍了多少陵墓了？徐骁突然问道。小王算了算道：师叔，我们2个砍了差不多50多根了，先给我，你们继续砍吧。2人有些疑惑，将装有陵墓的储物袋交给徐骁，随即去找水月继续砍木。后者神识探了探，差不多50、60根，随后起身走到腿脚发软的苏妹儿身边，笑道：苏小友，刚才我动手耽误了你们一些砍木时间，这里有50多根陵墓，就赠与苏小友了。
苏妹儿面色桃红的接过储物袋，美眸带着激动与欣喜。徐长老竟然给他送东西！长老，这如何使得？苏妹儿身躯微颤，没什么使不得。苏小友与老道我有些缘分，老道我自然不会让苏小友吃亏。收下吧。徐骁帅气的一摸胡须，多谢徐长老。苏妹儿渴望对方身上那无尽的磅礴气韵，挽住徐骁手臂，顿时勾人香风袭来。苏小友，你这是怎么了？徐骁老眼一动，长老，我被苏妹儿窃取一点气韵，返还10点。被苏妹儿窃取一点气韵，返还10点。系统声音传来，徐骁瞬间懂了，原来对方是看上他身上的气韵了。这是好事，窃取的越多，他自身气韵就返还的越多。旁边3个合欢宗女子看得羡慕嫉妒恨，但大师姐已先一步去了，他们只能干瞪眼。苏小友，老道我身上的气韵你随意吸取便是，不打紧的。苏妹儿听言美眸大惊，随后变成惊喜。徐长老竟然知道他在吸收气韵，而且还主动让他吸。瞬间他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这么喜欢徐长老了。长老，那边有处山洞，我们那边去吧。苏妹儿道。徐骁轻笑一声，扶着对方走进了不远处一隐蔽山洞。长气运的同时，也正好在送点东西，触发任务送的万倍暴击。恭喜宿主赠送灵木成功，第一次赠送苏妹儿，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万年灵根。万年灵根内含3滴万年灵液，每滴可活死人、肉白骨，疗伤圣药，剩余一次万倍暴击次数，下次赠送触发。隐蔽山洞内，苏妹儿从储物袋取出一张香喷喷的貂毛小毯，铺在了潮湿的泥地上。长老，请。苏妹儿扶着徐骁坐了上去。长老，吸收气韵您不会介意吧？徐骁摇头笑道，无妨，苏小友啊，这些气韵你就尽管吸吧，老道寿元不多，不要浪费了。谢谢长老。女子身上的香风袭来，她温柔地抱住对方，运转功法，开始全力吸收徐骁身上的气韵。长老真是太大方了。这一刻他觉得这种阔绰又有魅力的老帅哥真是秒杀那些年轻天才。被苏妹儿窃取一点气韵，返还10点。被苏妹儿窃取一点气韵，返还10点。被苏妹儿窃取一点气韵。系统的提示音不断传来。苏妹儿闭眼吸收。徐骁轻笑道，苏小友，你我一见如故，老道觉得你与我特别有缘。这是一枚上品驻颜丹，老道留着也没什么大用，就送与小友结个善缘了。说着他动了动手臂，从空间库取出一枚萦绕特殊灵力的丹丸。驻颜丹还是上品的。苏妹儿一听对方的话，顿时睁开了眼。她看着徐骁手中那奇特的丹丸，美眸金光闪烁。这长老，您真的要送我这上品驻颜丹？苏妹儿顷刻间激动了。上品驻颜丹市面上买都买不到，就是有，没有大几百上品灵石，想都不要想。徐长老竟然要送他这么珍贵的东西。徐骁将驻颜丹给对方道，你我有缘，区区上品驻颜丹，小事而已，小友只管拿着，老道反正也用不上。苏妹儿看着手中珍贵的丹丸，激动不已。长老，您对我真是太好了。长老，奴家能认识您，真是奴家一辈子修来的福分。他被老头子的阔绰手笔彻底折服了，又送灵木，又送上品驻颜丹，一身磅礴气韵，还多得吓人。这样无条件对他好的人，这世上哪里找？恭喜宿主赠送上品驻颜丹成功，触发任务奖励万倍暴击，返还9阳龙血丹。9阳龙血丹服用后获得一丝真龙血脉，强化脏腑筋骨，获得断肢重生之能。9阳龙血丹，徐骁老眼一亮，听这名字就感觉差不了，还能拥有断肢重生的能力，不愧是系统出品。对了，小友，听说你们合欢宗功夫不仅能吸收气韵，还能吸收灵力？徐骁问道。是的，但吸收灵力可有些麻烦的。苏妹儿娇媚的面容变得通红一片。哦，徐骁摇头，那便算了，就不麻烦小友了。外面3个合欢宗弟子砍伐陵墓，他们3个心里恨啊，后悔啊，被大师姐占了先机，吸不到气韵了。师叔上哪去了？怎么这么久都不见人？小王、小李、水月3人不仅砍完了附近的陵墓，现在整个万木林能砍的木头都被他们砍完了。3个女弟子指了指远处山洞，徐长老和苏师姐在山洞里呢。娇小可爱的水月在旁边认真的点了点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合欢宗3女盘坐在地，耐心等待他们的师姐。小王、小李人有点懵，2人站在远处小声嘀咕，师弟啊，我真是想不通啊。我也是，2人心里五味杂陈。山洞中，苏妹儿穿好衣裙，羞涩问道，长老，您真的寿元无多吗？
妹儿不信。他身躯还有些不适，红着面，以前没有过经验。徐骁笑道：哈哈，真没多少寿元了。说完起身来到洞口，秘境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耽误太多时间。姓名：徐骁，年龄1009岁，境界元婴2重，特殊体质地火、人火、道体，鸿蒙真气，真龙之血，剩余寿命300年。徐骁服下了九阳龙血丹，效果不错，人显得更年轻了一些。看了眼面板，他满意点头。最终灵力还是被窃取，不过按理说他应该修为大损，但在系统的返还下，不仅没损，反而提升了1重修为。他猜对了，合欢宗不仅吸取气运可以返还，吸取灵力同样可以返还，直接提升1重修为，简直太快了。老眼金光闪动，徐骁心里兴奋，他是有经验的，知道到了元婴后修为是多么难提升。之前他300岁达到元婴1重，直到800岁才堪堪修到元婴9重，后面又修了200年才达到巅峰，可以度化神雷劫。9重境界足足修了500年，还有他那个失职陆大年，天资不错，但在元婴6重的瓶颈卡了几十年，听说最近才达到元婴7重，以后系统不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吧？徐骁心里哼笑一声，知道系统的返还要合理，一直吸灵力多半会被系统毙掉，这东西应该也是看缘分。苏妹儿笑道：长老，妹儿炼化完气运，可不可以再来找长老？当然，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这一身气运，你可随意吸取。徐骁大方点头，都这样了，还说什么？多谢长老，长老真是太好了。苏妹儿又激动了。徐骁拿出10枚化阴丹，递过去道：妹儿，这10枚化阴丹你收着，日后若是资源不够用，就来缥缈宗找我。长老资源多的是，千万不要客气。他看出苏妹儿到元婴9重不久，距离巅峰还差得远，化阴丹是目前最合适的丹药。10枚化阴丹，苏妹儿眼中金芒闪过，拿了后欣喜道：多谢长老。长老，您真是太好了。10枚化阴丹价值100上品灵石，随意出手就是这么大一笔灵石，还有之前的上品驻颜丹。长老太大方了，以后还有用不完的气运。他激动不已，抱住徐骁，幽香动人，又是一番温存。恭喜宿主与苏妹儿羁绊度提升至2，恭喜宿主赠送10枚化阴丹成功，返还连神丹20枚。同一时间，万木林外围，数十名黑衣人持续汇聚，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联盟。为首者是一名冷厉中年，其面色凶厉道：破天魔宗的人呢？鬼师兄，破天魔宗4人已开始在万木林布置阵法。冷厉中年冷笑道：很好，这次集结我魔道精英弟子，再加上破天魔宗布下的阵法，徐老狗死路一条。吩咐众人出发，按计划行事，若有必要服用冷炼淬火丸，务必一举斩杀。是。鬼师兄。秘境外所有人都看着缥缈宗灵璧，自动屏蔽了其他。徐老狗出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现场所有人打起精神，目光直勾勾盯着洞口。只见徐骁扶着苏妹儿缓缓在洞口出现，一看苏妹儿红润的面庞，有些软绵绵的身躯，还有那不自然的步伐，就知发生了什么事。该死啊！一众掌门长老瘫倒在位置上，叹气摇头，一些人手捂着脸，面容满是痛苦哀叹。徐老狗又得逞了。看着徐骁扶着苏妹儿走出，玉玲珑眉宇一皱，独孤灵嘲笑看着他。现场大部分掌门长老已破防，懒得再喷了。徐老狗太他妈气人了。唉，罢了罢了，不看他就是。合欢宗这些女修一个个都瞎了眼吗？徐老狗，我曹你祖宗18代，一会出来看你怎么死。老家伙都快死了，太气人了。徐老狗，老子要将你碎尸万段。砰的一声猛拍桌面，萧木和气得满脸通红，整个人持续颤抖。他双眼怒火中烧，眸子血红一片，看着灵璧中苏妹儿娇媚通红的脸蛋，羡慕嫉妒的心让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可恶啊！徐老狗，老狗啊！萧木和气的都快心肺爆炸了，他不甘心啊！啊！萧木和绝望咆哮，噗的一声，一口心血喷出，染红桌面。掌门，请息怒。3名长老在旁边吓了一跳，掌门这是真的生气了。鬼力他们已在布置，有魔道宗门联合，徐骁必死无疑。3个长老赶紧安抚。萧木和看着灵璧中正赶往万木林的鬼力4人，擦了擦嘴角血迹，强忍怒火坐了下来。好，这一次我看那老狗怎么逃。他目露凶光，满脸愤恨，死死盯着灵璧，他要看老狗的死状。废物，一个女人而已，又影响了你的道心，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我的弟子。
灵魂深处的斥责声传来，萧慕河如被浇一盆冷水，清醒了一些。师傅，我真的好讨厌徐老狗啊！师傅，求求您帮我解决了他吧，我以后什么话都听您的。片刻后，合体大修冷声道：我最后再说一次，那个老头有古怪，身上大概率还有厉害符箓，你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等他自己老死。大道神丹不要也罢，有为师在，你突破炼虚铁板钉钉，不要因为怒气坏了你的道心。萧慕和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师傅说的是对的，但他就是不甘心啊。妹儿，可是玉老婆的陪嫁呀。妹儿老婆，我恨我自己没保护好你啊。萧慕和这边的动静引来一些人目光，大家看他都带着几分感同身受之情。看看徐老狗都把这位魔宗天才气成什么样了，都 TM 吐血了。老狗不死，天理不容。宇文浩瞥了眼萧慕和，棱角分明的面庞波澜不惊，甚至还有些期待。老狗跳得再欢些吧，马上你就要死了。这时大家终于注意到灵璧里魔宗的动静，极地魔宗、噬魂魔宗、万毒宗还有魔门二三流门派数十名弟子正朝万木林飞去，甚至那猥琐的破天魔宗弟子还悄悄在万木林四周布置阵法，这一会功夫就已布下了10几个阵眼。不好，魔道要对师兄动手了。独孤灵看出了危机，凤眼寒霜，神情出现担忧之色。玉玲珑看着灵璧魔宗门人动向，眼眸罕见地露出凝重。他和欢宗弟子可也还在万木林中。好啊，魔道同心携手，这是要取老狗狗命了。太好了，4大魔宗同时出手，万木林阵法遍地，老狗就是化神修士也得送命其中。哎呀呀呀，终于让老夫看见一个好消息了。现场这些掌门长老神情大振，一个个老眼闪光，期待魔门事成将那老狗斩于剑下。无论是十国代表还是正道门派，这一刻看这些魔道门人认真做事的样子，皆连连点头，越看越眉清目秀。这哪是魔道门人，简直就是为民除害的英雄啊！天人秘境有规矩，秘境死伤正常，不算仇怨。老狗就是死，缥缈宗最多也就是闹一闹，很快就过去了。万木林，苏妹儿缓缓走到3女前。徐骁这时发现了四周古怪，不好，有敌袭！小王、小李、水月立即警戒。啊！3人面色一惊，立即散发神识探测。果然，远处正有几十道元婴气息疯狂赶来，目标不用猜，正是他们！哈哈哈哈！徐老狗，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一个个黑衣人影出现在远处半空，他们或御刀或御剑，俯视向下看着徐骁、苏妹儿两帮人，眼神中带着浓浓愤怒与嘲讽。鬼力几个眼尖的人看清了和欢宗、苏妹儿通红的娇媚面容，一看就不正常。我曹你老木！徐老狗，这里可是秘境啊！极地魔宗、嗜血魔宗、万毒宗这些魔道门人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看着动人的苏妹儿，他们心里那极度的恨意喷涌狂暴，收都收不住。老色魔，老子今天不把你大卸8块，老子就不是极地魔宗大师兄。之前派遣暗中调查的魔道门人早有汇报，说老头和合欢宗苏妹儿进了山洞，没想到这才刚到，就看见苏妹儿扶着徐骁。我尼玛，徐老狗，曹了，给老子去死吧！根本不想让这个徐老狗多活1秒。极地魔宗4人祭出法器，冰蓝之光爆射，4人持着法器就带头朝徐骁冲来。水月、小李、小王，你们注意自保。妹儿，你们看情况使用保命符，魔宗来者不善，接下来恐怕是场大战。徐骁看着前方冲来的极地魔宗4人，老眼带力，单手一撩，顿时脚踩7彩霞光飞天而起。过程中9火琉璃照祭出，9条巨大火龙四象环绕，啸叫震天，猛地就朝前方极地魔宗4人扑去。老家伙还有这般厉害的法器，曹了，上，全部都上！今天这里不许有一个人活着出去。极地魔宗大师凶鬼利手持一柄冰蓝长刀，长刀包裹无尽寒气，刚与火龙接触，滋滋滋的声响就不住传出。不到2息，他的上品法刀就被徐骁一条火龙烧得通红，眼看就要损毁报销。怎么会？不仅鬼力，其他3人同样面色大惊。这些火龙的极致高温高的让他们胆战，若是被火龙缠身，他们感觉甚至支撑不了2个回合。老头实力有古怪，快服用冷炼淬火丸！砰的一声巨响，鬼力手中那冰蓝长刀在火龙撕咬下爆成一堆红铁。极地魔宗带着魔道其他门人主攻徐骁，嗜血魔宗、万毒宗则按计划围攻缥缈宗和合欢宗门人。两帮人已经交起了手，万木林中的战斗轰天震地。万木林一侧，半空水晶蓝葫芦迎风而长，化为1人来高的巨大葫芦。
无尽的冰蓝弱水倾泻而出，将下方那些血腥味刺鼻的血水一冲而尽。嗜血魔宗，你们敢来打我们缥缈宗主意，该打！水月脚踏虚空，看着前方施展血气神通的4人，他在这一刻似乎收敛了平日的天真无邪，大眼睛战意涌现，一头漂亮黑发随风飞舞，宛如天降神女。师兄，咱们快点解决他们，去帮师伯。师伯一个人可在上面对付几10个敌人呢。说着，水月周身灵气震荡，身躯一点点化为透明之色，水灵之体的天赋神通施展，他片刻间便化为透明的冰蓝之躯。扑通一声，他俯冲向下，跳入倾泻成河的冰蓝弱水。霎时间，这如湖泊之状的冰蓝弱水就如有了生命一般，幻化出道巨浪，疯狂朝嗜血魔宗4人拍去。不愧是缥缈宗新晋第一天才，果然实力不凡。身穿黑红服饰的嗜血魔宗4人见此眼眸大睁，不敢怠慢，为首之人祭出一血顶法器，股股猩红刺鼻的浓稠血液从血顶中喷涌而出。这些浓稠血液带着强大腐蚀之力，四周草木一经接触，纷纷被腐成黑渣，风一吹便彻底消散。这是嗜血魔宗绝品法器兽血顶，无尽的浓稠血液将4人包裹，迎上前方扑来的冰蓝巨浪。兽血顶不停震动，面对水月的冰蓝弱水勉强能够支撑，速速击杀剩下2个修士。水月厉害，已到元婴9重巅峰之境，我不能抵挡太久，你们处理完他们，立即返回助我。为首的中年面色涨红，施展全身灵力操控兽血顶，无尽的冰蓝巨浪一道道扑在血海之上，每一击都震慑着他的身躯，让他难受异常。不愧是缥缈宗掌门的大徒弟，太强了。2人斗法之际，嗜血魔宗剩下的3人祭出血光漫天的猩红法器，二话不说就朝小王小李杀去。后者见此面色一变，2人数件上品法器祭出，四周飞剑环绕，形成7星剑阵。合力之下，7星剑阵散发耀眼剑光，化为一柄透明巨剑，直扑敌方3人而去。另一侧，万毒宗4人追上了合欢宗苏妹儿4人。4人间后方无数的毒虫蛇蚁铺天盖地而来，娇美的容貌顷刻变得煞白。师妹们，防御对敌，等缥缈宗的人来帮我们。苏妹儿落下身躯，站在4人之前，她单手一摆，一只黄铜铃铛迎风飞出，至半空幻化为一只巨大的铜铃。叮叮当当震耳欲聋的铃铛声响彻山林，粉红迷雾自铜铃释放，驱散了四周无穷无尽的虫蛇。这是他的绝品法器合欢铃。合欢宗妖女们，给老子去死吧！苏妹儿，你这个贱人，简直太不要脸了，太贱了，太恶心了！贱人！4名戴帽子的黑衣人出现在蛇虫鼠蚁中，为首之人是个面容丑陋的青年，其一脸的麻子痘坑，就像是被虫马撕咬过一般，既恐怖又丑陋。剩下3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万毒宗几乎就看不到一个正常人。说完，带头的丑陋中年单手一招，一个黑布袋子飞上半空变大，阵阵充满腐蚀剧毒的黑色雾气从黑布袋子喷出，四周那些毒虫蛇蚁裹挟在这浓浓黑雾之中，一个个体积猛然膨胀，本只有巴掌大的毒鼠一跃变成猫那般大，黑蚁变成食人马，毒蛇变成巨蟒。这些剧毒虫兽就像吃了兴奋剂一般，一个个张牙舞爪，不要命的朝苏妹儿4人扑去。哈哈哈！妖女们，给老子去死吧！贱人没有好下场。万毒宗4人祭出法器，法器灵力震动，剧毒环绕，一经出现，四周灵木瞬间腐朽。合欢宗4女面色大变，她们祭出全身法器，抵抗这些毒物和4人的进攻。在绝品法器合欢铃粉红领地之下，暂且能勉强守住阵地，不至于被敌人攻破。刚开始交手的时候，他们就想使用保命符逃离，狱长们只叫他们量力而行，能带多少东西带多少，没有硬性要求。但他们发现在这万木林中，保命符竟然用不了了，有人暗中布下了法阵，让他们的化神保命符失效。魔道贼子，太可恶了，这是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天空，徐骁悠悠御剑控制南明离火剑，收割魔道门人的性命。这些魔道弟子都疯了吧？都快死绝了，也不用保命符逃跑？难道老夫就这么招人恨？拼了命也要干我？徐骁杀得有些傻眼了。南明离火剑幻化的巨剑大杀四方，前面3个魔门弟子惊恐的御剑逃离，但哪有南明离火剑的速度快？剑身闪耀火红之光，其上附着炙热地火，只一个呼吸，巨剑就追上3人。扑哧一声，3人被拦腰斩断，断口处焦黑一片，火焰附着，一会功夫就被烧成飞灰消散。可恶，老色魔，你哪来的这么多厉害法器？被9条火龙的围攻的极地魔宗4人这时已面色大变，目光惊恐不已。他们已经服下第2颗冷炼淬火丸，
体内灵气大增，实力几乎达到化神初期。但面对老头的9条火龙，仍是被打得节节败退，丝毫没有战胜的希望。老头实力竟然强到了这般地步，一人面对他们魔道数十精英而不败，还反杀了这么多魔道弟子。现在除了他们4个，只有2、3队10几个人还在苦苦支撑了。徐骁笑而不语，懒得理会极地魔宗的人。御剑飞行间，手中法诀掐动，控制南冥离火剑继续屠杀。啊！老色魔，你不得好死！一名弟子被火红剑深洞穿法器，尸体点燃，顷刻间被烧成飞灰。其他人被吓得瑟瑟发抖，战意全无，恨不得立即逃跑。但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附近被布下阵法，保命符无法使用啊！狗日的破天魔宗，早就给他们说了，不要干这么阴险的事。现在好了，回旋镖打到自己身上来了。不，南冥离火剑来回飞驰，剩下的魔道弟子根本逃不了，一个个惨死在南冥离火剑火红剑身之下。还有几个弟子心中怨恨无限增长，达到某一个节点时，这些怨恨之火突然化为实质，赤红色的火焰自体内爆发，由内而外将他们烧得一干二净。很快天空安静了，2、3流门派的魔修全数惨死在徐骁手下，一个都不逃，看来是布下了阵法，用不了保命符。狗日的魔道修士也太阴险了，找死！徐骁老脸一沉，收回南冥离火剑，看着远处苦苦对抗火龙的极地魔宗4人，双眼杀气弥漫。秘境外，所有人都聚精会神看着这种终极大战。这时，这些掌门长老连连摇头，嘘声哀叹。这些魔道精英弟子也不中用啊，太垃圾了！老色魔这还没有用出全部实力啊，他那铁山法器还没使出，魔道弟子就全部倒下了，太强了！上天不公啊！为什么徐老狗会这么强？极地魔宗那些人冷炼淬火丸都吃到第2颗了，还走不出9龙火阵，垃圾，简直垃圾！徐老狗太 TM 嚣张了，只会欺负元婴修士。等他出来，老子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化神大修！一个个掌门长老义愤填膺，看得握紧拳头，恨这些魔道弟子不争气。现场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魔道门人一方，希望他们将老色狗斩杀，替天行道，但却一直被啪啪打脸。徐老狗，欺人太甚！萧木河再次拍砖起，满脸怒意。老色狗，我草你全家！战斗持续到现在，他大概看出了趋势。冷炼淬火丸不服第3颗，不可能走出对方那9龙火阵，更别说斩杀老色狗了。你们几个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吃第3颗淬火丸！但他叫的再大声也没用，里面的人听不见，只有现场众人无奈地看了过来，满是唉声叹气。这般短时间连续服3颗极地魔宗冷炼淬火丸，事后必定修为尽废。这位极地魔宗新掌门也是够狠的。独孤灵紧张看着灵璧，虽然担心，但他眼里却充满惊喜仰慕之色。师兄，太强了，好厉害啊！不愧是只爱他一个人，又和他成过亲拜过堂的师兄，他太喜欢了，心里激动不已。这才是他崇拜的师兄，太帅了！玉玲珑在旁边看着激动的独孤灵，哼笑一声，眼眸略微担忧地看向合欢宗场地。万木林上空，鬼力苦苦抵挡3、4条火龙，看着四周死绝的魔宗门人，还有御剑袭来的徐骁，面色涨得通红，最终忍不住怒喝道：福丹，第3颗冷炼淬火丸！破天魔宗，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赶紧给我滚出来！轰隆隆，天空一阵巨响，一道道光幕出现在5人头顶，紧接着4道人影在天边出现，手持绝品法器，疯狂朝徐骁杀来。5行先天大阵已启动，老色魔，给老子去死吧！在秘境里还敢把妹？我草你祖宗！话音刚到，就见天空光幕一阵闪烁，紧接着无数的天火雷霆兵见金光锁定徐骁，一道道疯狂砸去，威能甚猛，每一道都拥有元婴9重巅峰威力。极地魔宗4人这时也消化完第3颗冷炼淬火丸，周身灵气爆发，皮肤变得通红一片。他们怒气狂涌，面庞扭曲，用无尽磅礴的灵力击飞9条火龙，驱使前方绝品法器万年冰晶魄，似乎连空气都开始冻结，猛地朝徐骁杀去。这一次他们要老狗的命。秘境外几乎所有人都紧张地站了起来，一个个盯着灵璧，屏着呼吸。老狗死不死，就看这一波了。但就在极地魔宗4人和破天魔宗4人准备前后夹击徐骁，取对方老命时，他们似乎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身形猛然一顿，眼中露出惊恐之色。老狗，你要干嘛？难道你不知道，在这秘境中可不能用化神符箓啊！万木林上空，一座巨大的铁山漂浮在徐骁头顶，挡住了5行先天阵所有攻击。
无尽的雷光火电、冰刀金剑击在铁山之上，纷纷被铁山坚硬的外壳挡下。纹丝不动。徐骁摸着山羊须微微生笑，另一只手中拿着4张符箓，2张化神9重紫霄雷符，2张化神9重玄冰剑雨符。秘境的规则他这段时间已经搞清楚，可以存在化神境界的威能，但释放威能的源头会被传送出秘境。也就是说，如果他使用化神符箓，会被瞬间传送出秘境，但化神符箓的威能会持续在秘境生效。这也是破天魔宗和极地魔宗现在不敢上前的原因。老狗，你这样做缥缈宗就不可能得到大道神丹了，快放下！秘境用化神符箓，就算你出去，一众掌门长老也不会放过你。极地魔宗4人心绪大震，眼里的惊恐接连不断。另一边破天魔宗的4个阴笔同样如此，他们2帮人感受徐骁手中那若隐若现的化神气息，已经吓得面色惨白，浑身开始颤抖。老狗，竟然真的还有化神9重符箓，而且还 TM 一下就拿出来4张。操！谢特，这老狗到底在大修洞府捞了多少好东西？哈哈，来啊，你们过来啊，过来砍老夫啊，看我不轰死你们几个小趴菜！徐骁大笑一声，心里舒爽至极，手握核弹，这就是无与伦比的威慑力。魔极天那样的化神9重都被3张轰死，更别说这些嗑药的元婴修士了。先放下，有话好好说。破天魔宗那边的人吓麻了，一动也不敢动，他们心里后悔极了。该死，为什么要布置屏蔽保命符的法阵？他们现在自己都不能用了。哦，谢特，对方的化神9重符箓名洞修真剑，屏蔽阵法毫无卵用。前掌门魔极天都没撑过3张，他们这些元婴修士碰到就是被秒杀。老狗，太 TM 无耻了。好了，不陪你们玩了，老道我有些累了，就让我师侄们给你们收尸吧。徐骁微微一笑，手中4张化神9重符箓同时甩出，注入灵力。霎时间，4张符箓爆射而出，飞向4个方向。过程中，符箓缓缓被激活，化为一抹飞灰消散。轰隆隆，雾蒙蒙的天空突然乌云汇聚，无数雷霆电弧在其中闪动，威压超然。我尼玛，老狗，你简直是疯了！破天魔宗和极地魔宗2帮人吓得面色惨白，瑟瑟发抖，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了，不仅仅是天空雷霆，前方空中的温度骤然降低，2团巨大的深蓝冰球自虚空出现，正对着他们2帮人凝聚威压。水月，小王小李，师伯先出去喝茶了，一会你们别忘了给魔道收尸，大道神丹就交给你们了。徐骁说完，口中蕴含灵力，对远处合欢宗的战场说道：妹儿，你们之后就跟着我缥缈宗弟子吧，这些魔道门人死了，秘境就再无威胁了，慢慢收割，给你们玉掌门多带点东西回去。说完，秘境中天地法则降临，徐骁挺拔威武的身躯嗖一下消失。他这么做是经过考虑的，解决了剩余4大魔宗的人，魔道在秘境基本就全军覆没了。水月天资甚高，元婴巅峰，有这小妮子在，可以称霸秘境，拿大道神丹探囊取物。嗖嗖嗖，2团深蓝冰球先雷霆一步，爆发无数如雨点般的深蓝冰箭，威势强大的朝破天魔宗和极地魔宗的人爆射去。2帮人感受那化神9重无可抵挡的超绝威势，一个个吓得脸色泛白，眼皮大睁。完了，化神9重巅峰冰箭绝不是他们能抵挡。徐老狗，我操你老母啊！砰砰砰的声响传出，2帮人根本躲不掉，祭出的法器被这些冰箭顷刻击碎。扑通扑通的声响不停传出，只2、3个呼吸，2大魔宗8个人就被无尽的玄冰箭雨射成筛子，身躯被冰箭的化神寒气冻成冰棍，8个冰棍掉落，摔在地上，直接碎成一地冰块，彻底陨落。现场除了绝品法器万年冰晶魄和破天魔宗一柄魔刀尚且完好，其他法器全部被玄冰箭雨轰成了碎渣。这是化神9重巅峰符箓的绝强威力。另外2处战场，水月和苏妹儿听见徐骁的话，神色一惊，感受天空那无以伦比的化神气息，他们眼神大亮，猜出徐长老身上还有化神符箓，并且使用了化神符箓。师伯，您放心，我会带回大道神丹的。水月大眼睛水亮亮，看着破天魔宗和极地魔宗的人全部陨落，心里激动无比。师伯，简直太厉害了，好喜欢。苏妹儿看着天空化神9重雷霆蓄势待发，一道紫雷正式锁定了前面进攻的万毒宗一众。长老为了他，竟然单独使用了一张价值连城的化神9重符箓，就为了帮他解决万毒宗的人。大爱长老，怎么回事？徐老狗使用化神符箓了，老色魔疯了吧？我曹了啊！万毒宗4个丑陋男子感受天空乌云之上即将落下的化神雷霆，4个人咽了咽口水，已经吓得肝胆欲裂。
那可是化神9重巅峰的符箓啊！老色魔，竟然还有这东西！不！轰隆隆，2道巨大紫雷轰然而下，朝着嗜血魔宗和万毒宗锁定的队长砸去。两帮人已经快被吓傻了，第一时间祭出所有法器，准备硬抗天雷。逃不掉，根本逃不掉，没有人能在化神9重天雷锁定下逃掉。咔嚓，万木林上空的阵法光幕刚接触紫雷，就被轰成碎渣，阵法彻底报废。在这一瞬间，两宗门人感受到四周阵法消失，他们面色大喜，第一时间伸手准备从怀里掏出保命符，欲逃脱秘境求生。但天空那紫雷破阵的速度太快，威力太猛，就在两帮人刚拿出保命符时，巨大的紫电狂雷已经将他们彻底命中，雷光喷涌，8个人被无尽雷霆包裹。这是化神9重巅峰强者的一击。徐老狗，我咒你下辈子生娃没皮眼！带着无尽的绝望和不甘，8个人在这雷霆倾泻中化为飞灰。那些护身法器同样被雷霆轰成碎渣，丝毫不能阻止这天雷的威能。释放炫目强光的雷柱直持续了10个呼吸，才逐渐消散。水灵苏妹儿两帮人都被雷霆的余波轰飞出去，不过所幸没受什么伤。水月小王小李惶恐地上前，看着前方焦黑深陷的土地，3人各眼中带着后怕。徐师叔的化神符箓简直太强了呀！两位师兄啊，现在徐师伯出去了，我就是你们的老大了。水月白皙可爱的面庞嘿嘿一笑，快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器残留，储物袋什么还在不在，咱们能捞一点是一点。好的，师妹。小王小李眼神大亮，立即上前摸尸。另一边苏妹儿4人起身，他们4个离得比较近，白嫩的皮肤或多或少被雷电灼烧，但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小伤，过一会就好了。长老，您对妹儿真是太好了，妹儿能有您这样的道侣，三生有幸。苏妹儿看着徐潇消失的地方，久久回不过神。呵呵，大师姐，别想了，你都是徐长老的人了，长老那一身气运可都是你和掌门的了啊！旁边3个师妹羡慕的捂嘴轻笑，他们也很激动，徐长老竟愿意为他们和欢宗使用一张如此珍贵的化神9重符箓，这样阔绰的男人真是太有魅力了。羡慕师姐，羡慕掌门。师姐，我们也想和徐长老好，师姐您能不能介绍我们一下吗？苏妹儿盈盈一笑，俏脸自豪道，介绍也是可以，但师妹啊，长老能不能看中你们就不好说了，长老的要求可是很高的。3女争前恐后的献殷勤，一个个讨好道，没关系没关系，只要师姐介绍就好了。说着4女捂嘴一笑。万木林这边的战况把秘境外的人看傻了，徐老狗，尼玛真的还有化神符箓啊，而且还 TM 一次拿出来4张，我槽了呀！战斗结束，魔门弟子团灭，那些魔宗掌门长老一屁股瘫坐在位置上，表情呆滞，生无可恋。萧慕和整个人懵逼了，宇文浩也好不到哪里去，2个人就如难兄难弟，目光呆傻坐在位置上，脸色苍白吓人。徐老狗，我萧慕和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再次气得浑身发抖，口中一甜，心血差点再次喷出。萧慕和人都气麻了，宇文浩眼神阴沉如水，强忍心中的震撼，他都已经布置得如此缜密了，没想到老色魔竟还有这么多化神符箓，而且那老狗还真敢用。曹呀，徐老狗，恭喜你，你已经是我宇文浩一生之敌了，老子早晚要阴死你！极致愤怒却又伴随着极度兴奋，跳得如此之欢的徐老狗，他真正阴死对方时才会有更舒爽的情绪回馈。一众掌门长老唉声叹气，老色魔终究还是没能被消灭，太可惜了，魔门弟子垃圾狗屎！谢特！玄光神识一闪，一身灰袍仙风道骨的徐骁出现在众人之前，他帅气的老脸带着淡淡微笑，服下9阳龙血丹的身躯更显挺拔，活力无限，就连外貌似乎都比之前更显年轻。师妹，我回来了！轻笑一声，他看向了眼里满是星星还在发花痴的独孤灵，后者崇拜地看着徐骁，漂亮的凤眼含星点点。老色魔，可恶，还敢回来！我曹了，这个老变态，老子要这变态老色魔狗命啊！没等缥缈宗这边反应，在场所有人看见徐骁出现，一个个不淡定了，绝品法器不要钱般的拿出，周身灵力使劲往法器中灌注，他们要让对方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化神大修。老变态，给老子下地狱去吧！魔拳擦掌，特别是这些损失惨重的魔道长辈，他们怒火中烧，就等一个带头的先动手，然后将老色魔大卸8块。你们要干嘛啊？徐骁看着这一帮子擦着绝品法器的中老年修士，淡定地从储物袋取出3、4张化神符箓。
拼成一把小扇子给自己扇着风。我劝你们还是冷静冷静，咱们修真界有规定，天人秘境中的仇怨不能带出来。诸位掌门长老可不要头铁哦。而且这次还是你们魔宗先包围的我们。风轻云淡，即便一帮子化神高手在他面前蠢蠢欲动，徐骁还是稳如老狗，波澜不惊。毕竟他现在兜里不仅还有8张化神9重巅峰符箓，甚至还有1张炼虚9重顶级神符9天神雷符。不高兴，给你丫的全部灭了。看着徐骁手中化神符箓，这些人愣在原地，一个个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面色难看的吓人。老色魔，我操你全家老少18代啊！竟然还 TM 有这么多化神符箓。老狗挖的那洞府 TM 以前是开符箓店的巴邪特呀。师兄，你没受伤吧？独孤灵第一个跑上前去抱住徐骁。师兄，太厉害了！哇，手上竟还有这么多化神符箓。哈，师妹啊，你师兄我怎么可能受伤？那些魔门后辈在我面前就是小意思罢了。独孤灵脸色红润，拉着对方缓缓回到缥缈宗座位。四周那些中老年掌门长老懵逼在原地，气得吹胡子瞪眼。徐老狗和独孤灵环 TM 没断干净啊！我曹了，这些女人都瞎了眼吗？苍天无眼啊！萧木河看着徐骁和独孤灵，喉咙一甜，之前那口心血还是吐了出来。我你老木！满脸愤怒，俊美的面庞都气得扭曲了，简直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猪粪上。他心态爆炸了，老子要杀了你！老色魔，皮肤涨得通红，萧木河周身灵力爆发，似乎都快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蠢货，再控制不住自己，你就给本尊去死！合体大修恨铁不成钢的声音传来，语气带着浓浓怒意。本尊杀了你，再找一个传人就是。萧木河听言，恨得咬牙切齿，但他又无可奈何。老狗手里还有化神符箓，他目前不好对付。师傅，待我成就炼虚境界，我第一个要找徐老狗报仇雪恨。合体大修沉声道：不必了，那老头已过1000岁，化神雷劫失败，他等不到你突破了，踏踏实实等他老死。做本尊的弟子要有耐心，要有智慧。徐骁和独孤灵回到座位坐好，一旁玉玲珑抱住徐骁，两股香风拂面。长老，你可真是太让人意外了，奴家好喜欢长老呀。被玉玲珑窃取1点气运，返还50点。被玉玲珑窃取，徐骁尴尬地看了看玉玲珑，摇头一笑。独孤灵哼笑一声：玉姐姐，我家师兄是不会喜欢你们的。师兄，你说你是不是只爱我一个？现在就说。这一幕直接把现场所有人看傻了。我徐老狗 TM 真是个畜生啊，老子与老狗不共戴天。后面那些掌门长老费都气爆了，他们气得也吐血了。旁边朱留温3个长老看都不敢看。徐长老真是中老年修士楷模啊。徐骁，那些魔道门人先动手也就罢了，你杀了他们，老夫不说什么，但我儿子上官金玉没招你，没惹你，你凭什么杀他？就在徐骁思考怎么回答独孤灵的话时，一名锦袍老者出现在缥缈宗桌前，指责徐骁。在他身后是一脸尴尬的东来国主。东来国主给徐骁使了个抱歉的眼神，没办法，他拉不住，虽然他内心是感激徐骁放过了他3个儿子。这位是？徐骁老眼一眯，老夫上官飞炼，紫来商行会长上官金玉的父亲，化神6重气势大放，上官飞炼今天豁出去了，别人不敢第一个对老变态动手，他敢，他要为死去的儿子找回公道。徐骁起身，双手背负，眼神藐视道：你儿子上官金玉公然调戏合欢宗苏妹儿，并且冲撞本长老，该死！上官会长，一个该死的人，本长老为何不能杀？心中冷哼，区区化神6重就敢在他面前跳，我儿子绝不是这种人。徐骁老狗，你这是找死！上官飞炼气得面色通红，破口大骂：我看找死的是你！徐骁冷哼一声，一张化神符箓当着众人面甩出。老狗公然对着他鼻子骂，这种人不杀他徐骁还怎么在修真界混？就给紫韵来个买一送一吧。轰隆，天空乌云汇聚，其中化神9重气息呼啸奔腾，紫色雷弧接连跳动，这是紫霄雷符。你竟敢在这里用化神符箓！上官飞炼见此面色大变，感受自己被雷霆锁定，一时间面色惨白。四周各大门派掌门长老不可思议的看来，徐老狗还真敢在这里用符箓啊！老狗，老子先要你狗命！上官飞炼取出法器就欲先斩徐骁，但旁边独孤灵和玉玲珑同时出手，一下就将上官飞炼击飞出去，撞上玄光神石。轰隆，
紫雷雷电轰下，正中上官飞炼。啊！老狗，老子做鬼都不放过你！只挣扎了几下，上官飞炼便在化神九重雷霆中化成飞灰。东来国主看傻了，萧木和宇文浩安静了，全场所有掌门长老懵逼了。老狗，真是即将老死，无所畏惧啊！哼，敢对我缥缈宗内门长老动手，东来国主，这合适吗？独孤灵恢复掌门威仪，凤眼冰寒看向对方，化神九重之威展现。东来国主心神大震，看了眼已经化为飞灰的上官飞炼，咽了咽口水，连忙道：掌门息怒，长老息怒，都怪我这个东来国主管理无方，给贵宗添麻烦了。上官飞炼惹怒徐长老，本就是死罪，如今被徐长老符箓正法，咎由自取。他看向徐骁，心里产生一股无尽的恐惧。老头子马上就要死了，当真惹不起啊！还有正道两大掌门为其撑腰。独孤掌门，徐长老，宫里还有要事，在下就不打扰了，告辞。东来国主赶紧上前捡起上官飞炼残留的储物袋，带着3个吓傻了的皇仔一溜烟御剑跑了。本来他早就想走了，但上官飞炼不肯。这下好了，老命都搭在这儿，化神九重符箓太强，直接将一帮子掌门长老震慑住了，不敢惹。这种老头根本不敢惹，还是个快死了为所欲为的老头。现在就连独孤灵和玉玲珑都要护着这老头了，多看一眼都是气啊。2、3流魔宗的掌门长老一个个与南瞻国老太上皇告辞，本还想留着收拾收拾徐老狗，但现在他们完全没了这份心思，还是踏踏实实等对方老死吧。徐老狗目前惹不得，对方基本可以定性为盘龙大陆炼虚之下最不能惹的人物。现场几乎走了一半人，大多数都是魔道宗门，除了5大魔宗，魔道的人基本走完了。5大魔宗中的天师宗看了眼徐骁，带着无尽怨气默默的也走了。剩下4宗在等正道人出来，要回遗留的绝品法器。秘境内的情况基本一边倒了，水月成了正道的大姐大，在接下来2天时间，带着一众正道门人将秘境内资源收割了个干净。而缥缈宗带的那些储物袋都装满了，占了所有资源的30%以上。最终正道联盟踏上中心岛，联合击败了守护大道神丹的妖兽，成功拿到了这一届大道神丹。并不是每一届天人秘境人族修士都能取得大道神丹，若是最后正魔双方厮杀严重，剩下的人不够是打不过守护妖兽的。师父，我拿到大道神丹了，给您。玄关神识关闭入口，这一届天人秘境提前结束，缥缈宗水月夺魁取得大道神丹。很好。独孤灵看着手中光晕环绕、拳头大小的神丹，俏容满是欣喜。师父，这都是师伯的功劳，弟子只是沾了师伯的光而已。独孤灵见此眉宇微皱，笑道：水月啊，干得不错。回宗门关完3年禁闭后，师父会特别奖赏你的资源，并提拔你为内门执事。水月闻言大喜，多谢师父。但眼珠一转，突然反应过来，眨了眨眼睛道：师父，什么3年禁闭啊？独孤灵哼笑一声，冷面道：这是师父决定给你的小小惩罚，等惩罚完再奖励。水月一听人懵了，怎么回事？又没犯什么错。师父，我不要关禁闭。水月有些害怕，在独孤灵面前连连求饶。好了，不用说了，水月，为师心意已决，你就老老实实在后山闭关吧。这次你也收了不少东西，够你好好准备冲击化神境界了。独孤灵一点情面都不讲，绝美的面颊冷漠淡然，他已经看出水月受伤是故意的了。师伯，您帮我求求情吗？师伯这么好，一定会帮他的。徐骁面色一黑，抓着水月送到独孤灵旁边，默默道：多布置点警戒阵法，别让这丫头跑出来了。水月，你就好好在后山闭门思过吧。苏妹儿4人默默走到玉玲珑身边，上交了秘境收获。妹儿，你可知错？玉玲珑看着对方绝美的面庞，带着微微笑容，眼中微光闪动。苏妹儿听言面色大变，连忙下跪，不停磕头道：师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吸收气运修炼而已，请师父不要责罚。旁边3个师妹吓得一通跪了下来，没想到掌门竟会这般在意。为师只是不喜欢你不经过我的同意擅作主张而已。玉玲珑带着如花笑容，看不见怒意，但语气震慑人心。若再有下次，为师会将你逐出师门。苏妹儿听出了玉玲珑的意思，松了口气，哭得梨花带雨，叩谢道：徒儿知错了，多谢师父，多谢师父。好了，你们起来吧。玉玲珑说罢，上前扶起苏妹儿。正道将收取的绝品法器还给了魔道4宗。萧木和马着一张脸看了徐骁，收了万年冰晶魄，带着一肚子怒火与冲动坐上了轿，被8魔女抬走。徐老狗，太可恶了！
老子迟早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宇文浩拿回了破天魔宗绝品魔刀，带着2个长老悄悄溜了。临走前，他用恶毒且渴望的眼神看着徐骁：“老头，继续跳吧，泡漂亮女修吧。等到你死亡那一刻，老子肯定在你身边看着你那绝望的表情。”好死！不可能，他要用尽毕生手段阴死这个无耻老变态，这是他一生之敌。徐骁暗中注意到黯然离开的萧慕河和宇文浩，2个人一个是气运之子，一个是气运之敌，都是系统点名要杀的人，但现在还不能明目张胆的杀，得慢慢计划。毕竟一个有合体大修神魂护身，一个是破天魔宗太上长老儿子，就是他不怕也得为缥缈宗数千弟子着想。哈哈，恭喜恭喜啊！独孤掌门，贵派有徐长老这样的人物，当真是让我到天门羡慕啊！徐长老老当益壮，实力非凡，老道我佩服佩服啊！道义真人一脸陪笑，兴奋与缥缈宗众人恭贺。到天门万佛寺这一趟收入不菲，几乎没遇到什么战斗，全让缥缈宗解决了，除了大道神丹蹭了不少好处。阿弥陀佛，徐施主与我佛有缘，若是有机会，老衲想邀请徐施主来我万佛寺参观。了陈方丈和善笑道，到时候老衲亲自为徐施主讲解佛法，洗去徐施主的凡尘孽障。徐骁客气抱拳，但心里冷笑一声，老和尚说什么呢？我哪有什么凡尘孽障，佛门这帮子人念经念傻了吧？和玉玲珑、苏妹儿别过后，徐骁一众告辞南瞻国老太上皇，返回缥缈宗。徐骁、独孤灵和朱留温3个长老满面红光，虽然过程有些不堪回首，但至少结果是好的。他们缥缈宗成了这一届天人秘境最大赢家，不仅带回大道神丹，还收了天量资源。接下来300年，缥缈宗稳坐9大宗门之首，正道领头羊。只有水月和小王小李面色不太佳，后者2人害怕地看着徐骁，稍稍有些担心自己知道太多师叔的秘密会不会被灭口。前者唉声叹气，漂亮可爱的脸蛋带着丝丝愁容。师伯不帮他说话，他回去铁定要被关禁闭了，不对劲啊！水月越想越觉得不对，若是师伯真的包养了他，肯定会帮他说话。但师伯没有，还认同了师父的惩罚，不对不对，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师伯还没有真正的包养我。大眼睛转得溜圆，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缥缈宗后山太上长老洞府，徐骁回小院养老了，水月扔后山关禁闭了。掌门独孤灵和朱留温3位护宗长老给诸葛无方汇报完这一次天人秘境战果。好，好，好，好！诸葛无方大拇指对着4个人接连比划，红润的老脸光滑闪动，欣喜之色浮于面庞。林丫头，老大、老二、老三，这一次你们可真是给我缥缈宗狠狠争了口气啊！师兄师妹出关后，若是知道这一次天人秘境收获如此，定会十分欣慰的。不错不错，不愧是我缥缈宗门人，十分不错。眼中喜色不断，诸葛无妨很是满意。灵草、火纹草数不胜数，就连炼神草都割了一大堆，灵矿、灵木、灵石等修炼资源也装满了储物袋，就连大道神丹都带回来了。这样的收获，就是前几届加起来也没有这一次多。接下来300年，我缥缈宗定会天才辈出，实力大涨。老头喝了口灵茶，抚须大笑。独孤灵笑道：“师伯，除了水月他们，这次秘境探寻最关键的还是我那师兄。师兄挖了10万大山一处洞府，不仅得了很多厉害法器，还有一堆化神符箓，全靠师兄，我们才能在秘境中战胜魔道，一举夺魁。”诸葛无方听言，笑着点头。那个臭小子总算是干了点人事啊，也不枉我缥缈宗1000年来的辛苦培养，死前也算是报答了宗门恩情。其实以那小子的资质，别说元婴9重了，没有宗门扶持，修到结丹就算烧高香了。死前也体验了一次化神雷劫，还包。嗨嗨，这辈子也不算亏，可以安安稳稳的作画了。朱长老抱拳笑道：“师父，徐长老这次可真是出大力了啊！4张化神符箓，团灭4大魔宗。之前的天师宗也是徐长老灭的，徐长老居功甚伟。”诸葛无方笑着放下茶杯：“小徐这次做得不错，老大、老二、老三，以后关于小徐的谣言，你们也盯着点，尽量澄清，不要影响了小徐晚年名节。修炼资源什么的就不用给他了，他也用不上，就给那些他扶持的女弟子做思想工作。这50年不要让小徐受委屈了。”独孤灵眨了眨眼，朱留温3位长老面色古怪的咽了咽口水：“师父，这还不知道徐长老的事啊？徐长老能受这委屈，都快成全民公敌了。”诸葛无方这时想到什么，眉宇一皱，盯着独孤灵凝重道：“林丫头啊，小徐挖了大修洞府，身上绝品法器不少，还有那么多化神9重符箓，这可都是我等修士梦寐以求的东西。
你和小徐青梅竹马，虽然没有道侣之实，但也算是精神道侣。小徐死之前，你要把他看住了，这些东西可不能流落出去，得牢牢把握在你的手里啊。林丫头，你明白师伯的意思吗？诸葛无妨看着独孤灵，给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后者秒懂，呵呵一笑，十分自信道：师伯放心，师兄虽然包小蜜，到处沾花惹草，但是师兄心里只爱我一个人。我和师兄以前是拜过天地，成过亲的正式夫妻，师兄这些法器符箓，等他老死了，都是我的。看着独孤灵如此自信的样子，诸葛无妨倍感欣慰。小徐雷劫失败，是没救了。他的遗物若是能落到林丫头手中，加上大道神丹，日后他们缥缈宗又会出一名炼虚顶级修士。很好，缥缈宗气运来了。独孤灵告辞，回去准备几日后的宗门大会，向所有门人汇报这一喜讯。朱留温3名长老没走，与他们这位师傅展开私下对话。细节说细节，那个小徐是不是又弄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了？为师已经接到了几个老友的传讯符，可都是让我未修真界除害，关那小子禁闭啊。诸葛无妨花眉微皱，眼中略有思索。3位长老吞了吞口水。这怎么说呢？朱长老长叹一声，面露难色道：师傅，徐长老他当众和欢宗掌门玉玲珑暧昧，关系不清不楚，我们看掌门也不怎么管。掌门纯阴之体，和徐长老成不了道侣，恐怕掌门想管也管不了。诸葛无妨肃重地摸了摸胡子。玉玲珑现在和欢宗的女修要求都这么低了吗？连个老头都不放过，恐怕是看上了小徐的法器符箓。你们让林丫头小心，不要最后被玉玲珑摘了果子。还有吗？继续说。3人眨了眨眼睛。朱长老叹道：不光是玉玲珑，徐长老在秘境和玉玲珑的徒弟苏妹儿也有一腿，这是真有一腿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徐长老的名声在修真界已经不太好了。诸葛无妨有些懵，玉玲珑的徒弟，这臭小子艳福不浅啊。和欢宗还真舍得，师徒同时出马，看来林丫头威胁很大。不行，你们下去再找林丫头，可要让他看好那小子，人可以给，东西不能丢。诸葛无妨彻底无言了。狗日的臭小子，外门漂亮女弟子还不够，现在连合欢宗的女修都搞上了，简直太会了。还有吗？我听说他现在在修真界又有个外号，叫变态老色魔，就和2个合欢宗女修好上，不至于吧？3个长老心里咯噔一跳，根本不敢再说。你们有事瞒着我，快说。诸葛无妨老脸一立，眼神威慑十足。朱长老颤颤巍巍，刘长老脸色煞白，温长老一脸尴尬，最终迫于师父的威胁，朱长老还是道：师父，您听了可别生气，徐长老也是为了救人。我怎么会生气？诸葛无妨哼笑道：那小子干的事我又不是不知道，肯定又是和哪个女修好上了吧？说吧。是这样的，当时水月受了伤。就这样，朱长老将徐骁这个外号的由来简单说了一遍。什么？诸葛无妨听完，整个人惊坐而起，一股恐怖磅礴的炼虚威压控制不住散发，将3人彻底笼罩。那个臭小子 TM 简直是个畜生啊！连水月都炼虚灵力震荡，整座山似乎都开始抖动。师父，冷静，千万别生气。徐长老没有这个想法，都是那水月不懂事，胡搞出来的。3个人吓懵了，赶忙跪地，一个劲给徐长老求情。这条罪名若是扣到徐长老头上，那不用等到老死了，师父恐怕现在就要亲自送徐长老上路。炼虚灵力震荡一会便有所收敛，诸葛无妨还是控制好了自己的情绪。这种事都做得出来，要不是念在那小子这次天人秘境有功，刚才老夫已经送他归西了。诸葛无妨气得吹胡子瞪眼，面色铁青一片。水月可是缥缈宗下一代的希望，日后接班掌门之位的最佳人选，天赋奇高，水灵之体，万年难见的修炼奇才。臭小子找死啊！救人！师父，徐长老是救人，他肯定没这个意思，我们保证。诸葛无妨见3个徒弟如此信誓旦旦的保证，勉强姑且相信了对方的话。黑着脸，他喃喃道：水月3年禁闭必须关他事，不准提前一刻放出来。那个臭小子功过相抵，就给我在外山老老实实的老死吧。从今以后2个人不许见面。3长老松了口气，连忙拜道：是，师父。数日后，缥缈宗外门广场开了一场鼓舞人心的宗门大会。这场大会几乎所有缥缈宗门人都到齐了，内门和外门所有弟子、长老、执事、杂役、其他人员，一个不落，全部就位，足足几千人。大会主讲人独孤灵将这一届天人秘境的收获与成功细细道出，过程中十分肯定和强调了内门长老徐骁在这一次天人秘境中立下的巨大功劳。
几乎把徐骁捧上了宗门暮年英雄的高度，为宗门接下来300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奠定了正魔9宗之首的地位。由于天人秘境带回了巨大资源，接下来10年，所有门人每年获得的资源翻倍。下面人群中一众弟子听得目瞪口呆，反应过来后欢呼雀跃，激动的手舞足蹈。太大方了，宗门简直太大方了，我下辈子还要做缥缈宗的弟子。甚至一些人已经开始落下忏悔的泪水。他们之前不该诋毁徐长老，说对方是老色魔。原来徐长老一直在为宗门默默做贡献，就是临近寿元终点，也毅然决然以年迈之躯参加天人秘境，拼死为他们带回庞大修炼资源。徐长老，对不起，我们错怪您了，不就是包养几个女弟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没看见灵烟、金柳香、白巧巧他们那些人还乐在其中吗？这哪里是包养，明明就是做慈善啊！徐长老，对不起，之前骂得越凶的弟子，现在哭得越愧疚，他们错怪了徐长老呀。在实打实的修炼资源面前，徐长老其他无关紧要，不值一提。最后，独孤灵透露出徐骁服下了寿元丹，还剩50年寿命。下面一众长老执事弟子拍手鼓掌，直言苍天有眼，这样的宗门前辈本就不该死得那么快。最后这50年，他们要让徐长老拥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晚年。散会时，孟丹带着白巧巧，后者已泪流满面。师父，徐长老真是太好了，我不要徐长老作画。风余婀娜的成熟美妇孟丹拍了拍白巧巧的背，美艳动人的面庞带着几抹自豪与欣慰，安慰道：巧巧，我辈修士中有一死，能修得长生者寥寥无几。徐长老在晚年能受到这么多弟子拥戴，彻底洗清了之前的谣言，已是珍贵了。巧巧啊，最后这50年咱们要对徐长老好一些，再莫听信外面那些流言蜚语。亭亭玉立的白巧巧连连点头。师父，长老对我们这么好，这么伟大，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长老的。另一边金柳香和灵烟也喜极而泣，长老还有50年寿命，那也就是说长老至少还能庇护他们50年，太好了。徐长老这样的大善人本就不该这么快作画。师妹，这下不着急了。妩媚动人的金柳香抓着灵烟的小手道，长老还有50年寿命，我们可以一起好好报答长老的恩德了。灵烟抹了抹眼角泪水，微微点头，师姐，我会好好努力的。会议结束，一身青裙，高贵如天鹅般美丽的独孤灵到来了徐骁小院。推开门，徐骁正在蒲团打坐。师妹，怎么样了？徐骁老眼一亮。独孤灵关好门，坐在桌前哼笑道：都给你洗白了，现在那些弟子愧疚的要死，都快把你当咱们缥缈宗的英雄了。这下你放心了吧，出门再也没人躲着你了。还说接下来这50年要让你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徐骁起身坐在独孤灵旁边。师妹啊，这下就好了，之前宗门那些流言蜚语可真是传得离谱啊。独孤灵眼神微动，其内略含冷光道：师兄，水月不懂事，你怎么也跟着不懂事？现在师伯都要气死了，若不是3个长老拦着，恐怕就要送你上路了。徐骁解释道：这还不是那小丫头心思坏，把师兄我骗了吗？师妹，你以后可得严加管教，水月天赋虽然高，但脑子还没长大，得抓在手里。独孤灵点了点头，之后俏眉一沉，哼声道：我看你也有这方面想法。这是什么话？徐骁面色严肃道：师兄你还不知道吗？这辈子只爱你一个，见出现难得的赠送时机。徐骁老脸微微一笑，从空间库取出一枚灵光萦绕的白色丹丸，丹丸似有大道气息环绕，一经拿出，两人精神一振。师妹，这是绝品悟道丹，是我在前辈洞府所获。徐骁缓缓笑道：本打算留着自己用，但师妹接下来将冲击炼虚瓶颈，一枚大道神丹，虽大大增加成功几率，但仍不能让师兄我放心。这绝品悟道丹师兄就赠与师妹，2丹辅助，师妹晋级炼虚铁板钉钉。这样一来，师兄我也就放心了。独孤灵看着徐骁手中丹丸，绝美动人的面庞闪烁微微光彩，也许是有些激动，一抹红晕悄然出现。他不可思议看着徐骁，凤眼满是惊喜与震撼。绝品悟道丹，这师兄竟有这传说中的奇丹。他以前听说悟道丹这东西，服下后能让人进入顿悟状态，突破瓶颈，如探囊取物。悟道丹只有道天门还留有炼制方法，而且这丹药十分难炼制，数百年来道天门只炼制出一枚中品悟道丹。就这，道义真人还拿着这中品悟道丹天天炫耀，说晋级炼虚易如喝水。没想到师兄竟愿意送他一枚绝品悟道丹。师兄，你真是对我太好了。一把收走绝品悟道丹放好，差点没激动的哭出来。有了这绝品悟道丹和大道神丹，炼虚瓶颈荡然无存。
说不定就这几年的事了。师兄果然只爱他一个。一瞬间，水月的事被他抛到九霄云外，甚至连有几个徒弟都忘了。师妹，不要太激动，小意思而已。师兄的东西不就是你的东西吗？独孤灵抱住徐骁，满心激动，对方身上动人的香味不断涌动。师兄，我不想你死，纯阴之体不要也罢。恭喜宿主赠送绝品悟道丹成功，返还3000大道丹。2刻钟后，师兄你干嘛？你不是说不要也罢吗？还是算了吧，师父出光会打死我的。徐骁生无可恋的躺下，目光有些呆滞。师妹是对的，他不能破坏对方的天赋。独孤灵在他身边微微一笑，穿好衣裙，红润绝美的面颊美得发光。不要沮丧，师兄，接下来我要进修一段时间，为突破炼虚做准备。你要老实一点哦，不要因为我不在又四处沾花惹草，而且不要太想我了，我这个掌门还是很忙的。说罢，他带着激动兴奋之色开门，化为一道青光离去。炼虚大境，我来了。徐骁重重叹了口气，虽然知道不能坏了师妹的道行，但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徐骁笑着摇了摇头，穿好衣服，收拾床铺，又是3000大道丹。蒲团上，徐骁服下了赠送返还的丹丸。恭喜宿主领悟3000大道之天火之道。天火，徐骁老眼一亮，果然这一定是系统在帮他。3000大道，恰恰他就领悟了地火、天火、人火3道，绝对不是巧合。手指微动，霎时间，房间外天空似有乌云汇聚，电弧跳跃之间，道道纯白之炎以极致速度飞下，砸中前方陵墓。白火似带着浩瀚天威，刚一接触树木，就将其焚得一干二净。徐骁阻止了急速蔓延的火势，坐在蒲团上微微点头。天火的威力丝毫不输的火人火，甚至更胜一筹。3火齐聚，3昧真火，顿悟天地法则。徐骁眼眸一凝，霎时间，一团深红火苗出现在徐骁手中。火苗的颜色红到发紫，虽然只有拳头那般大，但其中炙热的高温如滚滚巨浪，轰击着四周一切。徐骁立即收了这团火苗，唯恐其将房子烧了。太强了！他老眼光华闪烁。虽然现在他的实力只能唤出拳头大小的3昧真火，但他相信这一团永不熄灭的火苗，若是沾上敌人，对方得会被烧得多么绝望。之后，他分别祭出南冥离火剑与9火琉璃罩。领悟3昧真火的他，能将其附着于神剑与火龙之上，让其威能大大增加。这下恐怕不用符箓，都有化神后期威能了。徐骁嘴角一笑，收回了2件法宝，坐在蒲团，心情愉悦地修炼起缥缈长生诀。虽然师妹让他有些遗憾，但实力的增长稍微慰藉了他的心。数日后，盘龙大陆炸了。什么？老色魔还有50年寿命，服了寿元丹？我尼玛，他哪来的这东西？徐长老，缥缈宗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阿弥陀佛，如此甚好，我修真剑又能平和50年了。123流各大门派宗门大电报了。那些掌门长老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一切。寿元丹这么珍贵的东西，不留着给那些有希望的弟子，给一个雷劫失败的老头，缥缈宗这是疯了吧？各宗掌门长老抓狂了。寿元丹这东西极为难得，就是一枚只增加10年寿命的下品寿元丹，在市场上那都是抢得头破血流。一些天资不足的修士，也许刚好就能利用这10年突破到下一个境界，再踏仙途。现在缥缈宗给我说，寿元丹给一个雷劫失败的老头用了，疯了！极地魔宗，我操你妈呀！徐老狗，缥缈宗，本天才踏足顶峰，第一个就灭你们！掌门大殿的萧木河再次破防，肺都快气炸了。他愤怒地摔打大殿内陈设，吓得极地魔宗弟子在下面瑟瑟发抖。老子与你势不两立。本来以为只要生1年闷气就能彻底解脱，但现在疯了，整整50年。不，旁边3个长老满脸阴沉。徐骁竟然用了寿元丹，缥缈宗做的还真是够绝的，这一手他们足足没想到。面色涨得通红，眼里愤怒喷火。萧木河控制不住自己，疯狂打砸。蠢货，停手！不就是吃了个寿元丹吗？看看你的样子，哪有一丝本尊弟子该有的模样？还不停下来！合体大修愤怒的声音传来，萧木河忍下极致愤怒，回到座位。师父，50年，我怎么等的？我忍不了他。合体大修思索片刻，冷声道：“那个老头是有些恶心，竟然还吃了寿元丹。不过不用担心，也就多活50年而已，对修士来说弹指一挥。2度雷劫比第一次强10倍，他最终只是个元婴修士，达到炼虚，不惧对方符箓。若有机会，为师会助你。”萧木河听言，眼神大亮，连忙道：“是，师父，我知道了。”
多谢师傅。拳头紧握，他眼里金光闪动，杀意滔天。破天魔宗。宇文浩听到这消息大喜，兴奋之色由内而外散发。皇天不负有心人，老狗，你的死期快了。本来他就担心对方会突然老死，让他阴不到对方。现在好了，还有整整50年给他规划，胜券在握。老狗，继续浪吧，浪高一点，扑的才会更痛，更绝望。呵呵，我就说徐长老不像将死之人，果然如此。合欢宗一处幽香四溢的厢房，玉玲珑躺在软榻，披着轻纱，在他身旁，苏妹儿激动道：“师傅，您说徐长老有没有可能在度化神雷劫，达到化神期，重回仙途？”玉玲珑哼笑一声：“老头想得美，就算他法器符箓再多，仙路一途也没有机会了。妹儿，你是不是喜欢徐长老，不想让他老死？”苏妹儿眼神闪过一丝黯然，默默点了点头。徐长老是他第一个道侣，而且对他那么好，还那么有魅力，那么气质，那么土豪，他不想自己这么喜欢的道侣50年后作画，化为一抹尘土。玉玲珑轻叹道：“妹儿，我理解你的心意，但雷劫无二，就算老头实力远超从前，也无法再晋升化神。第二次雷劫的威力大到不可思议，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人雷劫失败再度成功的。”他起身用手指勾了勾对方的鼻子，笑道：“妹儿，50年也够了，老头现在身上的气运，说不定我们50年都吸不完。对老头好一些，他是你我的机缘，把他哄好了，死前说不定身上那些顶级法器都会给我们留一些。仙途不易，作为合欢宗的弟子，不要因为感情耽误了修炼。”缥缈宗内山大殿，2道流光从殿内飞出，落到外山殿前广场，光华消散。其中一人是身穿八卦蓝袍的陆大年，另一人是明兰裙美妇。水夫人，您就放心吧，师伯真的只是在给水师姐疗伤。陆大年面色肃重，一字一句道：“师伯不是那种人，夫人万不可听信外面那些流言蜚语。刚才师傅都已经给夫人承诺过了，我缥缈宗绝不会发生这种事，夫人大可放心。”对面的蓝裙美妇面容有些苍白，她一身水蓝长裙，凹凸有致的身段散发成熟女性独特的魅力，其容貌绝色秀丽，柳眉精致动人，身形丰腴动人，柔腰盈盈一握，雪峰傲人，引人无限注目。美丽的黑发盘在头顶，一只玉钗在上闪动光晕。美妇举手投足间，那股成熟美妇人的绝美韵味紧随而至。她是水月的母亲水柔。陆长老，你说的我都懂，我当然相信独孤掌门的话，徐长老不会做这样的事。水柔银牙微咬，秀美的面颊还是出现一丝担忧，但我还是有些担心。我想见见徐长老，亲自和他说说话。他是水家家主，一听到各大宗门关于水月和徐长老的流言，就立即御剑赶来了缥缈宗。无他，就是担心自家女儿在缥缈宗受欺负。水月天赋异禀，是水家记载中的水灵之体，日后前程无量。若是因为这件事影响了道心，他无法接受。陆大年面带难色，师伯现在是缥缈宗的大功臣、大英雄，而且已在暮年，他不想因为这个误会去打扰师伯，让师伯尴尬。摇头一叹，陆大年道：“既然如此，水夫人，请吧，师伯就住在外山小院，离这里不远。”水柔点了点头，身姿款款，跟着对方离开广场，往小院走去。哇，那个女人好漂亮啊，优雅，这就叫优雅，太有气质了。连陆长老都对她这么客气，身份肯定不简单。广场修炼的一众外门弟子围了过来，看着前方水柔，一个个眼睛放光。这时有几个知道内幕消息的弟子走了过来，神气解惑：“你们看什么看？这可是北风国国都新月城碧水商行会长水柔，还是独孤掌门的大弟子水月的母亲。别看她模样年轻漂亮，她可也是赫赫有名的化神大修，听说几10年前就达到了化神7重境界，若放在咱们宗门都可以做内门长老了。”一众弟子听得聚精会神，化神7重，难怪陆长老对他这么客气，原来竟是个大修。等等，他们怎么往徐长老小院方向去了？难不成是来找徐长老的？懂行的几名老资格弟子面色有些尴尬，见众人一脸的好奇，最终忍不住开始讲卦，大致就是把徐骁和水月的在秘境中发生的那点事简单讲了讲。什么？不可能吧？徐长老暮年英雄，就是养小蜜也不能养到水师姐头上去吧？这些外门弟子直接听麻了。徐长老不会这么变态吧？不，他们不相信一心为他们谋福利的徐长老会是这种人。冷静冷静，听说是水师姐当时受了重伤，徐长老舍己救人才那样做的。2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其他门派的谣言。水会长可能也是听了这些谣言，担心水师姐才来缥缈宗找徐长老求证的。
这些外门弟子听到这里才踏实的放下了心。他们就说嘛，徐长老如此舍己为人的长老，怎可能干这种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资源翻倍的外门弟子现在打心底觉得徐骁是个好前辈、大英雄。徐长老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当然不可能干这种事。可恶的魔道宗门，一定就是他们乱传谣言，想诋毁咱们的徐长老。群情激愤，他们的怒火自动转嫁给了魔门中人。小院，陆大年带着水柔上门，徐骁开门接待。当水柔看见徐骁笑容的一刹那，漂亮的眼睛眨了眨，心里出现一抹疑惑。对方气质绝佳，笑容慈善，有一股世外高人的仙风道骨，这样的人会是传言中的变态老色魔。妾身见过徐长老。门口，水柔微微欠身，优雅的给徐骁行了个礼。他看着对方，柳眉微微皱着，内心忧虑重重。往往都是这些道貌岸然之辈会行那些变态之事。徐长老这段时间以来和女秀的绯闻满天飞，还被冠以变态老色魔的称号，必须提前预防，将这些可能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哼，原来是水夫人。记得上一次见水夫人还是几十年前了，水夫人的模样可一点未变，老道还有印象。徐骁笑着摸了摸胡子，眼里却隐含一分尴尬。对方是北风国新月城碧水商行会长，也是水月的母亲，来找他，不用猜，多半是听到了外面的谣传。水夫人请进吧，小事简陋，夫人不要嫌弃才是。多谢徐长老。水柔眨了眨漂亮的眼睛，她也记得徐长老几十年前的样子，当时还没有这么老，而且帅得惊人，现在即便老了也有几分当年的风姿。徐骁对陆大年道，大年啊，你就在外面候着吧，我先与水夫人说说话。陆大年看了眼两人，动了动牛大的双眼，恭敬拜道，是，师伯。入内，关门。徐骁给水柔倒了一杯灵茶，笑着坐在对面。自水柔进入的那一刻起，房间内便弥漫对方身上那动人的幽香，这似乎是数种花香融合在一起的味道，很香，很柔。水夫人，你的来意，老道有几分猜测。徐骁笑道，夫人放心，水月那丫头是我的后辈，当时她身受重伤，用水灵之体凝结冰晶，老道无奈才帮她。外面的传言不可信。开门见山，徐骁直接开口解释。水柔闻言面色微变，一想到对方近来那夸张的传言，他心里始终不放心。虽然他是化神7重修士，地位甚高，但现在的徐长老名传修真界，手中化神符箓威不可挡，就连魔极天和上官飞炼都死在了对方手中，万万不能将对方当做一个普通元婴修士，得换重柔和的方法。哼，哼哼，没说话，水柔突然哭了起来，梨花带雨，秀美的眼眶微红，优雅地取出丝巾擦拭，美的动人心魄，楚楚可怜。夫人，你这是？徐骁花眉微皱，怎么哭上了？长老。水柔擦了擦眼泪，美艳秀丽的面庞可怜道，水月是我唯一的女儿，我从小把她拉扯大，还要管理我水家基业，一路走来千难万难。水月的爹在她还没出生时便为了我水家牺牲，妾身现在就只有水月一个亲人，若水月再出什么事，妾身都不想活了。清澈的泪水落下，水柔隔着丝巾偷偷看了徐骁一眼，美眸中清光浮动。徐骁摇头苦笑，夫人这是何必？老道都说了，这只是谣言。夫人不用伤心，水月是我的师侄，是我师妹的徒弟，日后我们会好好照看她的。刚说完，系统的声音传来，检测到气运之女水柔，气运等级 A， 返还倍数10，羁绊度1。哦，这寡妇竟也是气运之女。徐骁内心微震，看着面前绝丽秀美、体态丰腴的美妇人，老眼微微一眨。不过想想也是，水家在北风国地位甚高，家主女子单传，水道天赋皆是顶级，就算没有水灵之体，水柔的天资也属罕见，而且还十分漂亮，得趁这个机会争取个首次暴击返还。听见徐骁有力的保证，还有对方那气质超然、让人信服的外貌，水柔略微放下心中担忧，猜想这应该的确是谣言。且缥缈宗还有独孤掌门和太上长老看着，谅徐长老再为所欲为，也不敢骚扰水月。只有50年，水月躲一躲也就过了。正当他准备再诉诉苦，拜谢一番告辞时，徐骁笑着空间库取出一枚散发火红光晕的漂亮戒指。夫人，这是老道近来得到的一枚绝品法戒，流光星陨戒，使用后能唤出烈焰陨石，威力甚大。水柔看了眼徐骁手中那光华萦绕的精美戒指，美眸微微一动。绝品法器，徐长老竟还有一件戒指类的绝品法器。徐骁找理由道，因为这件传言肯定让水夫人忧心了，老道我十分抱歉。水月是我师侄，我也十分疼爱她，这枚流光星陨戒就送给夫人，当做赔礼了。
看着对方手中那火红光亮的绝品法器，水柔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徐长老要给他送绝品法器，美眸大睁，他不可思议看着徐骁，只觉心脏砰砰跳动。绝品法器珍贵至极，就是他水家碧水商会也仅仅只有2件，其中水晶蓝葫芦还给了水月。这，他的语气有些颤抖，丰腴雪白的身躯因为激动轻微泛红。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眼含惊恐地看向徐骁。徐长老，难不成是对他有那方面的想法，亦或是对水月有想法，准备用绝品法器收买他这个做母亲的？思想一歪，水柔只觉对方那慈善良和的笑容突然变得猥琐骇人。老家伙，当真是个老色魔啊！为了他们母女，竟愿拿出1件绝品法器赠送。他根本想不到对方还能有什么其他理由，歪得这么彻底，主要还是因为现在追求他的人太多了，甚至包括北风国主。不，徐长老，我不能要这个东西，这太贵重了。水柔本是微红的面色逐渐变得苍白。老色魔只有50年寿元，还有化神9重符箓，在缥缈宗更是地位甚高，根本无法来硬的。无论对方的目的是他还是水月，他都不能接受。徐骁见此摇头一叹，理由他都找好了，这都不要。看着对方逐渐发白的面色，还有那惊恐的眼神，他明白对方恐怕想歪了。没有放弃，徐骁笑着解释道：水夫人，这也不仅仅是给你的，也是给水月的。水月是我疼爱的师侄，她也即将度化神雷劫。流光星陨借换出的烈焰陨石正好是抵挡雷劫的绝好手段，待他渡劫前，你也可将其交给他炼化使用。老道人之将死，法器留着无用，送给你们也是不愿看见我缥缈宗天才再步我的后尘。夫人，你也不想你的女儿水月渡雷劫时失败吧？水柔身子一下愣住，看着面前和善慈祥的老头，想到了自己那女儿。没错，化神雷劫凶险万分，就是他当年差点也死在了雷劫之中。多1件绝品法器护身，就多1分成功的希望。他不想自己的女儿在雷劫中出任何意外。但徐长老甚至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对水月有想法，还是对他有想法。太可怕了。徐骁笑着将流光星陨戒放在了水柔面前，水夫人不要有负担，老道也是在为水月这丫头考虑。水柔看着桌前那散发光晕漂亮的绝品法戒，说真的，她很想拿，然后给水月，但她害怕拿了的后果。对方会不会之后找水月？对方这名声现在可是天下闻名。夫人若是有所顾虑也无妨，这绝品法器我本就准备亲自给水月丫头的。徐骁笑叹一声，就准备收回戒指。对方不要，他就不能强送，到时候直接给水月算了，那丫头不可能拒绝。等等，就当徐骁准备收回戒指时，水柔似乎想到什么，惊恐地抓住对方的手。不，徐长老，我要，你别去找水月了，他在闭关，正是关键时刻。徐长老要送，就直接送给我吧。水柔被吓得心神大惊，他若是不要，对方竟还要去找水月，绝对不行。哦，哈，既然如此，那就最好。徐骁笑道：夫人放心，老道没什么其他意思，只是希望水月成功渡劫而已。若夫人没什么事，就请回吧，老道该说的都说了。水柔起身拿着流光星陨戒，看着徐骁，秀丽的美眸五味杂陈。怎么办？拿了对方的绝品法器，虽然他很想要，但他更害怕走之后出事。银牙紧咬，水柔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之色，绝不能让对方对水月有心思。长老，你送这么贵重的法器给我们，妾身都不知该如何报答了。水柔绝丽美艳的面颊突然升起一抹笑容，挽住徐骁的手，对方身上独特的花香袭来。夫人这是干嘛？徐骁老眼一动，人有些懵。长老，我死了夫君，如今只有水月一个丫头，在缥缈宗就劳烦长老照顾了。水柔让自己保持镇定，她知道只有这样水月才能没事。老道当然会照顾，但夫人你不用这样。徐骁咽了咽唾沫，仍然有些懵。长老，这里没有外人，长老何必这样说？长老愿意将这么珍贵的法器赠予我们，让水月成功渡劫，那长老就是我水柔的恩人。水柔微微一笑，虽然知道是暂时拖住这个老头，将对方的目标拉向自己。水柔在徐骁耳边道：长老难道是嫌弃妾身有过夫君啊？徐骁老脸微动，有些难以置信看着这女人，这都哪跟哪啊？夫人这是什么话？夫人如此貌美，何来嫌弃一说？徐骁下意识说道。呵呵。水柔呵呵一笑，心里却冷笑连连。老色魔终于暴露真实想法了，果然对他有心思。不过为了水月，他愿意吊着对方。先不说对方身上都是好东西，寿命也只有50年，若是吊足了对方胃口，
说不定不光是这绝品法界，日后还会得到更好的东西。既然迈出了这一步，按照他的性格，会将好处捞到最大化。打他的主意，那就做好被榨干的准备。长老，妾身感谢长老的法界。水柔红脸羞涩，一番温存后，徐骁坐下。水柔穿好上裙，绝美的面庞通红，情意绵绵。夫人，这长老不必多言。水柔羞涩笑道，只希望长老日后能多多照顾水月，把她当作女儿一样，妾身就心满意足了。徐骁摇头一叹，水柔美眸闪过微微光华，朱唇微起道，长老，妾身家里还有要事，不能多陪长老。日后若有机会，妾身会来缥缈宗探望长老和水月。说罢，水柔起身。如今和对方有了这层关系，水月她可以放心了，至于做她的道侣，不可能，最多就是给点甜头，吊住捞好处而已。同时让对方断了水月的心思。徐骁起身，从怀中取出10枚炼神丹，递给对方笑道，水夫人，这里是10颗炼神丹，就赠与夫人修炼。夫人不嫌弃我这个寿元无多的老头，老道也该有所表示。水柔看着徐骁手中10颗金灿灿的丹丸，整个人愣在原地。她不可思议看着对方秀美的眼眸，既震撼又惊喜。恭喜宿主赠送流光星陨戒成功，第一次赠送水柔，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法宝玄天八卦剑。玄天八卦剑，防御法宝，灵力注入，在脚下生成玄天八卦阵御敌。炼神丹，竟然是可遇不可求，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的炼神丹。水柔整个人懵了。炼神丹珍贵万分，虽然各大宗门存有炼制之法，但原材料极难获得。每一枚流入市面的炼神丹都不是普通人能看见的，而是上最高端的拍卖场。徐长老竟然一次给他10枚，手指微微颤抖，水柔做梦似的接过炼神丹。这东西他到化神期中，一共也就才服了10几枚，剩下的全靠天赋修炼。他抬头看着徐骁慈和的笑脸，只一瞬间，就突然发现这个老头原来这么帅，这么有魅力。长老，你对妾身真是太好了。水柔欣喜不已，恭喜宿主赠送10枚炼神丹成功，返还10枚续天丹。就算对方名声不太好，但送这么多珍贵东西，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一件绝品法器，10枚炼神丹，老头太豪了。夫人放心，水月那丫头我会照看的，有老道我在，日后不会少她的修炼资源。多谢长老。长老，你对我们真是太好了。徐骁摆手道，水月本就是我的师侄，又是你的女儿，应该的。听到这话，水柔彻底放心下来，温柔抱住徐骁。在温存了一番后，散发迷人花香的水柔穿好上裙，恋恋不舍道，长老，妾身有事在身，无法多陪长老了，日后若有机会，妾身再来相会。开门，徐骁送水柔出去。门外陆大年还站着，看见水柔美艳的面庞妆有些花，白皙的皮肤微微泛红，丰腴的身姿不太自然。他懵逼了，牛眼睛瞪得浑圆，整个人就如雕像般石化在了原地。远处山林慕名而来，想再睹芳容的那些外门弟子，一个个更是呆若木鸡，难以置信看着小院内水柔。我不，徐长老啊，那可是化神7重大修，水师姐的娘啊。时光荏苒，3年时间一晃即逝。缥缈山后山一阵灵力波动后，四周再次回归平静。某处洞府内，一名身穿白裙的可爱少女睁开眼睛，其内满是兴奋的期待。嘿嘿，师叔祖的阵法终于散了，水月月，你自由了。水月激动起身，来到室内，施展水系术法，舒舒服服洗了个澡，再换上了一身纤尘不染的崭新白裙。虽然这3年他每月可以出去一次，但仅限于内山，十分无聊。如今终于自由了。师伯啊，也不知这3年你过得怎么样了。水月坐在妆帘前梳着头发，她可爱的脸蛋闪动灿烂光辉。1年前她准备渡雷劫，母亲给她送来了1枚绝品法剑，还有10枚炼神丹，再加上自己的水晶蓝葫芦和师傅借给她的法器，化神雷劫平安度过。现在她已是一名化神1重的修士，而且兜兜里还剩了3颗炼神丹，可以修炼好长一段时间。听母亲说，这都是徐师伯送给她的。师伯对我真是太好了。到达化神境界，现在的水月似乎长大了一些，比之前高点，但总得来看还是个小女孩模样。收拾好变长的头发，扎了个漂亮的双马尾，水月满心期待离开内山，御剑而起。她先在天空肆意翱翔，享受重获自由的喜悦。之后她漂亮的眼眸微转，嘿嘿笑道，先去给师伯一个惊喜，师伯看到我肯定会十分高兴的。不过这一次怎么骗师伯呢？他思索了半天没有结果，
打算先去了再说。至于师傅和师叔祖，哼，关了我3年，不看你们。悄悄落在外山一处山腰丛林，水月给自己施展了一道术法，整个人彻底隐匿，变得完全透明。这隐身术法结合他的水灵肢体，再加上他现在的修为就是化神修士，也难以发现。一蹦一跳，水月开心的就往徐潇小院行去。隐身来到小院外，水月不声不响跳进小院，门是关着的。师伯在里面吗？他好奇的绕到窗边，轻轻将窗户打开一个角，偷偷朝里看去。那山后，诸葛无方的洞府。算算时间，水月那个小丫头应该出来一会了，怎么还没来？难道出关不应该第一个看我这个师叔祖吗？诸葛无方抚须笑道，肯定又上奶丸去了，都化神境界了，也没个正形。取出一八卦罗盘，诸葛无方手中精纯的灵力浮动，很快他花眉一皱，怎么跑到小徐那去了？可恶，这2个人可不许见面。面色微变，诸葛无方身躯化为一抹流光，消失在原地。小院外不远处山林，一道虚影凌空而至，落地施了个隐身术法，冷哼一声朝徐潇小院行去。对徐潇，诸葛无方心中升起怒意，算了，懒得多想，想多了影响他的道心。炼虚大修的气息彻底隐匿，诸葛无方几步就走到小院后，瞬间他就察觉到了水月的气息，法眼一开，水月那丫头正趴在窗前偷偷看着。臭丫头搞什么呢？还流口水。诸葛无方有些生气，抓回去必须严惩。水月丫头看来还要再关几年禁闭才行。无声走到窗口，诸葛无方就欲拿下小丫头带回去惩戒一番，但他的眼神不知有意无意，顺着瞟了一眼房内情形之后，一同僵在原地。过了一会，幽香的小院房间内，徐潇给美艳动人的紫韵倒了杯灵茶，谢谢长老。紫韵笑得很开心，面生红晕。自从3年前徐潇帮他紫家除掉了上官金玉和上官飞恋，紫家彻底掌控了紫来商会。紫韵作为紫家家主的女儿，一跃成为了紫来商会的少主，这都是徐长老帮他得到的。徐潇随意笑道，咱们还说什么谢？3年时间，他凭借道体还有不断的资源轰炸，已修到元婴9重。期间玉玲珑和苏妹儿过来找过他2次吸收气运，其中苏妹儿还在温存中吸了2次灵力，不过如他所料，狗币系统最终只双倍返还灵力了。3年中，徐潇合理的给这些气运之女送各种资源，现在上品灵石返还到了8900多枚，化阴丹390颗，炼神丹120颗，虚天丹30颗。虚天丹是炼虚境界使用的丹药，这东西他甚至没在其他人耳中听过，应该是稀有至极的东西。这时徐潇老眼大动，似乎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降临。砰！房门被一股恐怖气浪击开。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徐潇，你作为我缥缈宗内门长老，成何体统？我这个太上长老今天就要将你门规处置。诸葛无方一身道袍，刚正不阿的面孔带着丝丝震怒，看了眼徐潇，又看了眼紫韵，气得火冒3丈。看看都在干什么？徐潇看见是诸葛师伯，老眼大睁，立即解释道，师伯，我就喝杯茶呀。诸葛无方一愣，但立即呵斥道，那之前呢？给我过来。说罢，他气得施展神通，顿时2条绳索飞出，将2个人团团捆成粽子。紫韵被吓懵了，诸葛太上长老，难道是缥缈宗炼虚大修诸葛无方？一想到此，他面色变得惨白。这里他这3年来了不少次了，都没人管，怎么今天诸葛太上长老来绑他了？走！诸葛无方面色一沉，将2人丢在院子里。水月，你出关了。徐潇看见了院子里已经被捆成粽子的水月，后者直嘿嘿傻笑，你怎么也被绑了？徐潇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对方还是不回应。闭关闭傻了。徐潇摇了摇头，之后对旁边紫韵安慰笑道，紫掌柜放心，师伯刀子嘴豆腐心，不会为难我们的。师伯可能今天心情不好。紫韵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心绪略微平静。诸葛无方看了眼有说有笑的徐潇，还有那傻笑的水月，摇头长叹，心里悲愤，臭小子，不安安稳稳老死，到处搞事情出来。跟我走，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跑，必须严惩。诸葛无方愤怒起飞，3道凌厉手臂抓着3人直奔内山而去。路过外山广场，下方那些外门弟子看见天空被绑了的徐潇紫韵几人，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我去，徐长老被抓了，紫韵掌柜竟然也在，苍天大地啊！3年了，太上长老终于出手了，徐长老若是再没人管，怎么得了啊？一众外门弟子气得捶胸顿足，口喷老血。
徐长老，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算算日子，水师姐似乎才刚出关，是可忍孰不可忍。徐骁大英雄老前辈的光环在这3年逐渐走低。金柳香、林烟、孟长老、白巧巧、紫韵辣眼睛啊！破防了，忍不了了！徐长老，必须严惩。内山大殿，3个粽子站在殿中，表情都有些微妙。诸葛无方解开3人绳索，黑脸看着紫韵，缓缓道：“小姑娘，你年纪轻轻就有元婴6重修为，天资不凡，怎么就看上了这块死的臭小子的？你说实话，是不是被威胁了？放心，但凡你说一声是，本长老替你出头，打断徐骁这臭小子的狗腿。”紫韵听得有些懵，她看着前方高高在上的炼虚大修，不由咽了咽口水，眨了眨漂亮的眼睛，她小心翼翼道：“不，诸葛长老，我和徐长老是真心相爱的，我爱他。”徐骁欣慰的点头微笑，水月羡慕的眼含微光。诸葛无方气得胸口一阵剧痛，我后退几步，他一屁股坐在了掌门座椅上，差点没喷口血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臭小子，这是什么样的奇特魅力？太玄妙了！数千年来的修养让他忍下心中极度复杂之情，沉声道：“你叫紫韵，紫璇的女儿？”“是的。”紫韵弱弱点头。早年紫璇给我做过一段时间炼丹童子，算是有半点师徒之情，看在他的份上，就饶你这一次。听言，紫韵眼眸大喜，没想到爹竟然还有这么一段往事。多谢诸葛长老。小姑娘，老道我劝你还是以修炼为主，红尘孽缘是我辈修士的绊脚石。诸葛无方谆谆教诲，徐骁这臭小子不值得你托付，要以修炼为重。给你爹带句话，就说你和徐骁的事，本尊十分不高兴，让他自己看着办。紫韵眼眸暗淡下来，看了眼旁边徐骁，默默道：“是，诸葛长老，你走吧。”“多谢，多谢诸葛长老开恩。”紫韵最后看了眼徐骁，就欲离开。“等一下！”徐骁笑着上前，从空间库掏出10枚化阴丹，一件上品法坠。“紫掌柜，这10枚化阴丹还有上品法坠，你拿着用。”紫韵感激地接过东西，捂在手里。徐长老对他真是太好了，好感动。恭喜宿主赠送10枚化阴丹成功，返还20枚炼神丹。恭喜宿主赠送上品法坠成功，返还绝品法器金光护身坠。系统的声音响起，徐骁心里满意点头。之前对方提升羁绊度时，系统暴击了一下，返还了绝品悟道丹。现在这机会自然不能错过。诸葛无方看懵了，10枚化阴丹，一件上品法器，说送就送，这加起来超过200上品灵石了吧？难不成每次见面都送这么多？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徐骁，想阻止，但又找不到理由。甚至某一刹那，他突然发现了小徐那奇特魅力的根源，这臭小子到底挖了个什么洞府？紫韵走了，水月一脸的羡慕，诸葛无方一脸的懵逼。起身，诸葛无方沉出口气，看着旁边娇小可爱的水月，又看了看这个不务正业、死前作乱的老头，他眉头一紧，不忍直视。略微思索后，他似乎想到什么，突然笑道：“小徐啊，没关系，师伯允许你将功补过。”“啊，将功补过？”徐骁眨了眨眼睛，他有什么过？他又没道侣，正常处对象能有什么问题？师伯老糊涂了吧？诸葛无方突然慈和一笑，语气温和道：“你反正也只有40多年寿命，身上还有化神符箓，这里正好有个差事，非常适合你做。既然你精力这么旺盛，也别浪费了，最后这些时间就为宗门多做些贡献吧。”徐骁身子一紧，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诸葛无方拍了拍对方肩膀，呵呵笑道：“妖族最近晋升了2名炼虚妖修，动作变得有点大，铁木城那边有些吃不消，各大宗门都准备派1名化神9重强者前往支援。按照约定，本来林丫头要去坐镇一段时间，但她在进修，即将闭关，是没机会了。这个历练的好机会，就交给你吧。小徐啊，师伯看好你，可不要让师伯失望啊！”嗨嗨。诸葛无方看着一脸懵逼的徐骁，心里那口气总算缓了缓。好啊，终于可以把这小子打发走了，水月总算是安全了。师伯，这不合适吧？徐骁回过神，眨了眨老眼道：“别人可是要化神9重修士，我才元婴9重，怎可代替师妹？师伯还是换个人去吧。”开什么玩笑？他系统在身，躺着修炼都大道在望，需要去铁木城历练，这不多此一举吗？不，你现在在修真界的威名大家都知道，不弱于林丫头，就你了。师伯我亲自指派，收拾东西，10日后铁木城报到，去找大长老段红灵，我会给他发消息的。徐骁还想挣扎一下，诸葛无方脸色一黑，若是不愿就搬来内山洞府，师伯天天照顾你，
保证让你度过一个美好的晚年。徐骁咽了咽口水，这不赶鸭子上架，马水月懵了。师伯要走，我不干。师叔祖，我不要师伯走，我还想和师伯学习术法。学习个屁！水月，明日开始你继续闭关，不到化神2重不许出来。诸葛无方是必要将对方掰回正道，敢不同意，师叔祖会狠狠关你禁闭，到时候1年都别想出来一次。啊，不，师叔祖，我不想再闭关了。水月最终拗不过黑脸的诸葛无方，可怜巴巴看向徐骁漂亮的大眼睛，带着一抹渴望与苦恼。才出来就又要关禁闭了。不，师伯，你倒是说句话啊。徐骁看着对方那莫名古怪的眼神，总感觉对方又憋着一肚子坏水。师伯，您做得对，水月这丫头还得好好管教一番才是，不然指不定又捅出什么篓子。诸葛无方听言点了点头，这臭小子总算说了句人话，对水月有想法，应该不至于，但教坏水月的罪过必须承担。铁木成臭小子，别想跑！啊，师伯，不要啊！水月急得跑到徐骁面前，伸出白嫩的小手拉着他晃，10000个不愿意。徐骁苦笑一声道：“水月，这也是为你好，好好闭关。你师伯要去铁木城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说着，他从怀里取出10枚金灿灿的丹丸，炼神丹。这10枚炼神丹你留着用，什么时候用完了就来铁木城找我要。师伯可疼爱你了。徐骁老脸带着微笑，想到水夫人，他心里笑着摇了摇头。10枚炼神丹，这多谢师伯。师伯，您真是太好了。水月激动的一下抱住徐骁，清新的香味扑面而来，拍了拍对方的小头。徐骁对诸葛无方道：“师伯，既然您心意已决，那我就代替师妹去铁木城报道，就让师妹好好在宗门进修，争取早日到达炼虚大境。”诸葛无方已经彻底懵了。哦，路上小心。他咽了咽口水，看着水月手中那10枚炼神丹，久久回不过神。10枚炼神丹，又说送就送，还没了就找他要，这是有多土豪啊！臭小子，身上到底还有多少好东西？炼神丹就是他化神境界时也没机会吃多少啊！现在算一算，水月都拿了对方20颗炼神丹了。诸葛无方无言了，这样送，他突然就觉得水月丫头简直赚翻了。恭喜宿主赠送10枚炼神丹成功，返还30枚虚天丹。几日后，徐骁准备出发。内山一处洞府，身穿白衫道袍的孟丹坐在床前，神情思念不已。其温婉美艳的面庞带着丝丝红晕，眼里似有泪花闪动，丰腴的身姿动人，幽香的芬芳四散。丹丹，我这一去，诸葛长老也没说多久换我回来。这里是10枚炼神丹，你留着用，若是用完了，就来铁木城找我便是。你我之间千万不要客气。徐骁面庞带着微微笑意。3年来，孟丹在徐骁的帮助下，已突破至化神境界，回内门做了内门执事。白巧、巧金、柳香、灵烟3人也顺利结丹，到了内门，从温长老手中转到了孟丹门下为徒。现在3个徒弟正身姿娇俏站在不远处，看着徐长老与师父告别。长老，你对我真是太好了，丹丹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孟丹看着手中那10枚炼神丹，十分激动，一下抱住徐骁。他当然知道这炼神丹的珍贵，没有徐长老，他可能1枚都难得到。看了看不远处白巧巧3人，红着面道：“你们3个先出去，我和徐长老有些事谈。”是，师父。3人咽了咽口水，俏脸通红，赶紧出了房门，将门关上。2个时辰后，徐骁给金柳香3人赠送完资源，回到了小院。系统一共返还了40枚化阴丹、400枚上品灵石、20枚虚天丹。参见师叔。小王小李已在小院等候，如今也达到化神1重修为，这次跟随徐骁一同前往铁木城支援。既然都到了，就出发吧。小王小李啊，听说妖族又出了2名炼虚大妖，到了铁木城机灵点，修到化神不易。徐骁双手背负，肃重叮嘱。这次铁木城妖人应该是妖族那边有了大动静，不然不可能9宗掌门都前往支援。哼哼，萧逼王、宇文英比，咱们又可以见面了。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候，徐骁心神一震，万幸诸葛师伯坚持让他前往，这不机会自己就来了。是，师叔，弟子明白。2人看着徐骁，同时咽了咽口水。妖兽了，师叔，竟被太上长老弄到铁木城去了。东窗事发，徐师叔，听说是被太上长老抓了现行。不会这么变态吧？我谢特啊！但他们表面带着恭敬笑容，不敢露出一丝心悸。他们到现在都害怕徐师叔一个不高兴，把他们给灭口了。自己已化神大修，
垃圾，就是魔吉天都死在了师叔手中啊！带着无比忐忑之心，两人御剑跟随徐骁往北而去铁木城，坐落盘龙大陆10万大山内，靠近人族领域的一侧。千万年来，人族派遣无数修士前往铁木城镇守，以保护人族灵石矿点的安全。巨大巍峨的铁柱城墙下，密密麻麻的人族修士排着队，等待通过铁木城去矿点挖金。徐骁带着小王小李落到城墙下插队，前者取出缥缈宗信物给守卫的修士查看。前辈是缥缈宗掌门，守卫一见信物面色大变，态度立马变得十分恭敬。徐骁抚须笑道：“不，老道乃缥缈宗内门长老徐骁，代替掌门独孤灵前来铁木城支援。”哦，原来是徐长老，长老请进。刚说完，这元婴境界的守卫队长面庞一僵，看着眼前这名慈和良善的老者，整个人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徐骁，缥缈宗内门长老徐骁，难不成就是那个让修真界女修闻风丧胆的变态老色魔徐骁？城门附近的修士在这一刻看着这位自称徐骁的缥缈宗内门长老，一个个陆续反应过来，眼眸逐渐升起惊恐与愤怒。这位难道就是鼎鼎大名的变态老色魔徐骁？男修握拳，女修流汗，瞬间城门口的气氛诡异起来。检测到气运之女刘玲玲，气运等级 C， 返还倍数时羁绊度1，发现气运之女了。徐骁顺着系统的指引看去，就在他旁边不远站着一名身材苗条、肤白貌美的年轻女修。女修正看着徐骁，模样紧张不已，一双漂亮的眼睛隐隐带着惊恐之色。徐骁笑着点头，见对方是筑基境界，上前从怀中取出10枚筑基丹。这位姑娘，老道见你与我有缘，这里有10枚筑基丹，就赠与姑娘，结个善缘。笑容慈和，一看就是德高望重的好前辈。那个叫刘玲玲的女修看着朝自己微笑的老头，顿时面色惨白，吓得浑身颤抖。四周众人被这一幕惊得五雷轰顶。我尼玛，老色魔竟一到铁木城就开始物色漂亮女修了，到底是哪个王八蛋把这个变态老色魔放过来的？铁木城完了呀！小王小李呆滞看着徐师叔这熟练的撩妹技巧，心绪一下跌落到谷底。师叔，还有完没完了？这里可是铁木城啊！城门处众人屏气凝神，紧张的握紧拳头，汗流浃背。小王小李咽了口唾沫，和一众守卫僵在原地，不敢上前阻挠。变态老色魔的名声可是如雷贯耳，对方可连9宗掌门都不怕。虽然化神雷劫失败，但身上可揣着化神顶级符箓，一个不高兴，铁木城都能给他炸了。沉默，大家心中怒意燃烧，死死盯着上前撩妹的徐骁，不敢说话，敢怒不敢言。哼，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老道寿元无多，这些筑基丹留着无用，就送给你了。徐骁抚了抚花白的山羊须，神态淡然自若。铁木城只有筑基以上的修士能进，来这里的都是外面混不好的弟子，想来当矿工赚灵石。10枚筑基丹，不会有人拒绝。长老，我叫刘玲玲。貌美女修已经吓得瑟瑟发抖，偷偷看了看左右两边同伴，都沉默不言，没一个人敢来帮他，就连大师兄都避开了目光，不敢和他对视。收着吧，修行不易，既然你与我有缘，老道也希望你能在修炼一途走得更远。张开手掌，10颗灵气萦绕的筑基丹泛着微光，引人注目。真的是10颗筑基丹，而且品质还极佳，包括刘玲玲的几名同门在内，附近那些散修看得目瞪口呆。老色魔，为了泡妞，当真肯下本钱啊！刘玲玲看着这些筑基丹，苍白的面容泛起一抹红色，激动兴奋。徐长老要送他10枚筑基丹，但一想到对方那名传修真界的恐怖外号，他就娇躯颤抖，犹豫的不敢上前。长老，我别怕，老道不会让你做什么，只是简单的帮你。徐骁无以伦比的气质加上慈善和蔼的笑容，逐渐让刘玲玲放下了心中戒备。看着对方手中那他做梦都不敢想的10枚筑基丹，刘玲玲红着俏脸，激动颤抖地伸出双手接了过来。拒绝？不可能，没有任何修士会拒绝白捡的修炼资源，更何况这些来铁木城挖矿的修士。刘玲玲接过筑基丹，呼吸逐渐加重，俏脸红得像个苹果，眼中激动兴奋之色难以掩饰。10枚筑基丹，徐长老竟然直接就送他10枚筑基丹。他只是一个不入流小宗门的修士，几乎就是个散修，没想到一下子就得到了10枚筑基丹。看着面前这位仙风道骨、气质拔群的前辈，他突然就觉得这位徐长老似乎也没有传言中的那般不堪，甚至还越看越帅。晚辈多谢徐长老。漂亮的刘玲玲已经止不住激动，修长的双腿下跪，在徐骁身前磕头拜谢。
对方明洞修真界能对他另眼相看，这是他莫大的机缘。这一幕直接把附近修士看懵了。老色魔，尼玛，果然是用资源勾搭貌美女修啊！无耻，太 TM 无耻了呀！徐骁点头一笑道：“刘小友，日后我会在铁木城暂住，若是修行上有困难，就来城中缥缈宗驻地找我。你我有缘，老道不会坐视不理。”说罢，徐骁带着懵逼中的小王小李入城。恭喜宿主赠送10枚筑基丹成功，第一次赠送刘玲玲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绝品悟道丹。刘玲玲看着远去的徐骁，起身，娇美的面庞一片红霞，紧紧握着10枚筑基丹。她眼含激动，鼓起的胸口起起伏伏，还没缓过神来。这样慈和温良的前辈，当真是传言中的变态老色魔？她的内心大大动摇了。师妹，清醒点，千万不可被那老色魔骗了，他可是在图你身子啊！附近几个男童们赶紧上前告诫，一脸的焦急担忧。刘师妹可是他们翠山门最漂亮的女修，而且还是他们做梦都能梦见的女神。可恶啊！老色魔，太 TM 过分了！到底是谁把这老变态弄到这里来的？老子和他拼了！四周男修都是同样的想法，一个个握紧拳头，恨不得当场将这老色魔砍死剑下。这 TM 刚到铁木城就这样，日后还得了法克呀！但几个女童们还有附近女修却没怎么说话，她们看向刘玲玲，一个个眼里带着无尽的羡慕与嫉妒。刚才徐长老送东西的样子真是太帅了。不，为什么不是他们？徐长老，我愿意，我也愿意啊！师兄师姐放心，铁木城这么多修士，徐长老不会对我做什么的。而且我觉得徐长老不是那样的人，肯定是传言有误。刘玲玲激动地收好筑基丹，俏脸通红一片。四周那些男童们一听，顿时面色惨白。不，师妹，你怎么还帮那变态老色魔说话？师妹，老色魔真是图你身子啊！几个男童们气得吐血，看着面色焦红一片的貌美师妹，感觉心都要碎了。老色魔，上天会惩罚你的。铁木城满城修士，贸易极为繁盛，这里集结了盘龙大陆人族领地4方宗门，可以说是人族第一城。缥缈宗驻地，一名佝偻老头带着几名元婴弟子上前接待。哈哈，徐长老呢？老哥，我等待多时了。猥琐的佝偻老头走到徐骁面前，小声笑道：“徐长老啊，最近你的事，老哥我都听说了，可真是羡煞旁人啊。”佝偻老头一阵坏笑，眼中是浓浓的羡慕。而其他元婴弟子看向徐骁的眼神带着一股古怪与好奇。徐骁摆手笑道：“穆长老说笑了，传言不可信，只是寿元无多，培养几个后辈罢了。”面前的佝偻老头是缥缈宗驻铁木城3大内门长老之一的穆长老，化神7重，白色长衫，纯粹就是个糟老头子模样。两人以前相识，算是老朋友，有说有笑，带着徐骁来到驻地一处精美厢房，剩下几名元婴弟子领着小王小李去他们的住处。大师姐和一长老呢？房间内，徐骁坐着拿出灵茶，给两人倒了一杯。穆长老品着灵茶道：“一长老在我宗灵实况坐镇，至于大师姐吗？在房间里炼丹，算算时间都半个月没出来了。”徐骁眉宇微动，他炼丹干嘛？穆长老长叹一声：“还能干嘛？炼了丹拿出去卖呗。”徐长老，咱们的大师姐苦啊，他的暗疾到现在还没恢复，化神9重修为停滞不前，在这铁木城都辛劳几百年了，算算寿命，大师姐都2800多岁了。若是暗疾再不恢复，即便他天资再厉害，也终将止步化神，寿终作化。徐骁听言，心中一阵唏嘘。大师姐段红灵是缥缈宗太上长老石刚烈的徒弟，石师伯在秘境闭关已有数百年，这些年宗门一直都是师父积雪和二师伯诸葛无方2脉弟子操持。大师姐作为内门资历最深、年纪最长的内门长老，本来是最有希望度过雷劫、晋升炼虚，但数百年前与妖族对战受了重伤，留下暗疾，化神9重修为一直耽误了下来。化神只有3000年寿元，大师姐也堪堪只有100多年时间了，而且医治好暗疾，还要继续修炼到化神巅峰，才有希望在这100多年时间度炼虚雷劫，重归仙途。老穆啊，难道宗门就没什么办法了？徐骁回忆起他和独孤灵刚入门时那一道惊为天人的红色倩影。1000年过去了，大师姐也和他一样走到了寿元尽头。穆长老叹道：“能帮的都帮了，宗门也算是仁至义尽了。现在大师伯不在，大师姐只有靠自己了。”徐骁好奇道：“大师姐整日炼丹售卖，她现在到底需要什么？很贵吗？”穆长老摇头道：“她现在只有一个机会了，就是万佛寺的金身舍利。那东西是万佛寺炼虚大修元纪留下的神丹，能再塑经脉，重造肉身。也只有金身舍利现在能根治她的暗疾，
但万佛寺那帮秃驴开口就是1万上品灵石。唉，大师姐还要每年购买各类丹药，维持自身修为不详，太惨了。徐长老啊，咱们别谈他了。每次想到大师姐的惨状，我都要哭了。徐骁轻笑道：“那你帮帮他啊？”“帮什么帮？1万上品灵石是我能帮得了的吗？”穆长老摆手道：“徐长老，我兜里现在就剩几百个上品灵石了，我也要修炼啊，不然迟早步你的后尘。”呵呵，徐骁笑而不语。修真，修的就是一个资源，没有资源，不管什么境界都寸步难行。若不是至亲至爱之人，不可能有修士会将自己的资源拱手送人。徐长老啊，你先好好休息，驻地会有元婴弟子轮值，需要什么只管吩咐就是了。等大师姐出来，就给你安排事做。最近妖族闹得凶，大家都挺忙的。这时，穆长老怀中符箓传出动静，该死，妖族那帮子畜生又开始抢灵石了。徐长老告辞，我先去矿脉击退妖族。匆匆赶到屋外，穆长老直接御剑而起，化为一抹流光朝城外飞去。1日后，9大宗门在铁木城的驻地。我曹了，这变态老色魔 TM 的还没进城就开始勾搭漂亮女修了。缥缈宗的人是傻了吧？把这个老变态放到铁木城来，是想让他把铁木城炸了吗？唉，要完。老变态这个为所欲为的将死之人跑到铁木城来，这不妥给我们添麻烦吗？可恶，傻逼缥缈宗！徐长老真的来了。缥缈宗真难评。阿弥陀佛，如此甚好。圆通，随我去拜访妙玉前辈，老衲要给妙玉前辈建议，让他把徐施主丢到妖族领地去，说不定会有奇效。极地魔宗驻地，一身白袍，俊美阴柔的萧木和气得牙痒痒。老色魔 TM 的太不是个东西了，昨天刚到铁木城就公然调戏美女，简直连脸都不要了。萧木和很生气，他只要一想到那个色魔老头和漂亮女修在一起的画面，就寝食难安，心生闷气。可恶啊，老色魔，老子绝不会让你活着走出铁木城。喝了口茶，萧木和面上怒意稍微恢复，想到师父对他的承诺，这一次他满是期待，定要取老色魔狗命。禀告掌门，碧玉商房开张的时辰到了，消息没错，是水柔夫人亲临铁木城主持。哦，我的水老婆。萧木和面色大喜，眼里满是激动。水老婆真的来了，太好了，他又有机会了。想到对方那丰腴美艳的绝美身段，萧木和就浑身颤抖，激动得不能自拔。这样的极品少妇，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对象啊！玉老婆和独孤老婆老色魔暂时把着，先等一等。但水老婆这边可以展开行动了，必须拿下。老色狗，老子拿下水柔，你和那没料的水月去鬼混吧。等你死的时候，说不定还要喊我一声岳父呢。一想到这美妙的画面，他就面色涨红，心绪难平。水老婆，我来了，走，叫上驻地3位长老。今天我极地魔宗一定要狠狠给碧水伤行捧场子，能买多少买多少。破天魔宗驻地，宇文浩冷笑一声，这老狗简直色出天际了，现在连 TM 筑基7女修都不放过，真是纯看长相，完全不在意其他。这才1天就传遍全城，实在是太好了。跳吧，继续高调吧。只有老色狗在万众瞩目下死在他的手中，他才会感受到极致愉悦，这就是成就感。掌门，元族特使已在城外等候。哦，这么快就来了。好，换衣服，悄悄随本掌门出城。宇文浩眼中金光四射，带上灵石，这一次老子阴不死他。老色狗，合欢宗驻地，玉玲珑和苏妹儿没来，2个人忙着在宗门炼化气运，没空来这里支援。来的是合欢宗大长老乌皮儿，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正坐在厢房玉榻之上。徐长老，呵呵，又开始物色漂亮女修了。果然，男人不管到了多老，都只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子。老妇人面上虽然略有皱纹，但仍有几缕风韵露出，可见其年轻时也因风华绝代。玲珑啊，不是长老和你抢，是长老我寿元不多，也需要大量气运了。说着，乌皮儿施展莫名秘法，整个人灵光环绕，仅仅10个呼吸，她就从一个7老80的白发老妇变成了一名满头黑发的年轻美女，容貌堪称绝色，美眸微光闪动。乌长老，你……门外几名女弟子听见动静推门而入，当看见重返青春的乌长老，一时面色大惊。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是换成年轻模样，以方便办事，不碍事的。呵呵。缥缈宗府邸，徐骁房间，几名值守的缥缈宗弟子匆匆在门外拜道。徐长老，门口有人说想要拜见您。徐骁盘坐在床，老眼微动道：哦，可有说是谁？
没有。这些弟子面色十分古怪，咽了咽口水道：“那个，徐长老是一群年轻的女修，长得十分漂亮。她们是驻守府邸的元婴修士。刚才竟然有一群盛装打扮的女修来拜访徐长老，我尼玛，长老这魅力也太大了吧！这才刚到铁木城一天啊，对方的光辉事迹早在他们这些铁木城弟子中传开。虽然在天人秘境中为他们谋了福利，但生活作风变态到令人发指。最新消息，他们的内门大师解水月都和徐长老不清不楚啊！若是单单这样，也就是很变态。但徐长老似乎还和水师姐的娘水柔夫人也不清不楚。后逆谢特，这 TM 是极度变态，但他们丝毫不敢声张，甚至连外面的漂亮女修都不敢轻易赶走。变态老色魔就好这一口啊！他们也害怕徐潇花眉微皱，一群漂亮女修不认识。就当他欲让这些人将之赶走时，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于是叮嘱道：“你们让他们过来我的房间。”啊！众人面色一惊。长老，那个都进来吗？有多少人？大概7、8个吧。哦，没关系，装得下，都让进来吧。众人眼神惊恐地咽了咽口水。是，长老。我尼玛，老色魔，后逆谢特，羡慕嫉妒恨。他们过几天又要轮值去灵脉苦逼挖矿了。徐长老，左拥右抱哪是来干活的，明明就是来度假的嘛。很快，8个容貌姣好的女子走进徐潇房间，关好了门。当他们看见前方床上那气度极佳的老帅哥后，一个个面色羞得通红，赶紧一下跪给徐长老请安。长老，您真是太帅了，晚辈有幸见到徐长老真容，三生有幸。8个女子恭敬的跪拜，眼里带着极度渴望之色。他们都是听说了变态老色魔的事，想过来碰个运气，看能不能主动服侍徐长老捞点修炼资源。那个刘玲玲就是因为长得漂亮，白白得了10枚筑基丹啊！守卫放他们进来，这就说明长老有心思，他们有机会。徐潇老眼一瞟，每个人长得都不错，算是有那么一点自知之明，但他心里还是摇了摇头。系统挑气运之女极为苛刻，这些女修虽然算是漂亮，但并没有那么漂亮，只凭外貌这一点就成不了气运之女。果然，系统没有提示，徐潇计划落空。本来还打算看看有没有气运之女赠送一番。你们走吧，老道本以为是哪位朋友，但看来不是。徐潇挥手送客，就请自便吧。啊！8女面色大变，眼里满是失落。她们模样从10几岁到30几岁都有，也都对自己的外貌有自信，才敢贸然来缥缈宗府邸拜见。但徐长老竟似乎不喜欢他们。长老，妾身愿意做长老的侍女，服侍长老。一名年纪稍大的美少妇连忙跪着上前，满脸不甘道：“长老让妾身做什么，妾身就做什么。”说着，伸出娇柔的手抓住了徐潇手臂，面色羞红，眼神寒光。徐潇一眼就能看出对方心里打算：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奴家愿永远服侍长老，直到长老驾鹤西去，只求长老给奴家一个机会。剩下7个见状连忙扑上前，有些抓着徐潇的手臂，有些抓着徐潇的腿。能来这里的都是大胆之辈，他们早就豁出去了，就是被外面的人唾弃，也比天天挖矿来的强。你们与我无缘，都走吧。摇了摇头，徐潇灵力震荡，将这些女子震飞出去。人虽然都漂亮，他也不是不能接受，但现在资源不多，要留着送气运之女。长老，8个漂亮女子轻轻落地，一个个眼眶红润，眸子满是不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刘玲玲还有其他漂亮女修就可以，他们就不行？不，一定是他们没有打动长老。长老，您要妾身干什么都可以，只求长老给一个机会。2个漂亮女修咬着牙，轻飘飘将腰带解开。你们做什么？再不走，就休怪老道不客气了。徐潇面色一沉，现在的女修都这么拼了吗？是不是卷得有点过分了？长老，就在剩下的女子有样学样，准备先让徐长老看看他们决心之计。一道声音从门外传来：都给我滚！声音夹杂化身9重修士磅礴凌厉，只一出口就震得8个女修七窍流血。噗！几个筑基女子受不住这棒大灵力，又喷了一口鲜血，惊恐看向房门。砰的一声，房门被踢开，门外站着一道映着灿烂日光的红色倩影。再不滚，命留下！8女看见来人，被吓得肝胆俱裂，也不管徐潇了，衣服没穿好就拼命往外逃去。段红玲，肯定是缥缈宗大长老。段红玲，该死，对方怎么这时候来了？他们都快要成功了呀！大胆归大胆，
他们可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只得下次再找机会。8个人一溜烟就逃出府邸，有些人甚至光着手臂。门口那些元婴弟子看着这些漂亮女修，一个个咽着口水，惊恐摇头。我的妈呀，老色魔还真打算全都要啊！幸好啊，幸好啊！段长老，您来的真是太是时候了，为民除害，打倒老色魔。徐骁看着门口那红裙飘飘、如仙如神的绝美女子，不由眨了眨老眼。大师姐，你来的正好，我让他们进来只看看是不是我朋友，谁知他们一来就对我图谋不轨。现在好了，在我一番劝解之下，直接开始脱衣服了。徐骁起身下来，笑着叹了口气。徐骁，你真是越老越放肆了。红裙女子看了过来，让徐骁不由眉宇微动。对方一袭贴身红裙，红得如烈焰般耀目，与之冷若冰霜的绝美面颊形成鲜明对比。周身肌肤胜雪，日光映照下细腻生光，如温润的美玉般动人。高挑修长的双腿匀称迷人，完美的曲线让人挪不开眼。亮丽的黑发随风轻动，如梦似幻，绝丽无间。她就像天下最美丽的红梅，傲然而冷漠，一世独立。美中不足的是，这名年轻女子冷峻秀丽的眉宇间透露出一抹深深的疲倦，疲倦中带着一股忧虑，与之冷若冰霜的神情叠加，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距离感。徐骁心里摇了摇头，这么多年未见大师姐，对方的容貌一丝未变，还和记忆中一样美丽，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漂亮女子竟已2800多岁，只剩100多年的寿命。徐骁笑道，大师姐，勿要听信谣言，我不是那样的人。段红玲冷哼一声，你是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让我看见他们。徐骁，我真没想到你都快老死了，竟还有这份心思。姬师叔若是出关听了你的事，一定会亲手将你击毙。段红玲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药香，和她自身所带的女人体香混合，闻着心旷神怡，沁人心脾。徐骁懒得解释，这个女人的性子解释没用。检测到气运之女段红玲，气运等级 A， 返还倍数10，羁绊度1。大师姐竟是 A 级气运之女。徐骁并没有多意外，没受伤之前，段红玲在宗门内的天资名列前茅，外貌也是上天眷顾的美丽。只不过现在可能是天天炼药炼傻了的原因，脾气是越来越臭了。不过即将老死，徐骁能理解，只微微一笑，不和对方争辩。跟我走吧，去大堂，我给你安排任务。段红玲绝美冷漠的面庞闪过一丝鄙夷，摇头转身。本来他以前挺欣赏这个脑筋灵活、外貌出众的师弟，但现在对方不仅雷劫师败变成老头，还浪费一颗寿元丹。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对方竟还公然在门派包养女弟子，甚至与合欢宗的妖女你来我往。现在整个缥缈宗甚至盘龙大陆都传遍了，这个徐骁妥妥就是个变态老色魔。一想到对方竟还对门派天才水月有想法，他更生气，一丁点好脸色都不想给对方看。诸葛师叔怎么会派这样一个人来铁木城？难道就因为对方有几张化神符箓？太儿戏了。大堂，段红玲派人叫来了小王小李，冷面指着地图道，我缥缈宗的主灵矿由一长老坐镇，下面附属宗门的灵矿，我和穆长老负责支援。最近妖族猖獗，常常抢夺灵石，给我们造成了不小损失，穆长老和我有些应付不过来。从现在起，百草门、神兵阁、五雷宗挖掘的3处灵矿就交给你们看守了。见徐骁想说什么，段红玲冷脸道，不要说不行，你不是化神9重符箓很多吗？对付那些妖族绰绰有余。徐骁摇头一笑，好，既然大师姐发话，没问题。小王小李和旁边一众元婴弟子见此摇头，看看徐长老的名声都臭到什么地步了。段长老这是一点好脸色都不给了呀，变态老色魔，罪有应得。段长老狠狠地惩罚徐长老吧。发完任务，交接完传讯符，段红玲准备回去继续炼丹。他眉头紧锁，已没精力再想徐骁的事。寿命只剩150年，若50年内无法突破炼虚，中品驻颜丹的功效将在最后100年逐渐消失，到时候他将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事。对他来说，只剩50年了。大师姐，等等。徐骁微微一笑，之后对小王小李众人道，你们先出去，我有些话想单独给段长老说。众人闻言一脸懵逼，看了看那边绝美动人的段长老，又看了看面前徐长老猥琐的笑容，霎时间五雷轰顶，几个人被劈傻在原地。我尼玛，徐长老该不是对段长老又产生想法了吧？别人都 TM 是2800多岁的老太太了呀，老色魔这口味简直太重了。欧谢特啊！但他们完全不敢表露，一溜烟出了大堂，在门外蹲守，瑟瑟发抖。徐长老，
太 TM 变态了，他们都要哭了。有什么事？段红玲漂亮的眼眸露出一抹冷霜。徐潇道：大师姐，你的伤如何了？段红玲听言一愣，随即双眼变得暗淡，敷衍道：还好，不用操心，即便我寿元不多，实力也不输从前，不会影响你们的。徐潇看着这个倔强要强的女人，心里摇头，轻笑一声，从怀中取出一节散发浓郁灵气的槐树根。这是万年灵根，是我从大修洞府中找到的。徐潇缓缓道：这万年灵根中含有3滴灵液，可医治世间所有伤势。大师姐以前对我颇有照顾，我就将这万年灵根送与师姐，帮师姐治疗暗疾。段红玲听言，眼眸猛然大睁，看着对方手中这散发浓郁灵气的暗黄树根，整个人呆傻在原地，不知所措。万年灵根，万年灵液，竟然是这东西！他身患暗疾，早已研读完所有医术法典，能治疗他那经脉伤势的，除了金身舍利，恰好就有这可遇不可求的万年槐树根。徐潇，这真的是万年树根？段红玲语气变得急促，本是冷傲的面庞因为激动，竟生出了一抹红晕。如假包换，我都快老死了，有必要骗你吗？徐潇哼笑一声，将万年树根放在了对方那白皙修长的手中。拿着吧，这灵液每一滴应该都有金身舍利的效果，3滴都用了吧，稳当一些。段红玲看着手中宝物，咽了咽唾沫，感受其中那璀璨的灵力和玄妙的气息。他能确定，这的的确确就是传说中的万年槐树根，而且徐潇要送给他。一时间，他呼吸变得无比急促，震惊、激动、兴奋、不可思议各种情绪冲击他的大脑，甚至让他一度身躯震颤。但想到对方那传遍修真界的恶名，他最后用一种特别复杂的眼神看向对方。徐潇，难道是对他除了这种可能，他想不到对方送他这般珍贵宝物的理由。恭喜宿主赠送万年树根成功，第一次赠送段红玲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法宝禁欲瓶。禁欲瓶，其内可凝练万年灵液，沐浴之下，百病消除，伤势痊愈。系统的声音响起，徐潇眼眸微亮，心中点头。看来这是返还了的大号万年灵根，用不完的那种。爽！看着对方古怪复杂的眼神，徐潇摆手笑道：放心吧，外面都是谣言，大师姐，你放心用就是，我不会让你做什么。对方眼神太复杂了，又是激动兴奋，又是担心忧虑，搞得他好像真是什么变态老色魔一样。段红玲看着对方那无所谓的淡然笑容，拿着万年树根的玉手紧紧握住，俏眉微皱，美眸色彩变幻，绝美的脸蛋微微红润。他心里在疯狂抉择，徐潇师弟这么做只有一个可能，图他这一副皮囊。对方只剩不到50年寿命，灵石丹药对其无用，再加上对方的生活作风，不出意外，徐潇师弟看上了自己的外貌。但可能是由于相熟的原因，对方没有明说，但他可足足比对方大了快2000岁。看了眼手中玄妙灵气环绕的万年树根，段红玲眼中神色逐渐清明，这是他天大的机缘，绝对不允许错过。重回仙途，一副皮囊又算得了什么？徐潇摇了摇头，再次提醒道：大师姐，快回去疗伤吧，你若是能晋升炼虚，我也算死前对宗门做贡献了。段红玲看了过来，美眸带着一抹冷峻决然，他不会欠任何人东西。伸出美润如玉的手抓住了徐潇手掌，一丝柔润冰凉传来。大师姐，你做什么？他感受到了对方那急速跳动的脉搏。段红玲眼神仍然冷峻，只道：徐师弟，我段红玲不会欠任何人东西，你要老死了，灵石丹药对你没用，我也知道你想要什么，这只是利息，待我恢复伤势，我会报答你的。说到这里，他的眼眸隐隐带着一丝决然。啊，段师姐，你误会了，我没这个意思。徐潇皱眉摇头，对方可都是个2800多岁的老太太了，比他大了几百轮，他真没想法呀。哼！段红玲冷笑道：放心吧，我段红玲说话绝不反悔。师弟，谢谢你的万年灵根，这个东西现在对我有大用，若我重归仙途，你就是我段红玲最大的恩人。说罢，他松开了徐潇的手，收好了槐树根，怀着无比激动、无比渴望的心情，红着俏脸一步步走出门外。他还有些回不过神，师弟这个变态老色魔竟然还在大修洞府得到了万年灵根，还送给了他，做梦都不敢想他竟会有如此机缘。老色魔，如果我暗疾恢复，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传言中那种人。略有失神的段红玲从门前那些弟子中走过，我尼玛！小王小李这些弟子看到段红玲的样子，一个个如五雷轰顶，懵逼在原地。再看了看出门露出慈和微笑，还捏了捏自己手掌的老色魔，一众弟子直接崩溃，破防了我曹了。
老色魔，太 TM 变态了！别人段长老可都是个2800多岁的高龄女修了呀，这 TM 都不放过。法克呀，包括小王、小李等一众弟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从段长老那恍恍惚惚的神情，就知老色魔肯定伸出了魔爪，逼迫段长老就范。段长老，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千万不能让老色魔得逞啊！买嘎的，你们干什么呢？徐骁瞥了眼这群僵硬懵逼的弟子，花眉微微一皱。小王、小李，百草门3个宗门现在归我们管了，你们拿着传讯符，现在就去3处灵矿巡逻。这些附属宗门可要给我们缥缈宗上交1半的灵石收益，不要让他们被妖族抢了。小王、小李回过神，战战兢兢道：“是，师叔。”段长老牌化神9重，面对老色魔都站到了弱势的一方。他们这些小小弟子敢得罪老色魔，死路一条啊！被吓懵逼了，众人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老色魔太可怕了。过了数日，段宏林再闭关用万年灵根疗伤，已不见人。穆长老就更忙了，一个人各处支援附属门派矿点，甚至有时候还要把小王、小李2个化神修士拉去帮忙。铁木城外缥缈宗管辖的各处矿点，基本都是结丹元婴弟子在挖。结丹修士比较苦逼，为了赚灵石，没日没夜的挖。元婴修士就稍微好一点，还能轮值回铁木城守卫府邸休息几天。徐骁管辖的3处灵矿暂且无事，小王、小李加上附属门派派遣坐镇的强者，勉强能摆平，用不到他。府邸花园，徐骁修炼完毕，过来小亭喝茶。检测到气运之女沐玉儿，气运等级 B， 返还倍数10，羁绊度1。哦，徐骁老眼一动，朝系统指引的方向看去。府邸大门口，一队元婴修士换班回府邸驻守，正在与上一波人交接。返回的一队元婴修士中，有一名身穿绿裙、肤白貌美的漂亮女修，外貌青春靓丽，模样20来岁。徐骁一看，脸上笑着摇了摇头，这不是穆长老那糟老头的孙女吗？没想到她也是气运之女，还是个 B 级。老穆这家伙不修边幅也能生个这么漂亮的孙女，送点东西给他孙女，老穆那吝啬鬼肯定高兴的睡不着觉吧。哈哈。大门口10几个准备下矿的元婴弟子看着远处小院喝茶的徐骁，赶紧把沐玉儿带到一旁。师妹啊，你在这里可万万要小心啊！一众元婴弟子看着面前这个青春美丽、身姿动人的漂亮女修，眼里满是担忧。这可是他们矿上的矿花啊！老色魔在府邸守着，他们心里1万个不放心。怎么了，师兄？沐玉儿眨了眨漂亮的杏眼，有些不明所以。徐长老来了，对方这几年的名声你肯定也听过吧？没错，就是那个徐骁长老。唉，还是算了，师妹，我看你别回来轮值休息了，干脆接着跟我们去矿上挖矿吧。这些元婴弟子个个提心吊胆，唯恐变态老色魔的魔爪伸向他们的女神玉儿师妹。就连2800多岁的老太婆，这个变态老色魔都有心思，更别说他们如此美丽动人的师妹了。可恶啊，老色魔不得好死啊！徐长老来了。沐玉儿顺着众人眼神看向远处那个朝他微微一笑的和蔼老头，漂亮的眼睛眨了眨，带着一股好奇与疑惑。这个师兄，是不是你们搞错了？外面的传言我也听过，但应该不至于吧？水师姐可还是个小姑娘呀。还有，徐长老可是掌门的师兄，在宗门德高望重，不会干这样的事吧？沐玉儿跟穆长老在铁木城待的时间长，没体验过外面缥缈宗那些弟子的恐惧。一名中年师兄赶紧纠正道：“没有搞错，师妹，徐长老就是那样的人。他前几日刚到铁木城，就对一个筑基期的漂亮女修伸出魔掌了。这事现在整个铁木城传得沸沸扬扬。还有，徐长老还准备一次8个。哎，算了，这个就不说了。师妹啊，你可千万要小心啊！”旁边那些回来的元婴弟子听得咽了咽口水，这个老色魔竟然来铁木城了。看了眼远处微笑喝茶的徐骁，这些人背脊发凉，已笼罩在对方那变态老色魔的庞大恐惧之中。沐玉儿将信将疑，还是选择留下休息。矿场有些累，他早就想回来歇歇了。下矿的元婴弟子长叹一声，见师妹执意如此，没办法，只最后再叮嘱了一番。交接完成，一众弟子战战兢兢与徐骁打过招呼，回了房间休息。沐玉儿因为师兄们的叮嘱，站在人群后面不敢上前，只偷偷打量了一番老头，便赶紧溜走。徐骁笑着摇了摇头，这群后辈肯定又乱传我的谣言了。唉，人言可畏啊。午后，缥缈宗府邸外，2名容貌普通的女子惊喜道：“进去了。”刘师妹被缥缈宗的人带进去了。太好了，这样看来徐长老真的对刘师妹有意思啊。虽然名声不太好听，
但听说徐长老可负的流油啊。两女心情激动，刘师妹若能得到徐长老恩赐，师妹随便给他们分一分，就能抵好几个月的辛苦挖矿，也不枉他们这段时间天天劝说师妹，让对方去找徐长老拜见。他们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样貌不行，与徐长老攀关系，必须师妹这样的人上。两人躲在对面远处的小巷角落，瞒着翠山门那些师兄师弟。殊不知，他们带刘玲玲一路走来的过程中，早已被各方势力的眼线跟随。现在，附近茶馆、酒楼、客栈、商铺等已藏满了各类人群。刘玲玲外貌出众，早就被他们盯上了。他们倒要看看，这变态老色魔到底 TM 有多变态。徐骁房间，两名元婴弟子诚惶诚恐地将刘玲玲带进房间。你们下去吧。徐骁看着刘玲玲，笑着点头。是，师叔。两人看了眼那容貌出众、年轻貌美的刘玲玲，又看了看满头花发的老色魔，心里咯噔一下，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不，这不是真的。徐长老，您不能这样啊！但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颤抖地退出了房门。晚辈刘玲玲见过徐长老。刘玲玲已经紧张到面色通红一片，跪下给徐骁磕了个头。晚辈是来答谢长老上次赠予筑基丹的恩情。他辛苦挖了几天矿后，终于想明白了，徐长老身手就是10枚筑基丹，这足足要他挖几个月矿才赚得回来。师姐们都劝他不要浪费自己的机缘，他现在觉得师姐们说的对，既然徐长老说了有缘，那应该会帮他的吧。徐骁看着下方女子，老眼微动。对方一身简单的白裙，虽然简单，但也遮盖不了那玲珑身材，容貌青春俏美，黑发亮丽浓密，不着粉黛，脸蛋就如牛奶一般白皙，身姿略微纤细，身材有着绝佳比例，赏心悦目。长腿修长匀称，美轮美奂，整个人充满青春朝气，就像邻家女孩般让人怜爱。不愧是系统认证的气运之女，能吊打之前那8个女修中的任何一人。徐骁笑道：起来，坐吧。是。坐在桌前，徐骁给他倒了杯灵茶。刘小友，你现在什么境界？筑基9重，低了点。徐骁抚须一笑，既然你来找我，应该是修炼遇到麻烦了吧。说着，他想了想，从怀中取出20枚上品灵石，这是20枚上品灵石，应该够你用一段时间了。你与老道我有缘，不用客气。筑基9重只送灵石的话，20枚系统应该认。刘玲玲看着20枚上品灵石，整个人直接懵了。20枚上品灵石，这相当于200枚筑基丹，或是20枚运金丹。就是到了结丹期，他都用不完。这可是他连续挖几年矿都赚不来的灵石啊！刘玲玲霎时间面色通红一片，一双眼眸闪动难以置信的光华，整个人就如做梦一般恍惚。拿着。徐骁将灵石放在了他面前，后者伸出葱白纤细的小手，颤颤巍巍将这些灵石收好。他都快傻了，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做女人还可以这样看着徐骁那越看越帅的面庞，还有那慈和的笑容。他咽了咽口水，想起了师姐们说的话。这一刻，他被20枚上品灵石彻底打败了。师姐们的建议是金玉良言。想到之前没日没夜的挖矿，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很愚蠢。他看着面前的贵人，最后一丝心理防线被击破。多谢长老，长老的恩情，晚辈会报答的。他俏脸微红，小心翼翼看了眼徐骁，挽住对方手臂。长老，玲玲再也不想去挖矿了。恭喜宿主赠送20枚上品灵石成功，返还200枚上品灵石。对方身上的香味沁人心脾，徐骁笑叹道：既然如此，玲玲，你在铁木城找个稳定的住处，这些资源应该够你慢慢结丹了。等你到了结丹期，资源用尽就来找我，以后你的修炼资源长老给你包了。刘玲玲动人的面庞微红，听言眼神大亮，立即在徐骁面前拜身磕头。多谢长老，多谢长老。玲玲愿意一直侍奉长老。她白皙的面庞已红霞一片，心里感觉如梦似幻。没想到仅仅进来不到1刻钟，就得到了她辛苦几年都得不到的修炼资源，这她简直做梦都不敢想。呼吸越来越快，她看着徐骁，想起了师姐们说的话，还有徐长老在修真界的传闻。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拿的东西，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幸好他生了个好面貌。第二天一早，恭喜宿主与刘玲玲羁绊度提升至2，气运之女刘玲玲，气运等级 B， 返还倍数20，羁绊度2。刘玲玲气运等级提升至 B。 刘玲玲穿好衣服，侍奉徐骁更衣洗漱，俏美面庞微红，纤细身躯有些不自然，眼里带着喜悦微光。自此以后，她的修炼资源再也不是问题。原因
甚至他们普通修士望尘莫及的化神大修，都将不再是梦。这样的喜悦让他难以自拔。他在铁木城一定好侍奉长老，这个他天降的贵人。徐骁看对方略有羞涩，摇头笑道：“玲玲，你现在后不后悔？”“不。”玲玲一点都不后悔。刘玲玲咽了咽唾沫，这一刻她只觉徐长老越看越帅，简直完全长在了她的审美上，气质拔群，慈和温良，根本就和外面那些传言大相庭径。喜欢徐长老。徐骁笑着取出2件下品法器，1件中品法器。玲玲，你现在筑基修为，即将结丹，这3件法器你能一直用，就送给你了。徐骁抚了抚山羊须，看着面前这个俏美青春的邻家姑娘，满意点头。经过昨晚一夜温存，羁绊度提升至2，首次提升羁绊度，赠送还有1次暴击。徐骁这可没忘，2件下品法器，1件中品法器。刘玲玲看着对方手中闪烁微微光滑的3件法器，纤细窈窕的身躯愣在当场。这长老，您真的都给我？他心中充满了惊喜。昨天才送了20上品灵石，现在又是3件法器，甚至其中还有1件中品法器。他自己可只有1件下品法器啊，那还是他攒了好久才买的。徐长老，太大方了，太土豪了。呼吸逐渐急促，就连雪白的脖颈都有些发红。多谢长老，多谢长老。刘玲玲伸出小手，接过法器放入储物袋，再次真诚拜谢，在徐骁面前不停磕头。好了，徐骁轻笑一声，玲玲啊，看你有些不舒服，起来休息一会再走吧。记住，资源用完了或者有困难就来找我。刘玲玲看着面前越看越帅、气质出众的徐长老，感动的都快要哭了。长老对他真是太好了。恭喜宿主赠送刘玲玲1件下品法剑成功，首次羁绊度提升，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绝品法剑庚金耀光剑。恭喜宿主赠送刘玲玲1件下品法器成功，返还2件中品法器。恭喜宿主赠送刘玲玲1件中品法器成功，返还2件上品法器。第一次经历这些事，刘玲玲确实有些不适应，还有些困，在床上睡到中午才略微好些。长老，玲玲告辞了。刘玲玲看着蒲团上打坐的徐骁，俏美的面庞微红，眼里泛着欣喜微光。小心些。刘玲玲上前最后小温存后，迈着纤细的身子，有些羞人的推门出去，左右看了看无人，才赶忙往大门跑去。守卫大门的2个元婴弟子看着刘玲玲这红润害羞的面庞，还有那躲闪害怕的眼神，2个人当场懵逼，如晴天霹雳，僵硬在原地。我靠了呀！徐长老，您还真下得去手啊！欧谢特啊！我尼玛，恐怖老色魔之名果然名不虚传呀！2个人心里都快抓狂了，这么漂亮的姑娘又没了呀！上次8个和这个一比，简直被秒成渣渣啊！但他们仍然屁都不敢放一个，甚至害怕的当作没看见，将刘玲玲放了出去。远处小院那些休息的元婴弟子也都看见从徐骁房间偷跑出来的刘玲玲，一个个目瞪狗呆，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幕。徐长老，您到了铁木城都这样啊？我们大伙可都还看着呢，这尼玛连人都不避一下了。哦，楼，全体罚站，一个个懵逼大眼瞪的浑圆。他们回过神来，看向身后那副白貌美，还有一双高挑大长腿的沐月师妹，无尽的恐惧在心中蔓延，眼里带着浓浓担忧之色。师妹，赶紧回矿上，这里不是你能待的地方呀。沐月看着偷溜出去，羞得面红耳赤的刘玲玲，整个人有些不敢相信的站在原地。她都200多岁了，什么都懂，她打死都没想到，那看上去慈和良善、气质出众，还有些帅的徐长老，竟然真的是这种人。师妹，快回矿上去，接着挖矿。旁边一众师兄赶紧围了过来，他们都快吓崩溃了。穆长老，您快回来啊，再不来师妹就危险了。沐月咽了咽唾沫，抢笑道：师兄，不至于吧？徐长老应该没有这么可怕，也许他只是在给刘玲玲指导修为。一种师兄顿时气得捶胸顿足，指导个屁的修为，没看刘玲玲路都走不稳的样子吗？老色魔，太尼玛恐怖了！欧谢特啊，你们围在一起干嘛呢？徐骁这时来到了院子，看着一群围着沐月的元婴弟子，老眼微微一动。啊，徐长老。看着突然出现的徐骁，一众弟子吓懵逼了。沐月漂亮的杏眼隐隐含着一抹恐惧，俏美的面颊都有些发白。徐骁看着沐月，摸着山羊须点头。月儿啊，我和你爷爷多年交情，你回来了，我自然该有所表示。这是10枚化阴丹，正适合你用。说着，徐骁从空间库取出了10枚蕴含微微光泽的丹丸，
这一幕直接把现场所有人看傻了，一时间无尽的恐惧开始涌上他们心头。不，徐长老，您要干嘛？徐骁看着人群中的沐玉儿，一身贴身绿裙将其高挑的身形完美勾勒，曲线优美，白皙俏丽的面庞就像百合花般动人，睫毛长长，青春活力，一头亮丽的秀发散发女性独有香味，皮肤亮白光滑，美丽无一丝瑕疵。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双又细又长的大长腿，匀称吸睛。徐骁微微点头，心里疑惑，就穆长老那个老头子也能生出这般漂亮的孙女。他现在有些好奇，穆长老到底找了个什么样的道侣？肯定美若天仙吧。呵呵，过来啊，玉儿，这是长老我给你的见面礼。徐骁带着柔和良善的笑容，殊不知这样的笑容在四周那些元婴弟子眼中早已自动变成猥琐不堪。10枚化阴丹，当这些弟子看见徐骁手中那10颗灵气满布的丹丸时，一个个睁大的眼眸，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10枚化阴丹，这可是100上品灵石啊！他们这些元婴弟子，甚至有人在元婴境界直到现在都没吃过这么多，这可是一笔巨款。哦，谢特，老色魔，出手实在是太阔绰了啊！这一刻，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刘玲玲一脸开心羞涩地跑了出来。就这样送资源，天下都没有第二个人啊！这尼玛他们是女的，说不定都要投降了。长老，沐浴了本来有些害怕，都不敢跟徐骁说话，但看见对方一下就拿出10枚化阴丹，还说要送给他，唰的一下，沐浴儿美丽的面庞开始出现丝丝红晕，有些激动，但又有些胆怯。对方的传言今天已经被证实，确实是如说的那般，寿元不多，不关心修炼，开始找漂亮女修了。他对自己的外貌有着相当的自信，在整个缥缈宗，他感觉自己可以排进前10。徐长老，真的是这种人？但看着10枚化阴丹，足足价值100上品灵石，他就呼吸急促，面生红霞，十分的犹豫不决。他不知道徐长老是真的对他有想法，还是简单的见面礼。好难呀，好想要这些化阴丹，就是他爷爷都不可能给他送这么多修炼资源。徐骁见状摇头，都是谣言害人啊。玉儿，你不用担心，长老我寿元无多，这些留着也无用。凭我和你的爷爷的交情，10枚化阴丹，小意思而已，不用你做什么。微微一笑，笑得气质拔群，帅得一塌糊涂。长老，真的吗？再也忍受不住这些化阴丹的诱惑，沐浴了咽了咽口水，颤颤巍巍道。徐骁呵呵一笑，当然了，拿着用就是，这些东西长老多的是，用都用不完，不然等长老我死了，谁来用这些东西？轰隆隆，徐骁的话就像天雷砸在这些元婴弟子头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听到的一切。化阴丹用都用不完，难怪这老色魔这么快就恢复元婴9重的修为了。不，老色魔到底在大修洞府挖了多少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为什么不是他们？看着对方良善的笑容，沐浴儿眼中的担忧逐渐变成惊喜。他连忙上前，带着让人不由自主想多闻几下的香风，来到徐骁身前，伸出白皙如玉的小手，颤抖地接过10枚化阴丹。玉儿多谢徐长老。沐浴儿白皙俏丽，如百合花般的小脸微微红润，抑制不住内心喜悦，给徐骁接连拜身。哈哈，说了小意思罢了。玉儿，好好修炼，以后若是修炼上有困难，穆长老帮不了你的话，长老我帮你。都是熟人，不用客气。徐骁抚了抚山阳虚，微微点头。他就知道没有任何修士能够抵挡修炼资源的暴击。四周元婴弟子们傻了，目光呆滞地看向徐骁还有沐浴儿，他们一个个简直对自己的修真观产生了质疑。10枚化阴丹，那可是他们辛辛苦苦挖几年矿才买得回来啊！徐长老说送就送，眼睛都不眨一下。后逆谢特，沐浴儿俏美的面色红润不已，想到徐骁那些传言，有些懵，一时不知现在该干嘛，尴尬在了原地。师妹，你上次不是说哪个术法不太会吗？师兄这就教你，快走快走！元婴大师兄眼看着气氛不对，立即上前，赶紧开口给沐浴儿解围。老色魔，有我们在，休想祸害他们的女神。10枚化阴丹，你就等着白送吧。四周元婴弟子反应过来，一个个赶紧上前，唆使沐浴儿开溜。沐浴儿眨了眨漂亮的杏眼，白皙的小手紧紧抓住化阴丹，连忙对徐骁道：长老，那个师兄说的对，多谢长老，我就去了。心里有些慌，他惶恐跟着这些元婴弟子离开，之后还回头看了一眼徐骁。徐长老，真的是外面说的恐怖老色魔吗？
怎么现在看上去还有点帅呢？但他恐惧对方的名号，不敢多留，唯恐徐长老做什么出格的事。她可还是个黄花姑娘呀。徐潇笑着摇了摇头，狗日的谣言害人啊！看来的找机会澄清一番了。恭喜宿主赠送10枚化阴丹成功，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万段玉骨丹。万段玉骨丹，服下全身骨骼脱变，化为天玉，万骨难朽，亘古不灭。与此同时，缥缈宗府邸外，无论是刘玲玲的2位师姐，还是各个商铺躲起来蹲守的人群，一个没走。因为刘玲玲待得越久，就越可能有劲爆消息。他们眼睛都不眨，就这么直直看了一夜，唯恐漏掉什么关键信息。刘玲玲迈着不自然的步伐出来了，俏脸红晕一片，身躯有些软，似乎走不稳路。轰隆！当四周商铺蹲守的众人看清对方这模样，一个个惊得五雷轰顶。我曹了呀！老色魔，当真是一个不漏，全部不放过呀！我尼玛，这才几天就把一个漂亮女修糟蹋成这样，老色魔不死，天理不容，老子忍不了了！这些商铺内的围观人群呕得吐血，一看那刘玲玲青春动人的漂亮模样，他们就心痛万分。老狗，不得好死啊！各大势力在铁木城那些眼线也气得火冒三丈。老色魔太 TM 无耻了！二话不说，他们愤怒地悄悄走人，要把这一劲爆消息赶紧汇报给主子。徐老狗这才到铁木城几天呀？若不将之正法，日后还怎么得了啊？曹了呀！缥缈宗对面小巷等候一夜的2位师姐赶紧上前，扶着还有些虚的刘玲玲。师妹，这下好了，徐长老应该赐你了很多东西吧？2位容貌普通的师姐面色大喜，看着面色红润有些不正常的师妹，2人一看就知是什么情况。成了。刘玲玲满脸羞涩，看着2位师姐都不好意思开口，只默默点了点头，她的眼眸带着浓浓喜悦。徐长老真是太好了，除了外面的名声，她感觉无论哪个方面都无与伦比，而且越看越帅，完全是一个值得她托付的人。师姐师妹多谢你们之前的相劝。刘玲玲俏美动人的面庞越发害羞，伸手从储物袋取出了2枚上品灵石，送给了2位师姐。上品灵石，师妹你真是太好了，多谢师妹。2人一人收了1枚灵石，激动的面庞涨红。就知道帮师妹做好思想工作，与徐长老处好关系后，他们也能跟着喝汤。一出手就是2枚上品灵石，那师妹收了多少？天啊，徐长老太大方了。师妹，长老到底给了你多少？能不能悄悄给师姐说说？一名师姐忍不住好奇，眼带渴望地问道。刘玲玲眼中闪过一抹自豪与喜色，小声道：也没多少，就是20枚上品灵石，2件下品法器，1件中品法器而已。轰隆隆，这句话如同惊雷，将2个师姐打懵。20上品灵石，3件法器，其中还有1件中品法器，这也太多了吧！反应过来，2人就如做梦一样，完全不敢相信。徐长老竟然这么土豪，他们已到结丹期，就是这一辈子赚的灵石也没有师妹这一次捞得多啊！不，徐长老，我恨我自己不够漂亮呀！震惊完，他们就像服侍小姐一样左右搀扶身子抱恙的刘玲玲，2人带着浓浓恭敬扶着对方返回住处。现在刘玲玲可不是他们的师妹了，而是徐长老的人，照顾好对方，那么日后徐长老每一次恩赐，他们都有可能喝汤。师妹啊，等你养好身子，咱们一起下矿吧。不了师姐，长老说了，我日后的修炼资源他全部包了，让我不要挖矿了。啊，全包？师姐，我回去要冲击结丹了，以后就不去矿里干活了。刘玲玲俏美动人的红润面带一股小小骄傲，看着旁边殷勤恭敬搀扶她的师姐，她心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做法。徐长老太好了，喜欢徐长老。走上这条路，她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的眼界实在是太窄了。50铁木城各方势力，什么？这才几天呀！我尼玛，徐老狗不死，天理不容啊！看清楚了，什么？路都走不稳了。我去，老狗太 TM 不是个东西了。哎呀呀，这条老狗又跑到铁木城来祸害了。完了，这要是传到妖族那边，肯定都会被笑掉大牙的。我人族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败类？唉，翠山门倒是有听说，好像是我到天门一个附属宗门的分支。徐长老，你可真是无孔不入啊。阿弥陀佛，圆通啊，上次庙宇前辈不在，过2日你再约我去一趟吧。极地魔宗，萧木河看了眼门下弟子给他的留影石，里面刘玲玲青春美丽，面色红润，
正迈着不自然步伐走出缥缈宗驻地。可恶，老狗不死，老子誓不为人！一把摔碎刘颖时，萧木和气的那是面色发绿。这么漂亮的女修又被老狗祸害了，曹了呀！老狗到底 TM 有什么魅力？他萧木和怎么就没有这种运气？调整好心绪，萧木和沉声道：“你们准备一下，跟我去碧水商行。今天咱们再买点东西，必须要在水夫人心中让本掌门留下不可或缺的位置。”他说完冷笑：“有谁老婆在，他嫉妒也就罢了，谁老婆才是他的最终目标。拿下水夫人，那他就能狠狠地扳回一局。”数日后，翠山门弟子租住的小院。什么？那老狗竟给师妹这么多东西？7、8个翠山门男弟子围在一间厢房，他们震撼的五雷轰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才刚从矿上回来，就听到了这个么惊天消息。大师兄，就是这么多啊！这还是我费尽了力气才从师姐那里问来的。20上品灵石，3件法器，还有1件中品法器，加上之前的10枚筑基丹。大师兄，现在师妹和徐老狗的事全城都传遍了，就是2位师姐都暂时不下矿了，肯定是在师妹那里得了好处呀。带头的中年男子眉宇微微一皱，难怪师妹不下矿，原来真的去找那徐老狗了。可恶啊，老狗太 TM 不是个东西了，果然是名不虚传呀。女神师妹被拱，不光是她，所有人都气得身躯颤抖。但她现在已经并不是太惊讶了，无她，主要是老狗实在是给她太多了。这么多修炼资源，师妹只侍奉一下就得到了，这可是挖10几20年矿都挖不来的资源啊！走，找师妹去，她是我翠山门培养的人，得了这些好处，绝不能让她独享。中年男子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他的国字脸升起一抹贪婪之色。太多了，老狗给的太多了，他们必须分一杯羹。缥缈宗驻地，徐骁房间，他在修炼缥缈长生诀，一身灰袍，挺拔出尘的气质出类拔萃。自从服下9阳龙血丹后，他只觉身体越发健壮，各个方面都远超他年轻之时。现在他已经看不出任何老态消木之感，花白的须发下是一张帅气成熟的面庞，皱纹减少，皮肤越发紧致，仙风道骨。取出系统返还的万段玉骨丹，丹身玉白，萦绕银白微光，樱桃大小，一股玄妙异常的气息从中显露，一看就是高级货。不愧是系统，这一个个高级丹药吃下去，早晚羽化登仙。徐骁满意点头，服下丹药，顿时一股璀璨仙光自体内迸发，仙光闪烁七彩之色，似乎从骨骼中散发，穿透皮肉脏腑。一时间，徐骁只觉他的周身骨骼在丹药药力发挥下，正接受千锤万断。最终他略微内视，只见其周身骨骼全部润白如玉，坚不可摧，这就是天玉之骨，不朽不灭。徐骁眼含惊叹，只有他知道，他这一身天玉骨是有多么坚韧，多么神妙，似乎就连修炼资质都随着骨骼蜕变，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不错，徐骁满意点头。姓名：徐骁，年龄1012岁，境界：元婴9重，特殊体质：道体，鸿蒙真气，真龙血脉，天玉骨，神通，三昧真火，剩余寿命297年。长老，大门口有人拜访您。2个元婴弟子急急忙忙跑到屋外拜道：“谁找我？”翠山门的人。2名元婴弟子说完叹了一口气。外面翠山门的人都来了，说要拜见徐长老，甚至就连刘玲玲都被带了过来。目的不用猜，肯定是要更多的修炼资源了。别人如花似玉的弟子被长老祸害，门里肯定有意见。这下不给大笔资源摆平风口，翠山门绝不可能收手。长老，您看您惹出的这些事啊！翠山门的人。徐骁眼神微动，跟2人走了出去。缥缈宗大门口，宗内元婴弟子好奇走了过来。容貌娇俏的沐玉儿一看见人群那玲珑动人的刘玲玲，似乎想到什么，面色一阵红润，拿了长老的东西。他到现在都有些忐忑，完了该怎么办？怎么面对徐长老呀？但是好想要化阴丹啊！徐骁看着门外这10几名翠山门弟子，花眉微微一皱。不光是他们，翠山门弟子后面站满了铁木城吃瓜群众，就连附近客栈商铺都时不时有人看来。现在城内基本所有人都知道刘玲玲了，这个现身换资源的贱女人。翠山门国自敛大师兄见到徐骁，立即上前陪笑。晚辈李远，见过徐长老。李远一见徐骁，顿时眼生惊叹：老狗精神头竟比前几日更足了。可恶，看来这都是他的女神师妹给对方滋润的。李远心里充满怨气。老狗，今天你不大出血，老子绝不罢休。徐骁面不改色，瞥了眼中年，
看见了翠山门弟子中的刘玲玲，对方青春美丽的白皙面庞露出一份苦涩，娇俏的眼眶红红的，眼里带着一丝难过，正有些无助地看着他。很明显，刘玲玲不开心了。在他旁边，2个女子也一脸尴尬，有些不敢正视徐骁。花眉微动，徐骁看向国字脸李远道：“你们来找我何事？”李远眼神一亮，抱拳道：“久闻徐长老大名，我翠山门刘玲玲能得长老青睐，是我翠山门的荣幸。长老，刘师妹自幼来我翠山门修习，拜在掌门名下。这么多年来，掌门对刘师妹恩情如水，刘师妹决定报答掌门师父的恩情。今日来此，是来征求徐长老同意的。”徐骁看了眼李远，眼神微光闪动，一下就猜到了对方的来意。那刘玲玲准备怎么报答呢？徐骁眼睛半眯，轻笑一声。李远自信笑道：“刘师妹决定将长老的馈赠转送给掌门，如此一来，也算是报答了我翠山门掌门的传道之恩。但这件事，我们翠山门弟子不敢做主，特来征求徐长老同意。”他说话故意大声，就是为了让附近所有人听到。出发时带刘玲玲招摇过市，也是为了把大家引过来，给老狗施压。刘师妹报答师恩送东西，合情合理。这条老狗但凡要一丁点脸面，就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他，还要再单独拿一笔资源出来妥善处理这件事。想要他翠山门的女神不出血，他们绝不答应。烦都要烦死这个老头。门前缥缈宗元婴弟子们一下就听出来对方来意，果然真是来要东西的。众弟子心里暗叹，看看就为了泡个漂亮女修，惹了一身骚。现在翠山门明里暗里都是要东西，别人培养了个漂亮弟子，能让您随随便便祸害？不同意或是不给，徐长老或是缥缈宗日后脸都没地方放了呀。就连刘玲玲都无颜回翠山门，这么多人可看着呢。围观群众各方眼线也紧紧盯着前方徐骁和翠山门弟子。老色魔，这下有的烦了，祸害了别人漂亮弟子，别人翠山门可是上门要说法了。哈哈，徐老狗这次若不狠狠出一番血，彻底收买翠山门的人，以后在名声必定越来越臭。TM 连养女弟子孝敬师父的资源都给不出来，还包养个屁的包养，就连最后这一点土豪的名声也将荡然无存。而刘玲玲也在没脸见人。看着前方场景，他们别提心里多舒爽了。好，这下终于有人能治一治这个老色魔了。不出钱，被众人彻底鄙视，兜里没资源，吝啬，再也骗不到女修。出钱，狠狠出血，他们喜闻乐见。老狗，现在肯定猛了吧？徐骁摇了摇头，没有回答，叫来委屈的刘玲玲。后者看见，连忙走了过来，俏美的面颊一片娇羞红润，但眼神带着委屈无助。玲玲，你愿意把资源给你师父吗？徐骁和善问道。刘玲玲看了眼翠山门师兄们，咬了咬牙，点头道：弟子愿意。他真的没办法了。走之前，师兄将这些年师父对他的培养之恩悉数列举了一遍。确实，师父对他很好，他应该报答师父东西还在你身上吧？徐骁问道。没有，我给了大师兄了，他说帮我带回去给师父。刘玲玲秀眉眼眶红润，都快哭了。他的资源怎么真的愿意给别人的？大师兄他们说的话，却又让他不得不拿东西出来，不拿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哦。徐骁点了点头，随后看向翠山门那7、8个男弟子，眼神威厉，似有微光闪动，伸手一招，顿时一条火龙冲天而起，火龙内部颜色红黄，外面裹着一层深红色的火苗，那是徐骁掌握的神通三昧真火。徐长老，您干嘛？突如其来的一幕将李远一众翠山门弟子吓懵在原地，感受巨大火龙散发的恐怖高温，他们面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做梦都没想到徐老狗竟然会出手，在这铁木城出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手。轰隆，火龙在徐骁掌控下霎时间直冲翠山门人而去，一个呼吸不到，8个翠山门弟子包括结胆9重的李远，在这火龙冲击下被烧成飞灰，甚至死前连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触碰即无。这就是三昧真火。控制9火琉璃罩收回火龙，徐骁灵力出体，将特意留下的梨园储物袋带回手中。玲玲，这些东西还给你。徐骁拍了拍对方的脑袋，以后可不要再被人骗了，遇到这种事先来找我。笑容慈和温良，眼里带着一分暖意。刘玲玲彻底懵在原地了，一动不敢动。后面那些缥缈宗元婴弟子，还有四周的围观群众，他们睁大眼眸，不可思议看着徐骁，动手杀人，竟敢在铁木城动手杀人。别人翠山门可都是一副笑脸啊，仅仅是征求一下同意而已。我曹了，老狗，太猖狂了，杀人可是铁木城的境界啊，老狗，死定了。
全场都安静了，包括围观群众、各方眼线，甚至是缥缈宗元婴弟子，大家都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看着徐骁，一双双眼神中带着惊恐，带着不可言喻的震撼。刘玲玲娇躯开始微微颤抖，僵硬转头看了眼随风消散、已被吹得无踪无迹的黑灰，唰的一下，整张俏脸变得惨白无比。长老，您……他简直不敢相信，8个师兄全部死了，死在了自己最喜欢的徐长老手上。徐骁拍了拍对方肩膀，抓起对方雪白小手，将储物袋放了上去，里面除了我给你的东西，还有离远的资源，你都一块收着吧，就留在铁木城修炼，不要回翠山门了。等有机会，我给你找一个好去处，比翠山门强100倍。徐骁微微一笑，安然自若的笑容散发无穷魅力。刘玲玲咽了咽口水，有些惶恐道：长老，铁木城不许杀人的，这是禁忌。徐骁摆手笑道：我一个快死的老头，怎会怕这些？难道你没听说，就是玄魔宗我都给灭了，更何况区几个翠山门弟子？放心，长老我自有分寸。抚了抚帅气的山羊胡，徐骁淡定自若。刘玲玲这时才逐渐回过神，想到之前大师兄明里暗里逼迫自己给资源，她突然感觉心里很舒坦。长老，是为了他杀的人。长老，您对我真是太好了。清香的眼泪流出，刘玲玲拿着储物袋，一把抱住徐骁，在他肩膀低声哭泣。太厉害了，长老真是太厉害了，就是在铁木城都能无所畏惧的出手。他的3观又被挑战，铁木城的规矩肯定是只给他们这些弱者安排的，对徐长老这样的强者没有用。拍了拍对方柔软纤细的后背，徐骁哈哈一笑道：无需如此，玲玲，有长老在，这铁木城没人敢欺负你。围观的所有人终于回过神，看着倒在徐骁肩膀哭泣的刘玲玲，一个个目瞪口呆，就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妖兽了徐老狗为了一个女人竟敢在铁木城杀人，简直太猖狂了呀。一些人已经开始用传讯符，第一时间叫人通知守卫队过来，他们倒要看看徐老狗这次是怎么死的。老狗现在简直狂得没边啊。法克，你们2个过来。徐骁眯眼对刘玲玲2个师姐说道。2人吓得魂飞魄散，第一时间冲上前跪在了徐骁面前。徐长老，这都是李远的计划，我们也不知道啊。徐长老，求求您饶了我们吧。2人一通鬼哭狼嚎，8个师兄一瞬间灰飞烟灭。徐长老简直就是魔鬼啊，在铁木城都敢公然杀人。哦，太可怕了。刘玲玲见状连忙道：长老，他们都是我的师姐，很照顾我的。徐骁闻言点了点头，对2人道：你们听着，刘玲玲从今日起脱离翠山门，那个翠山门掌门若是不愿意，就让他来铁木城找我。玲玲在铁木城这段时间，你们2个好好照看，有什么事就来这里找我。2人闻言大喜，连忙磕头道：是，长老放心，有我们姐妹在，定会将师妹照看得妥妥当当。老掌门赶来铁木城，简直不要命了。徐长老刚才那一手火术威力大的惊人，恐怕就连化神修士都挡不住啊。玲玲，回去记得好好修炼，早日到结丹。徐骁对刘玲玲笑道。后者漂亮的眼睛已眼冒星星，看着这个越来越帅的长老，他呼吸开始急促，面色娇羞一片。徐长老对他简直太好了，喜欢徐长老，大爱徐长老。后面那些元婴弟子都看傻了。徐长老，您还真的呀？为了一个筑基女修，都开始在铁木城杀人了。这一刻，他们又明白为什么名声臭成这样，还有人喜欢徐长老了。又有钱又有实力，胆子大说话还好听，而且还长得帅，这样的人谁不爱？活该徐长老女朋友多呀。徐长老，不好了，这铁木城可不能杀人啊。元婴中年大师兄面色慌成一团，赶紧上前说话。他极为焦虑道：长老，就算你有化神符箓，也不能这么不守规矩啊。铁木城可有正魔2名炼虚前辈坐镇，别说在铁木城了，就是在外面灵矿里，也坚决禁止人族互残。完了呀！大师兄急得团团转，后面那些弟子也一个个慌得不行。铁木城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了，这会被正魔2道同时缉拿。沐浴而温雅美丽的俏脸一直带着红晕，这一刻就连他都感受到了徐长老身上的魅力，强大、有钱，还负责，慌什么？徐骁眉宇微动，这些人公然敲诈我缥缈宗，我出手略微惩罚而已，小事一桩，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身怀一张炼虚9重9天神雷符，不高兴，铁木城给你压榨了。一众元婴弟子无言了。长老太忙了呀。围观的人还未散，大家都在等守卫队来人。老狗，等死吧你！话说回来，
现在不仅是围观群众，还是这些元婴弟子都震惊于徐骁的恐怖实力。刚才那条火龙绝对有化神之威，徐老狗渡劫失败，我尼玛现在实力竟然达到化神了！曹了，对方到底挖了个什么大修洞府？好东西也太多了吧！浪费啊，浪费！徐老狗都是个快死了的人，也只能用来泡泡女修了。这时，天空一队修士快速御剑而来，铁木城普通修士不许飞行，但守卫队除外。谁杀人了？给老子滚出来！奶奶的，老子在这铁木城当了20年守卫队长，都没见过这么狂妄的人。处死！必须处死！敢在这里破坏我人族团结，老子不答应，简直就是打我杨铁锋的脸！守卫队在人群中落地，顿时，一些极度憎恶、极度徐骁的人一个个上前告状：“杨队长，是缥缈宗徐骁，就是他，他可杀了8个人呀，还都是正道宗门弟子，太可恶了，太猖狂了，必须严惩！杨队长，徐骁就在那里，看看，还神气的不像样了，反了天了！”一张张嘴脸凑上去，对着缥缈宗大门指指点点。杨铁锋带着守卫中最精锐的执法队，朝门前徐骁看去。缥缈宗徐骁，名字怎么有点熟啊？这个中年大汉眨了眨灯笼大的眼睛，带着10几名执法队人员上前。哪个是徐骁？跟我走！敢在铁木城杀人，简直活腻歪了。面相刚猛，眼如牛大。杨铁锋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粗鲁大汉，说话间，一股化神9重的气势喷涌而出，直直将前方一众缥缈宗弟子笼罩，吓得后者一群人面色惨白。看吧，徐长老，最精锐的执法队都来了。完了呀！杨铁锋后面的一众修士气势扩散，几乎都是化神修士。这是铁木城最精锐的执法力量。接到举报，这边有修士公然杀人，立即赶了过来。这种事，铁木城几10年都没发生过了。围观人群幸灾乐祸，各方线人也没走，等待看完再回去禀报。徐骁眼神微动，看着这铁塔大汉，上前笑道：“老道徐骁，这位是铁木城守卫队长杨铁锋。”杨铁锋一看对方，眼神微微一眯，始终在回忆什么。徐骁，越来越耳熟了。徐骁，就算你是缥缈宗的人，公然在铁木城杀人，死罪也不可避免。你想来软的还是硬的？杨铁锋冷笑一声，化神9重，气势大放。对方是缥缈宗的人，执法队没有直接动手，准备先抓回去再说。毕竟缥缈宗正道魁首的位置不是摆设。附近那些不爽徐骁的人神情大振。杨队长，一定要好好收拾这个老色魔呀，简直就是他们修真界败类啊！弄死老色魔！长老刘玲玲吓得俏脸煞白，抓着徐骁的手，娇躯微颤。后面元婴弟子们也万分焦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徐长老简直太胡来了，这么一比起来，包养小蜜简直就是小事一桩啊！徐骁轻笑道：“他们敲诈我这个缥缈宗内门长老，小小成绩而已。杨队长，我看你还是回去吧，这些小事不用麻烦你们。”杨铁锋刚要回喷，准备强硬抓人，突然他似乎记起了什么，一双大眼睛看着对方，不停狂眨。缥缈宗内门长老徐骁，我尼玛，是那个名震修真界的缥缈宗长老徐骁啊！化神修士圈最不敢惹的恐怖老炸弹。看着对方那拔群的气质，出尘的面庞，杨铁锋直接愣在当场。确定了，甚至肯定了，能干出这种事的人，也只有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即将老死的恐怖炸弹呀！欧谢特，怎么遇到这个人了？杨铁锋心中狂颤，对方可是真正杀过化神9重的人啊！后面10几个化神执法修士陆续想起对方身份，咽了咽口水，默默看向老大。即将老死的恐怖炸弹，这尼玛谁敢惹？惹急眼了，死前铁木城给他炸了。杨铁锋尴尬地看了小弟们一眼后，转过头，突然变换出一副亲切的笑容。哦，原来是徐长老呀，久仰久仰。小事而已，不就是杀几个结丹修士吗？无伤大雅。徐长老呀，铁木城咱们还是要稍微守点规矩，毕竟都是我人族嘛。若是手痒，对面万妖城有很多厉害的妖修，长老过去可随意斩杀。杨铁锋刚毅的面庞带着不自然的亲切笑容，化神9重气势瞬间蔫了。这种雷劫失败，即将老死，手上又有超级符箓的恐怖炸弹，傻子才会去惹。抓人，抓个蛋！对方不找他麻烦就不错了，最多就是回去把这件事告诉2位城主。徐长老呀，您老慢慢喝茶，咱就不打扰了，稍微守点规矩，可都是我人族呀。说罢，杨铁锋给了执法队一个眼神，众人一溜烟御剑逃离。
面对这种恐怖炸弹，他们甚至都不想与对方多待一刻。该死，到底是谁 TM 把这个老家伙扔到万妖城来的？老子知道了，屎都给他打出来！执法队灰溜溜闪人，这一幕简直把四周所有人看懵逼了。我尼玛，这就走了？这就是铁木城的执法队？围观群众傻眼了，缥缈宗元婴弟子们傻眼了，全场人都懵逼了。徐老狗，这 TM 是什么情况？就几张化神符箓，能把堂堂执法队吓成这逼样？哦，喽，这铁木城难道就没有能收拾徐老狗的人了吗？不，法克呀！这些人修为不高，不太明白徐骁手中化神9重符箓的真正含义，也只有到了化神境界的大修，才明白徐骁现在是多么恐怖一个炸弹。哈哈，我就说嘛，小事而已。徐骁抚须一笑，旁边刘玲玲和2个师姐已经纯纯花痴了，眼睛满是崇拜的星星。后面一帮紫元婴弟子也一个个傻愣在原地，看向徐骁，带着一丝疑惑，一丝崇拜，一丝发自内心的恐惧。完了，铁木城的漂亮女修全都完了。 TM 连铁木城执法队的人都不敢惹徐长老呀。肤白貌美的沐玉儿眼中光华不停闪动，呼吸都有些急促。长老好厉害，真的太厉害了，资源多，阔气，实力强，地位高，有责任心，长得还帅，除了即将老死全是大大的优点呀。徐骁对刘玲玲道：玲玲，回去好好修炼吧，早点到结丹。刘玲玲回过神，白皙漂亮的脸蛋满是红润，她抓着徐骁手臂咽了咽口水，漂亮眼睛眨呀眨，声如闻鸣道：长老玲玲想侍奉完长老再走。徐骁闻言，帅气的面庞微微一笑，缓缓点了点头，也好。随即看向刘玲玲2位被迷成花痴的师姐，你们在外面等着，一会进来接你们师妹回去，在铁木城好好待着，服侍好玲玲。2女面庞瞬间通红，连忙下跪：是，长老放心，我等定会极尽全力侍奉师妹。他们说话间，偷偷看了眼搀扶徐骁的刘玲玲，对方白皙的俏脸羞红，眼中洋溢着浓浓的幸福。羡慕了，羡慕的都快窒息了。师妹跟了长老，简直就是天大的机缘啊！不，老天，你为什么不给我生一副好相貌啊？刘玲玲搀扶徐骁走回了房间，留下一群懵逼的元婴弟子。他们呆呆看向府内徐长老关闭的房门，一个个眼里满是羡慕、崇拜与敬仰。徐长老简直太牛逼了呀！我曹了，这尼玛连执法队化神9重杨铁锋都毕恭毕敬呀！铁木城杀人都没事。回想刚才刘玲玲那爱慕的眼神与俏美的身形，他们凌乱了。长老这乃是包养女修，明明就是送福利啊！长老，我也不想努力了。沐玉儿看着回房的徐骁、刘玲玲，温雅俏丽的面容丝丝泛红，咽了口唾沫。他回想起长老给他的化阴丹，霎时间他有意无意竟有那么一丝羡慕刘玲玲。对方肯定不用再去辛苦挖矿了。缥缈宗弟子失魂落魄关上大门，全当无事发生。门外围观群众和各方眼线还懵逼着，完了呀！徐老狗身上揣的化神符箓肯定威力惊人，就连化神9重的杨铁锋都不敢招惹。完了呀！这个无耻变态老色魔，老子恨呀！苍天大地，快来个人收了这个猖狂的老狗吧！要说法，城主府必须给我们广大修士一个说法。对，杀人没事，这要是开了头，铁木城岂不全乱套了？老狗不偿命，我们不答应，不答应！一个个痛恨徐骁，羡慕徐骁，却又不能成为徐骁的人，恨得捶胸顿足。老色魔不死，万古如长夜。各方线人也从懵逼的状态回过神。可恶啊！没想到这老狗竟这么可怕，难怪掌门恨成这样，却不明目张胆的动手。没关系，老狗只剩50年不到的寿命，早晚都是个死。速速回报，这次老狗杀了人，绝不能让他这般轻易脱罪。城主府的人怂，我魔道武宗绝对不怂。很快，人群带着恐惧与愤怒散了。四周商铺的掌柜老板还有些懵逼，缥缈宗这是来了个什么人物呀？营业额都给他们带翻了好几倍。2个多时辰后，青春俏丽的刘玲玲被徐骁扶了出来，白皙脸蛋红润不已，娇艳欲滴。师妹！远处等候的2位师姐连忙跑了过来，搀扶住走不动路的师妹。徐骁笑道：玲玲，早点回去吧，天色不早了。刘玲玲满眼爱意看着徐骁，在2人搀扶下行了个礼。长老！玲玲这就走了，即使再有万般不愿，她也必须走了。这里是缥缈宗驻地，她待久了，不合适3个人离开，直接把院子里蹲守的元婴弟子们看傻了。他们看向徐骁，不停咽口水。
徐长老，太溜了，这真的是寿元无多，即将作画的人吗？他们又凌乱了。沐玉儿都不好意思看了，雅致俏脸，红晕不断，神清气爽。徐骁走到院子小亭，拿出茶具泡茶。呵呵，玉儿啊，过来一起喝茶吧。徐骁看着人群中身材高挑动人的沐玉儿，慈和一笑。轰隆隆，四周元婴弟子被吓懵在原地。徐长老，您怎么又开始了？看着矿花师妹，他们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喘。见识过徐骁的崇高地位后，他们现在连说话都小心翼翼，唯恐得罪了这位内门长老。穆长老，您快回来啊！段长老，您快出关啊！他们快保护不了师妹了。而且还有一件事让大家心寒，徐长老喝茶只请师妹，完全无视了他们。哦了，好的，徐长老。沐玉儿红着俏脸，迈着大长腿几步上前，到了亭子，坐在了徐骁旁边。后者见此一笑，娴熟的给对方倒了杯灵茶。玉儿啊，这茶多喝有利于修炼，可是不可多得的灵茶啊。沐玉儿看着面前气质出尘，越看越帅的徐骁，桌子下白皙的小拳头捏得紧紧的，就连呼吸都有些小心。长老，真是太厉害了，多谢长老。沐玉儿声音清灵，端着茶杯轻轻喝了一口，茶香扑鼻，其中带着浓浓灵力，是不可多得的灵茶。徐骁看了对方一眼，悠悠道：玉儿啊，挖矿累不累啊？啊！沐玉儿听言一愣，拿着茶杯的手都有些颤抖，雅致俏脸瞬间又红了起来。还好，就是要用法器切割石头，挖出灵石，不过偶尔上品灵石多的话，切割起来比较费劲。徐骁点了点头，又问道：现在需要上交多少？沐玉儿道：上交9%-9%吧，剩下的可以自己留着。那挖一年能赚多少呢？徐骁闲聊道。沐玉儿见徐骁只简单聊天，紧张的心逐渐放松下来，带着清丽笑容，她介绍道：长老，这个还是要分人的，比如筑基修士就挖得慢，可能一年也就2-3个上品灵石的收入，到了元婴境界就挖得快多了，快的话一年可能有20-30个上品灵石的收入。徐骁点了点头，这确实有点少了，不过修真界就这样，修士想要进步，灵石不可或缺，而且灵石还要用来修炼或换资源，一般人都存不了多少。月儿啊，我与你爷爷是故交，看着你挖矿，长老也有些心疼。这50个上品灵石你收着，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不要整天去挖矿了。徐骁抹了一把帅气的山羊胡，手一动，50枚萦绕微光的上品灵石出现在石桌之上。50枚上品灵石闪耀淡淡光辉，沐玉儿俏丽的面容直接愣在当场。远观的那些元婴弟子一个个也懵逼当场，张大嘴巴，半天都不知道说什么。50枚上品灵石，他们面庞僵硬，眼中充满浓浓羡慕之光。和徐长老随便喝个茶一送，就是50上品灵石啊！不，师妹，你一定要撑住啊！这只是糖衣炮弹，糖衣炮弹呀！沐玉儿回过神，俏雅面容通红一片，看着面前徐长老，她身躯都有些颤抖，眼里充满羞涩的惊喜。长老，这太多了，我又不能为长老做什么事，受之有愧。沐玉儿身子有些僵，极力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她现在身上的上品灵石一共加起来都没有50个，这长老真是太大方了。前面已经送了10颗昂贵的化阴丹，现在都直接开始送灵石了。沐玉儿惊喜的心绪也有些惊吓，她不得不往那个方向想。长老莫不是看中了他？不，他内心不能接受，不是徐长老不好，是对方名声传得太骇人，他怕。徐骁温和笑道：无需多想，玉儿啊，这些对长老我来说小意思而已。长老不是说过吗？莫老头抠门，我不抠门，这些灵石拿着，顶你挖2年矿了。放心，不会让你做什么，长老送你，就是不想见到你受苦。他语气缓缓温和，笑着抚了一把山羊胡，气质无双。沐玉儿看了眼桌上的灵石，又看了眼徐骁，唰的一下，俏脸红得像个小苹果。徐长老好像越看越帅了不？我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对方都只剩50年不到的寿命了呀！沐玉儿眼中出现极度纠结之色，好想要啊，好想要徐长老的灵石啊，但他害怕拿的太多，最后陷入其中出不来了。长老，我拿了灵石，真的不用做什么吗？纠结了很久之后，他最终还是忍受不了心中的冲动，这些灵石的诱惑。红着俏脸，小心翼翼问道：太多了，这个机会不拿，他又要辛辛苦苦去挖2年矿了。徐骁呵呵一笑：当然，我和你爷爷这么熟，你就像我的孙女一样，哪用得着做什么？长老只是心疼你而已。
听到这话，沐玉儿眼神大亮，难掩心中激动，伸手将50个上品灵石全部收入怀中。提到了他爷爷，他心里只觉一下就安全了。多谢长老。沐玉儿收好灵石，起身对着徐骁就是一拜，俏脸红红的，眼眸欣喜连连。无需多礼，玉儿啊，好好修炼，资源若是不够就来找长老。徐骁慈和笑道，长老很大方的。沐玉儿眼中异彩连连，立即再次拜谢一番，看着徐骁，他只觉这位徐长老真是越看越亲切了，比他那个爷爷大方多了。晚辈多谢徐长老。四周远看的元婴弟子一拍额头，闭眼流泪。完了，师妹这下是彻底沦陷了。师妹，这都是老色魔的阴谋啊！拿了这些东西就彻底上了徐长老的当了。世界上哪有白吃的午餐呀？但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规规矩矩站在远处默默流泪。老色魔，日后敢动他们矿花，老子和你拼了！恭喜宿主赠送50上品灵石成功，返还500上品灵石。第二天一早，铁木城炸了。什么？我尼玛，为了刘玲玲都公然在铁木城杀人了，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执法队简直就是吃屎的。那个杨铁锋沙雕，一个老头有什么不敢抓的？难不成还敢在铁木城用化神符箓？真是个沙雕！曹了，徐老狗牛逼啊！都 TM 敢在铁木城动手杀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抗议！我嗜血魔宗弟子全体抗议！徐长老开始邀起来了。那个师弟啊，咱们抽个空去拜访拜访妙玉师叔吧。魔道那帮人这次肯定不会放过徐长老，咱们得保啊，好歹也是我正道门人。就是一坨屎，咱也得让魔道的人好好品尝品尝是吧？呵呵。阿弥陀佛，圆通啊，别等明后天了，现在就随我前去拜见妙玉前辈。徐施主在一天，我修真界就能和平一天。极地魔宗。萧木河听完汇报冷笑一声，懒得理会。他坐在镜前，一丝不苟的梳妆打扮。老狗杀人等于找死，自有城主府的人收拾。而他首要目的是先拿下水柔，将老狗杀人诛心。破天魔宗。宇文浩听完汇报，顿时眼神大亮。好，老狗这是自己送上门来了。棱角分明，年轻帅气的面庞浮上冷冷阴狠，眉毛一挑，眼神微亮道：这次老子阴不死你！你们几个开始造势，带头控诉老狗那惨绝人伦的可恶行为。今天联系好人，明日一早，我要控诉老狗的声音响彻全城。城主府不处死老狗，我们绝不答应。下面弟子长老一听，眼神一亮，连忙抱拳道：是，掌门。第二天，铁木城碧水商会，一身纯白锦衣的萧木河带着一群跟班，手持沉香木盒来到碧水商会3楼厅堂。这里是专为贵宾准备的高级场所。萧木河看着远处被众人簇拥的蓝裙美少妇，面色忍不住涨得通红，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细长的眼睛闪烁生辉，漂亮，太漂亮了！不愧是北风国第一美少妇，连北风国主都疯狂追求的水家家主。水老婆，我来练。柔儿。就当萧木河准备上前开舔之际，旁边一道声音传来，转头看去，是一名身穿黄袍、留着小胡子的儒雅中年。中年手里同样拿着一个红木盒子，后面一群元婴跟班哦。这大叔也来了，还真 TM 是锲而不舍啊！可恶！当萧木河看清来人长相，面色一沉，对方正巧就是北风国主，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国主言重了，妾身哪有资格让国主称呼如此称呼我？国主还是叫我水掌柜就好。水柔吩咐完一群商会管事，上前微微一笑，美艳的双目中隐隐带着一抹嫌弃之色。唉，柔儿这是哪里话？你水家与我皇室乃是世交，你小姨娘又是我王叔的妻子，咱们两家可是亲的不能再亲的亲家啊！说话男子是一名儒雅中年，身穿金光闪闪的黄袍，留着小胡子，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贵气。这是北风国国主慕容云禾。他看向前方美妇，儒雅的面庞激动不已，一双眼睛都快瞪瞎了。此刻水柔一身水蓝长裙，挺立傲人的身材散发年轻美妇独特的韵味，容貌秀丽绝伦，柳眉精致无间，皮肤雪白细腻，如春雪般动人心魄，优美的雪峰傲然出众，平坦的小腹如柳枝般轻柔，黑发盘在头顶，玉钗闪动光辉，举手投足间带着让人窒息的丰腴魅力。太美了，太漂亮了，不愧是水家家主水柔，我的柔儿呀！心里无比激动，但表面慕容云禾却只露出微微笑容，成熟稳重。柔儿，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慕容云禾带着成熟散发魅力的笑容，将手中精美的红木盒子轻轻打开，其中放着一枚闪动光泽的精美发钗。柔儿，
这是我让皇室客卿给你专门打造的一件上品发钗，其内蕴含水灵之气，与柔儿你的属性恰好吻合。慕容云和看着水柔，眼里金光闪烁，不愧是他的柔儿，无可挑剔，就如仙子一般美丽。慕容云和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爱慕，这才应该是他北风国受人敬仰的国母。至于对方是寡妇，对水家家主来说不存在。历届水家家主找的第一任道侣，就算不死也要被休，无他，全因为第一任道侣完全就是个工具人，纯纯的赘婿，其存在的意义只是为水家诞下拥有水道天赋的绝佳后代而已。由于水家天赋特殊，后代只会是女子，故为了让女儿保持极高的水道天赋，水家家主的第一任道侣必须是水道天赋顶级的男子，还要长得帅。但天生水道天赋顶级的男子一般缺乏男人的阳刚之气，通俗点说，全都是娘娘腔，阴阳人。水柔的第一任夫君别人不知道，他慕容云和知道，生下拥有水灵肢体的水月后就被水柔给暗中给做了。原因很简单，这种娘娘腔工具人根本得不到柔儿的心，还让对方犯恶心。也只有第二任道侣才是水家家主真正的道侣。水柔看了眼慕容云和，妩媚一笑，吩咐老管事随意收了起来。妾身多谢国主心意。水柔微微行礼，眼中闪过一抹嫌弃与无奈。不收不行，毕竟他碧水商行还要在北风国做生意。哈哈，柔儿，你我之间谈什么谢，这都是应该的。慕容云和大气一笑后，深情不已道：若是柔儿喜欢，我北风国一国之土，我都可以送给柔儿。柔儿，这么多年了，我的心意你也明白，难道你愿意让我北风国亿万子民一直都无国母吗？送完东西，慕容云和再次试探，上品法器珍贵不已，这一次柔儿定会答应。水柔美艳动人的面庞微微一沉，看了眼对方，只敷衍回应道：慕容国主，妾身身份低微，坐不起这么重要的位置。国主，妾身还是劝你另外找一位良人，勿要执着于我这个寡妇。上品发钗，也许之前他收到还要小小高兴一下，但自从遇到徐长老出手就是绝品法器炼神丹无限量供应后，他感觉自己已经看不上这几十上百上品灵石的东西了。只论阔绰程度，这位国主和徐长老一比，让水柔心里直摇头，越看越觉得喽啊！柔儿，我对你可是真心一片呀！你嫁入我王族，我答应你，水月立即册封大公主。你水家也有用世世代代的土地，你我两家亲上加亲，这难道不好吗？得到对方拒绝，慕容云和心里一下就慌了。若不是家族长辈不同意，他把王位传给水月都不是不可以。水柔抱歉摇头道：国主还是请回吧，商行繁忙，妾身还有要事处理。柔儿，慕容云和心里滴血，他又失败了，但他不会放弃。柔儿是他的梦，是他除了仙途最大的追求。慕容国主，还是让让吧。在旁边看慕容云和栽跟头栽爽了的萧慕和大笑上前：水掌柜既然不同意，慕容国主也不要太伤心，国主后宫佳丽无数，多个少一个都无所谓。说罢，他眼带金光看向水柔：水掌柜，数日不见，掌柜真是越发动人了。两人看向萧慕和，水柔眼里嫌弃更甚，而慕容云和气得咬牙切齿。狗日的萧慕和，这几日他早已听说这个无耻之徒也和他一样在追求柔，其他人也就算了，威胁不大，但这位极地魔宗新掌门魔道天赋第一人的萧慕和可是他最大的威胁。哈哈，原来是萧掌门，没想到萧掌门竟和柔儿也认识。慕容云和皮笑肉不笑，他倒要看看这萧慕和有什么本事能打动得了柔儿。妾身见过萧掌门。水柔略微行礼，美眸隐含一抹厌恶。这个萧慕和这几日整天来他这里买东西，一双眼睛不加掩饰盯着他看，都把他看烦了。这种自视甚高的好色之徒他最为厌恶，而且对方关键也没花多少灵石，掌柜无需多礼。萧慕和嘴角微微一动，带着沐浴春风的笑容，随后他打开了沉香盒子，里面是一枚金灿灿的丹丸。今日来找水掌柜，是想让掌柜帮我拍卖这一枚炼神丹，此丹出自我极地魔宗太上长老之手，颇为难得。无论掌柜拍卖多少，我萧慕和只收100上品灵石，剩下就当是掌柜的辛劳费了。萧慕和心中冷笑，直接送东西。好蠢的慕容云和，像这种级别的美女大修，几十上百上品灵石的东西就是个屁。他要慢慢与对方培养感情，这叫日久生情，乃是慕容云和这种憨批能理解的了的。水柔看着这一枚品质不咋样的炼神丹，轻出了口气。若是炼神丹分品级，对方最多算个中品，而徐长老给的就是绝品。这一刻他想到了徐长老，不知为何突然就觉得这个帅老头一下就长在了他的审美上。既然如此，萧掌门
也不用拍卖了，我碧水商会100上品灵石，直接收了。李管事，拿灵石。水柔说完，旁边老管事第一时间接过木盒，放上了一枚装有100灵石的储物袋。萧木盒当场懵逼，我尼玛这么快？旁边慕容云和呵呵一笑，眼里满是嘲讽。想追柔，下辈子吧。就在这时，碧水商行楼下传来一阵阵庞大的呼喊声：徐老狗城内杀人，必须处死！公然违反我人族规定，必须处死！不处死不足以平民愤！徐老狗死！徐老狗死！声音庞大，叫喊的人数成百上千。三人略微一愣，似乎意识到什么，第一时间走到窗口查看。只见此时，楼下铁木城最为繁华的十字街道已被乌泱泱的人群占领。人群中间，几名修士举着庞大横幅，带领一众修士霸占街道，声讨徐骁。老狗不死，天理不容！天理不容！天理不容！铁木城正中心，金碧辉煌的城主府，庄严磅礴的城主大殿，上方主位，一名身穿天蓝道袍的绝美道姑坐于其上。道姑一头乌黑的秀发，只用蓝带简单束扎，但也挡不住其风华绝代。下面站着3拨人，带着圆通、身披袈裟的老和尚了尘，带着师弟前来拜见的老道士道一真人，还有铁塔大汉铁木城守卫队长杨铁锋。杨铁锋很急，灯笼大的双眼满是忧虑之色，连忙上前拜道：妙玉城主，不好了，现在铁木城大街小巷都在开始游街了，全都要我们城主府给一个说法。十字路口那边都被城中修士堵得水泄不通，看样子徐骁不死，难以平民愤啊。道姑精致的弯眉微微一皱，轻吐口香气，声如清泉道：徐骁到底有没有杀人？杀了。杨铁锋斩钉截铁道：杀了翠山门8个结丹修士，听说还是为了一个筑基期女修。城主，徐骁的名号你也知道，不是属下不抓，实在是不太方便啊。妙玉美眸微动，摇头道：既然杀了，那就捉拿吧，若是敢反抗，本尊自会出手。铁木城的规矩，不容任何人践踏。听完杨铁锋心头一震，这么说还要他去捉拿了？面色垮了下来，若是对方开始发疯乱扔符箓，他有生命危险呐。旁边了陈双手合十，念了句佛号，随即道：前辈且慢，妙玉前辈，请先听老衲一言。徐施主雷劫失败，寿元无多，本就是将死之人。徐施主寿命还剩40多年，只要徐施主在一刻，对魔道来说就是一个巨大威胁。且现在妖族猖獗，与其诛杀徐施主，老衲建议不如将徐施主丢到妖族领地去，自生自灭。这样一来，不仅能继续震慑魔道，还能让其用剩余的化神符箓对抗妖族，为我人族出最后一份力。乐成刚说完，旁边满头白发的道一真人立即道：没错，师叔，老和尚的建议十分不错。现在那帮子魔道恨透了徐长老，杀徐长老不正中魔道下怀了吗？甚至今日的游街10有8九也是魔道搞的，想借我们的手杀徐长老。师叔啊，不能杀，绝对不能杀，丢妖族去，等徐长老解决几个妖族大修，将功赎罪，岂不更好？毕竟徐长老名声再臭，再为所欲为，再好色，他也是咱正道修士，可杀了不少魔道中人啊。杨铁锋感激地看了眼旁边2人，擦了擦额头汗水。恩人那妙玉绝美的面颊微微一动，深邃且漂亮的眼眸似有思索，最终道：你们的建议也不是不行，但现在城内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这样吧，今日若能平息民愤，徐骁可以不杀，但逐出铁木城，死前在前方永久为我人族守护灵矿。若是民愤不平，为了我人族和睦，徐骁还是要死。而且这个老色鬼早就该死了。说完，妙玉白亮如雪的面颊浮上微微厌恶。徐骁的名声她早已听说，若不是看在她那个好闺蜜积雪的面子上，她早就出手将这个变态老色魔诛杀。乐尘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如此甚好。圆通啊，召集我万佛寺门人去帮徐施主平息民愤。道义真人拜谢一番，随即道：师弟，我们也走，徐长老还是要保下来的，其他人怎么想无妨，师兄我还是看他很顺眼的。道义真人心里满意，徐长老诛杀魔道，让魔道恨之入骨，更让逼王萧木和恋恋吃瘪，他看着十分舒爽。至于那些臭名，小意思罢了，反正对方又没祸害他到天门的女弟子杨铁锋，那颤抖的心终于落地，再拜一番，退出大殿，准备带人去现场维护秩序。大殿内现在只剩妙玉一人，他弯眉微动，取出一枚传讯符箓，冷淡动听的声音响起：诸葛匹夫，徐骁是你扔到铁木城来的吧？马上给我过来，收拾那老色鬼惹出的烂摊子。要不是看在姬姐姐的面子，本尊早就将他神魂拘灭了。立即，马上！仙气萦绕，缥缈内山。
诸葛无方激动地放下传讯符，老眼闪过兴奋微光。哎呀，妙玉仙子可都1000年没和我说过话了，这次竟然主动联系我。哎呀呀，臭小子，总算沾了你一回光。一身素白道袍的诸葛无方心里激动呀，又可以有正当理由看见他朝思暮想的妙玉仙子了。回想数千年前，他盘龙大陆熠熠生辉的2尊绝代仙子，诸葛无方就激动得浑身颤抖。一是他的师妹积雪仙子，一是道天门第一天才妙玉仙子。在他年轻的那个时代，2位仙子令无数修士痴狂。美帝惊天动地，天赋高，实力强，2人就是盘龙大陆的绝代双骄。诸葛无方沉浸在当年2位仙子的美貌中不能自拔。这么多年过去，曾经的追求者的死的死，老的老，只有这2位风姿丝毫不减当年。臭小子，我就知道你去了铁木城安分不了。哈哈，还是老道我深谋远虑啊。在洞府中整理好仪容，诸葛无方满心欢喜，出了洞府，踏空而行，周身散发仙神之光，悠悠朝铁木城飞去。诸葛无方天资同样高绝，到了现在，他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师妹那边不用想了，完全没戏。但妙玉仙子这边可以再试一试，论天赋也只有他诸葛无方能匹配上2位仙子。上天待我不薄啊，包养女弟子他干不出来，也只有徐骁那不要脸的臭小子敢做。但炼虚大修结为道侣，这种事可是能美名传天下，面子里子都有了，很好。铁木城缥缈宗驻地，元婴弟子们慌慌张张跑来。徐长老，不好了，现在全城修士都在控诉你杀人的罪名，恐怕城主府那边压力很大，必须拿你开刀了。坐在小院和沐玉儿喝茶聊天的徐骁微微一笑道：慌什么？执法队都拿我没办法，难不成那些小修士还能翻天不成？一众元婴修士道：哎呀，徐长老啊，你的化神符箓对付化神修士也许有威慑，但城主府可是有2位炼虚前辈啊，若是城内这些修士闹得凶，2位炼虚前辈很有可能拿你来平息民愤。徐长老，要不咱们赶紧逃吧，立即飞回缥缈宗，有诸葛太上长老坐镇，就没人能动你了。这些元婴修士心里还是担忧的，不过他们担忧的是矿花师妹，老色魔走了，他们就可以放心了。徐骁淡定平和一笑，内心丝毫不慌。炼虚修士，小意思，直接用9天神雷符不至于，这样做了他就成人族公敌了，日后还怎么混，还怎么赠送返还？但他有另外的方法对付炼虚修士。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起身。徐骁整理了下衣袍，微微笑道：现在哪里闹得最凶？元婴大师兄立即道：南大街十字路口，那里最繁华，也是闹得最厉害的地方。长老啊，咱们还是快走吧，躲回宗门安全啊。这次应该是魔宗的人造的事，不达目的他们绝不会罢休。一众弟子也上前苦口婆心相劝，想赶紧把这老色魔送走。徐骁闻言眼神微动，又是魔宗的人搞事，随便一猜他就猜到了破天魔宗宇文浩身上去。萧慕河这种逼王干不出这种事，也只有这个老阴底喜欢偷偷摸摸恶心他。走，我们去十字街口，我倒要看看魔宗那些人想干什么。徐骁眼中泛起一阵冷光。啊，长老您疯了吧，那边闹得正厉害啊，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一众元婴弟子傻眼，肤白貌美的沐玉儿也有些懵。长老这是要干嘛呀？放心，我自有分寸，你们一起来吧。元婴弟子们彻底无言了。徐长老又在发什么疯啊？南大街人头攒动的十字路口，各条巷道挤满了修士，围着中间手举横幅的几名中年。老狗不死，天理难容，城主府必须给我们广大修士一个交代。诛杀老狗，诛杀老狗，诛杀老狗！群情激愤，呼喊浪潮一波接一波。即便万佛宗方丈了陈河道天门掌门道一真人带着门下弟子前来劝说驱离，效果也不大。魔宗的人隐藏在人群中，随时都在煽动群众。即便铁木城守卫队包括执法队全员到场，也难以平息这些人对徐骁的怒火。老色魔不死，天理难容。其实用不着魔宗弟子煽动，这些人本能就对徐骁有极度愤恨之情。老狗啊，一到铁木城就开始祸害漂亮女弟子，可恶至极！今天不把对方逼死在铁木城，他们绝不罢休，绝不罢休！老色魔，下地狱去吧！恶臣方丈，道义掌门，这可怎么办啊？若是驱散不了这些人，我就得去抓徐长老了。让守卫队的人继续驱散。杨铁锋垮着脸来到2人身前，叹气摇头。恶臣长眉微皱，摇头道：看来魔道起哄只是个导火索，最主要还是徐施主做的有些过了。
今日看来有些难收场了。道义真人叹道：“徐长老杀人也就罢了，除了翠山门，其他人无关痛痒，甚至翠山门也好解决。但徐长老那臭不可闻的名声传遍天下，现在到了铁木城也这样，的确是引起众怒了。”杨铁锋左右为难，最终面带难色道：“两位，要不这样，你们先带徐长老离开铁木城，先保住人，等这风头平息，后面的事再说。我看妙玉城主的意思，似乎对徐长老也没什么必杀之心，他会睁一眼闭一只的。”了陈和道义没有说话。妙玉前辈的确没有必杀之心，暗中也给了徐长老逃离的时间。其实若徐骁想走，现在应该都到缥缈宗了，人群是不好疏散了，就看徐骁有没有眼力劲，提前返回缥缈宗避祸了。徐老狗死，徐老狗死！人群咆哮之声愈来愈烈，万佛寺道天门守卫队的人已完全控不住场。今日没个说法，铁木城必将大乱。徐老狗，找死！远处一间酒楼，宇文浩和两位长老坐在2楼包厢，看着远处沸腾的人群，一脸的满足。正道这几个宗门还想保人，做梦去吧！今日老狗就算不死，也得给老子脱一层皮下来。阴不死你！不光是他破天魔宗，附近天师宗、万毒宗、嗜血魔宗的掌门长老都藏在暗处，偷偷观看远处的盛景。好啊，宇文浩这小子脑子还是灵活，比那个萧木河强多了，这才是我魔道的天才俊杰。那个，你们悄悄去告诉我宗弟子，火还不够旺，再给本掌门加几把火。徐老狗，天人秘境残害我魔道弟子，今日就取他狗命，还保小命，包你妈的头，看你一会怎么死。魔道的人不怕，城主府还有他们一位魔道炼虚前辈坐镇，就算妙玉不杀徐骁，天师宗那坐镇的岩女前辈也不会袖手旁观。碧水伤行3楼几处窗口打开，水柔、慕容云和萧慕河等人正看着前方十字路口的恐怖声浪。萧慕河邪魅一笑，心中暗道：这下老狗死定了，敢抢本天才女人，就该是这样的下场。可惜啊，老狗就快看不到自己做他岳父的场景了。虽然刚才的炼神丹让他有些尴尬，但没关系，他也是个锲而不舍的人。看了眼一旁边慕容云和，他冷笑一声：垃圾，狗屎，谢特，根本没有资格和本天才抢女人。水柔站在窗口，柳眉微皱：徐长老可真是让人不省心啊！想到这3年和对方的2次温存，水柔美艳的面颊微微一红，白皙的皮肤瞬间焕发光亮，丰腴多姿的身躯略有微颤。虽然只是浅尝辄止，仅仅给了些甜头，但对方却拿出了数十枚炼神丹，还有绝品法器给他们母女。长老真是太可惜了，对方帅是帅，土豪这方面更不用说，脾气也好，各方面都是他挑选道侣的完美对象，而且也给他保证了对水月没有任何想法。但对方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雷劫失败，寿命只剩不到50年。长老，你要是重回仙途该多好啊！有些惆怅，但这是不可能的事。现在铁木城又全城讨伐对方，水柔心里还是担心徐骁的安危。毕竟有对方在，他们母女的炼神丹相当于源源不断，就这3年，他就在无限炼神丹供应下达到了化神8重。看了眼旁边慕容云和和萧慕河，水柔心里更加鄙夷。还没有徐长老1%帅。缥缈宗驻地，佝偻遭老头木长老从矿上回来了。这人呢？月儿呢？在府邸找了一圈，只发现2个看门的小师弟。木长老，他们跟着徐长老去南街口了。2个小师弟吓得瑟瑟发抖，内心极度纠结。若是把徐长老泡木师妹的事情给木长老说，会不会当场被打死？想了想，还是不敢都去那里干嘛。发生什么事了？木长老一看2人表情就知道出事了。2人简单将徐长老这段时间的事说了说，刘玲玲和杀人的事，但没敢说木月的事。什么？这徐长老胆子简直太大了，难怪回来时看见到处都是游街的人，搞了半天竟是这样。木长老面色大变，顾不得再说，御剑而起，直奔城南街口而去。十字路口，人群黑压压一片，拥挤不堪，人们嘶吼着咆哮着，势必要让城主府抓来徐骁，立即处死。就在这时，一道七彩霞光从天而降，紧接着身穿灰袍气质拔群的徐骁踏剑而来，驻留在半空。缥缈宗徐骁在此，不要闹了，叫你们带头的出来，老道与他当面对质。徐骁的声音蕴含磅礴灵气，顷刻间声音传遍现场每一个人耳朵。大家不约而同向上看去，只见一气质超然仙风道骨的老者凌空踏剑，显七彩神光。下方的声音戛然而止，人群一个个睁大了眼眸，不可思议看着这名帅气的老者。我
我尼玛，徐老狗竟然真敢来啊！这是疯了吧？这是还 TM 御剑飞来，不知道城里不许御剑吗？猖狂、狂妄，必须处死！徐骁没来的时候，大家叫的都很欢，但人真的来了，一个个瞬间哑了火，不敢再叫。无他，这老色魔可真敢在铁木城杀人啊！而且对方身上还有化神符箓，寿命也没多少了。当出头鸟惹怒对方，这是愚蠢的行为。徐骁的出现顿时让附近那些远观之人面色一变，惊坐起身。徐老狗真敢来啊，当真无法无天了。好，如此明目张胆，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就算执法队拿不下他，2位城主再不会坐视不理。这老狗的行为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啊，应该是即将老死，快痴呆了。碧水商行萧慕河看着半空脚踏七彩飞剑的徐骁，再看下面无数人面色愤怒惊恐的仰视，瞬间他胸口怒气上冲，气得脸都绿了。我曹了，徐老狗，这风头出得很爽吧？死吧，毁灭吧！老子就这么看着你一会，2位城主来了怎么死？可恶啊！这种拉风的场景本应是他萧慕河专属啊，又被老狗抢了去。老狗抢他女人，抢他风头，就算今日不死，他磨到第1天才也要将对方碎尸万段。水柔略微失神，看着半空徐骁，绝色秀丽的面颊微微红润，美眸似有情意涌动。长老好像又变年轻了，这真的是一个寿元无多的老人吗？但对方来得太鲁莽了，现在可是城内修士讨伐对方的高峰期，这里也是人最多的地方。慕容云和与徐骁不熟，只有些好奇，这老头现在来活腻了是吧？哎呀，徐长老，你不赶紧回缥缈宗避难，怎么现在来了？道义真人有些懵，看着半空徐骁，眉头紧锁。这不是来找死的吗？这下完了，就算妙玉师叔有新保人，但魔道可还有一名炼虚强者。男扮的老和尚的陈第一次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眼神看着徐骁。阿弥陀佛，看来今日就是徐施主的命数了。最懵逼的当属杨铁锋一众执法队，现在他们愣在原地，也不用维持秩序了。但四周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看向了他。杨队长，还在等什么？老色魔自己送上门来了，赶紧抓啊！抓人，抓人！杨队长，赶紧动手啊！在几名魔道卧底的带动下，众人又开始吆喝起来。现在不把老狗拿下，更待何时？看着下方开始躁动的人群，还有尴尬又不知所措的杨铁锋一众，徐骁眼神微动，抚了抚长须。那个，就是你们3个，给老道我出来！徐骁充满凌厉的声音再次在众人耳边炸响。大家一愣，看向对方指着的3名黑衣中年。啊，我们3个！3个黑衣中年有些懵，但徐骁已经盯上了他们。徐骁冷笑一声，就是这3个人积极的带头闹事，多半就是魔宗的人。他来此处，心中已有计划。首先第一步就是铲除这些带头闹事的人，彻底震慑铁木城修士，让他们各回各家。总闹下去不好，他也是要面子的。那个，徐前辈，您叫我们3人干嘛？我们只是路过而已。3个黑衣中年被吓得有些颤抖，他们只是破天魔宗元婴修士，领命来山洞搞事。对方难不成发现了他们身份？我看你们3个是专门找事。不多说，南明离火箭带着深红烈焰冲天而起，剑身幻化为巨剑，热浪滔天。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火红巨剑如流星般急速，瞬间冲到3人面前。呼啦一声，3人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巨剑斩成2段，深红火焰沾染。不到1个呼吸，3人的尸体就被烧成一团黑灰。还有谁想和老道单独说话的，就请上前，老道给他一个对峙的机会。徐骁单手一招，南明离火箭回到他身前，漂浮在半空，没有收回，带着深红烈焰，恐怖俯视下方人群。轰隆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将在场所有人吓傻。杀人了！徐老狗，又杀人了！我尼玛，这是要与我人族为敌啊！不光他们，远观的各方大佬再次惊坐而起，难以置信看向徐骁，一双双眼眸带着难以名状的神色。老狗，当真是疯了吗？这次不死，简直就是对他人族的亵渎啊！穆长老到了，面色惨白，身体有些发软。他一来就看到徐长老在杀人。穆长老，徐长老疯了！不远处元缥缈宗元婴弟子看见穆长老，一个个已经面色惊恐，嘴唇毫无血色。穆玉儿看着自己爷爷已经失魂落魄，眼里带着恐惧。爷爷，怎么办呀？徐长老又杀人了，还是在人这么多的地方。他俏脸煞白，已经被徐骁的行为惊得五雷轰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穆长老急得团团转，
看着上空徐骁身边漂浮的火红巨剑，一股庞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绝品法器，至少都是绝品法器，甚至是绝品法器中的顶尖。火属性绝品法剑，但他想不通，为什么元婴9中的徐长老用这柄法剑施展的威能，竟让化神7中的他都感受到了巨大威胁。太强了！完了，这么大的动静，肯定惊动2位城主了。一众元婴弟子身子瘫软，徐长老这下恐怕真死定了。下方人群一阵恐惧的沉默后，一双双眼里带着极具惊恐。老色魔发疯了，我曹了！在这种场合动手，这是在向他们人族宣战啊！乐陈道一还有杨铁风一众人都有些傻眼。徐长老，这是打算自绝于此了吗？不好！道一真人眼含惊恐道，对方该不会是不想活了，死前先把铁木城炸了吧？我尼玛！魔道这些沙雕早就给他们说了，不要惹徐骁，不要惹徐骁。如果铁木城出事，老道绝不善罢甘休。乐陈长眉紧皱，阿弥陀佛，道一，状况不对的话，老衲就先撤了。凭老衲的估计，徐长老手里的化神符箓起码还有5张以上，足够杀死2名我们这样的化神9中强者。道一听言，面色大变，啊，你可先别走，你们和尚身子骨硬，能多抗1张？杨铁风人妈了，心里不断骂娘，到底是谁 TM 脑子出问题了，跑去惹这个即将老死为所欲为的恐怖炸弹啊！被他逮住，屎都给他打出来。碧水商行水柔面色惨白，难以置信看向徐骁。慕容云和有些被吓住了，这老色魔当真名不虚传。萧慕和心里羡慕嫉妒恨，我曹了，这样拉风的场景本该属于我呀！徐老狗又抢他风头，但真叫他做，他可不敢在铁木城动手杀人，他还要低调猥琐的发育到炼虚大境。老狗，你简直太无法无天了，有本事你把我们都杀了，看看2位城主杀不杀你！几名智力不高的莽汉开口咆哮，对着徐骁破口大骂。即便他们只有筑基修为，也丝毫不害怕天空如仙如神的徐骁。老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请求。好，满足你。徐骁哼笑一声，南明离火剑如烈焰闪电，顷刻间将说话的那几人头颅斩下。3昧真火焚烧，一个呼吸尸体就化为飞灰。我曹了呀！附近修士感受到徐骁神剑之威，一个个赶紧后退，眼里满是恐惧。我他妈修真界还有这种傻子？没看别人徐老狗已经有化神实力了吗？就是守卫队长杨铁风都不敢动手啊！魔鬼，徐老狗简直就是魔鬼啊！魔道什么的，在徐老狗面前简直就像小儿科。老魔，这简直就是老魔啊！徐老魔，太 TM 恐怖了！现场众人心里疯狂咆哮，但再没人敢上去与徐骁对峙。对方现在已经不要命了，见谁杀谁。他们只安静地待在原地，不要触怒徐老魔就好，只等2位城主过来，将这个老魔就地正法。徐老魔，我曹你祖宗！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同样智力低下的人还不少，都是被魔道的卧底蛊惑了心智。又来一个，成全你！火红剑光飞过，叫嚣的人化为飞灰，众人更是一阵恐惧。徐老魔必将载入修真界史册呀！还有谁？有没有哪位化神大修想来与老道对峙？老道绝不退缩。半空中，徐骁感受现在南明离火剑的威力，满意点头。厉害！随意施展，不用鸿蒙真气的情况下，已有化神后期的威力。至于杀人，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罢了。第一，可以震慑铁木城修士，让大家心里怕他，不再公然传他的谣言；第二，可以快速引来炼虚修士，为这件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规矩什么的，在炼虚大修面前就是个屁。只要炼虚大修说他无罪，那么不管杀多少，他都没事。反正都杀过了，也不在乎多来几个。这件事想要彻底结束，城里2位炼虚修士必须到场。他不急，慢慢等。远处魔道宗门的掌门一个个都傻了眼。我尼玛呀！这就是恐怖炸弹，无法无天，还有40多年的寿命。这要是让他活满了，我盘龙大陆恐怕得被祸害一遍。幸好啊，这个老魔自己找死。我看差不多了，2位炼虚大修就快到了。通知其他掌门，2位城主一到，我们立即上前控诉老狗罪名。这次务必将之诛杀在此。酒楼中的宇文浩兴奋得要死了，无尽的舒爽感充斥他的内心，让他飘飘欲仙。终于让我阴到这条老狗了。好，好，好，宇文浩，不愧是你啊，聪明。一会炼虚大修到场，这老狗死定了。兵不血刃，运筹帷幄，说的就是他宇文浩。
只是牺牲几名无关痛痒的元婴弟子，换来徐骁无法洗脱的滔天大罪。划算，太划算了！起身走到窗前，他聚精会神看着半空徐骁。老狗，没想到雷劫失败，还有这般实力。远古大修洞府真是浪费了，几家魔宗掌门没一个敢现在上去对峙的。对方有化神符箓，临死反扑也够他们喝一壶的了。下方人群这下彻底傻在了原地，一动不敢动，一句话都不敢说。现在谁敢冒个泡，徐老魔那火红巨剑绝对将之烧的渣渣都不剩。太 TM 无法无天了。曹、谢特、法克啊，两位城主，你们怎么还不来啊？见在没人敢上前对峙，徐骁微微一笑，将南明离火箭收回了空间库。毕竟是个法宝，虽然在他手里暂时发挥不出法宝威力，但还是少用为好。修为不到炼虚，法宝是个让人眼红的东西。徐骁，你太放肆了！就在全场众人屏气凝神之际，一道天籁之声从不远处城主府传来，紧接着一名身穿天蓝道袍的绝美道姑脚踩祥光踏空而来。道姑御空飞行，落到了徐骁前方，青丝飘飘，一双美眸充满了冷淡孤傲。道姑一出现，现场彻底炸了。啊，妙玉城主，您终于来了呀！这个徐老魔简直就是个杀人狂魔呀！他竟公然在铁木城斩杀我们这些低阶修士。妙玉城主，您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下面那些被吓得失魂落魄的人一个个跪身在地，对着妙玉一通叩拜。炼虚大修，铁木城主，这就是他们的神，他们永永远远只能仰视的女神。妙玉城主，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这个徐老魔太猖狂了，太无法无天了呀！妙玉的出现给所有仇视徐骁的人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现在只想看着这为所欲为的疯子如何死在妙玉城主手中。正准备开溜的了陈和尚停下了步伐，转身看着天空妙玉，双手合十，肃重庄严道：阿弥陀佛。妙玉前辈总算是来了，道姨啊，老衲看咱们也不用求情了，这是徐施主的命数了，就让妙玉前辈送徐施主最后一程吧。阿弥陀佛。道姨皱着白眉，眼神嫌弃道：这个老秃驴。杨铁风总算是长长出了口气，妙玉城主来了，他终于没了生命危险，碧水商会水柔紧张起来，他不想徐骁死，死了谁给他们母女炼神丹萧木和慕容云和两人冷笑一声，眼里闪烁期待之色。徐老狗这种人早就该死了。远处宇文浩等魔道几宗大佬眼泛金光，等着妙玉出手。妙玉踏空而立，看向徐骁的眼神既嫌弃又厌恶，若对方不是积雪的徒弟，他早就动手了。徐骁，你犯了死罪，自裁吧。妙玉冷声说道，杀你这种人会脏了我的手。徐骁看着这位名声显赫的铁木城主，眼神微微一动，对方是道天门太上长老妙玉，这他知道，但没想到这个妙玉竟然这么漂亮，仅穿了一身宽松的天蓝道袍，但高挑动人的身躯即便是这道袍也无法遮盖，身姿亭亭，完美的曲线若隐若现，整个人就如仙境中走出的仙女一般，风姿绰约，容貌绝美如玉，洁白的面庞无一丝瑕疵，清光微绕，如仙如神。一头随风舞动的青丝用蓝带绑住，简单但绝美，皮肤白皙的就如温玉一般，细腻无瑕，浮动灿然光滑，整个人清丽脱俗，就如仙女下凡。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不敢直视的仙女，带着出尘天外的绝美气息，风华绝代。徐骁不由动容了，听说对方和自己的师父积雪常有往来，但他却始终没机会一见，没想到长这样。检测到气运之女妙玉，气运等级 SSS， 返还倍数100，羁绊度1 SSS 级气运之女。徐骁眨了眨眼睛，心中略有惊叹。目前为止3S 级气运之女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师父积雪。这妙玉竟也是个3S 级气运之女，心中升起一股喜悦。这回好了，他的计划不仅不亏，反而稳赚一波了。妙玉前辈，听家师积雪说，前辈与他素有私交，今日得见是晚辈的荣幸。徐骁抱拳一拜，带着良善笑容。妙玉哼声道：不用和我套近乎，触犯了铁木城规矩，死罪无可避免。而且你知法犯法，刚才又杀了几人，就是你师父亲自到场，也保不住你了。时期之内若不动手，即便脏了我的手，你也要死。下方无数人跪拜，跪求他动手处理这个老色鬼。这是修真界所有修士的呼声，他不可无视。而且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徐骁名声太臭，让他厌恶。本来看在积雪的面子，还给了对方一个机会逃跑，也通知了诸葛无方来捞人。但现在诸葛匹夫看不见人，徐骁自己也找死，那他就仁至义尽了。还有武息，
磅礴的威压铺天盖地而来，这威压所过之处，天地变色，空间震颤。这是炼虚大修的顶级威压。徐骁神色微变，花眉一皱，看来对方是来真的了。不愧是炼虚大修，光是威压就恐怖如斯。若不是他有一张炼虚9重9天神雷符在手，现在搞不好都得直接求饶了。正当他准备叫停，开始计划时，远处一道流光飞来。妙玉道友，且慢动手，我这师侄可是我师妹唯二的徒弟，就让他安安静静老死吧。流光飞到两人中间，光华散去，是一名鹤发童颜的花发老者。老者满面红光，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披道袍，颇有一股仙风道骨之姿，正是诸葛无方。他转身看向妙玉，完全不搭理徐骁，开口微微一笑，用醇厚的声音道：妙玉道友，多年不见，你的模样一点未变。老眼中隐含一分喜悦与欣慰，不愧是他仰慕的妙玉仙子。妙玉看见诸葛无方的一刹那，弯眉微微一皱，眼里似有似无，露出一抹嫌弃之色。其他的少说，直接说正事，你这师侄触犯了铁木城规矩，必死无疑。诸葛道友，是你动手还是我动手？不至于，不至于。诸葛无方抚须笑道：妙玉道友啊，不看僧面看佛面，徐骁怎么说也是我师妹积雪的徒弟，就算十恶不赦，干了一些猪狗不如的事，也总是咱们自己人。活了这么多年，他知道光说没用，这种时候要救人得拿出诚意。诸葛无方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瓷瓶：妙玉道友啊，这里有老道亲手炼制的3枚清元静心丹，就是炼虚期修士服用后都能产生些许效果，辅助修炼。徐骁这臭小子，我带走后会狠狠处罚他，让他最后这段寿命好好给我人族守卫灵矿，将功补过。道友放心，有我在，这小子再也翻不出什么浪花了。灵力涌动，小瓷瓶飞向妙玉，后者一把接过3枚清元静心丹。妙玉漂亮的弯眉微动，这老匹夫还挺大方。到了炼虚期，能辅助修炼的丹药少之甚少，弥足珍贵。而缥缈宗清元静心丹便是其中一种，虽然效果一般，但也不可多求。没有任何炼虚修士会拒绝提升修为的丹药。既然诸葛道友这么有诚意，死罪就免了吧。妙玉快速将小瓷瓶收好。妙玉的话刚说完，现场众人顿时身躯一震，轰隆隆，他的话就像天降神雷，将现场所有修士雷得外焦里嫩。我尼玛，这么草率的吗？本来缥缈宗前辈大能临时赶到，他们心里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妙。没想到，仅仅就拿了3颗丹丸，就免了那徐老魔的死罪了。不，妙玉城主，对方可是在铁木城随意杀人啊，还 TM 是个到处包养小蜜的老色魔啊！大家都快破防了，各宗掌门更是一脸懵逼的看向妙玉。我尼玛，搞什么鬼？难不成是正道修士集体包庇徐老狗？我曹了，这修真界都 TM 被这帮正道修士搞成什么样子了？太 TM 乌烟瘴气了！言女前辈，您快来啊，狠狠地惩戒这一群为所欲为的正道修士吧！修真界都被这帮正道修士搞废了啊！但大家都只心里吐槽，没有人敢表达不满。炼虚修士在场，化神9重强者也得先趴着。上空，诸葛无方满意的点点头，正欲道谢一番，再吹嘘自己的清元静心丹。妙玉看着徐骁继续道：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徐骁就阉了吧，省得死前到处祸害女修啊！徐骁第一个懵逼。诸葛无方神情凝重，花眉皱成一团，喃喃点头道：也不是不可以啊。徐骁看向诸葛无方，再次懵逼。现场跪拜的围观人群又傻眼了。我尼玛妙玉城主英明啊，这 TM 才是对老色魔最好的惩罚。谢特，妙玉城主，我刚才错怪你了，对不起。徐老魔，老子看你这次死不死。666，妙玉城主太溜了。大家本是惆怅忐忑的面庞瞬间涨红，眼中闪过激动兴奋之光。这样的惩罚对老色魔来说，简直比杀了对方还要痛苦1万倍啊！妙玉城主，英明啊！刚站起来的魔宗掌门一个个满意点头，抚须坐下。果然啊，我就说都是正道人士了，怎么可能如此包庇？妙玉前辈，简直就是我人族的楷模啊！不仅人漂亮，心又狠，最适合对付这种无耻老色魔。不错，魔宗掌门们很是满意。缥缈宗太上长老还无厘头损失3颗清远静心丹，妙！上空，徐骁脸黑了。师伯，老子要到师傅那里告你。不过现在懒得和对方计较，还是得自己出面。师伯，你先让让。徐骁驾着七彩飞剑上前，黑着脸拍着诸葛无方肩膀，后者安抚笑道：好师侄啊，
师伯能保住你一命已经不错了，女人嘛，没意思。我看你这段时间也潇洒的差不多了，够了够了。妙玉看了眼徐骁，绝美面庞冷傲道：“诸葛道友，既然你同意，那这种事还是你出手吧。”他心中冷笑，像徐骁这种人就该有这样的结局，既化解了他心中的恶心，又成了缥缈宗的人情。就在诸葛无方准备给好师侄做一番心理建设，妙玉略有期待看徐骁遭殃时，徐骁单手一动，一枚青色丹药出现在其手中，丹药就这么直愣愣躺在掌心，青色光芒不停闪烁，似有云雾在四周缭绕。其一经出现，如有大道规则在其周身显现，玄妙莫测，妙不可言。一阵阵猛烈的药香自青丹内迸发，妙玉和诸葛无方只略微一闻，就瞪大了双眼，如雕塑般石化在了原地。这青色丹药刚一拿出，身为炼虚大修的他们就感觉到其中那让他们热血澎湃的炼虚药力。这是什么丹？徐骁，你这是从哪弄来的？好强的炼虚药力，好猛的药效，这绝对是顶级的炼虚神丹。诸葛无方看着青丹老眼都瞪绿了，不停吞咽口水，一脸的难以置信。而对面的妙玉美眸中也闪烁动人光辉，只闻了文青丹散发的猛烈药力，似乎就让他炼虚瓶颈略有松动。这是顶级的炼虚神丹。徐骁看着呆若木鸡的二人，帅气的面庞微微一笑，靠诸葛师伯弄个阴阳人，还不如直接死了舒坦，到头来还得靠自己。徐骁轻笑一声，拿着青丹介绍道：“妙玉前辈，诸葛师伯，这是虚天丹，是我在大修洞府寻到的一种奇丹，我猜炼虚大修应该能用得上。”妙玉诸葛无方听言，顿时一愣，两人直接懵逼当场。虚天丹？不可能！徐骁，你怎么可能拥有如此神物？诸葛无方一脸的震惊，这可是失传已久的上古奇丹啊！我们盘龙大陆10000年来一共就出土过3颗。诸葛无方被徐骁手中这枚虚天丹惊得面色巨变，一双老眼带着极度惊疑看向徐骁。在炼虚修士中，论炼丹术，他名列前茅。能辅助炼虚修士修炼的丹药，他至少会3种，但没有任何一种能和上古神丹虚天丹相比。虚天丹是所有炼虚修士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丹，若是有虚天丹炼制法门，合体有望。徐骁，这也是你在大修洞府中找到的？妙玉绝美的面颊带着丝丝惊讶，她的震惊不比诸葛无方弱。虚天丹之名，他当然听过，这是他苦苦寻求了1000年的顶级神丹。听说只需服用1枚，就能以超绝速度修炼整整1个月，1个月内的进步抵普通炼虚修士10数年之功。而徐骁竟然有他只在传闻中听说过的神丹，并且从对方那颗虚天丹散发出的恐怖药力看，与传闻中的虚天丹无二。徐骁手持青丹笑道：“妙玉前辈，没错，这正是我在大修洞府寻到的。大修洞府在哪？”妙玉美眸带着无比急切之光。被我毁了。徐骁随口道：“不过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全部带走了。”妙玉诸葛无方面色一变，那也就是说，那位上古大修的东西全部进了徐骁这臭小子口袋，还包括虚天丹。见两人眼睛发绿，徐骁看向绝美如玉的妙玉，微微笑道：“妙玉前辈，大修洞府里面的虚天丹不多，但这一枚我愿意赠送给妙玉前辈。”说罢，灵气涌动，青丹飞天而起，直奔妙玉。后者美眸大亮，二话不说，伸出纤纤玉手，一把接到手中。磅礴的连续药力充斥鼻腔，只手持着极高品质的神丹，就让妙玉体内灵力沸腾。他第一时间收好虚天丹，看向徐骁，眼里的本来的厌恶与恶心略微缓解，双手背负，傲人挺立的身姿如仙女般动人。眼眸微动，他神情略微肃重道：“看在这虚天丹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一次，但仅限于这一次。”徐骁点头，抱拳道：“如此甚好，妙玉前辈，就请替我澄清罪责，还我一个公道吧。我之前杀的都是魔宗那些蛊惑人群的妖人，那些人本就该死，并没有胡乱杀人。”他心里略微点头，能修炼到炼虚的修士，每一个都是心思缜密之辈。他身怀虚天丹，数量不明，暂时替他澄清罪责是明智之举。诸葛无方还痴痴地看着徐骁，一只手伸出食指，疯狂对着自己狂指：“我呢？好师侄，我这个你又亲又爱，还特意赶了数千里路来救你的敬爱师伯呢。”徐骁嫌弃地瞟了眼对方：“狗师伯还想让自己变阴阳人，先晾你一会再说。”妙玉眼睛微闭，在睁开时已开始散发无尽恐怖的炼虚之威，将整个铁木城的修士笼罩。之后他美眸闪过思索，一字一句道：“诸位，徐骁杀人之罪，城主府事后自会调查。这件事我城主府接手了，从现在开始，
城内再有人敢擅自议论徐骁的事，铁木城执法队绝不姑息。妙玉的话夹杂炼虚修士无尽恐怖的灵力波动，顷刻间席卷全城，炸响在每一位修士耳边。轰隆隆，他的话就像惊雷，将现场所有人劈傻在原地。城主府接手。什么情况？难不成城主府要准备包庇徐老魔了？我尼玛，不可能吧！徐老魔杀了这么多人，说没事就没事，这尼玛都当着全城修士杀人了，还调查个屁啊！不，正道互相包庇啊！一定是缥缈宗的人和妙玉城主串通了，要救走徐老魔。不，下方黑压压的人群彻底懵逼了，不仅不用死，现在连烟都不用烟了，甚至还不许他们谈论。我曹了！一个个看着脚踩七色神光的徐骁，眼神血红一片，其内满是血丝，恨不得将这条老狗当场斩杀。没想到对方似乎竟只用一枚丹药就彻底贿赂了妙玉城主。欧了，法克谢特呀！远处观看的魔宗掌门一个个纷纷惊坐而起，他们隔得远，看不出徐骁给的什么东西，但他们肯定妙玉城主现在的变化一定是老色魔给了什么不得了的好处。我尼玛，诸葛无方送完徐老狗又送，还有完没完了？能如此打动妙玉城主，缥缈宗这是下了什么血本啊？徐老狗可是一个寿元无多，快死的人了啊！曹了，正道互相包庇，输送利益，还 TM 当着全城修士的面搞这些潜规则，正道这些无耻之人不灭，我人族修士无望矣。言女前辈，快点来吧，再不来我修真界就被正道这群杂碎祸害完了。掌门们气得捶胸顿足，恨不得自己上去将老狗一顿收拾。但正道两位炼虚修士在场，给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上前闹事。上空，妙玉继续对众人道：徐骁的事，我城主府会慢慢调查，现在你们全部散去，谁再敢闹事，私自议论徐骁，城规处置。下面的人咽了咽口水，一个个眼含惊恐，目光呆滞看向上空3人。完了，彻底完了！徐老魔这是要脱罪了呀！不，老魔天理不容，但在妙玉绝强的炼虚威压下，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黑压压的人群怀着极度失望与不甘，颤抖起身，最后忍痛看了徐骁一眼，悲愤撤离。再不走，就要得罪妙玉城主了，那可是他们只能仰视的女神呀！下面正道的人一直在懵逼，道义摸着胡子，神色凝重。乐尘双手合十，老眼时不时打量徐骁。杨铁锋抹了把汗，心里无限庆幸。徐长老呀，有好东西早点拿出来，妈害别人怕了一路。但他们都有些好奇，徐骁到底拿出了什么丹药？仅仅1颗就能打动妙玉城主保命，太玄幻了，不愧是徐长老。风雨美艳的水柔站在3楼窗前，看着徐骁那与炼虚修士站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样子，一颗冰冷的心逐渐融化。徐长老还挺帅的，绝丽面颊微微泛红，他咽了咽唾沫，雪白纤细的脖颈美得发光。不，徐老狗，老子早晚要将你碎尸万段！旁边萧木和气的脸都变形了，心里如几百万头草泥马踏过。一看上空妙玉城主的样子，就知开始包庇老狗了。我曹啊！妙玉城主，你怎么也被老狗收买了？萧木和眼含无尽愤恨，但表面还是风轻云淡，毕竟水老婆在旁边，他还保持沉稳不群。老狗，待我炼虚，第一个取你狗命。慕容云和摇了摇头，并没有大喜大悲。他和徐骁不熟，只有些好奇徐骁到底给了对方什么，竟能打动炼虚修士。缥缈宗一众人惊得外焦里嫩。徐长老这就没事了。想到之前对方那淡定的神色，他们长出了一口气，原来长老早有计划，是他们小看长老的智慧了。穆长老现在也不担心了，诸葛太上长老来了，怎么都能救徐长老的命，就是淹了也没什么。缥缈宗旗要多，随随便便接回来。就在人群开始散去，魔宗掌门口吐芬芳之际，3颗血红的肉团从城主府飞来，肉团带着红黑之光，一到近前开始出现猛烈变化，咯咯咯的肌肉骨骼蜕变之声响彻天际。不到3息，3颗肉团就变化为3具带着翅膀的恐怖僵尸，一个个青面獠牙，满身白毛，模样恐怖，极为骇人。妙玉，说好要徐骁的命，你骗我！一道女声从天边响起，但声音刚传到这边，肉团变化的3具僵尸就朝徐骁、诸葛无方、妙玉杀去。周身炼虚恐怖的灵力迸发，3具白毛带翅僵尸个个都有炼虚之威。眼女的游尸，诸葛无方面色微变，感受游尸的炼虚威能，花眉微皱。紧接着，一尊黑金巨鼎脱手飞出，转瞬之间就将冲向他的白毛游尸困在其中。黑金巨鼎的火炼化之下，白毛游尸惨叫之声道道传出。妙玉这边只玉手一抬，一尊7星长剑浮于头顶，
神念操控下，七星长剑将白毛游尸斩杀成块块血肉。这是两人的成名绝品法器。药王鼎，七星剑。不好，还有这小子！诸葛无方困住游尸的一刹那，突然想起自己那越看越可爱的好师侄徐骁，对方虚天丹都能拿出来，他都忘了对方还是个元婴修士了。师伯，老子早晚会在师父面前告你，让你身败名裂。徐骁看着现在才反应过来的诸葛无方一头黑线，马德只顾自己，让他一个元婴修士独自对抗炼虚游尸。谢特！此刻一尊巨大无比的玄天八卦阵将徐骁笼罩，大道气息从中显露，脚下八卦阵盘玄妙无比，任凭前方那冲向他的游尸如何进攻，最终还是被包裹徐骁的玄天八卦阵反弹出去。炼虚游尸就像撞上一块棉花，怎么都进不了徐骁的身。他已将空间库法宝玄天八卦界催动到了极致，就连那一股不朽不灭的鸿蒙真气都用在了八卦界中。还好这游尸在炼虚境界中不是太强，他勉强能挡下。我去了，好师侄，你这又是什么名堂？炼虚游尸都能挡下来，诸葛无方整个人又懵逼了。今天这位好师侄已经给他好几次震撼了。妙玉也神色一惊，感受那玄天八卦阵玄妙无比的气势，一双眼眸熠熠生辉，有些难以置信。徐骁到底在大修洞府得到了多少东西？虽然眼女的游尸攻击力不强，但那也是炼虚级别的僵尸。七星剑闪烁，进攻徐骁的炼虚游尸被大卸八块。这边诸葛无方咽了咽口水，放出了他那具被烧成黑炭的游尸，血肉重组，黑皮掉落，三具游尸重新化为血球，血球骨肉峦动下，重新化为三具完好无损的游尸。这时已有一名身穿黑裙的女子站在三具游尸之前。徐骁，就凭你竟能挡住我的游尸？女子眼眸带着一丝惊讶，略有惊奇地看向徐骁。后者打量了一番眼前之人，一身黑裙，身形丰腴动人，长相美艳，画着浓浓的烟熏妆，黑色的眼线神秘而又阴暗，皮肤白皙，十分细腻，腰腹细致，平坦优美，身前雪峰傲人，领口微微下方，白皙景色微露，让人挪不开眼。这是一个暗系美妇，模样在30-40的年纪。徐骁眼眸微动，这应该就是第二位城主天师宗眼女。不过让他有些意外的是，这一名炼虚暗系美妇系统没有提醒，也就是说对方目前并不是气运之女。眼女出现的一刹那，四周人群沸腾了，他们心里欢呼雀跃，似乎等来了希望之光。徐老魔，终于有人来收拾你了，等死吧你！远处魔宗掌门长出了口气，缓缓坐下。眼女前辈来了，终于有人收拾徐骁这狗贼了。至于之前徐骁包裹的八卦阵，大家默认为是诸葛无方出手。妙玉弯眉微动道：眼女，徐骁我保了，你走吧。你保了？眼女哼笑一声，黑色眼线更显神秘，喃喃道：妙玉，诸葛匹夫，你们收了好处，我还没收呢。刚才那是什么东西？竟有这般强大的炼虚药力，我在城主府都感应到了。徐骁，你是想死还是想活？诸葛无方心里苦，他也没收啊。徐骁看着这位老牌炼虚修士，眼中略有思索之色，从空间库取出一颗虚天丹。眼女前辈，这是虚天丹，想必你也懂。我也懒得多说了，一颗换我清白，就请眼女前辈一同为我做主了。两位城主只给妙玉一人，有些不合适。虽然眼女不是气运之女，但一会妙玉的返还也足够赚了。而且他兜里虚天丹现在有80颗，根本用不完。虚天丹吊着，在铁木城两位城主给他撑腰，简直就是为所欲为。至于抢，丝毫不怕，9天神雷符傍身，稳得很。虚天丹，眼女震惊地睁大了眼睛，美艳的面庞竟浮现丝丝红润，竟然是这东西！徐骁竟然会有虚天丹，他活了8000岁，第一次看见货真价实的上古神丹虚天丹，感受其中凶猛的药力与玄妙的气息，他无比确定这就是虚天丹，丝毫没错。拿来！灵力涌动，眼女美艳面容带着兴奋之色，一把抓了过来。眼女将虚天丹捏在手里，黑色眼线覆盖的美眸金光闪动。虚天丹，竟真的是虚天丹，天下竟真有这般奇丹。妙玉，有这等好事，你也不叫我一声，还想吃独食不成？感受其中浓浓的炼虚药力，他激动的面色红润，呼吸急促，小心翼翼将虚天丹收好，看向了对面那个外貌拔群、气质斐然的老帅哥。顿时一双眼睛光华浮动，似乎要一口将对方吃下去。眼女美艳面庞哼哼笑道：徐骁，你身上还有多少虚天丹？妙玉听言看向了徐骁，冷傲动人的玉脸眨了眨眼睛。诸葛无方也看了过来，一脸期待地看着这位好师侄。徐骁看着三位炼虚吃人的眼神，默默咽了咽口水，单手一动，
一枚黑色符箓突然出现在他手中。呵呵，两位前辈，诸葛师伯，不多，也就还剩几枚而已。这张炼虚符箓也是我在大修洞府中找到的，你们小心点，这符箓有些不好控制。把我炸死了小事，万一把你们炸死了，可是我人族的损失啊！而且铁木城包括下面的修士，估计都不复存在了。话说的小声，只有天空几人能听见。徐骁微微一笑，眼神尽是和蔼慈祥。想打劫他，下辈子吧。我去。炼虚神符，三个人都吃惊的愣住了。诸葛无方第一时间叫了出来。当他感受到徐骁手中黑色神符中那奔涌澎湃的炼虚之力，整个人直接懵逼了。好失职，你怎么连炼虚符箓都挖得到啊？这 TM 是什么逆天运气？黑色符箓中澎湃的炼虚之力贯彻9天，一看就是炼虚高阶顶级神符，气息笼罩下，让三人心中产生罕见的恐惧震撼。这神符太强了！徐骁，这也是你在大修洞府挖的？妙玉绝美的面颊惊讶之色接连不断，还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但平复心绪后，仔细一想，既然连虚天丹都有，再有一张炼虚符箓，似乎也很符合情理。暗黑美妇眼女惊讶地眨了眨眼睛，单手默默一挥，后面3只游尸重新咯化为3团血肉，飞入了他的储物袋。他们都小看徐骁了，本以为只是得了些传承的，有些底蕴，哪知不仅有传说中的神丹虚天丹，现在竟连让他们惧怕的炼虚高阶符箓都有。动手抢，已经失去了这种可能。没有任何炼虚修士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在没有确定对方这张炼虚符箓的最终威力之前，心思缜密的他们不可能自己去试。呵呵，徐骁弟弟，你这是作甚？姐姐既然收了你一枚虚天丹，自然会帮你办事，洗刷你的冤屈。眼女美艳风韵的面庞带着微微笑意，想到对方在修真的那臭不可闻的外号，还有缥缈宗那些破事，眼眸带着几丝微光，似乎想到了另一条获得虚天丹的方法。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这一点他没有丝毫顾虑。至于铁木城杀人罪名，在虚天丹面前就是个屁。妙玉看了眼女，哼笑一声，收回七星剑，脚踩祥光飞离。徐骁，今日之事作罢，算你无罪。日后再敢在铁木城动手，本城主绝不姑息。妙玉离去时，意味深长看了眼徐骁，绝美眼眸微光闪动。眼女看着快速飞离的妙玉，知道对方这种修炼疯子肯定急不可耐，回去闭关了。踏空上前，眼女风雨傲人的身躯挺立，站在徐骁对面。后者眼眸一震，只觉一股女人异香扑鼻而来。徐骁弟弟，虚天丹还有多少？可不可以透露给姐姐？黑色眼线带着神秘诡异，美艳面庞带着丝丝红晕。以后在铁木城，姐姐我罩你。徐骁咽了咽口水，尼玛，虚天丹的吸引力这么大吗？炼虚修士都这样了。不多，眼女前辈，你还是先遵守诺言吧。定力十足，徐骁微微一笑，哼，也罢。之后，眼女与之前的妙玉一样，炼虚威压笼罩铁木城，吓得下方所有修士瑟瑟发抖。这一次的炼虚威压比妙玉那一次更强更大，压得所有人气都喘不过来。你们听着，徐骁铁木城杀人有重大原因，本城主怀疑被杀的那些修士是妖族奸细。徐骁不仅无罪，还对我人族有莫大功劳。日后谁敢在私下议论徐骁、杨铁锋，你们执法队当场诛杀。眼女的话说完，收回了炼虚威压。一瞬间，整座城沉默了下来。杨铁锋几人猛在当场，现场的人用充满不可思议与难以置信的神色看向上方。这一次，他们彻底破防了。不，徐老魔，连 TM 眼女城主都贿赂了啊！我曹了，徐老魔，不可饶恕！我亲眼看到徐骁给了眼女城主一枚丹药，贿赂，纯纯的贿赂啊！我噗！老贼不死，人族必亡！黑压压的人群瘫软在地面，一个个生无可恋，目光呆滞。现在不仅妙玉城主要保徐老魔，就连眼女城主都沦陷了。徐老魔太 TM 无耻了！谢特、法克、桑洛比奇，人群崩溃了，甚至有人气的口喷鲜血。徐老魔这下在铁木城不知要祸害多少女修啊！远处魔宗掌门们面色惨白，一个个吞咽口水，失魂落魄坐在了座位。谢特了，徐老狗到底拿了什么东西出来？连眼女前辈都不追究了。难了，徐老狗挖的那大修洞府，看来有炼虚前辈们看中的东西。想解决徐老狗，现在难了。眼女师伯，您这到底是为何啊？师侄不懂啊。徐老贼不死，我魔宗永无宁日。9楼2楼，噗的一声，宇文浩急火攻心，喷出一口鲜血。不，
徐老狗，我宇文浩定要把你阴得尸骨无存。旁边破天魔宗弟子都快吓傻了，不敢上前帮忙。宇文浩擦了擦嘴角血迹，俊朗的面庞还有些苍白。急火攻心后，他眼眸再次伸出一抹惊人的亮光。跳吧，继续狠狠地出风头吧。就是你有能打动眼女前辈的东西又如何？在你死的那一刻，本掌门定要狠狠践踏你的尸骨。很快，宇文浩调整好心态，带着愤怒且渴望之色，悄悄离开酒楼。徐骁名声越响，他真正阴死对方的时候就会越愉悦。这是铺垫，死亡的铺垫。碧水商会，慕容云河叹气摇了摇头，老狗又得逞了，还有让炼虚修士心动的东西。不过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看了旁边越发美艳、面色微红的水柔，他默默点了点头。这才是他的梦，太美了。可萧慕河看着外面这一幕，喉咙一甜，差点没忍住喷出一口鲜血。一张阴柔帅气的脸已涨成了猪肝色。喽，徐老狗又 TM 成功脱身了，但他用尽全力不让自己在水老婆面前失态。没关系，没关系，等拿下水老婆的那一刻，老子就是徐老狗的岳父，他要杀人诛心。上空发完话的颜女英暗美眸带着几分光彩与思索，看着气质出尘、帅得掉渣的徐骁，挺了挺傲人雪峰，女人异香不停散发。她面生红晕，微微对徐骁笑道：“徐骁弟弟，我知道你寿元无多，我也知道你的喜好，你剩下的这些时间，本城主陪你，做你的道侣怎么样？”声音不大，只有徐骁、诸葛无方听见。诸葛无方看着面生红霞、主动示爱的颜女，整个人直接懵逼当场。我曹了，8000岁的颜女可都有过20几任道侣了啊，好市值，你可千万要挺住啊！虚天丹可都是我缥缈宗的，都是恶弟。